夫君，你说过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了？儿媳妇，是我们侯府对不起你，谁也不知道成婚当晚军部告急，这一走就是3年，没想到婉儿她就这么走了。你醒醒看看我呀，夫君！不管怎么样，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是要向前看。你要保重身体，不然我们偌大的侯府可怎么办呢？苏宁烟正要开口，一道极其陌生的女声出现在耳边。这老钱婆可真会演，鼻涕眼泪一直流，真像是真死了儿子一样的，难怪大小姐会上当，这演技可比得奥斯卡金像奖了。若是让大小姐知道这薛华为了和外室私奔用假死脱身，将空壳的侯府和体弱多病的老钱婆留给她照顾，会怎么样？谁在说话？还是华郎没死？苏宁烟心里咯噔一声，下意识伸手摸了摸鼻息和脉搏，没有呼吸，脉搏也摸不到。难道说刚才的声音是我的幻觉？否则婆母听见肯定要大发雷霆，肯定是我伤心过度，有了癔症。不愧是国公府的大小姐，就是细致，还特意摸了鼻息和脉搏。薛华服用了假死药，根本就检查不出来，只要冷静一点就会发现死了都快1个时辰了，尸体还是温的。难道华郎真的是假死？看着眼前的婆母，宁远侯府的老夫人，虽然满脸痛不欲生，眼中却没有丧子那么绝望和悲切。薛华是老夫人的独子，不应该是这样的情绪。难道那人说的是真的？若薛华心中有人，可以早点解除婚约，或者跟我说呀，抬个小妾也无妨。我又不是善妒之人，为何要假死脱身？看样子婆母也应当知情。这个渣男假死脱身也就算了，还让大小姐给外室养孩子，说是从旁支过继的孩子，真是缺了大德。自己拿着我们镇国公府在外潇洒快活，让我们大小姐给你在家养孩子和老钱婆，真是够够的。什么？薛华有孩子了？苏宁烟全身不由得一抖，不可置信地看着宁远侯老夫人。妍儿，华儿已经走了，不能就这样断了香火。我是想着从旁支过继一个孩子给你可好？这样以后你也有个盼头了不是？妍儿，你觉得怎么样？大小姐，你可别犯傻，10年后小白眼狼为了自己亲生母亲给你下毒，你死后还没1个月，薛华就复活了，并娶了那个女人，你的嫁妆全是他们侯府的了。可惜没多久镇国公府抄家流放，你死的消息被侯府压得死死的，镇国公府一家都不知道你已经死了，还以为你为了荣华富贵和他们断绝了关系。镇国公府会被抄家流放，我会被那个白眼狼害死，一切都遵从母亲的意思。不过我想自己选择过继的孩子，我想要个合眼缘的。
唉，这儿媳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儿，还有几分才情。那个小兔崽子眼瞎的厉害，偏偏看上一个罪臣之女，养在外面就行了，非要假死跟那个狐妹子住一块儿，真是家门不幸啊！要不是那狐妹子给薛家生了一个乖巧伶俐的大孙子，我是死活不会同意的。宁远侯府真的欺人太甚，吃相太难看了。苏宁烟努力压制火气道：母亲，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你处理好后事，也早点休息，别太伤心了。薛老夫人敷衍地说了2句，就带着伺候的冯婆婆离开了。苏宁烟阴恻恻看着床上的薛华，用尽全力狠狠给他几个巴掌，瞬间脸变得红肿。这姑爷不是死了吗？怎么会有血啊？果然是没死。苏宁烟不解气的又扇了一巴掌。来人！话音刚落，一个黑影从天而降，跪在苏宁烟面前。大小姐。苏宁烟微微一怔，这声音和刚才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难怪一直称呼她为大小姐，原来是父亲给她安排的女暗卫。你叫什么名字？属下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属下331号。这么靠后？苏宁烟知道自家暗卫的编号是由武功高低而定，每个月都要考核进行排名升迁，除了和几位主子关系特别好或者有很大功劳的暗卫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启禀大小姐，之前保护你的是49号，他临时被派去做任务了，主子就派属下来保护大小姐。49号背叛主子，要不是昨晚我把他杀了，国公府恐怕要提前抄家灭族。苏南辰还以为49号被潜伏得来的敌人所杀，暗中到处找凶手呢。苏宁烟终于知道自己之前听见的是眼前女暗卫的心声，而且其他的似乎听不见。听他所言，之所以以前听不见，是因为他今天才来。既然他能击杀49号，不受伤也没让人知道，恐怕这个女暗卫的身手不是一般的好，而且胆子也很大，居然直呼大哥的名字，有趣。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当个大丫鬟，赐名吉祥。谢小姐赐名。还才女呢，取的什么破名字？吉祥，我还如意呢，还不如叫招财，至少去赌坊还能靠名字玄学赢点小钱呢。正想要说2句，突然觉得脖子被什么掐住一样，说不出话来。他立即明白自己能够听见对方心声的事情不可说，放弃这个念头后才呼吸了新鲜空气。他无奈道：说你不喜欢吉祥这个名字，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奴婢可以吗？陆真真。大小姐，奴婢的名字可以叫陆真真吗？可。谢谢大小姐。大小姐人美心善，终于不用叫什么吉祥了。要是让人知道我堂堂御寿老祖叫这个名字，牙都要被笑掉。薛华假死，我该怎么办？小姐，薛家欺人太甚，我们去告诉世子爷，世子爷定能为小姐做主。告诉世子爷都来不及了，把假死变成真死不就好了吗？反正大家都知道薛华死了，杀人都不用偿命。苏宁烟点点头，这个陆真真还真对她的脾气。真真，这事就交给你处理吧。放心小姐，我会把这事办得妥妥的。趁你药效还未过，先扭断你的双手和四肢。早就想对这渣男动手了，心里舒坦。不过这么死太便宜他了，杀人诛心才是最高境界。又从怀里拿出几根银针在他身上扎了扎，提前让他的意识醒过来，亲眼看着自己被活埋，不能动又不能言，想想乳腺都通了。
这小妮子怎么这么奔放？就应该如此。薛华是自作自受？一切就绪，薛老夫人决定早点下葬。在盖棺时，苏宁烟看着棺材里瞪大眼睛的薛华。华郎，你安心走吧，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母亲的。薛华全身骨头都断了，喉咙也说不了话，只能用愤恨又绝望的眼神瞪着苏宁烟，喉咙里只能发出微弱宛如风箱的声音。既然你想死不想活，我会让你死得透透的。我会好好抚养那个野种，让他玩物丧志，让他跟你心爱的女人反目成仇，让他和老钱婆离心，然后送他一个淫荡的生母和毒杀祖母的后半生，如何？然后我再招个赘婿，生个孩子，继承侯府，如何？别觉得我心狠。你假死脱身，跟其他女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你只知我苏宁烟生性温婉大度，却不知我有仇必报。苏宁烟在薛华耳边说完，在对方愤怒仇恨的目光下，缓缓关上棺材盖，给一旁的陆真真一个眼神。陆真真嘿嘿一笑，从衣袖里拿出30多颗棺材钉，用内力直接将棺材盖和棺材钉得严严实实。切，就算被老钱婆给挖出来，让他们拔棺材钉都拔得累趴下，以防万一，我得在棺材画道符，免得他们不拔钉子，用斧头劈棺材。搞定，这渣男能看到明天的太阳，算我输。不一会儿，薛老夫人命人抬走棺材，找了个所谓的良辰吉日给埋了。不到半个时辰，他就找各种理由将苏宁烟支走。苏宁烟也不想多待，寒暄2句就带人走了。那老钱婆肯定让人在刨坟，好想去看看呀！怎么办？好想去！之前还是暗卫的时候还能偷偷溜去，现在是大小姐贴身丫鬟。哎呀，我不管，我要打滚下坡了！哎呀，好想去，好想去！真真，我好像把手帕丢在相公坟地那里了。你……苏宁烟的话还未说完，一阵风从面上拂过，再回神，马车上哪里还有陆真真身影？小姐，你就那么喜欢他吗？以前这种活不都是让我去吗？你不喜欢春桃了吗？你呀，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怎么会不喜欢你？薛华假死，薛老夫人是知道了，指责我们，这会肯定在挖坟。真真是会武功的，而你不会，我不放心你去。要不是陆真真太闹腾，吵得我脑仁疼，谁去管薛华回不回来？毕竟名义上他已经死了，就算恢复身份，也是一个不能动、不能言语的废人。陆真真缩地成寸，3息的功夫就回到薛华的坟头。薛老夫人正命人挖坟，兴奋的吐质疏松，很快就把棺材挖了出来。老夫人呢？棺材钉太多了，不如直接把棺材敲碎吧，这样快一些。你们随意，只要尽快打开棺材。3个壮汉开始用斧头劈棺材，1下2下3下，许久棺材都没有一丝划痕。这是怎么回事啊？不会是闹鬼了吧？胡说什么？婉儿都没死，闹什么鬼？赶紧打开棺材，1人10两银子。如果打不开，你们就准备蹲大狱吧。薛华听见棺材外的响动，他知道自己母亲会来救自己，此时他的眼里满是仇恨，等他出去一定要把苏家那个贱人给弄死。
几个壮汉听见薛老夫人的威胁，脸色瞬间不太好，只好拿着斧头继续劈。棺材依然没有一点伤痕。陆真真坐在不远处的树干上，摇晃着腿，津津有味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她的符咒只有上界那几个老不死的可以解开，在下界就是无敌的。薛华今夜必须死，这话是他说的。斧头每砍一下，伤害都传到薛华的体内。他全身被斧头砍得遍体鳞伤，最深的是脖子那一斧头。他睁大双眼想要说话，嘴里溢出的全是血。有血！快！陆真真见也差不多了，隔空一掌，棺材在众人眼前炸开。当然，薛华半死不活的身体也被炸得粉碎，到处散落血肉。这可谓是应了薛华在新婚之夜对苏宁烟发的誓，若有背叛，死无全尸。这不，死无全尸了。我的儿啊！薛老夫人看见眼前恐怖血腥一幕，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老夫人，快来人啊！老夫人晕过去了。这才是情真意切的悲痛啊！渣男死翘翘了，后续也没啥看头了，还不如回去睡个回笼觉。回到了苏宁烟的院子，他恭敬地垂手立着，将方才前院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回禀。苏宁烟听完，那张清丽绝伦的脸上露出一抹快意的冷笑。赏你的，做得很好。谢过大小姐。大小姐人美心善，出手也阔绰，比苏南城那只铁公鸡大方多了。更何况大小姐身边没什么暗杀，也轻松不少。如今成了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再也不用睡房梁和树上了。嘿嘿。翌日天刚蒙蒙亮，苏宁烟便带着春桃和陆真真乘坐着马车回了镇国公府。大哥回来了。人死不能复生，言儿不要太过悲伤。谢大哥关心。这不是镇国公府世子苏南辰吗？长得倒是人模狗样。记得今晚好像有人前来暗杀他，不过刺客水平真是拉垮，闹那么大动静都没得手，业务能力堪忧啊！要不要提醒他？哎呀，算了，关我屁事！我一个月就5两银子，操心老板哥哥的死活，又不给加工资，更何况暗杀并未成功，保护好大小姐才是我的首要任务。陆真真正腹诽的起劲，冷不防一道冰冷锐利的视线如利剑般直射了过来。这丫鬟明明一言未发，可那吐槽之声却句句清晰地在她脑中响起。难道我出现了异症？你先去给母亲请安吧。大哥，今晚小心些。看着自家妹妹的反应，应该也是听见了。这么说来，他不是有异症，而是听见了这个丫头的心声。我知道了，你先去母亲那里吧。是，大哥。待他们走远，你可听见什么？属下没有。去查查嫣儿身边那个新来的丫鬟。回世子，不必查了。不必查？他是我们安卫营的人，排名331号，原先护卫大小姐的49号，之前接到命令后不久就被杀了，属下还在调查是谁杀了49号。此人是属下从丙字营特意挑选出来的，顶替49号，暗中保护大小姐周全的。看样子大小姐应当是觉得他可靠，收了当贴身丫鬟。盯着他。是，世子。墨影的身影一闪，再次融入了阴影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另一边，母亲。哎呀，我的嫣儿，嫣儿，你受苦了。你还年轻，既然薛华已经死了，你也离开了宁远侯府，母亲再给你寻个良婿。他扑进母亲怀里，
将宁远侯府那对母子的恶心行径一字一句泣不成声地全盘托出。从假死脱身到构陷外室之子为旁支过继，桩桩件件听得一旁的春桃都义愤填膺，暗骂不止。哭吧哭吧，多哭一会儿，把委屈都发泄出来就好了。这当妈的看见女儿受这委屈啊，肯定要炸。欺人太甚！这宁远侯府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如此的欺辱我镇国公府的嫡女，假死还想让我儿替他们养野种，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妍儿，你听母亲的，这门亲事咱不要了，和离必须马上和离。对对对，赶紧离，这才是明智之举。不过夫人，你以为这就完了？你以为只是养个孩子这么简单？薛老钱婆的算盘打得可精了，他那个外世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打算让大小姐把那孩子含辛茹苦养大，有了嫡子的身份，就有了侯子世子的继承权。等他日后考取了功名，当上状元，在娶妻成婚的当晚，亲手给大小姐奉上一杯毒酒，送大小姐归西，美其名曰为自己的亲娘报仇，实则是为了名正言顺地霸占大小姐所有的嫁妆和镇国公府给的补偿，又害怕镇国公府报复，伪造了诬陷通敌卖国的书信。皇上忌惮镇国公手握80万大军，直接派了镇国公府全家抄家流放。这一下子从老到小心都黑透了，真是杀人养小孩一条龙服务啊。不过现在薛华倒是真死了，就看大小姐如何应对老钱婆了。陆真真正腹诽得欢，却没注意到上手的哭声和怒骂声忽然都停了，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我都听到了什么？毒杀、霸占嫁妆、诬陷通敌卖国后抄家流放。那清晰无比带着几分戏谑的女声是从何而来？妍儿，母亲，你也能听见了吗？苏宁烟心中一凛，看母亲的神情便知她也听到了。春桃、真真，你们先下去吧，我有些提醒话要与母亲说。是，大小姐。大小姐。松鹤院内只剩下母女二人。妍儿，方才那声音到底怎么回事？为啥毒杀我儿？那丫头又是谁？母亲，您别急，先听我说。方才您听见的是陆真真的心声，女儿也不知为何，自薛华假死那日起，便能听到她的心声。心声？我活了40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如此荒唐之事，可那个声音又是如此的真实啊！母亲，千真万确。苏宁烟扶着秦氏坐下，将自己如何发现、如何验证的过程又细细说了一遍。好一个宁远侯府，好一个假死用娘子的嫁妆养侯府，养外室之子，最后还要谋划毒杀侯府的主母，真是好狠呐！他们是想把我镇国公府的骨血都吸干榨尽。妍儿，此事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我们不能只等着和离，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他们不是想让你养孩子吗？你就养。他们不是想让你做贤良淑德的侯夫人吗？你就做。母亲是要女儿先稳住他们，暗中搜集证据，再给他们致命一击。正是，我要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看看宁远侯府是如何的道貌岸然、猪狗不如。母亲说的是，女儿今日回来，便是要与母亲和兄长商议，如何将这一家子黑心烂肠的畜生连根拔起。不管那个叫真真的丫鬟是如何得知，既然我们得了先机，就不能让宁远侯府算计。我们能听到那个丫头的心声，可见她是忠于我们镇国公府的。从今日起，让那个丫头跟在你的身边，寸步不离。娘，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娘，我回府时遇到了南辰，似乎他也能够听见心声。
还说今晚有人要刺杀南辰。如果您不信，可以验上一番。没想到不但是我和女儿能够听到，就连南辰也可以。难道我们一家人都能听到？得让渊儿和希儿也试上一试，看看是否能够听到。嫣儿，如果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得对那个丫头好一些。母亲放心，那丫头是个贪财的，女儿知晓怎么做。陆真真靠在走廊的柱子上，抬头瞧着头顶上的星空。今晚不太平，5两银子，我帮你周全。陆真真见春桃不信自己，不由得瘪了瘪。屎难吃，钱难挣，要不是靠这些黄白之物来维持神魂，我堂堂御守老祖才不会为了5两银子而折腰。当初他是遭人算计，团团用了上千年的修为给保住他的神魂，并且在这方世界寻了一个契合的尸首。想要回去报仇，必须恢复团团的修为。团团是上界唯一一只暗夜吞天神兽，不需要灵力，不需要功德，只能吞噬黄白之物修复。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抠搜的原因。镇国公府世子苏南辰的书房。今夜真如那丫头所说，有暗杀。也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凌厉的杀气毫无征兆地从窗外袭来，一道乌光携着破空之声，如毒蛇出洞，直取他后心要害。果真来了。下一刻，数道黑影破窗而入，手中长刀在烛火下闪着森然寒光，从四面八方朝苏南辰绞杀而来。找死！莫阳，拿下！刀光剑影，杀机四溢，不出10招，刺客基本上死伤殆尽。武功最高的那人逃离，只一人被莫影擒拿，他一脚踹在西湾，黑衣人重重跪倒在地。一队去追。谁派你来的？那丫头竟能未卜先知，这世上竟有如此荒谬又如此真实的能力。神，本世子要知道是谁的手伸得这么长。是。半晌，一道黑影落在苏南辰面前。启禀主子，那人是向松鹤院方向逃去了，虽被我们团团围住，但对方是3品武者，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怕会伤到老夫人。苏南辰脚尖一点，身形如墨色闪电，几个起落便来到松鹤院。眼前的一幕让他那双深邃的凤眸骤然一沉。废物，区区一个刺客，竟能在我镇国公府的腹地将我最精锐的暗卫逼到如此境地。是真的，真真说的一切全都是真的，今夜真的有自杀。陆真真正百无聊赖地看着院里的菜鸡互啄，心里早已掀起了一场吐槽风暴。搞什么？这就是镇国公府的精明暗卫，被一个人追着砍，花钱养这么一群废物，还不如把银子给我呢。这刀法软绵绵的，没吃饭吗？还有那个谁，躲什么躲？你身后空门大开，一刀就能送你回老家。他又睨了一眼身边抖得如同风中落叶的春桃，嫌弃地撇了撇嘴。瞧这点出息，抖什么抖？筛糠呢？早让你花5两银子买个心安，抠搜的。现在好了，现场看砍人，刺激不？活该。既然逃不掉，那就拉个垫背的。找死！母亲小心！苏宁烟尖叫一声，将秦氏死死护在身后，闭着眼准备接受刺来的一剑。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暗卫们根本来不及回防。眼看那闪着寒芒的刀尖就要触及苏宁烟的衣衫，在这生死一线之际，陆真真，100两，赏你100两白银，给我拿下他！100两！众人只觉眼前一道残影掠过，快到极致，
甚至没人看清他的动作，只听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便是骨骼碎裂的咔嚓脆响。黑衣人摔在地上，除了眼珠子能动，已是再无半分反抗之力。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个缓缓拍了拍手，仿佛只是掸了掸灰尘的少女身上，然后在满院权贵精雕下巴的注视中，缓缓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苏宁烟见状，嘴角微抽，没有任何动作。怎么不给钱？难道堂堂镇国公府嫡出大小姐是打算赖账？苏宁烟听见陆真真心声，动作有些僵硬地从衣袖里拿出一张100两的银票，放在陆真真手中。哇，咔，不愧是大小姐，就是人美心善。这可是100两啊，100两！谢谢大小姐赏赐。我算是看走眼了，没想到还有一位1品高手隐藏在暗卫营，真是暴殄天物。你为何隐藏了实力？主子错爱了，属下武功一般，暗卫营排名331号。若不是今日主子先前重伤他，属下也不会将此人拿下，运气罢了。1个月拼死拼活就5两银子，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己有实力。说来镇国公府那么多暗卫，居然拿不下个垃圾，莫不是穆影贪污了暗卫营的资源吧？那不如把钱给我，至少我一人敌万人，菜就多练练。娘，嫣儿，你们可还好？没事，只是吓着了。春桃，去煮一些鸭精茶来。春桃回过神，赶紧扶了扶身，转身离开。莫影，争取3天内让那2人开口。是。3天，给1个月，被抓的2个人都不会开口的。人家都是死士，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幕后之人是谁？但我知道，就不知道莫首领愿不愿意花银子购买消息。团顿真的是太能吃了，我是真穷啊。莫影，还有事情交于你去办，查幕后之人，你去。主子，我现在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可恶的资本家，不给钱就让我办事儿，小白嫖，没门儿。哎呀，人美心善的大小姐啊，你就忍心看着自己的小可爱被这个抠搜男欺负？我不去，我不要去。大哥，你还是找别人吧，她现在是我的贴身丫鬟，不是暗卫了。不愧是娇娇软软的大小姐，爱你爱你，贴贴。不过看世子的样子，应该是躲不过，不如回去睡一觉再来禀报。就说查不到，反正死士也不会说，谁知道呢？就算后面要定我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也得看看这些垃圾玩意儿能不能打得过我。哼！听着陆真真吐槽的心声，苏南辰的脸色越发难看。今日查到幕后之人，赏金10两。我没听错吧？10两黄金，又是100两银到手了，够团团吃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抠搜男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不会有什么阴谋吧？怎么不愿意？愿意，属下愿意。为主子分忧是属下分内之事，万死不辞。有钱不赚是王八蛋，管你什么阴谋诡计，先把金子拿到手再说。就算这个抠搜男反悔，我直接抢，反正没人打得过我。说完，他便躬身退下，动作麻利，仿佛生怕他反悔。晨儿，你……母亲与妹妹早些歇息。此事虽过于诡异，但结果是好的。这究竟是何等异能？我们苏家竟然来了这么一个活宝贝。母亲，这或许是上天垂怜，派他来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一个能预知祸事，还能一招制服顶尖刺客的丫鬟，这哪里是丫鬟，分明是国公府的定海神针。陆真真在外面胡吃海喝一顿后，又去赌房小赌了2把，才回到苏南辰的书房。主子，
说。回主子，幕后主使是二皇子，赶紧说完拿钱走人，我的被窝在等我。二皇子，郑国公府是二皇子的母族，这怎么可能？可查清楚了？千真万确。不信就算了，老皇帝忌惮郑国公府，给几个儿子口谕，谁能将郑国公府倒台，拿回兵权，谁就当太子。为了那个位子，这几个皇子卯足了劲儿的对郑国公府出手。这一次刺杀的的确是二皇子，二皇子还算是手下留情，只暗杀有能力的苏南辰，保全整个郑国公府。其他几个皇子可就没这么心慈手软。薛华假死私奔，让郑国公府拿银子养宁远侯府这件事儿，就是三皇子的阴谋，为的是削弱郑国公府的钱财，再图谋其他。可惜呀，薛华的假死变真死，二皇子派来的刺客又太菜了，两位皇子计划落空，又要想出新的毒计了。苏南辰瞳孔骤然一缩，没想到所有事情都是皇上授意的。我们苏家满门忠烈，居然因为猜忌落得如此下场。若不是还需爹爹在边关镇守，恐怕我们一家早就满门抄家流放了。你做得很好。莫影拿出10两金递给陆真真，陆真真眼睛一亮，双手接过金票。谢主子赏赐。有了这10两金，团团不久就会苏醒。这个冤大头，不，这个英明神武的主子，以后还有这种好事儿，请务必继续找我。翌日天光大亮，苏宁烟带着陆真真与春桃再次乘坐马车返回了宁远侯府。夫人，老夫人已经在荣安堂等候多时了。这是问罪大小姐，扶丧期间回娘家这是？顺便老钱婆要让大小姐收养外室子？哎呀呀，希望大小姐别犯糊涂，白眼狼是养不熟的。苏氏，你身为侯府主母，花儿尸骨未寒，你却夜不归宿，成何体统？母亲息怒，儿媳只是回国公府向母亲报丧，太过悲痛。够了，不说这些伤心事了。我今日叫你来，是为了一件大事。华儿走了，但宁远侯府的香火不能断。我已从旁支过继了一个孩儿，名叫念华，从今日起便记在你的名下，由你抚养，做我宁远侯府的嫡长孙。哟，念华，念念薛华，听着多深情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谁搁这演痴情话本呢。直接把外世子抱回来，冠上嫡长孙的名号，让正气当冤大头养着，这老钱婆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大小姐千万别糊涂呀，这要是应了，以后有你受的。那可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10年后会亲手给你灌毒药的。母亲说的是，夫君走了，侯府的香火确实不能断。你能如此想，便是最好。你永远都是我们侯府的主母，这点永远不会变。这妮子不会真抽风答应了吧？实在不行，我晚上直接灭了侯府满门，连只老鼠都不会放过，干净利落，没人查出来是我干的。只是过继孩子是大事，总要选个与我投缘的，这孩子将来也养在我的名下，日日相对。若是个不讨喜的，岂不是彼此折磨？所以儿媳想自己去挑一个喜欢的孩子。哎呀，大小姐这一招以退为进，直接打乱老钱婆的计划，不错不错。我就说嘛，镇国公府的嫡出小姐怎么会蠢？知道了薛华假死私奔，没了恋爱脑，战斗力直接飙升啊！若是我听不见这丫鬟的心声，一直以为薛华深爱我，
我一定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知道薛华是骗我后，我突然觉得整个侯府的人都戴着一层面具，虽礼貌谦和，但从来不遮掩眼里明晃晃的算计。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我还果真是蠢。胡闹！念华这孩子是我和族老们一起精挑细选的，生辰八字与侯府与你都相合，是天大的福分。岂是你说换就能换的？人我已经派人去接了，不日便到。你只需安心等着做母亲便是。看来陆真真说的是真的，若不是薛家的血脉，他的亲孙子，以薛老夫人自私自利的性子，怎么可能让一个陌生孩子占着嫡出世子的身份，享受侯府的一切？母亲如此执着于这个念华，莫不是这孩子本就是夫君的亲骨肉，是薛华在外养的外室所出？好家伙，直接一个好家伙，大小姐牛逼！撕破脸皮的直求才是最真挚的问候啊！干得漂亮，就该这么问，看着老千婆还怎么装？你放肆！苏宁烟，你竟敢再次胡言乱语！花儿才刚走，尸骨未寒，你身为他的妻子，就是这么作践他的名声吗？你的心难道是石头做的吗？当初华儿要娶你，我是不同意的，他跪在祠堂3天3夜，绝食抗议让我答应。你就是这么回报华儿的深情？我去，老千婆的演戏功力可以啊！什么3天绝食抗议，那3天都在他养外室的小院里。这个叫念华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大小姐不会因为这样的话就感动了吧？死恋爱脑没救了，还是晚上来灭门算了。什么？居然还有这么一出？母亲为何能说出如此话？难道我在母亲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皇上以孝治国，若我与那孩子不亲，让他背上了不孝的名义，如何参加日后科举？没了前程，侯府如何兴旺？得不偿失啊，母亲！薛老夫人那张刚刚还因悲愤而扭曲的脸，此刻像是被冻住了一般，只剩下摇摇欲坠的错愕。她引以为傲的演技，那段催人泪下的绝食求娶的深情戏码，竟被苏宁烟用如此轻飘飘的一句话撕了个粉碎。哎呀，哈哈，干得漂亮！大小姐这招釜底抽薪，直接把老千婆的梯子给抽了，让她演，看她还怎么往下演。接下来是不是该恼羞成怒，直接开骂了？宅斗经典流程嘛，我懂。母亲，儿媳并非有意冒犯，儿媳只是觉得这过继的孩子是要记在儿媳名下，日夜教养的。若无眼缘，强行凑在一起，于我于那孩子都是一种煎熬。儿媳别无他求，只求能亲自挑选一个合眼缘的孩子，如此方能将对夫君的思念尽数寄托于他的身上，好生教导，不负侯府所托。你要我养孩子，总得让我挑个顺眼的吧，不然我天天对着他哭，败坏侯府名声，这责任谁来负？薛老夫人被他这番话堵得心口发闷，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换？怎么能换？那可是我的亲孙子，是我薛家正儿八经的血脉。荣安堂内的空气仿佛凝成了实质，压得人喘不过气。罢了罢了，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倒是我这老婆子心急了。哟，变脸了？老千婆这是要出新招了？既然你觉得不妥，那便依你。
只是念华这孩子，八字是族老们费尽心血算出来的，与侯府气运相合，断没有再换的道理。这样吧，念华依旧按族里的意思记在你名下，承袭嫡长孙之位。此外，我允你再从外面挑一个合眼缘的，一并养在院里，也算好事成双，给你解个闷儿。我呸！好一个两全其美，这是把亲孙子当宝，把大小姐你挑的孩子当猫狗玩意儿养着解闷儿呢，这不就明晃晃的羞辱吗？既如此，儿媳谢过母亲成全。好，好，你能想通便好。哼，只要我的宝贝孙子能名正言顺的进府，多养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野小子，又算得了什么？从荣安堂出来，一进入自家听雪院的门，乔大小姐这样子，是另有长算。珍珍，奴婢在。你去一趟镇国公府的暗卫营，从里面挑一个7、8岁、无父无母的男孩，相貌不重要，最要紧的是脑子要机灵，要有足够的眼力劲儿，最好有些身手在手上。大小姐想要借暗卫之手给那个野种来一个有阴影的灰暗童年，不错，真不错。告诉那个孩子，从他踏入侯府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我苏宁烟的儿子。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用尽各种手段整治那位所谓的薛家嫡子，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和痕迹。那还不简单，选个比那个野种更绿茶的就好了，绿茶对绿茶，看谁手段更高明了。是，大小姐。领了命，陆真真脚下生风，一溜烟儿便出了宁远侯府，便已来到了城外一处不起眼的庄子。331号，你可算回来了。快说说，外头都传疯了，说你一个人就拿下了刺杀主子的3品武者，是不是真的？什么叫拿下？我听说是生擒，毫发无伤。我还听说末影首领都不是那人对手。你不会已经踏入1品境界了吧？嘿嘿，钱这不就来了吗？想知道？众人如小鸡啄米般疯狂点头。好说好说，内幕消息独家放送，1人1两银子，童叟无欺。话音刚落，方才还热闹非凡的人群瞬间安静了。1两银子就听个响儿？废话，本姑娘出生入死换来的战绩，给你们听个响，难道还要当贴不成？心真黑。算了算了，事情真假也跟我们无关。前一刻还围得密不透风的人墙，下一刻便唰的一下作鸟兽散。众人溜得比兔子还快，仿佛晚走一步，荷包里的银子就会被他用眼神勾走似的。切，一群穷鬼！哟，这小子可以呀，属王八的吧？这么耐打。还有谁来挑战？这新人似乎很不错呀。这小子是上个月的丁字营的第1，据说父母被人所害，想要报仇，自己跑来我们这儿主动当暗卫的。才来半年，从一个弱不禁风的豆芽菜变得如此凶悍了。自己找来的？据说在附近蹲点了3个月，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让高管事收留了他。你也知道，高管事为人古板，做事一板一眼，不知道变通。能说动高管事进入暗卫营，那也是有些本事的。机灵，有眼力劲儿，身手狠辣，无父无母。这不就是大小姐要找的天选之子吗？能说动高管事，恐怕这本事还不小。就是他了。主意敲定，陆真真便不再耽搁，步履轻盈地朝着擂台走了过去。这小眼神儿真带劲儿，跟我们家团团才被我契约的时候一模一样，
看谁都想咬一口。高管事，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331号，你怎么回来了？陆真真的实力一直都是很弱的，一夜之间居然能够毫发无伤地生擒3品武者，所有暗卫都为了进甲子营不断地展现自己，他却一直都在藏拙，有可能是潜伏他细作。哟，老古板这眼神儿，怎么跟防贼似的？大小姐身边需要一名7、8岁的男童，来暗卫营挑个人，就他了。大小姐的命令，你可有什么凭证？再说了，他只是丁字营的新人，还无法胜任小姐的任务。能让高管事这么护犊子，这小子的本事比我想的更厉害啊！就算如此，我想要带着孩子走，谁拦得住？他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丢给高管事。看清楚了，即便是大小姐的命令，此事也得请示主子才行。陆真真知道规矩，点了点头，示意高管事去请示。你好厉害，比营里的很多人都厉害，能教我武功吗？让我干什么都行。干什么都行？这么拼命学武干什么？报仇。报仇简单，告诉我你的仇人是谁，我今晚就帮你杀了他们。他们权高位重，就连主子都忌惮3分，为了不连累其他人，我还是想亲手报仇。这倒霉世子都要忌惮3分的人，算来算去，整个朝廷上下也就那么几个人了，杀了他们并不是最好的报仇方式。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报仇吗？是权力。只要手里拥有绝对的杀生权，任何人都会怕你，包括你的仇人。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让你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就看你愿不愿意了。真的？自然。主子有令，人你可以带走。哼，我就知道，我们家世子哥哥最疼大小姐了。但需要你每月向末影首领汇报一次任务情况。知道，走吧，大小姐还等着呢。对方紧跟在他的身后，在一众暗卫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中离开了这座充满了血与汗的牢笼。听雪院内檀香袅袅，我们家大小姐这气质，这颜值，活脱脱就是仙女下凡。可惜了，被薛华那个渣男和老钱婆一家子给坑惨了。现在我来了，并不让这样的美人儿香消玉殒的。大小姐，人带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只有代号973。从今日起，你便是我苏宁烟的儿子。我赐你姓薛，单名一个彻字，彻查的彻，薛彻。从今往后，你便是薛彻。大小姐说什么？我要成为大小姐的儿子了，侯府的嫡子，而且薛彻，我有名字了。你的任务有2，其一，你有一个在侯府极其得宠的兄长，名叫薛念华，但也是你的磨刀石。我要你狠狠地欺辱他，但是不能叫人发现或者抓住把柄。如果能调教的对你言听计从，那便更好。其2，我会请最好的先生教你文，让真真指点你武。7年之内，我要你入朝堂，掌权柄，成为人上人。这2件事，你做得到吗？原来331号说的都是真的，只要让我接触权力，只要将生杀大权紧握在手，就算是皇帝也得听我的。薛彻此生愿为母亲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只要你跟我一条心，我自然将你当成亲生儿子，不会亏待于你。
行了，时间不早了。春桃，你带彻儿下去休息吧。珍珍，大小姐有何吩咐？明早你去荣安堂回话，就说我为自己挑的孩儿已经找到了，先带回了院里。这几天让他先熟悉熟悉环境，加上我身体不适，这几天就不去请安了。是，奴婢明早就去。说完，陆真真退出了房间，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拿出用银票兑换的银两，整整200两。他素手一挥，一只虎斑纹的猫出现在床榻上。团团似乎闻见了银两的味道，强撑着身体埋头在银两中间，吃得嘎嘣脆。不一会儿就吃完了，倒头继续沉睡了。看来还得努力赚银子才行。天蒙蒙亮，陆真真将团团收入空间后，就起床去了荣安堂。老钱婆还真会享受，若不是团团这个吞金兽，我高低也得找几个丫鬟伺候。老夫人，熬夜是时候，夫人伤心过度导致身体不适，这2天就不来请安了。夫人让老夫人不用担心她的身体，昨夜已经将小公子领回听雪院了。领回来了？这么快就定下了？都不再多斟酌一下？知道了。哼，既然人都找齐了，那便一事不烦二主。3日后开宗祠，把这2个孩子一并上到我薛家的族谱里去。待陆真真走后，荣安堂内那最后一丝伪装的平静也被撕碎。好个苏宁烟，好个镇国公府的嫡长女，她这是在跟我叫板，她这是在打我的脸。老夫人息怒，小心急坏了身子，不值得。息怒？我如何息怒？我让他过继念华为嫡长孙，是给他脸面。他倒好，非要自己另立山头，从外面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刨出个野种来，想跟我的念华分庭抗礼。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他就是想养一只忠于自己的狗来咬我的亲孙子。老夫人，夫人怎么说也是侯府主母，身后毕竟是镇国公府，我们不好做得太过。主母又怎样？镇国公府又如何？我原以为他是个没了男人撑腰，只能任我拿捏的软柿子，没想到竟是个藏了毒刺的毒蝎子。他想斗，好啊，我便陪他斗到底。3日后，我倒是要亲眼瞧瞧他究竟挑了个什么货色回来。我倒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野种如何能与我金尊玉贵的念华相提并论。到时候丢人的还是他苏宁烟的脸。老夫人，你说那孩子会不会是苏宁烟和外面野男人的野种？不然昭和演员的速度也不会这么快啊。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老夫人，我们留着苏宁烟也是为了她的嫁妆，如果她当着众人的面偷男人，老夫人可以代世子休了那个贱人，这样不仅把她赶出家门，还能留下嫁妆。行，这件事交由你亲自去办，千万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老奴知晓，老夫人放心，绝不会坏了三皇子的好事。陆真真回到听雪院时，已是天光大亮。夫人呢？回真真姐的话，夫人正在书房教导小公子。陆真真点点头，转身去了书房。这孩子果真是个好苗子，这才1晚上，就有几分读书人的模样了。其实薛念华资质也是不错的，只可惜薛家独苗被薛渣男和老钱婆养得太过骄纵，心比天高，觉得所有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肆意妄为的觉得他做什么侯府都得给他兜底儿。再不好好管教，迟早要把薛家坑的薛华从坟里蹦出来。大小姐，花已经带到了，老夫人说了，
3日后开宗祠，将彻少爷和念华少爷一并记入族谱。你就在一旁伺候小公子笔墨吧。是，老钱婆这心眼比针尖还小，她是不会让来路不明的孩子占侯府便宜的，绝对会在宗祠大会上搞事情。让我看看这老钱婆会搞什么事儿。我去，这老钱婆怀疑薛彻是大小姐和外面野男人的孩子，是想要和他的亲孙子来抢侯府的，这脑回路真牛。3日后的宗祠大会上，想当着满府亲贵的面，让大小姐和野男人苟合，将他赶出侯府，吞占大小姐的嫁妆，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哼，既然这样，那到时候就别怪我了。彻儿，等3日宗祠大会后，你便是名正言顺的侯府嫡出小公子，我苏宁烟的儿子。母亲，我定不会让你失望。3日时光转瞬即逝，宗祠大会这日，宁远侯府张灯结彩，门庭若市。京中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沾亲带故的世家宗亲几乎都来了。众人说说笑笑，虚与委蛇。宗祠之内香烟缭绕，庄严肃穆。而在宗祠后面的一处冷清花园一角，与宗祠内和谐的气氛却截然不同。推人的正是薛老夫人心尖上的宝贝孙子薛念华。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撞我，弄脏我的鞋？我告诉你，今日是我入族谱的大日子，以后我就是侯府的小世子。我告诉你，这双鞋上镶的南镯可是祖母好不容易找过来送给我的，可贵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你胡说，我都没碰你，是你一看见我就把我推倒了，我根本就没弄脏你的鞋。你这个小野种还敢反抗？哈哈，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住手！来人正是薛彻。你又是谁？敢管小爷的闲事？小心你跟他一个下场。弯腰将那个被欺负的小男孩扶了起来。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个野……话未说完，薛彻将藏于手中的小石头朝着薛念华的脚射了过去。薛念华只觉被什么东西打在膝盖上，整个人扑通一声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啃泥。他躺在地上发愣，很快痛觉席卷全身。祖母，有人打我，他打我！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他居然打我！这一嗓子立刻引来了周围所有宾客的注意，都纷纷朝着声音的方向走了过来。怎么办？我们似乎惹到了不能惹的人，若是我娘知道了，一定会狠狠揍我的。别怕，有我。更何况你没惹事，是他欺负你，你娘不会打骂你的。为了完成母亲的任务，为了知己知彼，他偷偷去过荣安堂，早早就知道这个男孩就是他名义上的兄长，一个被薛老夫人养得毫无教养、目中无人的孩子，心里早已经有了对付薛念华的主意。哎呦，我的乖孙，这是怎么了？是谁？是谁敢打我的乖孙儿？是不是你这个野种？来人呐，把这个无法无天、目无尊长的野种给我拖出去，打断他的腿，丢出侯府！这是谁家的孩子呀？连侯府家的嫡长孙都敢欺负，长大了还了得了？哎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赶紧领回家！这要是真的打断了腿，这辈子都完了。住手！老钱婆这是要当着众人不知道薛彻的身份，将他赶出府。就算后面知道身份，也不可能进入族谱了。毕竟，侯府继承人不能是个断腿的废材。母亲，只叫了一声，便垂下头，仿佛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哼哼，苏宁烟，你来得正好。看看这个小野种，这就是你精心挑选的好儿子，现在还未进入我们侯府，就敢在宗祠种地行凶，如此的欺辱兄长，
进了族谱后那还了得，我坚决不同意。众人都愣住了，没想到今日的2个当事人竟然是侯府开宗祠的2位少爷，顿时都进入眼观鼻，鼻观心的状态。彻儿，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母亲，我没有打他，我只是看到兄长推了这位小公子，怕他摔跤，就想上前扶一把，谁知道兄长自己没站稳，不小心摔倒了，我也不知道，他就哭了起来，还诬陷我打他。对不起母亲，都怪我不该多管闲事的，让兄长受伤了。可是母亲教导我，遇到不平事要锄强扶弱，不能因为自己是侯府的小公子，享受百姓供给，同时忘记百姓的辛苦，这才是侯府应该有的担当。没想到会连累兄长受伤。祖母，是薛彻的错，请您责罚。不愧是把高管事那个老古董都摆平的薛彻，这茶艺不错呀，3言2语黑的都说成白的了。这委屈的小表情，这无辜的大眼睛，这以退为进的台词，是完成大小姐任务的不二之选。胡说，明明就是你打的我，就是你这个野种，还敢跟我抢侯府嫡子的位置。我告诉你，祖母跟我说过，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你赶紧滚。这一下更让众人看清2人之间的差距。薛老夫人选的孩子可真是一言难尽，和薛彻这副有担当、知礼节的模样，简直云泥之别。都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做不得数。还真是双标，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要不是看着你是侯府老夫人，谁搭理你？你这个野种，没有资格进侯府。我祖母说了，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你赶紧给我滚。彻儿，道歉。道什么歉？你不过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寡妇。母亲不要在意他的话，你还有我呢。这2个孩子的秉性一眼就瞧出来了，老夫人为何喜欢这孩子，一看就是个不孝的。老夫人这是怎么想的？给侯府挑了个什么玩意儿？是要断侯府的前程？娘，其实是因为他诬陷我弄脏他的鞋子，把我推在地上，还打我踹我，是这位大哥哥帮我解围的，但是大哥哥没有打人。真相不言而喻。薛老夫人，虽然我家只是一个小小的礼部侍郎，但也不畏惧你侯府。谁家的孩子不是个宝？你就如此纵容你的孙子，轻如管家子女？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明天我让夫君参你宁远侯府一本。薛老夫人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她本想借此机会狠狠羞辱苏宁烟和她挑来的野种，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才是宁远侯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谁曾想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让自己的亲孙子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成了一个恃强凌弱、颠倒黑白的笑话。这脸被打得啪啪作响，火辣辣的疼。母亲，这便是您千挑万选要记在嫣儿名下悉心教养的嫡长孙吗？当着列祖列宗和满堂宾客的面恃强凌弱，搬弄是非，您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我们宁远侯府的家风就是如此不堪吗？趁你病要你命，老钱婆亲自把这个机会送到跟前儿，不好好的将他的脸皮按在地上摩擦，都对不起薛念华这猪一样的队友亲情演出。看他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一样。李夫人，等念华入了族谱，我便让他给令郎道歉，并且补偿300两汤药费，你看可好？李夫人见自家儿子也没多大伤口，便同意了。薛老夫人见李夫人同意了，猛地一甩袖：吉时已到，开宗祠。既然都是要入我侯府的人，那就一视同仁，都记，2个都给我记上族谱。此言一出，众人随着薛老夫人鱼贯而入，进入祠堂。
宗祠大会在一种诡异的氛围中进行着。礼成之后，宾客们移步前厅赴宴，气氛才稍稍缓和。来了，他来了！老钱婆带着药走来了。这药是给畜生用的，猛的一批。冯嬷嬷是会找药的。儿媳，今日之后你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以后就辛苦你了。这是赤裸裸的阳谋啊！当着这么多人面，大小姐不喝视为不孝，是很重的罪，喝了就没了清白。他们在西边那个废弃的落日轩里安排了一个马夫，就等着把大小姐弄过去，毁了她的清白。到时候再反咬一口，说是大小姐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不仅能把大小姐赶出侯府，还能名正言顺地吞掉所有嫁妆。好一招毒计！老钱婆的心是墨汁做的吧？黑透了。苏宁烟听着陆真真的心声，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光。想不到薛府都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豺虎豹。儿媳妇儿，大小姐看我干什么？难道也发现了酒不妥，向我求救？对，就是求救，快救救我！他忍住自己点头的冲动，只能目光灼灼地看向他，希望这丫头真的懂自己的意思。无所谓，大小姐喝了也没事，我有百毒丹，啥毒都能解。更何况我是一个实挣钱不辞辛苦的绑来的人，大小姐不喝，后面的好戏没法唱呀。当着薛老夫人的面，将手里杯中的酒水仰头一饮而尽。谢过婆母。坐下用膳吧。大小姐，您怎么了？哎呦，徐氏夫人的酒劲儿上来了，这酒可烈着呢。你快去小厨房给大夫人煮一碗醒酒汤来，我送夫人回院子。可是什么？难道你会觉得我会害了夫人不成？春桃将上个月的工钱2两银子塞进陆真真的手中。你看着点，小姐，别让小姐吃亏。放心，定会给你妥妥的。调虎离山，经典，太经典了！接下来的好戏开场了。两人穿过回廊，来到一处偏僻的院落。房门一推开，一股甜腻的异香便扑面而来。嚯，双重保险啊！不仅下了药，还点了催情的合欢香，生怕计划出一点纰漏。这老钱婆真是谨慎的可怕。哼，成了，只要等那个马夫进来，苏宁烟这辈子就彻底毁了。他得意地转身准备出去将门锁上，就在他手刚碰到门栓的那一刻，一道黑影如鬼魅般闪至他身后，直接一个手刀便精准地劈在了他的后颈上。他大步走到床边，将百毒丹塞进苏宁烟嘴里。苏宁烟意识逐渐回笼，他被陆真真抱着，脚步轻快而平稳，一路避开人群，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听学院。陆真真给苏宁烟盖上棉被，就转身出门了。戏台都搭好了，这出戏不继续唱，怎么对得起老钱婆？前厅觥筹交错，宾客尽欢。春桃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醒酒汤，步履匆匆地穿过人群，左右都没有寻到冯嬷嬷，不知道冯嬷嬷将自家小姐带去哪里了。老夫人，我家夫人的醒酒汤熬好了，不知冯嬷嬷将夫人扶到何处歇息了？怎么，冯嬷嬷还没有回来？这都快1炷香的功夫了，怎会去了这么久？薛家果真是要对自家小姐动手了。哎呀，也不知道陆真真那个疯丫头把小姐看中了没有，否则小姐今天定要吃大亏啊。哎呀，嫣儿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她今日受了惊吓，又多饮了2杯，身子本就娇弱，可千万别摔着碰着了。若她出了什么事情，我今后可怎么去底下见我们的华儿啊？诸位稍坐，老身去就回。这话谁信？在座的都是人精，从只言片语中就闻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老夫人莫急，我等也跟着去瞧瞧，人多也好有个照应。今天可是开宗祠的日子，说出了什么事情，可要坏了吉日啊！哎，大家一起找找吧！啊！薛老夫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哼，来吧，都去看吧。今日我就要让苏宁烟这个小贱人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一行人浩浩荡荡，由薛老夫人领着穿过抄手游廊，直奔西边那处早已废弃的落日轩。这是合欢香！天哪，侯府之中怎会有此等污秽之物？谁这么混账，在我侯府做如此下作之事？老身倒是要好好瞧瞧，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还未靠近，就听见屋内一阵压抑的、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所有人都在这里，会是谁呢？哎呀，这个时候只有侯府夫人不在，难道是她？陆真真躲在人群后，突然冒了喊出一声：“侯爷刚死，作为侯府主母的侯夫人就耐不住寂寞。”她又换了个地方，尖叫道：“哎呀！镇国公怎么养出这样的女儿啊，真是丢脸！前戏足足的，老钱婆一定高兴，带人赶紧去捉奸。不知廉耻，光天化日之下竟与人在此苟合，简直是伤风败俗。侯府的脸这下可丢尽了。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快给我把门撞开，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奸夫淫贼敢如此辱我侯府门楣。不，里面不是我家小姐，我家小姐最是知书达理，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你们胡说，我家小姐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能进去。滚开！好个刁奴，主子做出这等丑事，你还敢包庇？给我把他拖下去！放开我！你们不准污蔑我家小姐！春桃姐姐，你这是怎么？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给你2两银子，让你好好看着小姐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哎呦，算了，事态紧急，快去救救小姐！春桃这傻丫头，忠心是忠心，就是脑子不太灵光，看不出这是老钱婆设的套，大小姐怎么都躲不过的。有我在，结局自然会不一样。他弯下身，凑到春桃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嚷什么？你家小姐正在听雪院的床上睡得正香呢，拿了你的钱，自然办事妥协。安静点儿，好好看戏就是。春桃眨巴着含泪的大眼睛，错愕地看着陆真真。陆真真伸手将她张大的嘴慢慢合拢，露出得瑟的笑容。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把这扇门撞开！我侯府的脸面绝不能被此等淫娃荡妇玷污。是。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丁应声上前，蓄满力气，猛地朝那扇脆弱的木门撞去。所有人随着薛老夫人身后鱼贯而入，都伸长了脖子，准备欣赏一出侯府夫人失节的香艳大戏。然而下一瞬，看客们脸上的兴奋与期待尽数凝固。那是冯嬷嬷，怎么会这样？轰！人群炸开了锅。不是说是侯府主母苏宁烟吗？怎么会是薛老夫人最倚重的心腹冯嬷嬷？冯香莲！这出好戏喜欢吗？专门给你们准备的。这老钱婆的脸现在比锅底还黑，真精彩！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他们给老身拉开，把那奸夫给我揪出来，老身要将他碎尸万段。2个婆子连忙冲了进去，手忙脚乱地想将2人分开，可那2人像是被下了药，神志不清，力气大得惊人，死死纠缠，口中还发出令人面红耳赤的呓语。混乱中，
那男人的脸终于暴露在众人面前。放肆！谁敢动本王？本王要诛你们九族！一声本王如平地惊雷，炸得所有人头皮发麻。三皇子殿下！天哪！三皇子和侯府一个年过50旬的奴婢在行此苟且之事。薛老夫人看清那人是三皇子后，心里直呼完了，竟是活活吓晕了过去。这次不但折了冯嬷嬷这个左膀右臂，还连累了三皇子闹出这样的丑闻。这样的三皇子已经与那个位置无缘了，薛家这下是彻底的得罪三皇子了。切，不枉我一大早将打晕的三皇子给扛到这里，真是一出好戏呀！老夫人，快扶着老夫人！场面瞬间乱作一团。而此时被众人惊扰的三皇子眼中的迷乱正飞速退去。三皇子猛地抽出腰间佩戴的软剑，剑光如一泓秋水，森冷刺骨。今日之事，只有死人才不会传出去，你们一个也别想走。我去，玩这么大，恼羞成怒就要大开杀戒？这位皇子哥心理素质不行啊！不行，人都死光了，谁去传八卦？谁来败坏侯府的名声？我家小姐的仇还怎么报？狗皇帝如何将三皇子踢出局？对不住了您嘞！为了京城舆论的繁荣昌盛，为了镇国公府，只好请您先睡一觉了。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一声清脆的轻响，陆真真伸出2根手指，精准无比地敲在三皇子后颈的睡穴上。刚刚还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三皇子，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双眼一翻便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全场死寂。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走！等他醒过来，你们还得死！你们回去赶紧将这事大肆宣扬，知道的人多了，就不怕被灭口了。这一幕让站一旁的春桃看得一愣一愣的。如何？你的2两银子值吧？下次这样的事情没有无聊，别找我办事。小公子已经上了族谱，老千婆也晕倒了。走吧，大小姐应该醒了。陆真真拉着春桃往听雪院走去。来参加宗祠大典的夫人和小姐都怕死，不有余力的传播。很快，宁远侯府宗祠大典，三皇子与老奴苟合被抓现场，三皇子羞愤之下当场杀人灭口的消息，不到1个时辰就飞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整个上流圈子彻底沸腾，甚至传进了皇帝的耳朵里。乾清宫中气氛凝重如铁。你这个混账东西！皇家的颜面被这个不孝子一夜之间给丢得干干净净。来人，你指。第一道直指三皇子府。三皇子萧胜德行有亏，着禁足府中1年，闭门思过，无招不得出。第二道则飞向了宁远侯府。宁远侯府治家不严，教奴无方，以致酿成大祸，有损天家威仪。念着薛老侯爷功绩，夺薛老夫人一品诰命夫人封号，并闭门思过3月。而此时的听雪院，母亲，你慢些喝，小心烫。这儿真乖，有你在，母亲心里便安了。瞧瞧我选的枣儿，就是天心小棉袄，哪像隔壁那个薛念华，整个一讨债鬼。等小绿茶以后长大了，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一脚把薛念华踹飞，看老钱婆还怎么得意。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似乎听见外面慌乱的声音。春桃提着这个就兴奋，手舞足蹈地给自家小姐讲了今天发生的事情。春桃，为我更衣，我要去给老夫人请安。大小姐这是要去老钱婆伤口上撒盐？不，
是撒砒霜了。不过以老钱婆那心气，不能报仇雪恨，就算只剩半口气，也能撑到过年。有好戏看了。荣寿堂内依旧弥漫着一股浓重压抑的药味。母亲，您身体可好些了？媳妇听闻府中出了这等阿杂事，心中甚是惶恐不安。想来是咱们侯府近日煞气太重，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媳妇儿想着明日去城外的白马寺拜一拜，为侯府上下祈福，去晦气，您看如何？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现了儿媳的孝心，又将一切归咎于虚无缥缈的鬼神之说，让薛老夫人一口气堵在胸口，发作不得。她能说什么？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你苏宁烟设计的吗？没有证据？既然你有这份心，那便去吧。去吧去吧，正好给他买通杀手，弄死这贱人，在上香路上殒命，论谁也查不到他身上。儿媳有心了。对了，燕华那边你不必再操心了。你身子弱，2个孩子照顾不过来，我已为他寻了个妥帖的奶娘，日后他的饮食起居就都由奶娘负责了，你只需要给日常开支就行。这是防着我和彻儿，还要我掏银子养白眼狼。是，全凭母亲做主。哟，让薛华的外室给自己亲儿子当奶娘，这老钱婆是生怕外人不知道这孩子来路不正吗？这操作真是烧断了腿。前脚刚被皇帝削了诰命，后脚就敢把外室弄进府里，还是这么个敏感时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作死就不会死啊！要是让人看出端倪，宁远侯府剩下那点脸面啊，可真丢完了。苏宁烟微微皱眉，想来冯嬷嬷的死对老太婆打击太大，想用这样的事情来恶心她了。她迟早要将这个外室给弄死。翌日，大小姐，都准备好了。小姐，你怎么想起来今日去白马寺去烧香啊？我与婆母看着和谐，实际上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冯嬷嬷因我而死，婆母将这笔账定会算在我身上了。与其在府里和她虚与委蛇，还不如找个机会让她下手。珍珍，你能护我们安全的，对吧？奴婢自然会护住大小姐的。苏宁烟不由得浅笑，这话听着很忠心，实则在向她要银子。果不其然，就听见陆珍珍心里的盘算。作为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和侍卫，保证她的安全是暗卫职责，毕竟每月还有5两工钱。至于春桃和薛彻，就跟自己没关系了，毕竟自己也没义务，能不能活命就看自身硬不硬了。苏宁烟伸手从发髻上拿下一支金钗，递给陆珍珍。能护住了吗？我护得住，护得住。大小姐放心，我们多少人去白马寺，就多少人回府，一个不落。那就好，不高兴了。小姐，你对她也太好了吧，比对春桃还好。马车在白马寺寺庙大门前停稳。阿弥陀佛，苏夫人，方丈已在禅院等候多时。这寺庙修的倒是气派，香火钱没少捞呀。然而当他踏入寺庙的一瞬间，眉头却急不可察地轻轻一蹙。不对劲，这佛光普照的清净之地，为何会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魔气？虽然极其微弱，几乎被浓郁的香火气所掩盖，但绝逃不过他的感知。怪了，下界灵气稀薄的跟兑了水的米汤似的，连养只灵宠都费劲儿，怎么会滋生出魔族妖兽？这种级别的玩意儿，不是应该生活在上界，或者至少是中界了吗？难道是哪家神仙下凡旅游，不小心把自家宠物给弄丢了？
苏夫人为家祈福，心诚则灵，佛祖必会庇佑的。有劳主持了。苏夫人，若要解签，请到禅房中详谈。主持将苏宁烟邀请到禅房，关门时让小沙弥引着春桃、薛彻三人去偏殿上香。陆真真跟着他们身后，目光观察四周，趁三人不注意离开，一个闪身就不见了身影，直朝着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魔气地方寻去。这个地方绝对有问题。他循着那一丝微弱的魔气，悄无声息地绕到了寺庙的后山。后山人迹罕至，林木幽深，很快进入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山洞阴风阵阵，伴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腐臭。若不是他能感觉到魔气的寻找，根本没人能够发现被藤蔓遮掩时的洞口。很快在里面发现一座由不少尸体和森森白骨堆积而成的小山，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好家伙，这是把香客都当自助餐给吃了，顺便用阴魂提高自己的修为。这妖兽胃口不是一般的好呀。下界灵力极少，就算有什么灵气充裕的福地，也被各大宗门占据，更何况少之又少。但下界的宗门能力极差，也就比凡人强一点点，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魔族妖兽。若继续再这样放任不管，这只魔妖很快会成为下界大祸。余光就瞥见一只肥老鼠正蹲在一旁啃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么硬？那坏蛋，放开手，快点放开！另一只手凭空多了一颗丹药放到老鼠面前。人，这是什么好吃的？鼠想吃，快给鼠吃。想吃？我给你。啊，真的？人，你能听懂我说话？有怪物呀！谁来救救鼠？鼠要死了！别废话，想吃好吃的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人，说了就给鼠吃。鼠说，这个洞穴是怎么回事？那些白骨从哪儿来的？有怪物把那些人拖进来，咬死了丢在这里。好把那些人的血都吸干，有时候回来吃尸体，大部分都在这里，好可怕！鼠差点也被吃了。你知道那个怪物去哪里了吗？我知道，它变成了人，变成了没有头发的人，经常在前面那个寺庙里骗人吸血呢。糟糕，真真姐，那个疯丫头这样毛毛躁躁的，也不怕丢了小姐的脸面？难道是小姐出事了？一声巨响，房门被陆真真从外面一脚踹得四分五裂。此时的苏宁烟已经昏迷躺在地上，此刻正伏在他的身上的住持维持人身，头却变成一只巨大的蜥蜴头。他嘴角咧开一个非人的弧度，一口雪白的利齿正死死地咬在苏宁烟纤细白皙的手臂上。找死！陆真真在胸前结印，快速打向蜥蜴怪。下界的宗门不过是一群刚刚引气入体的凡人而已，想杀我？异想天开！蜥蜴怪没有躲闪，直接迎着陆真真的结印袭击过来。结印触碰他的皮肤，带着疼痛的灼热感。你不是下界的人，你是谁？你管我是谁？能杀你就行。陆真真张开右手，一把寒气逼人的剑凭空出现在他的手里，让蜥蜴怪一愣。什么？你居然拥有空间剑？只有上界的人才有，你是如何来下界的？反派死于话多。陆真真随手轻轻一挥舞，半个房间被冰封住，将来不及逃的蜥蜴怪冻成了冰雕。这魔怪骨真是从上界来的？还没成长起来，任凭我现在的能力，搞不好还被反杀。
必须快点搞钱。春桃和薛彻此时才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看着陆真真抱着苏宁烟出了禅房，都焦急地围了上来。这是出了什么事了吗？没事儿，我说了保你们安全，自然是会做到的。春桃，事情已经解决了，这里出了命案，去报官。小姐，这是怎么了？这黑气是什么呀？真真姐，我去吧，我脚程快。陆真真点点头，然后找了一个干净一点的客房，将苏宁烟安置好。苏宁烟的伤口已经有魔气沾染，对下界的人来说很难，如果拖到魔气入体，活不过3日。但是对陆真真这个上界老祖来说，简单不过，只是团团未醒，他的修为因此折损了大半。想要救苏宁烟也可以，后果是虚弱7日。这7日比普通人还脆皮，被人轻轻一撞都容易骨折的程度。毕竟关乎自己的性命，陆真真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除非加钱。大人，香客已经遣散，案发现场贫僧已命令保护，受害者在香客房休息，贫僧这就给几位大人带路。好霸道的玄冰之力，出手之人修为绝对不凡。既然出现了妖魔，这案件归镇魔司了。你们派1人去镇魔司告诉这里的事情，其余的人将石块拼凑起来，并搜查整个白马寺。嫣儿，少爷，您快救救小姐吧，她快不行了。这是魔气，魔物之毒已侵入伤口，正欲入体攻心。苏南辰伸手想去触碰，却被凌轩一把拦住。想死不成？此魔气霸道无比，凡人之躯触之即燃，后果不堪设想。那该如何是好？京城最好的大夫可能解此毒。寻常药师王啸，此非人间之毒，乃是魔域之气。天下间能解此毒的，唯有镇魔司秘制的破魔丹。镇魔司，我立刻派人去求。恐怕你跪死在镇魔司门口，那也求不到啊。破魔丹乃镇魔司至宝，10年也就炼出了13颗，极其珍贵，都是给1品武者保命用的。更何况如今镇魔司的副统领是周家次子周清风。苏南辰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周清风当年因一桩旧案与他结下深仇，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去向他求药，不仅求不到，恐怕还会招来无尽的羞辱和刁难。救还是不救？哎呀，好歹是我的金主，这要是嗝屁了，我的长期饭票就没了。要是救了他，我7天都会很虚弱，一个3岁孩童都能轻易杀了我，万一侯府的老千婆再搞事儿怎么办？我可不想跟着大小姐一起死，我只是一个打工的牛马，性命攸关的事情我可不干。他说什么？魔气他能驱除？倒霉世子这是什么眼神儿？看得我心里发怵。他该不会知道我可以救大小姐却见死不救吧？不行，死都不能承认。别看我了，再看咒你长针眼。哎呀，非要我救也不是不行，就看倒霉世子愿意给多少钱了。少了，宁愿日后被雷劈也不救。林兄，多谢告知，我这就让人去发布悬赏，只要有人能救小妹一命，真金、黄金100两。黄金100两？我靠，100两黄金，那岂不是1000两银子？脆皮7天算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我变奥特曼。别说脆皮，就是当场去世再复活都值了。金主爸爸，
来了。主子，奴婢能试试吗？你，就凭你一个小丫鬟，你可知什么是魔气？这不是寻常病症。主子，我的规矩是先给钱，后治病，治不好再退钱。众人无语，春桃都忘了哭了，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疯丫头是有什么大病吗？小姐都这样了，还一门心思的想要捞一笔钱，还敢如此理直气壮的找世子要钱，不要命了吗？放心，我真的能治，而且很快。嘿嘿，有了这1000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包括脆皮期。他只是伸出右手，轻轻地覆盖在苏宁烟那道可怖的伤口上方，掌心与伤口保持着1寸的距离。然后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竟争先恐后地从伤口中被剥离出来。前后不过10个呼吸的功夫，伤口上盘踞的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发黑的皮肉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正常的颜色。最后伤口消失，手臂上肌肤滑嫩如雪，仿佛从未有过伤口。真魔司视为心腹大患，需要动用至宝破魔丹才能勉强化解的魔气，就这么被解决了，跟喝水一样的简单。怪我还以为魔气有多厉害，完全都没怎么使用灵气就进化了，跟那个蜥蜴怪一样垃圾，让我白白担心一场，这下纯赚100两黄金。今天果真是个好日子，连乌鸦的叫声都这么悦耳动听。魔气已经完全去除，过半个时辰，大小姐就能醒来。这位姑娘，你这手神乎其神的本事，可还有什么限制吗？限制？什么限制？就是刚才那样的，是只能解决这种小伤口，还是1天只能治疗1次？只要钱到位，别说区魔气，就是人死了，我都能让他从棺材里爬出来，给你跳段舞。哼，起死回生做不到，但使用傀儡术让死尸变成一具听话的傀儡，别说跳舞，让他给你唱一出《霸王别姬》都行。反正你们这些凡人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只管付钱就行。这等秘术不是什么秘密，上界都用来祭奠已死之人，保存尸首之法罢了。苏南辰内心大惊，虽然只是傀儡之术，也会让全国有权有势的人趋之若鹜啊！这丫头越发神秘了。大人，镇魔司的人到了，已经在勘察现场了。来得好，来得正好。姑娘，你既有这种本事，这天大的机缘就在眼前呢，你快随我出去。林大人，你这是何意？我这丫鬟虽有些奇特本事，却不是给你京兆府拿去邀功的物件，别白白断送了你我多年的同窗情谊。哎呀，苏兄误会了，你我多年同窗，我岂会害他？你有所不知啊，我京兆府与镇魔苏素来是水火不容，他们那群人心高气傲，视我等凡俗官吏如蝼蚁，平日里公文往来，处处刁难，不知受了多少嫌弃。若是这位姑娘能出手相助，治好镇魔司那位，那我们京兆府的日子可就好过太多了。这不仅是我的私事，更是朝廷的颜面呢。谁不知道名义上镇魔司是直属皇帝，实际上是皇帝胞弟并肩王的麾下，实际上权力比皇帝还要高一些。若不能缓和关系，两股势力越演越烈。更何况当年周家的案子，你们刑部证据确凿，人证物证皆在，依法办案呢。周清风却觉得你们贪赃枉法，诬陷好人，一直咬着你不放。这个死结你不想打开吗？更何况镇魔司的权力很大，若非周清风为人正直，不屑于玩手段，你觉得你们镇国公府还能存活到现在？
他们说的可是5年前周家的案子？咦，他们说的可是5年前周家的案子？我记得倒霉世子秉公处理的极好，只是周家是五皇子的前代，动了人家的钱，自然不会让苏南辰好过。更何况皇帝说过，哪个皇子拿下苏家，就封为太子。五皇子可不就卯足劲的使坏，他买通周清风是因为不少人灌输苏南辰贪赃枉法，故意陷害周家之类的话。还好周清风有自己的原则，没有对镇国公府动手。但这么多年派人暗中盯着苏南辰，就是想抓机会，一心想要搞死苏南辰，却从未怀疑那些人的坏半分。一根筋的男人就是轴，也不想想倒霉世子真的贪赃枉法，怎么会盯了5年都没找出什么罪证？不过黎轩说的倒不错，若是改善和镇魔司的关系，对镇国公府还是有帮助的。毕竟镇魔司说话分量重，至少被老皇帝判抄家流放的时候，还是有人帮忙说话。镇魔司不是有破魔丹吗？为何不给王爷用？王爷在3年前在东海斩杀千年海魔，被魔核本源之气侵体，无法破魔丹治愈，只能压制魔气扩散。据说这3年，王爷每年都要服下了1枚破魔丹保命，只是渐渐没效了，如今只能靠自身修为强行的压制，日夜受魔气噬心之苦。太医就断言，他只剩不足1年的寿元了。此事关系重大，苏家不敢强求，救与不救，全凭你自行定夺。镇魔司首领1品王爷，我靠，这可是超级 VIP 客户啊！这要是救了，得给多少钱？1000两黄金是不是有点少了？怎么的也得翻个倍吧？不，得10倍！有了这笔钱，唐唐应该能醒过来了吧？1万两黄金，我的规矩，你们懂的。1万两黄金，那是什么概念？足以买下半条京城最繁华的大街。好，只要姑娘能救王爷，1万两黄金，我林轩出了。不是吧？林轩是最近几年难得的清官，两袖清风，他这样轻易答应，我怎么这样不信呢？别是开了空头支票，到时候我还得日日上门讨债，那可就不好看了。走，我们这就去见镇魔司的人，他们就在外面勘察现场，正好让他们见识见识姑娘的神通。林大人，我的规矩是先给钱后医治，你这样岂不是在诓骗我一个小丫头？见不到钱，我可不会出手的。放心啊，一定不会少你1分钱。下官林轩见过周清风周大人。哟，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就是那个1根筋的镇魔司副统领周清风，长得倒是人模狗样，就是脑子不太好使。哟，这不是我们镇国公府的世子爷吗？听说受害者是令妹，天道好轮回，这算不算是报应啊？周大人言重了，家妹在此处受了惊吓，我身为兄长，前来查看，理所应当。探望？我怎么瞧着苏世子对这案子本身比对令妹的伤势更上心呢？莫不是又想从中捞什么好处，好为你那日渐式微的镇国公府再添几分功绩？这嘴也忒毒了点儿，难怪五皇子在他身上下足了功夫，咬人是真疼。可惜呀，被人当枪使了这么多年，还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呢。镇国公府抄家流放，他还得意一阵子，后来得知真相，被人有心算计利用，悔不当初。苏南辰的尸骨还是他亲自收敛的，想给镇国公府报仇，但个性太过耿直，最后被五皇子设计毒死，也是个炮灰。苏南辰心里翻腾，一双墨瞳看着周清风，一言不发。他没想到自己的尸骨会是周清风收敛的，
更没想到他会给自己报仇，最后被毒杀的下场。他对周清风的厌恶和反感瞬间消散，这般沉得住气的反应，反倒让周清风准备好的一肚子嘲讽之词堵在了喉咙里，有些上不去下不来。他狐疑地眯了眯眼，总觉得今日的苏南辰与往日有些不同。以前的他总要与自己争吵几句，今日却一言不发，很有问题。大人，在后山发现一处山洞，里面有上百具尸首。激活，前往后山。周大人，留步！林大人，你要妨碍我们镇魔司办案？不，下官不敢。周大人，我给你引荐一位奇人，这位陆姑娘能解魔气，或许能解王爷身上之危呀。此言一出，全场俱静。苏南辰，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丫头是你们郑国公府的暗卫，现在是侯府夫人的贴身婢女，你这是什么意思？收买一个京兆府的蠢货还不够，如今竟想往我的镇魔司里安插你的人，手也伸得未免也太长了些吧？你好大的胆子！魔气岂是能随便解的？用这种谎话来消遣王爷，消遣我镇魔司，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呢？苏世子，这次看着老镇国公的面上，我放过你。若是还有下次，别怪我先斩后奏。我们走。完了，得罪周清风这个周的，以后我可没好日子过了，我命休矣。莫营，属下在。去，将我名下铺子和田产连夜变卖，用最快的速度凑足1万两黄金。倒霉世子，这是打算凑钱给我救人？主子，作为你的下属，你可以直接命令，为何还给枕巾？哼，这个滚犊子的还知道自己的身份，张口就要1万两黄金，和抢劫有什么区别？倒霉世子若真敢理所应当的下达命令，我不介意让他知道花儿为何这样红。你只是我们镇国公府的暗卫，并非大夫。你若能治，给枕巾不是应该的吗？还算你是个有良心的好主子，难怪元神对你死心塌地的。既然这样，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打个折吧。还能打折？我果然是个好主子。既然如此，枕巾就算便宜一点吧，给9999两金吧。少1两金，还不如不打折。那可是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并肩王，若收费太低，有侮辱王爷之嫌。便宜1两金，既给了倒霉世子爷面子，又没让自己吃亏，刚刚好。我真是冰雪聪明，嘿嘿。莫营，去吧。哎呀，行了，作为你兄弟，帮你承担1半的枕巾，等每月领了俸禄之后，留下平日开销，剩下的全给你。你算算，我啥时候能还完？还不如不说。大舅舅，母亲醒了，她让你去一趟。大哥，你来了。宁言，你感觉如何？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无事，只是受了一些惊吓。他的话音未落，一名镇魔司的成员便走了进来。苏世子，苏夫人，下官奉命前来询问一些当时的情况，还望夫人配合调查。好，大人请问。夫人，可否详细描述一下您最初是如何发现的怪物的？其实我并未发现异常，主持邀请我去禅房解签，以前也解过，所以我并不在意，就让我的贴身婢女和儿子去寺庙中逛逛，单独与住持进了禅房。之后我觉得一股香味袭来，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死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听我婢女所说，我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你们是如何发现那个怪物的？
我们没有发现，当时我和小少爷正跟着小和尚逛白马寺，事后才知道小姐遇袭。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是的，案发时候我和春桃姐姐正在参观白马寺，你们可以询问白马寺的小和尚。当时你在哪里？我就在跟春桃和小少爷背后，中途因为闹肚子去了茅厕。你们可看见是何人救下的苏夫人？春桃和薛彻下意识看向陆真真，并未主动提起。你可看见了？我从茅厕出来就找到小少爷了，自己逛了逛觉得无趣，就准备在禅房外等大小姐。我刚靠近禅房，就闻见一股香味，我觉得大小姐有危险，就破门而入了。还好我进去的及时，那只蜥蜴怪正咬着大小姐的胳膊吸血呢，所以我情急之下杀了蜥蜴怪，救下了大小姐。你不信？好吧，是有个高人正巧路过救下了大小姐，然后离开了。至于那个人是谁，长什么样子，我吓得脑袋一片空白，啥都没记住，只知道是个女的。大人，你若是找到了那个天姿绝色、秀外慧中、慧心兰芝、绰约多姿、滴血聪明的大恩人，你一定要通知我，我要给他生猴子。说点真话还没人信了，算了，为了不必要的麻烦，瞎编呗，反正夸自己不要钱。一行人简单整理一下，便准备启程返回京城。倒霉世子和大小姐都长得挺好看，看来郑国公和郑国公夫人的基因不错呀，这样的长相适合下饭，秀色可餐。车厢的角落里忽然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轻响。啊！老鼠！有老鼠！马车里怎么会有老鼠啊？住手！真真姐，大小姐才受了惊吓，见不得血乎乎的画面，不要轻易动刀子。这只老鼠交给我处理就行。大小姐莫怕，奴婢抓住它了，它伤不了你。你怎么跟来了？人，你太坏了！鼠给我好吃的，直接就跑了。鼠不管，你不给鼠吃，鼠就不走了。你不给，鼠半夜去咬他们的小拇指。鼠要好吃的，鼠要吃。这小家伙还真记仇，我急着去救大小姐，忘了给吃的，这就赖上我了。当初要不是他给的线索，我根本来不及救大小姐。算起来大小姐的命也算他救下的，也罢，答应他的事情还是要做到的，不然传出去，我这个御兽老祖颜面何存？他凭空拿出一颗丹药，直接塞进老鼠嘴里。这只老鼠是在跟陆真真对话，它真的是御兽师，真的可以和动物聊天。这么说来，这只老鼠也算是救了我一命。好吃，人，以后我就跟着你，只要你给好吃的，我可以帮你做事。好，以后就跟着我，但是平日里不许出来吓着人。娇娇软软的大小姐可不惊吓。知道了。既然这只老鼠愿意跟着我，以后探听消息、下毒阴人就不需要我亲自动手了。真真，把老鼠给我吧。老实点，别吓人。这只老鼠和我引缘，以后就养着吧。这件事就交给真真办了。是。哎呀，大小姐的心思可真多变呀，前脚害怕，后脚又觉得可爱了，难怪说女人心海底针。不过也好，算是让老鼠过了明路，否则以后还要遮遮掩掩的找借口。春桃瞬间觉得晴天霹雳，全身石化。小姐，这是老鼠，老鼠啊，为毛要养啊？突然马车一个急刹，伴随着车夫的一声惊呼，骤然停下。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想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哟，来了，老千婆找来的杀手伪装成山匪，想要杀了大小姐。不过这几身衣服看着挺像那么一回事的。瞧这帮人的架势，太阳穴高高鼓起，气息沉稳，基本上都是入5品的武者左右，为首的还是个3品。薛老太婆为了除掉大小姐，
可真舍得下本钱。你们待在车里别动。我乃镇国公府世子，尔等速速退去，尚可饶你们一命。镇国公府又如何？我要杀的就是你们镇国公府的人。话音未落，数名杀手便如饿狼扑食般冲了上来。苏南辰虽武艺不低，也堪堪进入2品，面对10几号人，甚至还有3品高手，根本应付不过来。正所谓双拳难敌4手，莫影又被他派去变卖家产，身边无人可用，瞬间便落入了下风。兄长！就在这时，几名杀手绕过苏南辰，眼中杀机毕露，如猎鹰般腾空而起，都纷纷踢向马车车厢。保护小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真真动了。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马车周围便躺下了一片尸体，形成了一个绝对的死亡禁区。哎呀，这倒霉世子快撑不住了！金钗的价格只说保护马车里的几人，可没说要附赠一个哥哥，更何况是苏南辰自己非要跟着一起去的，自己要找死，怎么办呢？当然是成全他喽，嘿嘿。50两，就像我兄长，将他们活捉送往京兆营。陆真真没想到会天降银子，手忙脚乱地将银子抓在手里，直接往怀里一塞，脚尖点地飞了出去。3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脖间传来钝痛感，两眼一翻，直接晕过去了。主子，你骑不了马了，坐马车回去吧。让人送那3人去京兆尹府。苏南辰看见管家，赶紧吩咐道：是，来人，送他们去衙门，快，你快去请府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南辰，你不是说去京兆尹找同窗叙旧吗？为何会受伤啊？府医，他们到底如何了？老夫人放心，世子只是皮外伤，并无大碍。大小姐只是失血过多，又受到了惊吓，需要静心调养1月便可痊愈。苏南辰正要开口，却被人打断。兄长，正是镇国公府的2小姐苏宁熙，2公子苏南渊。大哥，我听说你受伤了，疼不疼？大姐，你有没有受伤啊？是呀，大哥，今天不是休沐吗？难道又遇到刺杀了？莫影去哪里了？为什么他没有保护你？无碍，都是小伤。我还以为薛老太演技已经够好了，没想到这个苏南渊不遑多让啊。陆真真的心声一出，所有能够听见他心声的人用3道审视的目光齐刷刷看向苏南渊。谁在说话？想要找到说话的人，但有人说2哥在演戏，为何2哥不生气？这白眼狼巴不得苏南辰被人暗杀一命呜呼，见人活着回来，瞧瞧满眼都是快要溢出来的杀意，只有傻白甜苏家人看不出来。如果苏南辰死了，他就能承袭世子之位了，这样整个镇国公府都是他的囊中之物。陆真真的心声到现在还未有过差错，2弟一直都很尊重自己这个大哥，为何想要弄死自己？经过之前的种种，他丝毫不怀疑陆真真的心声，定然2弟对自己产生了什么误会。胡说八道，我2哥，下一刻，苏宁烟和秦氏都快速用手伸手捂着他的嘴巴。母亲，大姐、2姐，你们怎么了？啊，没事，没事，他不小心咬到了舌头，你不用在意。2小姐一惊一乍的咋了？脑子不会真有什么大病，否则也不会掉进自家闺蜜和渣男设计好的圈套，最后镇国公府被抄家流放，自己又失了清白，羞愧难当后上吊自缢了。苏宁熙见被人诅咒全府抄家流放，还诅咒自己失了清白，最后上吊自缢，气得快要发疯了。别生气，你刚才听见的是我贴身婢女陆真真的心声，不光是你，
我、娘，还有大哥，都能听见。你先别说话。虽然听见心声匪夷所思，但他这么平白无故冤枉二哥，还说我上吊自缢，简直是该死。谁不知道二哥是我们几个里最孝顺、最温和谦逊的，谁见了不夸我们郑国公府有这样一个好儿子。他预言的几件事都成真了，即便是他胡说，我们也不得不防。看母亲和大姐的样子都深信不疑，多说也是浪费口舌。他才不信世上有人拥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即便是那几个宗门的宗主也做不到。反正他不信二哥是这样的阴险小人。大哥，以后你身边还是多带点安慰吧，今天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再发生了，弟弟很担心你的。南渊，你有心了。苏南渊是懂怎么拿捏苏家人的，看这小嘴多甜。苏家人还不知道这苏南渊根本就不是什么郑国公府的亲儿子，是皇帝为了控制苏家，派人偷偷的将孩子调了个包。苏南渊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六皇子的身份，为了帮皇上除掉苏家，故意与头脑简单的四皇子萧景睿勾结在一起，正计划着如何给郑国公安上一个通敌卖国的罪名比较顺理成章，然后又谋划怎么除掉其他几个皇子后自己当上太子。这番心声如同一道惊雷，在苏家四人脑子中炸响。大哥，你怎么了？是伤口又疼了吗？他听不见陆真真的心声。这个认知让苏家四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也间接证明了他不是苏家的孩子。二哥他，大姐，这是不是假的？二哥怎么会是皇子呢？大姐，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秦氏更是晴天霹雳，自己疼爱长大的小儿子居然不是自己所生，那他的儿子呢？是被害死了吗？皇帝忌惮苏家就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简直就是在挖他的心呢。二弟，听闻你下午要和景王世子一同游湖，大哥身体无碍，你要是去迟了，让景王世子不高兴。苏南渊感觉今天的气氛怪异得很，难道这一大家子有什么事情瞒着他？郑国公府有不少他的心腹，如果苏家人真有什么动作，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不过每天上演兄友弟恭，母慈子孝，真是恶性。正好他不想演了，借着苏南辰给了他的台阶，寒暄两句就跟众人告辞离开了。你们都下去吧。房间里只剩下苏家四人。这件事你们都说说吧。反正我不信，二哥怎么会是皇子呢？那么好的二哥哥，怎么可能不是苏家人？二哥待我们何等亲厚，待母亲何等孝顺，他怎么会是皇子？又怎么会包藏祸心？你们都被那个丫鬟骗了，她就是妖言惑众的妖女，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会听见她的心声？希儿，你冷静些。当初觉得你小，不想让你知道这些阿杂事，如今看来也应该让你知道了。什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何事？你姐夫是假死。什么？为什么呀？姐夫不是一直很爱大姐吗？当初我还开玩笑，日后要嫁给如同姐夫一样的良人。姐夫为什么要假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大姐，是不是哪里弄错了？他根本就不爱我，只是需要郑国公门楣和我的嫁妆。他假死脱身，就是为了和外室在一起，然后以侯府香火为礼，将外世子过继到我名下，成为嫡子，让我用嫁妆将他养大，之后承袭爵位。等孩子中状元，继承爵位那天，他和外室就会回到侯府，给我一杯毒酒。好可恶的宁远侯府！我还奇怪你怎么突然要收养2个孩子。大姐，你告诉我渣男在哪儿，我要把他揪出来，这可是欺君之罪。
不用去了，我已经将你姐夫真的长埋地下了，而且婆母为了谋夺我的嫁妆，让人给我下药，诬陷我和外男私会。你是说前几天闹得风风雨雨的那件事儿？可最后怎么是冯嬷嬷和三皇子啊？小妹，这些事情都是我听见陆真真的心声才躲过的。这次刺杀也是婆母派来的，若不是陆真真相救，你们今天看见的就是我和大哥的尸体。正因为他的心声都应验了，让我一次次逃离危险，所以姐姐是100%相信的。小妹，有些事情大哥不方便说，但秦真真的心声都应验了，不只是大妹的事情，你最好相信。怎么会这样？宁远侯府背后是三皇子，经过前几天的事情，他已经无缘那个位置了。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定然会对我们镇国公府报复。你们要小心些，嫣儿，特别是你，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陆真真这丫头，她可以保护好你的。我知晓的，大哥。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他如今还活着吗？皇上，你好狠的心呐！你将我的孩儿换到何处去了？他如今是生是死啊！母亲，你要保重身体，切莫伤心过度。大哥，事已至此，我们接下来该当如何？当务之急是万万不可打草惊蛇。从此刻起，我们便当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暗中观察，静观其变，搜集证据。另外，我会暗中调查二弟的下落，希望他福大命大，还活着吧。小妹，你从小就跟苏南园亲近，但这件事可大可小，千万不能露出丝毫马脚。大哥放心，这件事兹事体大，我心里有数。你们知道就好，一旦我们自乱阵脚，便是给了他和皇上可乘之机，届时整个镇国公府都将万劫不复。站住！什么人？门外响起了陆真真的声音。你是何人？世子，我是二少爷院里打扫院子的小厮，我只是路过，就被这位姐姐给抓住了，小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哟，听这话，感情是个绿茶呀！什么路过？就是得了苏南院的命令，鬼鬼祟祟的偷听苏家人背着他说什么。傻白甜的苏家人多半是要将这个小厮放走了。方嬷嬷，是这样吗？奴婢也不知道，是真真丫头出生，老奴才看见她鬼鬼祟祟趴在窗边，然后就被真真丫头拿下了。哼，窥探主家轶事，吃里扒外的东西，是谁指使你的？方嬷嬷，报官！镇国公夫人威武啊！可惜这是皇室培养的死士，她是不会说的。小厮见眼前形势对主子不利，咬下后槽牙的毒药包，顷刻间毒液席卷全身，直接倒地死了。看吧，多忠心！晦气，赶紧让人处理掉。是。眼前这一幕吓坏了苏宁熙，他被苏家人保护得太好，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人，他竟然是二弟院中的，定然与他有关。之前猜测的事情恐怕是真的。镇国公府并不是你所见的那样和谐，你以后长点心。大姐，明日是李家姐姐的生辰，你陪我一道去凌兰阁为她挑选件生辰礼可好？好。二小姐眼睛怎么红红的？不会是被吓到了吧？果真是被苏家人保护得太好，简直就是一只小白兔，一点也不知道社会的险恶。
难怪被人耍得团团转，最后惨死。琳琅阁内，雕梁画栋，异香扑鼻。大姐，你看这只步摇好漂亮啊，是不是很配李家姐姐？要不我们就买它吧。这只步摇，本小姐要了。是丞相府的嫡女魏若雨。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魏小姐，这只步摇是我看上的，就算你喜欢，也不能硬抢吧。你只是看上，并未付钱，那就不是你的。掌柜的，包起来。苏家被人时刻盯着，别冲动。既然魏小姐喜欢，便让于你吧。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酒食。然而他想息事宁人，对方却不依不饶。苏宁熙转头看上一只赤金手镯，他刚一伸手拿起仔细观摩，魏若雨的手比他快，抓起镯子就递给一旁的掌柜。这只赤金镯子看着也不错，本小姐一并要了。你这姓魏的分明就是故意找茬。接下来无论苏宁熙的目光落在哪件首饰上，哪怕只是多停留了一瞬，魏若雨都会立刻扬声买下。魏若雨，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是跟屁虫吗？我们看什么你就抢什么？你是觉得自己没我们姐妹有眼光，还是犯了病在这发疯？如果有病，我可以大方点，给你出钱请郎中。你说不过我就说不过，指什么指？你呀，还是回家多练练，又菜又爱玩。苏宁熙，哟，只是这样就哭了？既然这么脆弱，就好好待在丞相府养老，不要出来丢人现眼。看来小姑娘吵架还真有意思，如果有瓜子吃就更好了。别看这魏姑娘针对二小姐，其实是个心善的姑娘，就因为是丞相家的嫡女，只能成为夺嫡路上的炮灰。去年她不小心落入湖中，被人救起来后，一直想找救命恩人，被有心人误导，以为救她的是七皇子萧泽，从此一颗芳心错付，成了七皇子手里最听话的刀，专门用来跟苏宁熙打擂台。可惜啊，七皇子夺嫡惨败，为了讨好新贵，转头就把她赐婚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当天房，最后郁郁而终，惨哦！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救命恩人被七皇子冒领的时候就被杀害了，做了好事还丢了命，真是无妄之灾。听见陆真真的心声，苏宁言心中一凛，又是皇子。继二皇子、三皇子、四皇子、六皇子之后，七皇子也浮出了水面。老皇帝果真是好手段呐！抛出太子位这个诱饵，除掉苏家为目的，让皇子相互残杀。别说魏小姐了，自家二小姐也差不了多少。听信了七皇子萧泽的鬼话，说什么要娶她过门，今生今世一双人，之后就一门心扑在萧泽身上。拜托，醒醒吧，让你心动的那些事儿，他对着其他女人也做过，只不过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人家有心尖尖的人，怕他被欺负，就把二小姐放在明处当挡箭牌，还能让二小姐对他死心塌地的反过来帮他对付镇国公府。毕竟他也有争夺太子之位的野心。可二小姐没脑子，以为自己只是帮了七皇子一件小事儿，结果导致镇国公府全家抄家流放的下场，自己没脸见亲人，又被七皇子设计没了清白，一根白绫上吊自缢了。什么？我日后真的死这么惨？还以为泽哥哥全家抄家流放，自己自缢？不会的，一定是胡乱说的。泽哥哥怎么会针对我？魏若雨，你如此针对我，是因为七皇子吗？二小姐怎么突然聪明了，居然知道魏若雨和七皇子的关系？不过当众问出来，这么虎的吗？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泽哥哥喜欢的是我，说你对他死缠烂打，他一点都不喜欢你。想着真国公在边疆保卫大赵，说不出拒绝的话。我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
你现在知道了，别不要脸缠着泽哥哥。我靠！七皇子自诩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瞒得死死的。没想到会阴沟里翻船吧？苏宁熙如遭雷击，浑身冰冷，煞白的嘴唇微微颤抖，口口声声说爱自己，会娶自己的泽哥哥。怎么会？泽哥哥怎么会说出我纠缠他的话？这妮子怎么不跟家里说呀？我言尽于此。苏二小姐，你好自为之。又一个恋爱脑，为一个渣男冲锋陷阵，相信男人的嘴，不如信母猪上树。俩炮灰就没必要互相伤害了吧？一个比一个死的难看。魏小姐，想必你是误会了。我家小妹早有婚约，若非七皇子来郑国公府求娶小妹，她早就议亲，明年就要出嫁了。我倒要问问魏小姐，七皇子何时跟你说的？既然七皇子不喜欢我们家小妹，为何要上门求娶？如此打我们郑国公府的脸，我倒要去七皇子府邸好好问上一问。没想到魏家小姐私下造谣七皇子，也不怕命嫌长。还以为是苏家二小姐死缠烂打，没有女德，没想到是魏家小姐胡说。听着周边的议论声，魏若雨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的确拿不出证据，除了自己的贴身婢女，她都是和七皇子都是在无人的地方幽会。七皇子明明说他不爱苏宁熙，今生只爱我一人，他怎么可能会去郑国公府求娶？一定是苏宁言在说谎，一定是。哇哦，不愧是大小姐，说起谎来眼睛都不眨的，这战斗力，这气场。虽然这位魏小姐可恶，可也是被渣男欺骗，若不是七皇子需要丞相的扶持，才会冒认救命之恩，否则她压根瞧不上七皇子。大姐是给自己找回面子，否则我的名声就坏了。魏小姐，既然七皇子如此说，之前求娶的事情就做不得数。今后除了必要见面的场合外，我会见他绕道走。小恋爱脑这是清醒了。大姐，我们走。姐妹二人就这么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径直下了楼。西西，别哭了。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不值当，该断则断。不过也好，早点看清七皇子的真面目，总比日后后悔强。大姐，我不是为他伤心难过，只是我心里的这口气咽不下。这事儿还不是老皇帝闹的？郑国公功高盖主，手握80万大军，就因皇上忌惮郑国公府连呼吸都是错，所以想了个损招，说哪个皇子拿下郑国公府，就让谁当太子。本来七皇子没那个心思，只想和心爱的人好好在一起，就因狗皇帝这个决定滋生出野心，才开始搞三搞四的。说起来，七皇子也是个能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只要是他接触过的女人，都会喂他吃，喂他狂，为他哐哐撞大墙。看着吧，魏小姐还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不少的小姐姐呢。苏宁熙听着听着，突然觉得不难过了。她可是郑国公嫡次女，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伤心欲绝？二小姐的正缘应该快出现了，没了七皇子这个搅屎棍儿，应该可以在一起，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幸福一生。他的心声从未出错，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以后对真真好一些。他喜欢银子。苏宁熙点点头，暗搓搓地偷瞄懒散的陆真真一眼。苏宁熙早已没了逛街的心思，直接回了郑国公府。真真，把这个给二小姐送去。明日是李家姐姐的生辰，不能失了礼数，让她拿这个当贺礼吧。小姐，这是当年姑爷送你的定情信物，就这样送人了？什么定情信物？
不过是他外室挑剩下来的而已。送出去了也好，免得我看着犯恶心。陆真真捧着锦盒，脚步轻快地走向二小姐的亲旨院。小姐，你可千万别犯傻呀！那魏若雨是什么人啊？丞相府的嫡女，骄纵跋扈，她的话怎么能信？她分明啊就是嫉妒您得了七皇子的青睐，故意说那些话来挑拨离间的。你想啊，七皇子是何等金尊玉贵之人，他若不是真心爱着你，何必屈尊降贵，屡次三番为你写诗传情？您看，这不，殿下又派人送信来了，您快瞧瞧吧。陆真真本向前的脚站住了，挑了挑眉，抱着锦盒靠在了门边，将里面的对话听得清楚。拿来我看看，泽哥哥真的对我情根深重。苏宁熙看着信件呢喃道：那是当然了，小姐莫要被那魏小姐诓骗了。这小恋爱脑不会是心软了吧？这春苗早就被七皇子买通了，每个月10两银子呢，专门监视二小姐的一举一动，充当那渣男的传声筒。只要二小姐对七皇子产生疑惑和质疑，它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这不是看二小姐打算和七皇子分道扬镳，赶紧把藏在身上许久的信拿出来，挽回二小姐的心意。这首相思令是他找人买的一首诗，就自己抄了一遍送了过来，而且批量生产，喜欢他的女人人手一份儿。魏若雨都收到过，天天晚上都要看一遍。七皇子这是要广撒网啊！二小姐要是信了，那真是脑袋里进水了，还是进了开水，把脑子都烫熟了。批量生产，广撒网。原来我苏宁熙在他萧泽眼中不过是众多可以随意糊弄的女子之一，而我这个贴身丫鬟竟然是别人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哼，真该死，明知道萧泽不安好心，还这样容易的被耍得团团转。来人，把春苗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拿下。二小姐，您这是做什么？奴婢一心为您，您怎么能听信小人谗言，冤枉奴婢？好得很。七皇子算个屁呀，这些人站队都不会。算了，指望这些墙头草，黄花菜都凉了，还是得我亲自出马。你想干什么？话音未落，陆真真抬脚便是一踹，正中春苗的膝盖窝。春苗惨叫一声，双腿一软，不受控制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等他反应过来，一道凌厉的掌风呼啸而至，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春苗的脸上。你敢打我？我是七皇子的人。打你又如何？你以为扯上七皇子就没人敢动你？别忘了你的卖身契还在苏家，苏家容不下吃里扒外的狗。你们心里清楚，卖身契在谁手里，谁才是你们的主人。赶紧将这个狗卖到青楼，卖身钱可得拿回来给二小姐，知道了吗？知道了。几个二等丫鬟哪里还敢违抗命令，赶紧上前将春苗拖走，生怕晚了一步就被二小姐处理了。难怪大姐喜欢这丫鬟，有眼力劲儿，武力值也不错，是我也喜欢。二小姐，这是大小姐为您明日李家小姐的生辰特意挑选的贺礼，替我谢谢大姐。苏宁熙想起大姐说这丫头喜欢银钱，她从抽屉的木匣里取出10两银子，递给陆真真。赏你的。没想到过来送个东西就能拿10两银子。二小姐虽然人傻，但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我定然不会让她惨死的。难道这就是大姐说的被人护着的感觉？满满的安全感，我日后定给这个丫鬟很多很多的小钱钱。多谢二小姐赏赐。她转身便走，毫不拖泥带水。大小姐，东西送到了，二小姐很喜欢。辛苦了，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春桃伺候就行了。是。他将获得的银子全部倒在床上，银光闪闪的刻字滚了一片，赏心悦目。
我们家团团今晚能吃顿饱的了。他素手一挥，将团团从空间里放出来。团团，该起来吃饭了，醒醒，吃银子喽！就在这时，陆真真怀里探出了一个灰扑扑的小脑袋，正是在白马寺跟着他的小老鼠。这是什么动物啊？长得像猫，但是又没有猫味儿。它能抓老鼠吗？人说好的好吃的呢？东西藏到哪里去了？人的身上怎么都是好闻的味道？想吃好吃的？想吃。将这些银子喂给他吃，就能得到好吃的。老鼠看着闭眼张嘴的团团，觉得这活也不是不能干。想好后，对着陆真真点点头。陆真真将银子丢给老鼠后，直接躺在团团身边。老鼠哼哧哼地推着银子往前，费了老大劲才将所有银子都给塞到团团嘴里。就在他累趴下准备休息时，眼前突然一黑，四周还有湿哒哒的液体。我不会被这猫不猫的玩意儿给吃了吧？原来是团团觉得嘴里东西不好吃，就将其吐了出来。毕竟他只喜欢吃金银之物。鼠不能被饿死，得去看看哪里有吃的。小姐，夜深了，喝了这杯茶，早些安歇吧。就在他的唇即将触碰到杯沿的那一刻，一道灰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上桌案，紧接着朝着他的方向撞过来。一声脆响，青瓷茶盏被一股力量猛地撞翻。老鼠！你是白马寺那只救过我的老鼠吗？就是我让真真养的那只。听见这话，春桃觉得自家小姐疯了。老鼠怎么可能听得懂人类的话？老鼠的小脑袋小鸡啄米似的对着他连连点头。这一幕让主仆两人看得连连称奇。老鼠还真的能听懂人类的话，小姐疯了，这老鼠也疯了，居然能一问一答。你撞掉茶水，是不是因为这茶有问题？那灰鼠绿豆大的眼睛直勾勾看着苏宁烟，重重的点了点头，用两只前爪比划着。毒！有人在小姐的安神茶里下了剧毒，在镇国公府里居然有人敢给大小姐下毒。房间里只有我和小姐，茶还是我给小姐的。若小姐真的被毒死了，我就是完美的背锅人啊！完全闻不出来，下毒的人够谨慎的。巡抚一来。春桃领命之后急匆匆离开房间。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你知道茶里被人下了毒，是不是也看见是谁下的毒？老鼠点点头。是谁？我带你去。可惜苏宁烟不是陆真真，听不懂老鼠的话。老鼠着急地用前爪指指门外。苏宁烟瞬间看懂了。你带我去找那人。老鼠点点头。好，等府一确认是什么毒，你再带我去，如何？老鼠听见要等一会儿，直接安静坐在桌面上。我饿了，想吃好吃的。喏，吃吧。小姐，府医来了。梁府医，检查一下这茶水。这哪里是普通的老鼠，这分明是上天派来守护小姐的福星，不但救了小姐，还救了我。以后谁再说老鼠是祸害，我一定跟对方结。怎么样？是什么毒？茶水里那股淡淡的药草香中，果然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极为诡异的甜腥气，是千机饮，是一种能让人在睡梦之中悄无声息死去的剧毒，无色无味，死后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唯有与特定的安神药草混合，才会散发出这一丝极其隐晦的气息。若嗅觉不灵敏，又是没学过医，完全察觉不出。大小姐果真身怀大气运，一般人
可躲不开这场死劫呀。这幕后之人好狠的心，好毒的气。我知道了，春桃，送梁府一。春桃给梁府一塞了5两银子，将他送出了院子后，又折返回屋子。然，跟我走。随即他转身一跃，轻巧地从桌案上跳到地面。他没有立刻跑远，而是跑到门边，停下脚步，回头望向苏宁烟主仆2人。啊，跟上我去抓人。走。苏宁烟声音清冷，没有半分迟疑。他要看看是哪位牛鬼蛇神对自己下毒手。小姐，要不要叫上陆真真？如果那个人会武功，还有同伙，就我们主仆去抓人，简直就是找死啊！去叫他一起，带钱去。啊，醒醒，小姐找你有事。床上的人半点没有醒来的意思。春桃无奈叹口气：小姐找你办事，20两银子，办不办？不办我走了。听见20两银子，躺在床上的陆真真如同窜天猴，直接弹跳起身。大小姐吩咐的事情，奴婢粉身碎骨的会办妥。瞧你没出息的样子。春桃没好气地把20两银子递给陆真真道：赶紧的，小姐还等着呢。大小姐这么着急，办什么大事？陆真真正在心里嘀咕时，看见苏宁烟脚边的老鼠，不由得皱皱眉。这小东西乱跑什么？吓到娇娇软软的大小姐怎么办？我的茶水里被人下了毒，是他救了我，现在要带我们去抓人。我就顺了一小会儿，就有人敢给大小姐下毒？这镇国公府是筛子吧？怎么到处漏水？是该好好清理清理府中的蛀虫了。抓到那个天杀的凶手，千刀万剐。这是苏南渊的院子，下药之人居然是苏南渊的人。下药的人竟然是苏南渊的人？不对啊，时机不对啊。现在镇国公正在跟北荒干仗，这个时候绝不是与镇国公府决裂的时候，不然镇国公撩挑子，谁敢去跟北荒打？苏南渊又不蠢，绝不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难道说有人买通了他身边的人？这就有意思了。不过陆真真分析的对，现在形势不明朗，他没必要惹上一身骚。幕后之人不是苏南渊。就在此时，院门吱呀一声从内打开。大姐，这么晚了，你怎么会来？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寻我？夜里有些心绪不宁，便出来走走，顺便给你送点安神茶。大姐不会叨扰你休息吧？你是我尊敬的大姐，随时来都不打紧，何谈打扰？大姐，进屋坐坐。装得真像，刚才明明是准备进宫见皇上，院中打扫的下人突然被苏南辰弄死了，害怕苏家察觉到什么，慌了神，想要进宫问问皇上下一步怎么办。进宫的马车还在后门停着呢，谁知道中途被大小姐拦下了，看着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焦急地想找理由要打发大小姐离开。一直安静待在阴暗处的老鼠迈着小短腿，嗖的一下窜了出去。目标不是苏南渊，而是他身后那位一直低眉顺眼的贴身小厮。人就是他，是他下的毒，鼠没认错，他身上还有味道呢。苏宁烟看向小厮，下毒之人竟是苏南渊的贴身小厮清风。哪里来的孽畜？清风，还不快将他赶走？大姐最怕的就是老鼠。老鼠听见这话，一溜烟跑进一旁的草丛不见了。二弟，一只老鼠而已，不碍事。大姐今日煮了安神茶，就给你带了一些。他拿出茶碗递给苏南渊，乖乖喝了，早些睡。苏南渊想着快些打发苏宁烟，想也没想就接过茶杯准备喝。身后的清风着急地向前一推，苏南渊没拿稳茶碗，直接掉在地上打碎了。少爷饶命，小的只是狡猾，真不是故意的，
请少爷大小姐饶命啊！算了，不过一杯茶，罚50两银子以示惩戒便好。清风暗暗松口气，从怀里双手奉上50两银子。一个下人轻轻松松拿出50两，真有钱。苏南渊敢喝安神茶，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今夜毒杀的事，但是他身边的贴身小厮行径很是可疑，应该是有人买通了下的毒。这个叫清风的小厮，一双手上却全是常年练剑的伯姐，太阳穴微微鼓起，武功不低呀。不出意外，应该是老皇帝的暗卫给了苏南渊，实则还是效忠老皇帝。如此看来，这个清风除了保护，还在监视苏南渊。毕竟太子之位要留给他心爱之人所生的儿子，这些皇子都是炮灰，被人买通也在情理之中，谁还和银子过不去呢？算起来，也就大皇子、五皇子还有八皇子没有冒头了。也不知道这3人之中，谁才是皇帝心里的太子人选。虽然给我下毒的事情并不是二弟的命令，可他的心腹敢下手，也侧面说明他的确有除掉镇国公府的想法。现在还不是跟苏南渊撕破脸的时候。瞧我这记性，竟忘了娘亲方才还遣人来寻我，说是要让彻儿上足学的事情。二弟，我便先告辞了。说罢，他也不等苏南渊回应，带着2个丫鬟转身就走。苏南渊站在原地，望着苏宁烟离去的背影，温润的笑容缓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沉的探究的冷光。躲藏在草丛里的老鼠不解地歪了歪小脑袋，人就在这儿，为什么不抓？这是在玩鼠。人为什么不抓？现在还不是抓他的好时候，知道是谁就行。做坏事就抓，你们人类太狡猾了，还是我们叔叔好。他们应该是准备出门了，你跟上去看看，离远一些，别被他们发现。春桃颔首领命走了。大小姐这是怀疑苏南渊了，塑料姐弟情啊。不过也好，有所防备，至少不会莫名其妙被全家抄家灭族。苏宁烟带着陆真真朝着世子苏南辰的院子而去。刚到院门，春桃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家小姐。奴婢远远看见二少爷从后面出了府，门口有一辆低奢的马车，接人的是宫里来的太监。苏宁烟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苏南渊果真是个白眼狼，虽不是亲生，可这么多年相处和疼爱并非作假。但是在他心里，这些事情居然都不能和太子之位相提并论。大小姐让春桃盯着苏南渊，难道发现苏南渊不是自己的亲弟弟了？不对呀，虽然亲弟弟还活着，可现在只是一个沿街祈祷的臭乞丐，蓬头垢面，瘦骨嶙峋，谁也看不清相貌，谁会知道是镇国公府的小公子？更何况前些天太饿，偷了一个肉包子，被人打断了一条腿，若再得不到医治，以后就是个瘸子了。大小姐是什么时候开始防备苏南渊的？苏宁烟得知自己亲弟弟还活着，浑身激动的颤抖，后面又听见他的遭遇，心疼的眼睛都红了。人，他好像不开心。你们老鼠不懂，人就是这么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的。自己丈夫假死，婆母逼她养外世子，又想死了她独占嫁妆，再强悍的人也有害怕迷茫无助的时候，更何况大小姐本是府中娇养长大的，哭很正常好吧？只可惜我是修的道是随心所欲，苏家人的命数早就注定，也不愿意沾染因果，顺其自然。当然银货两讫的事儿就不会沾染因果。苏宁烟眼中暗淡下去，又亮了起来。原来陆真真作为修仙者，只能作为旁观者，看着苏家走向阴定的结局。
但似乎他的新生出现之后，很多走向都不一样了。难道这就是上天不让陆真真知道他新生泄露的原因？这么说来，我们镇国公府的结局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沾染因果，多给一点钱，就能让陆真真帮忙改变命运。对，一定是这样。妍儿，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我听母亲说，明日是李家小姐的生辰，该早早歇息，熬夜会变丑的。你们在院里等我。你有事跟我说。大哥，今夜有人想毒杀我。怎么回事？梁府已经确认过了，毒是千机饮，无色无味，见血封喉，就算死后仵作也查验不出来。经过查探，已经知道下毒之人是苏南渊身边的贴身小厮清风。苏南渊下的令？我试探过，苏南渊似乎并不知情，但那个清风小厮故作狡猾，阻止他饮下我送去的安神茶。一个下人敢在国公府对狄小姐下此毒手，背后若无人指使，我绝不相信。对我们镇国公府虎视眈眈的也就那几个人，想要快速瓦解苏家，毒杀的目标应该是大哥才对，但这人却对我动了手，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幕后之人是我婆母。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林兄说今日抓的3名杀手死活不松口，明日我去看看。不出意外，幕后之人也是薛老夫人。只要他们松了口，我会让林兄去宁远侯府拿人。我刚让川桃跟去查探，亲眼看见苏南渊深夜乘车，由宫里的太监接引，入了宫。看来陆真真说对了，他的身份真是皇子。大哥切勿为了一个白眼狼伤心，况且我们的亲弟弟还活着，我们得尽快找到他才行。你说什么？我们弟弟还活着？陆真真的心声不会有假。陆真真说，他现在只是一个沿街乞讨、人人嫌弃的臭乞丐。就在几天前，他因为偷了一个包子，被人打断了右腿。大哥，若再不找到他，时间久了，他以后就会是个瘸子了。镇国公府的嫡公子，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竟然沦落到与野狗抢食，甚至被人打断腿的地步。告皇帝，岂有此理！皇家欺人太甚。嫣儿，你放心，大哥就是掘地3尺，今明2天也要把他找回来。至于那些伤了他的人，我日后定会让他们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如今苏南渊还是2弟的身份，不宜撕破脸。若是能寻回亲弟，你得好好安置，切勿鲁莽行事。大哥知晓，夜深了，你安心回去歇着。明天还要去李家赴约，其他的事交给我。苏宁烟点了点头，带着满腹的心事转身离开了书房。大小姐出来了，这是聊完了？看大小姐这眼睛红红的，这是哭过了？在家里人被人投毒，大小姐害怕也是正常的。苏宁烟拿出清风上缴的50两银子递给陆真真。大小姐为什么无缘无故给我钱？拿着。谁还能和银子过不去？我要知道今夜下毒幕后之人是谁。不惊动苏南渊的情况下，我要清风死。大小姐真上道，这点小事就有50两报酬，不愧是侯府主母，出手就是大方。是。陆真真低头领命，眨眼的功夫，整个人就消失在苏宁烟2人面前。
皇城深宫寂静得如同一座巨大的坟墓。陆真真的身影如鬼魅，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御书房外的重重暗影之中。他侧耳倾听，殿内传出苍老而疲惫的声音，正是老皇帝。别说老皇帝，就是我也瞧不上苏南渊，屁大点事就要来找爹，是蠢还是在老皇帝面前刷存在感？南渊，计划进行的可算顺利，搬到郑国公府，你可有把握？回父皇，儿臣与苏南辰兄弟多年，对他心性了如指掌。他生性多疑，却又重情，只要郑国公拿下北荒，届时便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好，你做得很好。只是父皇给我安排的暗卫今日被杀，听其他暗卫说是他偷听苏南辰秘密谈话，被抓了个现行，咬毒哑死了。父皇，你说苏南辰会不会发现了什么？以他的性子，发现什么端倪定然会追查。既然他没有动作，那就没有发现。你在苏家外事小心，等苏家垮台，你就是太子。谢父皇。真是母慈子孝的场面啊！如果这老六知道皇帝让其他皇子当太子，还笑不笑得出来？老皇帝身体也撑不到5年了，为了自己心爱的儿子，满脑子都是算计其他的儿子。都说虎毒不食子呢，这畜生根本就没心。陆真真听了个大概，觉得无趣，目光一转，锁定了殿外廊柱下那个正等待自己主子的身影。清风身形一晃，已至他身后。清风只觉后颈一凉，一股无法抗拒的大力袭来，眼前一黑，连惊呼都未曾发出，整个人便被拖入了旁边假山的阴影里。他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四肢被绑，靠在假山的一块冰冷的石头上。怎么回事？他刚要开口，一柄泛着寒光的匕首已抵住他的喉咙。是苏宁烟身边的贴身丫鬟，好像叫什么真真的。我可是3品武者，一个丫鬟居然能无声无息地将我打晕，无人看见的情况之下帮我掳到了这个地方，不简单呐！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何陆殿下不知道？你是武者？说吧，是谁指使你毒杀我家大小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哟，还是块硬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哼，你太天真了，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没办法了？本仙子有的是方法知道。话音未落，一只素白的手掌却快如闪电，轻轻按在了清风的天灵盖上。这是……清风跟在皇帝身边这么久，见多识广，陆真真使用的方法他是见过的，也畏惧这样的办法，没想到今日会用到自己的身上。不让他多想，感觉一股阴冷诡异的力量冲入脑海，让他整个思绪瞬间回笼。这一刻，他的意识被撕扯搅动，所有的记忆都如画卷般不受控制地在另一个人面前展开。让我看看。哦，是薛老钱婆身边的大丫鬟在杀手榜上找到了排名第25的杀手，赏金500两银子，暗杀大小姐。不是，身为六皇子身边的贴身侍卫，居然挂民间私活，老皇帝知道吗？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选择了毒杀。如果是在平日里，我一定会放过你一马，毕竟大家都是爱钱的同道中人。可惜你暗杀的是大小姐，你可值50两啊！是御林军，我有救了！响声很快引起了御林军的注意。何人在此？出来！你以为我没瞧见你丢石子出去？我是让你故意引他们来的。你和六皇子进宫，宫里就出现了行刺。你觉得皇帝会这么想？会不会觉得是六皇子的手笔？也许他们父子情深，不会怀疑，但背锅的人又会是谁呢？他说完不慌不忙，掌心凭空出现一个灰面具，
当着清风的面缓缓将其戴在脸上，想让他们救你，但阎王说今晚你必须死。拿下！不过时息之间，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一队御林军已尽数躺在地上死了。这个女人至少是个1品武者，这个女人年纪轻轻的就能到达这种地步，我败得不远。现在你可以安心上路了。看似轻飘飘的一掌打在清风的胸口，搞定，再收个尾，50两银子就到手了。身形一纵，便消失在假山的阴影里，朝着宫外宁远侯府的方向掠去。清风，清风，你到哪儿去了？好嘛好嘛，人都死了。陆真真隐匿于暗影之中，一个翻身出了皇宫。宁远侯府深处的一间厢房内，死寂无声。薛老夫人的大丫鬟翠竹在睡梦中不安地蹙起了眉头。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她僵硬地转过头。昏暗的光线下，一个男人的侧脸映入眼帘，双目圆睁，面色清白，早已没了声息。而他的胸口正正插着一柄匕首，那匕首的样式他再熟悉不过，是老夫人赏给他防身用的。浓郁的血腥气扑面而来，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少爷，少爷不好了！京兆府尹的林大人带着官差来府上了，说要见您。京兆尹林轩，他来做什么？难道和昨晚失踪的清风有关？二弟，你来了。林大人说有一件命案需要你帮忙。到底发生什么了？怎么会牵扯到命案？命案？死的是何人？与我有关？敢问二上，您身边是否有一位名叫清风的贴身小厮？我身边的确有一个叫清风的贴身小厮。林大人询问他，莫非他犯了什么事？他死了。什么？死了？清风怎么会死？他可是3品武者呀！没想到真真这丫头手脚如此利索，我以为听到清风的死讯还要等几天呢。死在哪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晨是宁远侯府报的官，尸体是在薛老夫人身边大丫鬟翠竹的床上发现的。宁远侯府？别说苏南渊了，苏家4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再一次询问林轩。清风是个武痴，贪点小财，对女人不感兴趣，怎么会死在女人的床上？还是宁远侯府老夫人的大丫鬟的床上？一定是有人针对我设的局，一定是这样。嘿嘿，这件事是我做的，不用谢。谁让你老不死的让翠竹买凶杀手？谁成想清风为了赚快钱，就接了刺杀大小姐的活，想着自己就在镇国公府，下手的机会不要太多，然后就有了后来下毒的事儿。大小姐给了50两解决清风，只是杀了他怎么能够？恶心老钱婆才是最重要。只要李雪往死里查，定然会牵扯到老钱婆身上，即便最后找个替死鬼，也得让宁远侯府脱层皮。秦氏母女3人听着这心声，瞬间明白了前因后果，心里不约而同地暗骂一句：薛老太婆这件事都不干。二上，清风既是您的贴身小厮，本官有几个问题需要询问。林大人请讲。清风昨日离府，可曾与您说过要去何处所办何事？并未。昨夜我出府见了一个朋友，他就在门口等着，等我出来他就不见踪影，至今未回。若不是林大人前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死了，还死在宁远侯府。那他平日里可有与人结怨？尤其是宁远侯府的人？绝无可能。清风性子沉稳，从不与人交恶，更与宁远侯府毫无瓜葛。那是你不知道，
他为了500两银子，连主子都敢卖。二少应该不知清风之死的内情，但一定是隐瞒了什么。最后一个问题，清风最近的言行举止可有异常？并无异常。好，多谢二少配合。清风的事牵扯镇国公府和宁远侯府，本官定会好好详查，给两府一个交代。就此告辞。渊儿，这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林大人不在，你给娘说实话，清风是不是你？二弟，昨晚我给你做安神茶的时候，清风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你们昨天到底去哪里了？二哥，你说话呀，急死个人了。母亲、大姐、小妹，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我想起来有要事去办，立刻必须出府一趟。话音未落，他便已转身，脚步踉跄却又飞快地朝着府外冲去。二哥，这么火急火燎的，是去哪儿？当然是进宫了。清风这个3品高手被杀，肯定是要给大老板汇报情况的。不告诉，怎么能从皇帝手里要个高手？毕竟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怕被苏家人知道，还随时丢了小命，不得找个武功好的贴身保护自己。昨夜御书房外死的那10几个御林军，算是给皇帝一个警告，想杀他易如反掌。可惜呀，就算派什么人查，给10年都不会查到我头上。就怕那老小子不做人，借着这个理由治倒霉世子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稍有不慎就会牵扯镇国公府，到时候再去杀一波，顺便给老皇帝剃个眉毛，让他一天到晚嘚瑟，最后找个皇子背锅，完美。好啦，你们姐妹快去收拾一下，太傅府嫡女的生辰宴可不能迟到。是啊，母亲。大姐，你说那宁远侯府的老夫人胆子也太大了吧，光天化日之下就敢买凶杀人。她不是胆子大，而是她觉得我们苏家好欺负。没错没错，老千婆就是这样想的。大小姐进侯府后温和谦逊，心善大度，可不就觉得好欺负吗？若不是有真真相助，我都死了好几次了。对对对，我最厉害了。陆真真在一旁挺起小胸膛，满脸快夸我的表情。的确，有陆真真在，我们定能改变惨死的命运的。太傅府到了。不愧是我家大小姐，直接碾压在场所有人。看看那些夫人小姐，眼眶都嫉妒的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得了什么传染红眼病呢。不少世家小姐三三两两的站在一起说说笑笑。大姐，太傅果真是爱花之人，养的牡丹太好看了，我们过去瞧瞧。花养的真好，可见太傅是个极其重文雅的人。哟，这不是镇国公府的苏家姐妹吗？苏宁烟循声望去，只见魏若雨正领着2位衣着华丽的少女，一脸假笑地走了过来。若雨姐姐，你瞧瞧苏二小姐，这几日不见，气色是越发的不好了，看来真是被人抛弃了吧？你们胡咧咧什么呢？魏若雨，你忘记了上次的教训了吗？苏二小姐生什么气呀？这可不是我们3个故意针对你。七皇子说你不要脸纠缠他，你做得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还怕我们说？七皇子到底给这些女人下了什么降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魏小姐比我们2小姐还没脑子，跑去追问七皇子为什么去镇国公府求娶，七皇子演戏就给哄过去了。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纠缠七皇子，你们凭什么造我谣？他气急败坏又尖锐的声音吸引了无数来太傅府做客的宾客目光，慢慢围了过来。我们胡说，苏二小姐，是七皇子亲口说的，他对你并无他意，更没有要去镇国公府求娶的意思。倒是你们苏家还敢造谣七皇子上门求娶，真是脸皮也太厚了些吧。就是，也不瞧瞧自己长什么样，七皇子根本就看不上你。你们，
魏若雨，你们血口喷人！本小姐一口唾沫一口钉，从不血口喷人，大家可都听着呢。七皇子仁厚，不好当面驳了你们苏家的面子，可私下里早就把这事儿当笑话讲了。周围的宾客闻言，看向苏家姐妹的眼神顿时变得微妙起来，窃窃私语声四起。魏小姐，七皇子殿下仁厚，想来不会在背后非议他人。倒是魏小姐你们将殿下私下之言四处宣扬，也不知是何居心。你这是在污蔑皇子，还是在构陷我苏家？苏宁烟，你得意什么呢？不过就是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有什么资格在这边教训我们？就是，自己守着个空壳侯府，还要替别人养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种，哼，真是可怜又可笑。我们若雨姐姐身份金贵，岂是你这种晦气的女人能比的？好家伙，直接人身攻击了，还世家小姐呢，这嘴脸真够恶心的。三声清脆响亮的耳光接连在三个女子的脸上炸开，魏若雨、张小姐、方小姐三人甚至都没看清是谁动的手，只觉得脸颊一阵剧痛，整个人都被扇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不知何时已站回苏宁烟身侧的丫鬟陆真真。你个贱婢，竟敢打我！苏宁熙，你什么意思？你让这个贱婢如此羞辱我们，信不信我让我爹参你们陈国公府一本？你们都看清楚了吗？都懵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丫鬟打世家小姐，这人疯了吧？陆真真见状，反手又给三人一个耳光，声音极其清脆，让此时的安静更加寂静。这次看清楚了吗？春桃和春芽赶紧点头，就连愣在一旁的苏家姐妹都下意识点点头。不好，这疯丫头不是给自家小姐找事儿吗？这两巴掌堪比毁容，丞相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啊，原来世家小姐之间也会扯头花，这么可怕呀，比乡下的大姑大姨掐架还要厉害。不会只当了半天的贴身大丫鬟，就又被赶去刷公桶吧？主子受辱，便是我们做奴婢的失职。你们要记住，护着主子是你们的天职。日后若再有这种情况，谁敢对大小姐和二小姐出言不逊，你们就给我第一个冲上去，撕烂他的嘴，哪怕拼上这条命，被人活活打死，也绝不能让主子受半分委屈。听明白了吗？这才是职业丫鬟的自我修养。一味的忍让只会让敌人得寸进尺，狠狠地打回去，打到他们怕，打到他们听到主子的名字就哆嗦，就没人敢欺负主子了。毕竟护主不利也是死。是，奴婢明白了。这就是你们苏家的家教。好，好的很。来人，赶紧给我拿下！你这个狗奴才，我杀了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反了反了，镇国公府的丫鬟都敢当众行凶了！来人，把这个贱人给我抓起来！你们都死了吗？还不快把这个贱婢给本小姐抓起来，乱棍打死！然而三人的丫鬟听见主子的命令，快速上前朝着陆真真袭去。春桃和春芽张开双手保护苏家姐妹，即便身子在发抖，还是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家小姐。陆真真大步上前，一脚一个将三个丫鬟踢倒在地，摔了个狗吃屎。还有没有出头的，一起上吧。嘿，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既然没人了，那该我说了。魏小姐，这是什么？想必你比我更清楚吧？魏若雨看着有些眼熟，拿过陆真真手里的信笺，看清上面的字迹和内容，瞳孔骤然一缩。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得到的？不会是偷我的吧？魏小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那些还在你柜子里锁着呢，不信你派人回去寻，
这些都是七皇子送给二小姐的。你说我们二小姐纠缠七皇子，你说七皇子对她并无他意，甚至当成笑话给你们讲，那这些信件又是什么？居然真的是七皇子的私印。还真是啊，难道苏二小姐没有撒谎？七皇子若不喜欢苏二小姐，为何要送信件让人误会？魏小姐不会是在撒谎吧？七皇子想借贵族小姐们的口，造谣损毁郑国公名声，这次恐怕他要失望了。有真真在，不会让我们吃亏的，我们就安心看好戏吧。一日不见，思之如狂，宁戚无爱，倾心可知。希儿，我与你愿为比翼鸟，愿为连理枝，只盼与亲长相守，岁岁年年。别念了！傻眼了吧？自己天生收藏七皇子的情诗，没想到其他女人也有吧？除了名字，一个字都不带改的。怎么会这样？这不是七皇子给我写的情诗吗？什么？你胡咧咧什么呢？这明明是七皇子写给我的情诗啊！两人瞬间眼红，扭打了起来。魏若雨不相信七皇子给苏宁熙送什么情诗，定然是他伪造的。但现在看着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两位手帕交，居然跟为了一个男人大打出手，这个男人还与自己有私情。哼，魏若雨以为自己与闺蜜同仇敌忾，没想到自己两个闺蜜也是七皇子池塘里的鱼吧？不对，这明明是七皇子写给我的。不知谁从人群里喊了一嗓子，只见将军府的程小姐怒气冲冲的上前：我和七皇子两情相悦，你们算什么玩意儿？都是不要脸的小贱人！还是将军府的小姐彪悍啊！你们围在这聊什么呢？柔弱无骨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来人正是今天生辰宴的寿星公太傅嫡女李雅芝。李姐姐，魏小姐污蔑我，说我不要脸，纠缠七殿下。我与七殿下根本就不熟，她怎么能如此诬陷于我？还有张小姐和方小姐骂我大姐是个没人要的寡妇，给别人养野孩子。李姐姐，任谁听见这样的话都受不了这样的气吧。所以我的婢女为了维护我们姐妹才出手教训他们的。李姐姐，你可得给希儿做主啊。这丫鬟的力气到底有多大？一巴掌能伤成这样？你们三人为何会说出此话？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李姐姐，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七皇子给苏二小姐送的情诗我也有。碧玉，你回府将信拿来。李姐姐，我们说的千真万确，那情诗明明就是七皇子写给我的。哼，李小姐，不要听他们胡说，那些情诗是七皇子写给我的，他们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件事，就开始造谣。我与七皇子两情相悦，所以我才将情诗随身携带。李雅芝看着手里的情诗，脸色煞白，拿着信笺的手不断颤抖，两行清泪不由得滑落。瞧李家姐姐的样子，不会也跟七皇子有什么吧？太傅是几位皇子的老师，七皇子和李家小姐日久生情，也是正常的。你现在知道了，以后就别再想着七皇子了。我才不会呢，这么多女的，真当自己是皇帝，要开三宫六院啊？人家李小姐才和这些鱼不一样，她可是七皇子爱慕了多年的白月光。七皇子知道李雅芝身体柔弱，太子之位的事情并未告知她，这下两人的误会可大了。李雅芝顿时觉得眼花，头昏脑胀。这个连锁反应有点大呀。芝芝，你怎么了？一道黑影冲了出来，正是七皇子。芝芝，你身体还能支撑吗？要不要回屋歇歇？
我没事，谢过七殿下。芝芝何时跟我如此生分了？芝芝，谁惹你生气了？李雅芝直接将手里的信笺递给他，示意自己的丫鬟带自己去一边。好大的胆子，竟敢伪造我的字迹，还敢伪造本殿私印，说到底是谁的？看样子七皇子打算撕破脸，不想承认啊。殿下，这可是前夜与我游湖你亲手给我的，难道和我游湖的人不是七皇子，而是有人易容的七皇子？不愧是将军府小姐，脑回路不一般啊。若是真有乱臣贼子易容成七皇子的模样接近我，定然是想偷取我将军府机要文件，此事定要启禀皇上才行，否则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将军府承担不起这个后果呀。程小姐没有看见脸黑的七皇子，自顾自地说道：有程小姐开头是个好机会呀，不知道这些世家贵女能不能抓得住机会了。既然七皇子不要脸，就别给他留面子，直接炸了他的鱼塘。七皇子，那人也拿着这些形式接近我，既然不是七皇子本人，定然是那乱臣贼子的阴谋。殿下，你可得要为丞相府做主啊！魏小姐聪明。殿下，那贼人也送了我情诗，还鼓动其他世家小姐诬陷我纠缠于你，这不是想让我们郑国公府记恨皇室，从而鼓动逼迫郑国公府造反？这样的险恶用心，绝不能放过此贼。若这事处理不好，太子之位就悬了呀。他进退两难，一张俊脸涨成了猪肝色。前面有人打了样，其他收到情诗的小姐纷纷站出来，邀七皇子缉拿贼人。太傅跟一众宾客看见这么多女人站出来，都吓了一跳。这贼人不但易容成七皇子，还敢私下雕刻皇子印章，他想干什么？想要动摇大昭的百年基业吗？这件事必须将贼人抓住，否则大昭危矣啊！谁知道那个贼人还会易容成哪些人的样子？这事我明日就上奏。七皇子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谋划了3年的计划，竟如此戏剧被人拆穿。最重要的是，我还要为这烂摊子擦屁股。芝芝还因为这件事不理我了，都是苏家人干的好事，我定不会放过郑国公府的。一场闹剧让苏宁熙也没心情待下去了。苏家两姐妹给太傅和李雅芝说了一声，带着自家丫鬟离开了太傅府。今天可真热闹，我可算开了眼，七皇子居然跟那么多女子有往来，时间是怎么安排过来的呀？所以我才说七皇子是个牛人。除了刑部尚书嫡女白青青，3省6部家里的嫡女都养在七殿下的鱼塘里了。大姐，你没事吧？无妨，只是有些乏了，前路怕是更不好走了。郑国公府书房，主子，这里是1万两黄金，您的私人资产只剩下1个庄子和3间铺面。很好。莫莹，属下在。去把陆真真请来。世子，一个丫鬟何须属下亲自去请？哼，什么能治疗魔气，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若是真有那个本事，怎么可能会沦落到当人的死士呢？去请。是。莫莹，有事吗？回老夫人，主子请陆真真去一趟。真真，你跟着莫影去一趟吧，等大哥的事情处理好了，你就好好休息。下午我不出门，有春桃在。是，大小姐。我警告你，别玩什么花样，排名不过331位，要不是大小姐喜欢你，你以为能进得了主子的眼吗？我可以理解，你这是在嫉妒我比你更得世子看重吗？胡说八道！我和主子一起长大，你能和我比？既然如此，你阴阳怪气什么？难道说你吃醋了？哎呀，放心，我对你的世子爷不感兴趣，
你的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我才看不上一个早死的倒霉世子爷，更何况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银子的速度，当然冤大头除外。你胡说什么？我和主子只是单纯的主仆关系。那你激动个毛？这冰块脸还挺有脾气。你等等，主子这次卖了大部分的私产，凑了1万两金给你。要是你敢骗主子，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并且杀了你。行行行，你说的都对。金，那是1万金。按照之前说的，救病奸王何时能治好？主子是想一次就治好，还是分多次治好？一切由主子说了算。分3次吧。就分3次，我今晚就去。后面2次治疗的时间由我安排，你下去吧。主子能让莫影首领帮我把1万金送去我的房间吗？太重了，我拿不动。莫影那冰块脸，搬着3箱金子的时候，脸色怕是比锅底还黑吧。不过看在他辛辛苦苦当搬运工的份上，就不跟他计较了。哇，好久没看见这么多小钱钱了。陆真真素手一挥，一只虎斑纹的猫凭空出现在床上。开饭啦，我的吞金兽。陆真真打开门，身影已化作一缕青烟，融入了沉沉的夜色之中。与此同时，并肩王府。王爷，夜已深啊，您身子本来就弱，还是要多保重身体，今日早些歇息吧。这些公文是看不完的，明日看就是。福安，你知不知道，开年不过3个月，呈上来的命案、悬案竟然竟比去年1整年还要多。本王若是心安理得的躺下歇息，又如何对得起那些枉死的那些枉死的百姓？如今邪祟横行，冤魂无处安息，本王心难安呐。本王只有1年的寿命了，能做的就是帮百姓一天算一天了。萧莹那双原本专注于卷宗的凤眸倏然一凛。谁在那里？出来！有刺客，快来人！保护王爷！有刺客10数名身着玄甲、手持长刀的王府府兵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可惜了这张颠倒众生的脸，居然是个短命鬼。瞧架势，病秧子的脾气还真不小。大胆刺客，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你是跑不掉了。误会，我可不是刺客，刺客会说成我这样？那你偷偷摸摸进我们王府作甚？有人出万金让我来救王爷，前来治病。哦，万金救本王，你可知道本王是什么病吗？魔气侵入肺腑，靠着镇魔司的破魔丹苟活下来。要不是你以前身体好，都过不了今年15。萧莹一巴掌重重打在书桌上。哎呀，败家子儿啊！不要，可以给我换钱吗？金丝楠木可是价值100金啊！就这么水灵灵的拍没了？来人，拿下！魔气未熟的消息，只有我的几个心腹知道。这个女人是如何得知的？只听得一阵衣袂破风之声，不过眨眼之间，方才还气势汹汹的10数名府兵，竟像是被抽去了骨头一般，一个个双眼一翻，软软的瘫倒在地。这女人是什么鬼玩意儿？你不要过来！站住！不愧是上过战场、杀过敌寇的战神王爷，这定力比他身边那咋咋呼呼的太监强多了。王爷，看见了吗？我真不是杀手，不是来刺杀你的。我若想杀你，就凭你府上这点人，根本拦不住我。真是有人给了我万金来救王爷的。
姑娘真的有办法能够医治本王？脱衣服吧。什么？这女人要干什么？大胆！你这刁民竟然公然羞辱王爷！这死太监戏真多，王爷都没说话呢，他倒先护上了。我又不是女色魔，绝色在银子面前啥都不是。正想要说什么，就看见萧莹站起身开始脱衣。不知道这个女子说的是真是假，即便有1/1000的机会，我也不能放过。毕竟我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能就这样死了。哟，身材不错嘛，可惜是个病秧子，穿衣显瘦，脱衣，还是瘦。妈呀！自从萧莹中了魔气，就不让人近身伺候了，这还是福安第一次瞧见。鬼呀！有鬼误附在王爷身上了！只见萧莹光洁的后背上，正对着心脏的位置，赫然盘踞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卵。天，我靠，这不是我家那条不省心的长虫吗？好家伙，小青这货居然从上界追着我的气息跑来找我了。陆真真除了本命兽，还有6个契约兽，每一个都是奇葩。本命兽吃金银之物，小青独爱吞噬天地间的至阴至邪之气，尤其是魔气，对他而言简直是无上美味。小青这么牛的吗？居然会给自己找了个魔气自助餐啊！姐姐，是你吗？你怎么来了？大黄他们呢？我们是一起来的，只是下界压制了我们的修为，然后就失散了。我看到这个人快被魔气给吞噬了，才附在他的身上的。要不是我吸收了他身上的魔气，他早就已经死了。知道了，安分点儿，你还要3天后才能正常破壳。好的，主人。或许这个女人真的能够让我活下来。王爷，今日不便去除魔气，3日之后，等里面的东西出世，我再来王府为王爷医治。为何？这样的东西还要等它出世？这可是怪物呀！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王爷，3年前的那次是九死一生吧？是，差点就回不来了。王爷，你可知你之所以能活命，是因为你背后的卵。你说什么？活命？靠着这个在我背后盘踞了3年，日月吸食我心血的鬼东西活命？哼，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么诡异的东西怎么可能救了王爷？少在这妖言惑众！你这妖女，休想用鬼话来蒙骗王爷！那等邪物分明是想取王爷性命。王爷，3年前你中的魔血咒，天下无解。按理说，你早该化作一潭脓血，为何能活到今日？是啊，为何？这3年来，我请遍了名医，耗尽了天财地宝，也只能勉强延缓魔气侵蚀的速度，身体却是一日比一日虚弱。所有人都断言命不久矣。可是如今3年过去了，我还苟活着，当真是他救了我。魔血咒能让你体内瞬间充斥磅礴的魔气，本该在你诅咒的时候瞬间爆发，是他附身在你身上，将你身体的魔气化作了他自身成长的养料。他虽是寄生，却也为你筑起了一道屏障，长在你血肉里的黑色的那些管子，是他护你心脉而形成的。当然，他也萃取你少量的生命精气，但相比于魔血咒的致命一击，这点损耗小巫见大巫了。你说3日后他便会出世？没错。陆真真点头。3日后他会吸进你体内最后一丝魔气本源，就会破壳而出。放心，我会养着他的，不会让他害人。那时也是你体内魔气最虚弱的时候，只需要治疗3次就能痊愈。3次
3次就能痊愈？陆真真心里嘀咕，若不是倒霉世子爷吩咐，1次就够了。那个，王爷，下次来的时候可以走正门吗？拿着，有了这个东西，无人敢拦你，你任何时候来王府都可以。不愧是并肩王，真是好悟人性啊！一个令牌居然是黄金做的，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将令牌熔成金瓜子换钱。福安，奴才在。去账房取500两银票来。是，王爷。500两是给我的对吧？姑娘，请问是谁出了万金，让你来救本王？时间到了，你自然会知道。王爷，银票取来了。兵也没吃就拿钱，这怎么好意思呢？切，不好意思就别往怀里揣呀。这500两算是本王给姑娘出诊的谢礼，之后的3次，每次都会有500两。团团呀，姐姐我终于遇到了财大气粗的冤大头。谢了，若有什么案子让王爷棘手了，只要够诚意，我定帮王爷办成。告辞。翌日，皇城金銮殿，岂有此理！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冒充皇子潜入世家，与贵女私相授受，这是在打谁的脸？是在打朕的脸，是在打朕整个皇室的脸。老七，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那贼人谁都不冒充，只冒充你。完了，全完了！父皇知道这件事是我在操控了，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父皇肯定对我很失望了。大理寺，臣在。给你10日时间，10日之内侦破此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臣遵旨。这件事等回去好好问问小妹。还有你们，都给朕回去管好自家的女儿，再与那贼人不清不楚的一律诛9族，休怪朕不念君臣情分。吾皇圣明。御书房，废物！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针对苏家，但手别伸得太长。你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招着其他世家贵女想做什么。虽然朕说过，谁扳倒苏家谁就是太子，那是朕愿意给的，但是你们不能伸手要，懂吗？一个比一个没用，都是废物。这件事你收好尾，别让苏南辰抓住把柄。还有，这半年你就好好的待在府里，哪里也不许去。没事的时候就多动动自己的猪脑子，废物。萧泽顿时瘫软跌坐在地上。继3哥后，他是第2个被禁足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府的。君朗的脸上满是愁云惨雾。必须将这件事情赶紧了结才行。七皇子那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现在世家贵女都闭门不出，他碰了面都觉得脸上无光，还不如陪姐姐来侯府小住几日。一行人刚走到侯府朱红的正门前，门内便呼啦一下涌出几个婆子，为首的是个年轻貌美的妇人。这人是谁？怎么从未见过？奴婢是老夫人招来照顾念华少爷的奶妈，夫人叫奴婢晚秋。苏宁烟瞬间明白，这人就是薛华在外面养的外室，也是薛老太婆找来恶心他的。瞧瞧长相也不咋地，也不知道是薛华审美有问题，还是这女人勾人的手段太厉害。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薛华已经长埋底下了。老夫人吩咐了，夫人祈福的白马寺发生命案，身上沾了晦气，特命奴婢在此等候。炭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声响，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夫人，请您跨过这火盆，驱邪，方能进府。你说什么？你们宁远侯府好大的胆子！我姐姐是镇国公府的嫡女，是你们侯府
明媒正娶的正牌夫人，侯府的当家主母。你们竟敢让他跨火盆，这是把我们镇国公府的脸面放在哪里？跨什么火盆？你们侯府就是一个大火盆。这是老夫人的意思。如果夫人不愿意，那今日只能从角门进了，日后只能住在落风院了。只有初一15才能到前院。来人，让夫人跨火盆。薛彻噌的一下窜到苏家姐妹身前，手里握着陆真真送她的匕首，冰冷的目光盯着眼前众人。哼，夫人，这就是你收养的二少爷？比起我们大少爷，那真是差远了，一点儿也没有世家少爷的样子，只知道舞刀弄枪。姐，怎么办啊？早知道就不给珍珍姐放假了。若是大姐拒绝，老夫人以不孝公婆直接给大姐一封休书，私吞大姐的嫁妆。若是大姐同意，一句去晦气，薛老太婆便是将克死她儿子的名头死死地扣在大姐头上啊。放心，老太婆还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任她拿捏的软柿子吗？你的意思是，老夫人觉得我苏宁烟是个晦气？奴婢没这么说过，是你自己胡乱想的，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苏宁烟没有再理他，而是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走到了那火盆之前。姐，你还真快呀！这不是在羞辱我们国公府吗？让大哥帮你和离，我们回国公府去。哼，还侯府主母呢，也就那样，还不是任我拿捏？可就在下一瞬，狠狠地踹在了那黄铜火盆的边缘。一声巨响，滚烫的火盆被他一脚踹飞，在空中划过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旋转着砸向地面。啊，小心！回去告诉老夫人，我苏宁烟福运加身，是你们宁远侯府接不住。反了，真是反了天了！一个不下蛋的母鸡，竟敢在侯府门前撒野！你们都死了吗？把他和他那个野种妹妹一起绑了，等候老夫人发落。侯府护卫们面面相觑，一时有些迟疑。一群废物！老夫人的话你们也敢不听？出了事我担着。得罪了夫人。姐姐小心，保护小姐。两人一左一右，如两尊愤怒的门神，死死护在苏家姐妹身前，而中间站着拿着匕首的薛彻。三人将苏家姐妹死死地护在身后。我看谁敢动我们家小姐一下！住手！何人敢在宁远侯府门口闹事？为首的是一名身着官袍的年轻官员，京兆府尹林轩。这贱人好大的胆子，竟敢私下报官！日后定要老夫人好好搓磨搓磨才行。林大人，苏夫人，是何人与你在侯府大门起争执？告诉本官，本官给您做主。这贱人不会是要告状吧？老夫人说她曾经背着侯爷偷汉子，不会是这个什么林大人吧？两人如此熟络，莫不是真是姘头？只是府里的小事情，让林大人见笑了。不知林大人来侯府有何事？李婉秋见苏宁烟没有告状，暗暗松口气。白马寺行刺一案，3名活口刺客已尽数招了。本官此来，正是为了缉拿幕后主使。拿人？林大人，拿谁？究竟是谁丧心病狂，要雇杀手杀我姐姐？我姐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何时得罪了人了？还雇凶杀人这么狠，这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啊！林大人，请。大姐，他们抓的不会是老太婆吧？苏宁烟点头。快，春芽，你快去。啊，
去哪儿呀，小姐？去找珍珍姐呀！你要跑快点儿，官府来宁远侯府抓老太婆了。千载难逢的好戏，她爱看，快去！晚了可就看不着老钱婆被拖出来的精彩场面了。他拿出吃奶的力气，朝着国公府狂奔，直奔陆珍珍所住的房间。珍珍姐，你醒醒！哎，小牙牙乖，别闹，我今日放假不用早起，天塌下来也别叫我。珍珍姐，不是天塌下来，是宁远侯府出事了。春芽错愕地看着满脸污泥的陆珍珍。啊，珍珍姐，你的脸，什么东西这么臭？咦，好臭！小牙牙，你在我房间里拉屎了？珍珍姐，臭味是从你身上发出来的。我记得昨晚没有拉屎啊。小牙牙，你先出去稍等一下。快速给自己使用了清洁术，满身污垢都消失不见，肌肤比以前白嫩不少。他走到铜镜面前，之前平平无奇的一张脸有了变化，变得好看了，正朝着原本的容貌而变化。12700没白花。珍珍姐，二小姐让你快点，不然赶不上好戏啦！就在春芽把手拍红瞬间，房门开了。哎，珍珍姐，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怎么突然感觉漂亮了好多啊？啊，我每天都一样啊。你刚才说宁远侯府怎么了？白马寺刺杀一案有结果了，林大人刚去宁远侯府抓人了，二小姐让我叫上你去看好戏。哇，还有这好事儿！老太婆吃瘪的现场，不看白不看。陆珍珍兴奋地跑出国公府，春芽看着一溜烟不见的背影，只能上气不接下气地在后面追。小牙牙，你身体不行啊，这些时日给你和小桃桃一人1颗的药，吃吃啊。什么药啊？陆珍珍嫌弃春芽跑得慢，直接一个单手公主抱就往宁远侯府跑去。同时宁远侯府小佛堂，薛老夫人，靠嘴上念念佛经，拜拜菩萨，就能洗刷你身上的罪孽。白马寺刺杀一案已经有了结果，请老夫人跟我去京兆府一趟。林大人，老身虽被皇上夺了诰命夫人的头衔，但也不是你能随意胡乱攀咬的。白马寺刺杀一案有3个凶手被活捉，他们指认是你给了300两，让他们去杀苏夫人。胡扯！她是我的儿媳，侯府当家主母，我为何要杀她？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既然犯人供出老夫人来，按例就得去京兆府协助调查。若与老夫人无关呢，定然会将您安全无虞的送回宁远侯府。出来了，出来了！不是吧？哎，我没眼花吧？这不是宁远侯府的老夫人吗？什么？我没看错吧？婆母买凶杀儿媳？天啊，这是何等的人间惨剧，闻所未闻啊！不会是因为宁远侯死了，这老夫人想要谋划儿媳妇的嫁妆吧？为了这点家产，连脸都不要了。这贱人咋就这么命硬？不急，我迟早要将这个女人弄死。我去，老妖婆这眼神儿淬了毒啊！这老钱婆的眼神也太吓人了。别怕，有奴婢护着你。二小姐胆子也太小了，看看大小姐不带怕的，直面硬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的命我要定了。苏宁烟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前厅落座。王管家，大少爷呢？回主母，大少爷正在跟夫子上课呢，要奴才去请大少爷吗？这位教书先生可不得了啊，是当朝太傅的师弟，
论文采这位更为出众，只是个性使然，不喜朝廷那些阿杂事，辞了官。要是他有那么一点点野心，还有李太傅啥事儿？为了让孙子顺利承袭爵位，老太婆还是很舍得下本钱啊。毕竟请这位出山收弟子代价绝对不小。是谁安排的？是老夫人。为何不知会一声？彻儿也是侯府的公子，为什么他不能一起上课？是不是你们阳奉阴违，没有说？楚母饶命啊，并非奴才不说，是老夫人不让告知的。死老太婆还要大姐养野种，真是恶心。你说什么？你说是大少爷身边的奶娘说的？不是，是老……王管家愣了愣，他很快反应过来，主母想要用这件事惩治了新来的奶娘。是，回主母，就是那贱人说的，还说大少爷一切事情都由他做主，就是主母你也不行，还说侯府以后是大少爷的，二少爷学不学都无所谓。看王管家讨厌的样子，李婉秋在侯府的人际关系并不太好啊。也是，自己的亲儿子是侯府大少爷，怎么能和这些下等人一样？等儿子继承爵位，他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真是痴人说梦。春桃，你带小公子去大公子那里，都是我苏凝烟的儿子，岂能厚此薄彼？是，小姐。春桃扶扶身，牵着薛彻离开了。王管家，你亲自带人去把奶娘带来，若不愿来，就给我打断腿带过来。王管家带人找到李婉秋时，他正房间里收拾细软准备跑路，闯进去时正好看着他往包裹里塞金银珠宝。快给我绑了，带去见主母。这么多金银珠宝，我见都没见过，定然是偷拿了主家的东西。他跑了不要紧，主家丢了东西，我们这些签了卖身契的人可就要受他罪了。你们想干什么？主母，这贱婢偷了主家的东西，准备逃。我的乖乖，这个外室的小金库居然这么多钱，看起来薛华对他的确不错。胡说，这都是我的嫁妆，不是侯府的。早知道就不该让薛华死得那么早，只是活埋也死得太便宜了，真恶心。大姐，这不是娘给你的银鎏金梅花步摇簪，我很喜欢，你说等我及笄礼时送我的，怎么会在这里？还能为什么？薛华偷出来送的呗。什么是你们的？明明是我的！你们如此诬陷，是想要抢我的东西！既然说这些东西是你的，可有购买凭证？都是别人送的，没有凭证。是谁送的？找出来对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别怪我心狠。是，你管是谁送的，反正我没偷。况且我没有签卖身契，你们没有资格处置我。你们把东西还给我，我马上出城，以后都不回来了。这女人怎么耍无赖了？薛侯爷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和我姐相比，简直是一坨烂泥。薛华喜欢李婉秋身上的狐臭味，觉得那才是女人味儿。做那事的时候，一直埋头使劲嗅，使劲亲，气味越大，越让她飘飘欲仙。对身上没味道的女人提不起兴趣，这爱好也真是不忍直视。此奴婢以下犯上，掌嘴20。小姐发话了，上啊！他快速上前，朝着李婉秋的脸就是一巴掌。你一个贱婢也敢动我！以前日子是苦，可自从跟了薛侯爷，我就没有干过一点活，被人用心教养着。这个贱婢居然敢打我，他怎么敢的？春雅眼睛一闭，心一横，又是一巴掌。小
小瑶瑶还是很有潜力的。心里没有了疙瘩，春芽瞬间打上瘾了，来回抽李晚秋的脸都已经超过了20下。主母身边何时多了这么厉害的丫鬟呢？太可怕了。他的惨叫声从一开始的尖利到后来的呜咽，最后只剩下含糊不清的身影，昏死过去。春芽，住手！将人关进柴房。苏家姐妹用了午膳又小息一会儿，就被王管家喊了起来。是林轩带着2名官差去而复返。林大人来此，可是白马寺刺杀一案有结论了，可与我婆母有关。这是从刺客身上搜出的300两银票的票根，经过查验呢，是薛老夫人的私库。但老夫人说这是奶娘家里有事儿，自己好心借给她应急的。根据老夫人提供的几条线索，查出是府上奶娘李晚秋借老夫人的名义雇凶杀人。我与那李晚秋今日才第一次见，他为何要杀我？据调查，薛侯爷一直背着你养了外室啊，而且还养了7、8年。李晚秋就是侯爷的外室。养了7、8年？原来在我还未出阁，满心欢喜地描摹着与他的未来时，他的身边早已有了另一个女人。大姐的演技牛啊！若不是知道真相，我都要信以为真了。宁远侯府这是骗婚！呸！我要告宁远侯府。侯爷都死了，告了也没用。不过本官可以帮忙让苏夫人顺利和离。不，我不相信华郎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宁远侯府如此欺辱我，谋夺嫁妆，害我性命，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宁远侯府的。虽然薛华死了，不是还有他老娘吗？华郎都已经死了，他为何还要杀我？就那么恨我吗？不知。不过本官此时前来就是来缉拿李晚秋的。请问苏夫人，人犯在哪儿？等本官调查清楚之后，定告知夫人。人在柴房关着，王管家，带官差去抓人。我听见了什么？奶娘是侯爷的外室，还养了7、8年，我居然一点都没察觉。老夫人让奶娘照顾大少爷起居，难道大少爷是奶娘和侯爷的种，是侯府亲嫡孙子？难怪老夫人要领养一个孩子当嫡孙，继承爵位。如此看来，以后要对这位大少爷更好才行啊！苏夫人节哀呀，本官先告辞了。姐，你也太厉害了，我差点都相信了。如果你的四周都是一群豺狼虎豹，你定比我厉害。毕竟你的脾性最像爹爹。如此一来，雇凶杀人的罪名要落在李晚秋的身上了。薛老太婆又逃过一劫。她为了保命，将罪名推到李晚秋身上，基本也算毁了薛老侯爷和薛华多年的名声。他日后定会更疯狂，也更谨慎了，得小心了。那岂不是没办法弄死他了？要不然拿点钱给珍珍姐，直接赶了老妖婆？不可，三皇子到现在还未放弃宁远侯府，定然有什么把柄在婆母身上。贸然杀了他，只会让我们国公府和陆珍珍都处于浪尖上。那怎么办？怕什么？薛念华不是还在侯府吗？那可是我婆母的软肋。官差冲进去，将昏死过去的李晚秋架着带回了京兆尹的牢房。一盆凉水泼在李晚秋的脸上。苏宁燕，你个贱人，
一个死字活生生让李晚秋咽了下去。他此时才看清自己并不在侯府，眼前坐着苏宁烟的姘头，那个什么林大人。这个贱人居然让姘头给他出气，太不要脸了。大人，奴婢为何会在这里？李氏，你雇凶杀侯府主母，人证物证皆在，你认还是不认？不可能，这不是我的，是老夫人让我这么做的，钱是老夫人给我的。钱是老夫人的，但老夫人说是你老家有事，找她借了银子应急。不是的，不是的。别再挣扎了，你昏迷时，本官就让3名凶手分别前来认人，就是你给他们的银票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呀，你认还是不认？他明白了老夫人为何坚持让他去给钱。从一开始，他就是一枚弃子，一枚随时可以丢出来替老夫人顶罪的愚蠢的棋子。就算给侯府生下长子嫡孙又如何？他不会允许。未来的宁远侯爷会有他这样不堪的母亲，他就是污点。是我雇凶杀人的，我恨宁烟抢走了薛侯爷，我恨他入骨，是我杀的。李晚秋，你涉嫌买凶杀害侯府主母，罪证确凿。你看一下，口供没错的话，就签字画押，押入大牢，择日宣判。送薛老夫人回侯府。是。老夫人，您可算回来了，奴才担心死您了，正想着要不要去京兆尹接您呢。老夫人，您不在的时候，主母已经将2少爷也送去跟大少爷一同上课了。主母让人狠狠教训了奶娘，现在已经被林大人抓去大牢了。他知道奶娘是何人了吗？主母知道了，是林大人亲口说的。他什么反应？主母伤心欲绝，差点哭晕过去。主母还说这几天身体不适，老夫人回来，暂时这几日就不来请安了。伤心欲绝，他可不信，自己差不多和苏宁烟这个女人撕破脸皮了。他都怀疑华儿假死是不是他知道了，才暗中动了手脚。不管是不是，他都会把这些账算在苏宁烟和国公府身上。知道了，从现在起，我要去小佛堂参佛，给日后的永宁侯府积攒福报。府中诸事暂由主母打理，告诉他，晨昏定省就免了。在我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得去佛堂打扰。是，奴才这就去回禀主母。薛老夫人见王管家离开，绕过主路，独自一人朝着后院那座偏僻的小佛堂走去，背影显得格外诡异，却没发现花圃草丛中有个小黑影一闪而过，跟他进了小佛堂。王管家几乎是小跑着进了苏宁烟的院子，态度极其恭敬地将薛老夫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了一遍，然后离开了。参佛？就他那种恶毒心肠的老钱婆参拜菩萨，我怎么这样不信呢？哼，那感情好，省得大节日日去请安，看他那张老脸，我怕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小佛堂，那个地方是不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小佛堂的确有问题，薛老婆子根本就不信佛，她一直想让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心善的人，给宁远侯府多些贤名，演一演还行，也没必要闭关修炼啊。好奇心能杀死一只猫，好想去看看，不如晚上就去。若藏着薛家的宝藏，那可就发了，到时候直接用钱换自由身，
以自己的本事赚钱还不是手到擒来？一想到每月5两银子，心哇凉哇凉的。以陆真真贪财的个性，定然会想办法离开国公府的。不行，陆真真走了，他们这一家可就真没救了。必须满足陆真真所要的一切。必须回去好好说说大哥了，得给陆真真多点月钱。实在不行，让母亲收了陆真真当义女，只要跟苏家绑起来，她就不会走。如果钱不能留下真真姐，我就把大哥明云送到真真姐床上去。只要成了苏家人，真真姐就不会走了。就在这时，一道灰影嗖的一下从草丛中窜出，闪电般的爬上众人围坐的八仙桌。啊，老鼠！侯府怎么会有老鼠？真真姐，快把这个丑东西打死！怎么从国公府跑到侯府来了？来找我的？你怎么跑来了？姐，这该不会是你之前说的府里养的那只吧？就是它，我给取了个名字叫寻宝。它既胆小又爱吃，但通人性，不会伤人的。哎，我能摸摸吗？呀，手感还真不错。然，给鼠好吃的，鼠告诉你小胡糖的事。陆真真眼睛一亮，莫非老太婆真的藏了不少金银财宝？她掌心翻转，拿出一颗丹药递给寻宝。寻宝前爪拿过丹药就往嘴里塞。小福糖里有个密室，里面是个很长长的甬道。后来呢？还要吃一颗。好想知道小佛糖的秘密，要不然再给一颗，反正自己多的是。甬道很长很长，鼠跟着人走了好久好久，尽头是一扇石门，人打开门，外面是另外一个院子。什么样的院子？那院子看起来很破旧，像是很多年都没人住过了。人见了另外的人，说了什么解决什么，鼠没听清。见完，两人都离开了，鼠怕回不来，就按照原路跑回来了。小佛堂连接的废弃宅院里，不知道有没有金银。反正老太婆离开了，等大家都睡了，我摸过去找一找。就是有些好奇，老太婆堵着所有人偷偷离开侯府，到底要办什么事儿？姐，你知道真真姐听得懂老鼠说话？苏宁烟点点头。她是御兽师，当然可以。看来无论用什么法子，苏家都必须要紧紧抱着这只大腿才行。薛彻与春桃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寻宝，寻宝，吃点心吗？这可是府里最好吃的桃花酥了。鼠可记得这人差点打死鼠，而且鼠是吃过好吃的鼠。这压扁的核桃酥，鼠不吃。唉，早知道当初就不用扫帚打他了。彻儿，今日读书感觉如何？先生讲的课可还听得懂？回母亲，先生学识渊博，讲授精辟，彻儿听得十分入神，确实收获颇多。那就好。时辰不早了，希儿，你明日还要回国公府，早些歇息吧。知道了，姐姐。陆真真跟在薛彻的身后出了房门。真真姐，咋了？何时教我武功？现在就想学。你的身体还未打通血脉，欲速则不达。但你吃了这个，你的武艺将会突飞猛进。这是什么？毒药，可以改变你的体质，敢吃吗？陆真真轻笑道。一旦吃了，连续7天夜里都会是锥心刺骨的疼。你先熬过这7天，再来找我。那可是我用18种毒草炼的淬体丹，吃下去保准让他体验一把什么叫脱胎换骨，痛不欲生。就当是拜师前的考验了。要是这点苦都受不住，那也别学了。薛彻没有犹豫，直接将药丸吞下肚。这么信我？信，不管是什么，只要能让我变强，
我都愿意尝试。子时已至，万籁俱寂。陆真真察觉宁远侯府大多数人都入睡了，掀开被子下了床，直接翻窗而出，转身融入了更深的夜色里，身形如鬼魅。陆真真纤长的身影一闪，便已立于佛堂之内，里面空无一人，唯有几尊冰冷的佛像在昏暗中垂着眼，神情悲悯又诡异。陆真真在房间里找寻了一圈，很快看见寻宝口中的花瓶，轻轻扭转，暗门打开。陆真真没有丝毫犹豫，俯身便钻了进去。我先找找这里有没有埋宝藏。陆真真兴奋地绕着小院走了一圈，居然没有。薛老太婆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那道观为何看着有几分眼熟？这地不是原主身死，他来到下界的时候第一次睁开眼的地方吗？难道说原主的死和薛老太婆有关？不对啊，连胜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任务，难道两者有联系？此时院墙外突然传来一阵杂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粗重的喘息。快，就是这里，没人会发现。院门被3个身影狼狈地撞开，3人稍作歇息，发现他们安全后，其中一个刀疤脸的壮汉将肩上一个沉甸甸的麻袋哗一声倒在地上，霎时间珠光宝气冲天而起。发财了，发财！还以为今天白跑一趟，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大哥，这次咱们发了，有了这些，够咱们兄弟逍遥快活一辈子了。分，赶紧分了走人，然后我们分3个方向逃，改名换姓，此生不再见面。其余2人使劲点头，自顾自地拿着属于自己的。原来是3个偷窃贼，想分赃，想得到没？以后这些都是我的，我最爱干的事儿就是黑吃黑，钱财来得快。就在陆真真准备跳下房梁动手时，一丝若有若无的黑气如同鬼魅一般从幽暗的森林深处悄然飘了进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点意思，省了我动手的力气，不错不错。凭什么这颗最大的夜明珠给你啊？这一趟我出的力最多。放屁！老子断了根手指，这珠子就该归我。刚才还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谊，就因分赃不均瞬间红了眼。他们开始激烈的争吵推搡，气氛剑拔弩张，黑气不断地蛊惑着他们，扩大内心欲望。去死！你敢杀我弟弟，老子跟你拼了！满脸横肉的壮汉也被激起了凶性，举刀和刀疤脸疯狂地互砍起来，最终2人双双力竭，互相将刀捅进了对方的身体里，同归于尽。陆真真静静看着3具尚有余温的尸体。那只小黄雀应该快出来了吧？很快，轻柔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不疾不徐，透着一股胸有成竹的从容。来了。道长，这3人可有用？这是老身找了许久，才找到阴年阴月阴日穷凶极恶手沾血腥之人，若不可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齐全了。做得不错，加上他们横死怨气冲天，正是炼制血煞傀儡的绝佳的材料。这3人竟然是老太婆做局引来的，不过也对，要不也不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分赃了。道长开始吧，莫要耽误了3皇子的大事。难怪这个老太婆这么硬气，上次借宗祠宴让老太婆折了冯嬷嬷这个心腹，又夺了她的诰命夫人的称号，3皇子还被老皇帝禁足。若3皇子不做一些政绩，基本上与那个位置无缘了。3皇子都吃了这么大的亏，还留着这个老太太，
太有问题了。只见那灰袍道士点了点头，从怀中摸出3张画着诡异血色符文的黄纸，他手腕一抖，3张符纸竟像长了眼睛一般，不偏不倚地分别贴在了3名壮汉的额头上。敕令起！下一刻，诡异的一幕发生了，3具尸体以一种极为扭曲的姿态，缓缓地、僵硬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好家伙，这是高级傀儡术啊！虽上界几乎人人都会低级傀儡术，但高级傀儡术也就那么100多人，下界的人是怎么会的？难道自己来下界并非偶然？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渣渣，干就完了。老夫人请看，这傀儡已成啊，刀枪不入，不知疼痛，只需驱使他们去将目标一一刺杀便可。若是不想留下把柄，事后可将他们焚为灰烬，不留半点痕迹。若是精心养护半年，这3具傀儡那就非常的厉害了，会晋升为血煞傀儡。1品以下的武者根本就进不了殿下的身。1品武者都进不了身，这么厉害，仙长果真厉害啊！这算不得什么，贫道只是在我们逆道门里排名100外，我们门主那更是仙人般的存在呀！只要你们殿下兑现答应门主之事的承诺，太子之位手到擒来。道长，这傀儡现在可以杀人？可。好好好，今晚老身就要苏宁烟那个小贱人和他身边的人通通都得死。就3级垃圾傀儡还想杀我，想屁吃呢！3具刚刚站起来的血煞傀儡像是被瞬间抽走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直挺挺的又摔回了地上。道长，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动了？不可能，绝不可能！起！他将3张血符猛地拍出，符纸再次贴上尸体的额头。那3具尸体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手指动了动，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后面任凭道士如何催动法诀，念动咒语，那3具尸体都像3堆烂肉一样瘫在地上，纹丝不动。你若不快些，事情不办好，别说3殿下了，你们门主恐怕也不会放过我们的。道士急火攻心，强行催动法术反噬己身。不好，此地有高人，是哪位前辈在此坏我道法？凡人，就区区残次傀儡术也配叫道法？话音未落，一道纤细的身影如同一片羽毛，悄无声息地从房梁上飘落下来。是你？你是苏宁烟那个小贱人身边的贴身丫鬟，你怎么会在这里？陆真真身影一晃，直接给了老太婆一耳光。骂谁是小贱人呢？不会说话就不要舌头了。难怪苏宁烟每次都那么好运，每次都躲过去了。原来他身边藏着这么个高手，若要除掉那小贱人，就必须要杀了这丫鬟。前辈饶命啊！晚辈是逆道门中的无道子，还请给逆道门一个面子，放过晚辈。逆道门是什么东西？本尊不知道，不认识。整个大昭朝有3宗一门呐，我们逆道门便是那一门。若前辈肯放过晚辈，晚辈可以推荐前辈进入逆道门。若执意杀你呢？那前辈就做好与整个逆道门为敌的准备。你们逆道门有银子吗？那是自然，
门内之人都有很多的修炼资源，金银之物不过是凡人所需的。若是前辈喜欢，当然是有很多的。道士一挥手，一堆银子出现在陆真真面前。加入逆道门，每人都可获得一枚空间戒，里面放着晚辈的全部家当，这些银两就当见面礼送给前辈。很好。对着道士的眉心轻轻一弹，道士还不知道发生何事，身形猛地一僵，仰面倒下，气绝身亡。逃！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提起裙摆，也顾不上什么侯府老夫人的仪态了，转身就朝着院外连滚带爬的撒丫子朝着道观外狂奔而去。陆真真只是看了一眼狼狈跑出去的薛老太婆，在道士身边蹲下身，在他身上搜刮一番。真穷。陆真真将地上散落的赃物都收入空间，才慢悠悠地去找薛老太婆。同时京兆尹府大牢，李晚秋，难道老夫人并未放弃我？是不是老夫人让你来救我的？老夫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别乱说话，多想想你乡下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襁褓中的侄子。说完那人就走了，仿佛没有人来过。老夫人竟然用我的家人来威胁我闭上嘴。李晚秋缓缓站起身，踉跄地走到墙角，解下了自己脏污的裙带，挂在了牢房牢门高处的木梁上。他的身体用力往下坠，短暂而剧烈的挣扎后，一切归于死寂。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三皇子曾无意中透露过的一句话：秘密据点的西南30里外，便是本皇子精心培养死士的密营，保太子之位万无一失。对，死士密营，三皇子的死士，那里人多，那里有数不清的高手，只要到了那里，我就安全了。哼，那个小贱人的丫鬟再厉害，难道还敢与三皇子和整个密营为敌吗？刚才跑出去的老太婆往哪里走了？人，你才会是鸟语？你是鸟人？人往林子深处跑了。你叫上同伴一起去找找，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小灰雀立刻啾啾叫了2声，振翅而起，如一道灰色的闪电消失在夜色中。陆真真干脆坐在道观的门槛上等着，不到半个时辰，找到了，在西南方向。西南方向有个奇怪的村子。怎么奇怪？飞进村子的鸟出不来，鸟的弟弟妹妹都被关在里面了。陆真真微微皱眉，老太婆准确无误地朝着西南方向跑，看来是知道那里有个村子，不出意外应该是三皇子养的私兵了。林间的怪石与树影在他身侧飞速倒退，朝着西南方向而去，很快就看见了薛老夫人的身影。这里是三皇子的死士密营，跟普通的村子没什么区别呀。终于不用死了，我得救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疯了似的冲下山坡，朝着村口那块古朴的石碑狂奔而去。陆真真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村庄周围的空气随着薛老夫人的进入，泛起了一丝几乎无法用肉眼察觉的能量涟漪。一道无形的灵力结界，如一只倒扣的透明巨碗，将整个村庄严丝合缝地笼罩在内。难怪小麻雀说这个村子古怪呢，设置了只许进不许出的单项技术结界，只要进入了结界的人或动物都无法出了。看来这里就是三皇子养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地，为了防止这些人乱跑，坏了计划，特意加了这把锁。陆真真下一刻身形就出现在村口，走了进去。站住！你们是谁？我是三皇子的人。
有何凭证？薛老夫人从怀里拿出一块令牌，正是三皇子下发给几个心腹的。他也是？他？薛老夫人不解，回头一看，看着满脸笑容的陆真真，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赶紧吼道：不是，他不是。这个丫鬟居然无声无息地追上我了，太可怕了。他是镇国公府的人，还杀了道长，杀了他，快拿下！训练有素，武艺也不差。不出意料，这里是三皇子养死士的地方。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数量毫无意义。打斗声惊动了村内更多的人，一时间，从那些看似淳朴的农家院落里涌出了数十名气息更加强悍的死士，向陆真真的方向跑来，将她团团围住，刀光剑影，杀气冲天。正好送你们一起上路，黄泉路上也好有个伴儿。村口的土地很快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横七竖八的尸体堆积成了一座小山。真他喵的累，本尊只适合躺着数钱，这种费力又血腥的事儿比较适合团团做。你不要过来，那可是三皇子最精锐的死士啊，整整一个密营的人，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这个小贱人屠戮殆尽。他不是人，他是魔鬼啊！苏宁燕，你这个贱人，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我就是做鬼也绝对不会放过你。骂错人了，老钱婆。再说了，就算变成鬼也打不过我呀。不要！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双眼一翻，头一歪，竟是直接吓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刺骨的寒意让薛老夫人悠悠转醒。她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不是尸山血海，而是熟悉的小佛堂，青灯古佛，檀香袅袅。奇耻大辱，这辈子都未曾受过的奇耻大辱。那丫鬟为什么没有杀我，还把我平安带回了宁远侯府？她到底想要做什么？来人，都死哪儿去了？快给备水沐浴。翌日晌午，郑国公府，七皇子的事，你仔细说说。苏宁熙有些害怕自家这个大哥，还是规规矩矩地站着，磕磕绊绊地将事情一五一十地简略复述了一遍，并将陆真真那里得知的事情也一并告诉了。哼，查什么？什么长得像七皇子的贼人？就是七皇子想要太子之位搞出来的事情，可惜太蠢，事还没办好就翻船了。还好有陆真真呢，否则自家小妹就被人一挑拨，镇国公府肯定要出什么乱子。皇帝明知道是七皇子闹出的事情，还让我查，不就是想让大理寺给七皇子背书，让我证明这件事与七皇子无关，保全七皇子的名声。就算是之后被人抓到把柄，将事情闹出来，还不是由我背锅？大哥，没什么，先下去吧。是，大哥。这件事，皇帝和七皇子都不会让我追查到底，多半是要丢出一个替罪羔羊。看来马上就要出命案了。正在此时，书房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主子，城东长乐坊的窄巷里发现了一具死尸，那具尸体与七皇子一模一样。果真来了，没想到七皇子的手脚这么快，仅仅一夜。怎么了？在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一个昏死过去的瘸子乞丐，
那人正是属下追查了很久的真正国公府的二公子，主色卿弟弟。什么？备马？南辰兄，我正要去通知你，死者正是伪装七皇子的贼人。尸体在哪儿？嫌疑犯抓住了，但是还不确定是不是他做的。苏南辰没有说话，顺着凌轩的手指，目光落到一旁，一个衣衫褴褛的瘸腿乞丐，蓬头垢面，看不清样子。这就是我失踪多年的亲弟弟。此案是我大理寺的案件，人犯和尸首就由本官带回大理寺了。苏南辰脸色越来越黑。皇上想借他的手平息这场荒唐事，他本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草草结案，但凶犯却牵连到自己的亲二弟。看来皇帝已经察觉苏南渊已经引起他们国公府的怀疑了，趁此机会借他的手杀了自己亲弟弟。一是为保苏南渊国公二公子的身份，除掉不定因素；二是以后用这件事作为把柄，让他愧疚，控制他。真是好算计！大理寺大牢，给他清洗干净。是，大人。一胞双胎，龙凤之子，纵使多年未见，纵使眼前之人面黄肌瘦，憔悴不堪，可那邪刻在血脉里的轮廓却骗不了人，真的是被老皇帝换掉的亲弟弟。大人，犯人情况如何？回大人，这位犯人早年4世受过重创，头部受损严重，导致神志不清，清醒的时候极少，大多数时候都是疯疯癫癫，不认人的。老夫医术不精，无能为力呀，还请大人另请高明。可有法子让他清醒片刻？唉，大人，难呐。这脑疾非药石所能医治，除非大人能拿到宗门里的回魂丹，否则神仙难救啊！大人，草民告辞了。丹药，或许他有办法。莫影，属下在。去宁远侯府，请陆姑娘前来。是，主子。莫影领命而去。宁远侯府不远处的陆真真身旁围着3、5个粉衣小丫鬟，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她。小姐，这疯丫头算命摊都摆进侯府来了，你就宠着她吧，也不知道她算的准不准。陈桃，你算算这2日来找她的人有多少，说不准就不会来这么多人了。只要让她赚钱，他就不会想着离开苏家，之后干脆送他一间店铺好了。好了，下一个。回姑娘，奴婢叫阿巧，今年16，是腊月初7子时出生。阿巧，你明日卯时去西街转转，能发一笔横财。其实奴婢是想问问姻缘。你还有3年才会有姻缘，这3年你就老老实实赚嫁妆吧。家里给你安排的婚事，不要答应，否则你今生就遇不到你的正缘。阿巧听见这话，脸色都变了。前几天家里人给她安排了婚事，2人虽匆匆见了一面，她还是很满意的。对方斯文有礼，又是独子，家里虽不富贵，但也有余粮。如果遇不到正缘会如何？轻则被休，重则丧命。不想死的话，最好3年后再成婚。他言尽于此，至于对方信不信就不关他的事情了，只要给钱就行。阿巧将半两银子递给陆真真，有些失魂落魄的走了。他得回去好好查查那个男人，他不想所托非人。我，姑娘到奴婢了。就在此时，大小姐，主人让属下来寻陆真真前往大理寺。陆真真，去吧。小桃桃，这个给你。陆真真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木偶，当着苏宁烟的面塞到春桃掌心。这是什么？
如有危险，就弄坏它。昨天晚上的事，老太婆定然会找机会弄死大小姐。现在有本尊在侯府，她不敢动。现在本尊离开侯府，老太婆定然会动手的。对付老太婆这些小卡拉咪，这木偶完全够了。收下吧。见春桃收了木偶，陆真真扶了扶身，跟着墨影离开了院落。老夫人，那个叫陆真真的被郑国公世子的贴身侍卫叫走了，听说是去大理寺，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好，很好，让他们准备好，等一炷香之后就动手。是。大理寺的监牢阴冷潮湿，下界的大牢和上界幽冥暗牢的比起来，简直可以说是客栈了。若是上界也有这条件，我还越狱个屁呀，直接躺平养老了。外面站了不少大理寺官员。主子，陆真真到了。这里是300两，只要你能救他，钱就是你的。300两？什么犯人的命值这么多？主子放心，属下自然全力救治。这不是郑国公府那个被调包的倒霉蛋二公子吗？怎么成杀人犯了？这是什么操作？能治吗？能，需要点时间。二皇子的魂魄被人用秘法锁住了3魂7魄中的1魂1魄，所以才会神志不清，状若痴傻。这是锁魂咒，下手的人够狠的，这是要让他一辈子当个疯子，必要时可控制他成为一把杀人的利器。苏南辰眉头一拧，这定是皇上的命令。毕竟是他偷偷将6皇子换走了弟弟，按道理来说，不想被揭穿，弟弟出生就会被杀。但弟弟没死，定是皇帝让他成为出气筒。看着国公府2公子被人凌辱，心里肯定很舒爽啊。陆真真将布包摊开来，里面是长短不一的银针。他捏起一根银针，精准地刺入眉心，紧接着是百会、人中、神庭。他的手指翻飞，数道银光接连没入乞丐头顶的各大穴位。每一针下去，那乞丐的身子就剧烈地抽搐一下。陆真真收回银针，慢条斯理地放回布包。好了，他1个时辰后自会醒来。姑娘，他的疯癫症状可是治好了？好了。各位大人家中若有怪病、疾病、隐疾者，只要诊金到位，草民都会出诊。真的？姑娘，有空去本官府邸看看病人，诊金另算。好说好说。好像他又找到了赚钱的路子。与此同时，动手！一声令下，数十道黑影如鬼魅般从各个角落窜出。他们身着夜行衣，手持钢刀，刀锋在阳光下反射着令人心悸的寒光，直扑苏宁烟所在的揽月轩。沿途遇到的侯府家丁和护卫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呼喊，便被一刀封喉。苏宁烟，拿命来！小姐快走，奴婢拦住他们。春桃，木偶！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将木偶砸在地上。一声震天咆哮骤然炸响，声浪之大，几乎要掀翻整个屋顶。在所有黑衣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万千光点凝聚成一头吊睛白额的巨虎。老虎？这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老虎木偶，怎么就变成真的了？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是幻术！别怕，杀了他！不过10数个呼吸之间，院内再无一个站立的黑衣人。鲜血染红了青石板，汇成一条条诡异的溪流。琥珀色的兽瞳冷漠地扫视了一圈，确认再无威胁。他缓缓转过头，看了一眼瘫坐在地上已经吓得呆的苏宁烟和春桃。随即他威严的虎躯开始变得透明，
化作万千金色光点，如同一场绚烂的萤火之雨盘旋着升空，最终消弭于无形。小姐，陆真真，你今后就是我苏宁烟最重要的救命恩人。恐惧之后是无尽的后怕。若没有这个木偶，此刻的自己早已是这满地石骸中的一员。与此同时，京兆府大人，女囚李晚秋昨夜在牢中自尽了。自尽？怎么会这么巧？案子刚审结，他刚认罪，人就死了。恐怕是幕后之人杀人灭口啊！备马，立刻去宁远侯府。林轩带着2个下属很快到了侯府。大人，出事了！小心些，刺客可能还在侯府。我只求我来的没有太晚。当他一脚踹开揽月轩的院门，看到的是比沿途更加惨烈100倍的修罗场。是苏宁烟，她还活着。苏夫人，林大人，快让京兆府所有人前来封锁侯府，仔细搜查，查看是否还有活口。是。苏夫人，别怕，已经没事了。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干的？他们是突然出现的，见人就杀，后来不知怎的，开始相互残杀起来。一名衙役便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大人，不好了！慌什么？讲！侯府上下，这除了薛二公子和薛老夫人，其他人都死了。这老太婆真是好算计啊！用侯府所有人的性命给她陪葬，官府查起来，也只能以侯府仇人寻仇为目标。镇国公府就算知道是他动的手，也没有任何证据，真是够狠。但是薛老夫人怎么了？哎呀，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林大人，你亲自去瞧瞧吧，太诡异了。我必须要亲眼看看老太婆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穿过血腥狼藉的庭院，绕过几条回廊，薛老夫人的卧房就在眼前。房间里凌乱不堪，地上还躺着丫鬟婆子的尸首。薛老夫人正披头散发地坐着，最骇人的是，那柄淬了寒光的匕首，刀柄在外，刀刃深深没入，就那么直挺挺地插在她的心口上。被捅了心窝，人还活着。大人，属下请了方大夫。方大夫，你去看看老夫人的伤势。他快步上前查看薛老夫人的伤势，手刚触碰对方的手腕，一股冰冷的触感让方大夫感觉到诡异。他继续给老夫人把脉，但死活都摸不到，如同死人一般。犹豫半晌，他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探了探老夫人的脉搏和鼻息，吓得收回手。如何？启禀大人，老夫人已经去了。死！你个庸医，老身还活得好好的，你居然敢咒老身死！房间里的所有人被薛老夫人这句话吓得一哆嗦。方大夫更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薛老夫人。这怎么可能？我医术再不济，死人和活人还是分得清的。林大人，草民可以用项上人头担保，老夫人身上都出现了尸斑，瞧这样子都死了快1天了。怎么会这样？我的心口怎么会有一把匕首？老身胸口为何会有一把匕首？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为什么？苏宁烟看见这一幕，第一个反应就是陆真真。看来他还是小看了陆真真的本事。
今后定要抱紧甄姐的大腿才行。苏夫人，本官让人先送你和薛二公子回镇国公府。侯府灭门案件，恐怕一时半会儿都破不了案呢。苏宁烟点点头，跟着凌轩派的人离开了宁远侯府。我真的死了，那晚我就死了。那丫头没有放过我，我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是被人操控的行尸走肉。杀不死，这已经是镇魔司的范围了。凌轩挥手让方大夫离开，又命人去通知镇魔司。薛老夫人，侯府最近得罪了什么人呢？那些黑衣人为何要灭你们侯府满门？老身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但老身有一个要求，若林大人办不到，老身半个字都不会说。何事？陆真真，我要见他，马上立刻让那个贱婢来见我。一个侯府的老夫人，在遭遇灭门惨案，自身化为妖异之后，点名要见的竟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丫鬟陆真真。这不是能够去除魔气的那个姑娘吗？难道侯府灭门一案与陆姑娘有关？让陆真真姑娘来一趟。与此同时，大理寺天牢深处，那名被陆真真施过针的瘸腿乞丐眼皮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睛。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小人脑子有问题，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求大人开恩，放过小的一条狗命吧。抬起头来，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方？草民叫李二狗，养父母在草民5岁时死后，就一直乞讨为生，住在城东郊外的破庙里面。7年前，草民被人砸了头，就疯疯癫癫的，清醒的时候极少，不知草民犯了何事啊？李二狗。苏南辰越发心疼自己的弟弟，好好的一个国公府二少爷，却过着讨饭的生活，还有如猪狗般的贱名。大人，此人之前神志不清，怕是问不出什么来。哼，就算如此，他在杀人现场，谁知道是不是他神志不清杀了死者叶枫？什么？草民冤枉！草民冤枉！草民即便疯疯癫癫，也绝对不会杀人。休得撒谎！东城长乐坊叶枫遇害，你就在当场，人证物证俱在，还不如实招来。大人冤枉啊！小人真的没有杀人，小人连鸡都不敢杀，怎么敢杀人啊？大人，依下观看，不必再审了。此人形容猥琐，言语疯癫，定是见财起意，趁乱杀害了叶枫。如今人证在此，我们只需将他就地正法，便可将圣上交差了。张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只给了我等10日时间，如今已过去1天，再查不出真凶，你我头上的乌纱帽不保事小，恐怕命都保不住了呀。是啊，大人，一个瘸腿的乞丐换我等的前程，换朝堂的安稳，值了。我算是开眼了，这些怂货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随便拉一个人当替罪羊，若是其他人，或许倒霉世子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可是他亲弟弟啊。哦，他还不知道这是他亲弟弟。小没良心的，白给那么多钱了，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李二狗忽然听见耳边多了一道女子的声音，一阵恍惚。我是世子的亲弟弟，这绝对不可能，定然是我饿太久，或者又犯病了，才出现了幻听。够了，此案疑点重重，国法威严，岂能因一时之变草菅人命，铸成冤案？哎呀，我的苏大人呐，你是铁面无私、青天大老爷，但是圣上只给我们大理寺10日破案，
除了这个乞丐，我们什么线索都没有。时间到了，我们拿什么去给圣上交代？难道我们要告诉圣上，我们连一个凶手都找不到吗？届时龙颜大怒，你我谁能担待得起？是啊，苏大人，这张侍郎所言不虚，圣上雷霆之怒，我等皆是粉身碎骨的下场。不过是一个疯癫乞丐，用他的命换我等安宁，换朝堂安稳，值了。邹大人，切莫为了一介贱民误了您的大好前程啊！唉，罢了，反正我活着也是人人嫌弃的孤儿，一个臭烘烘的乞丐。这就是朝堂，这就是苏家世代为之奋斗的天下，真是烂透了。现在这个局势，他们是要逼弟弟去死啊，怎么办啊？真是感人肺腑的同僚情谊，为了保命，连脸都不要了，恨不得现在就按着倒霉世子的手画押结案。就不知道倒霉世子如何选择了。其实这件事也很好解决的。你有没有办法破局，救下那个小乞丐？首领，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哪里知道有什么办法？作为主家的奴才，要学会给主子排忧解难。我就说这个疯丫头，怎么可能会比自家主子有办法？我家主子可是世上最聪明的。也不知道主子为什么这么盲目的相信这个疯丫头。办法没有，馊主意倒是有一个。馊主意也行。陆真真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在食指和中指上搓了搓。这货是不懂装懂，钱都不给，想屁吃呢。这么明显的提示还看不懂的话，那不是一般的蠢笨了。主子给的300两还不够啊！主子给的300两还不够啊！主子说那是真金，看首领似乎也不是诚心为主子排忧解难的样子啊。我真想掐死她！这个丫头真是只进不出的貔貅，苍蝇飞过都要薅苍蝇腿上的毛。这是我存了3年的俸禄，本来还想着攒着娶媳妇儿的。你若是能帮主子度过此劫，这些我就都给你了。陆真真看着那可怜兮兮的钱袋，再看看莫影那一副壮士断腕、痛不欲生的表情，毫不客气地塞进了自己的袖袋。此事每个月就5两银子，这点钱的确要存些日子。蚊子腿也是肉。你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现在的困境？想让大理寺不插手，简单，只要证明这件事儿与诡异扯上关系，那便是镇魔司的活了。与主子与大理寺再无半点干系。对呀，镇魔司专管天下妖魔鬼怪奇闻异事，只要把这案子定性为诡异事件，大理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可随即他又反应了过来，自己那存了3年的娶媳妇的钱，就换来这么一句话，这银子白给了。伸手就想去拽陆真真的袖子。干什么？耍流氓啊！钱货两讫的事儿，别想反悔。不过细瞧这个疯丫头，眼睫毛长又翘，肌肤如雪，粉嫩小嘴。以前我怎么没发现这个丫头长得这么水灵呢？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啊？你可知道镇魔司的那群人个个都是眼高于顶、不近人情的疯子？尤其是镇魔司副指挥使周清风，与我家主子素来不睦，势同水火。周清风一直想抓我们主子的把柄，那不仅救不了乞丐，连主子和镇国公府都得被他拉下水，死无葬身之地。你这个疯女人，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最重要的是还我钱！那叶枫的尸首在哪里？就在大牢旁边的停尸间，应该快尸检完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当然是把假的变成真的呀，蠢货！等着，看好戏吧。怎么突然觉得有点冷啊？速度都快着点儿。是，师傅。早点弄完，早点回家喝酒吃肉，抱媳妇儿。突然，一声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仿佛骨骼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停尸房内响起。师傅，有鬼啊！那具本该死得透透的尸体，那双紧闭着的眼睛，不知何时竟睁开了眼睛。幻觉，一定是幻觉！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什么没见过，定是这几日没睡好，眼花了。师傅，是不是诈尸了？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不用害怕。两个小徒弟听见师傅这么说，都长长松了一口气。这一行果真要学的门道很多，使他们太大惊小怪了。那尸体竟猛地一下直挺挺地坐了起来，他动作僵硬，宛如一具提线木偶。啊，鬼啊！他就这么拖着一副破败不堪、开膛破腹的身躯，朝着大牢的方向一步一顿，摇摇晃晃地走去。沿途的狱卒和守卫吓得三魂丢了七魄。我的娘啊，这诈尸了！瞬间，整个大理寺大牢乱成了一锅粥。一名胆子稍大的狱卒连滚带爬地冲向大牢最里面。大人了，不好了，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没看到大人正在审案吗？诈尸了！那尸体正往这边过来的。简直是胡言乱语！我看你是冲撞了鬼神，失心疯了。来人，把他拖下去！苏南沉下意识，看向不远处的陆真真。难道这就是他的办法？忽然，一股刺骨的寒意伴随着浓重的血腥味儿，从敞开的大门外弥漫进来。只见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逆着光出现在众人眼前。那身影僵硬而迟缓，每走一步都发出沉闷的声音。鬼，真的是鬼！就这点心理素质，吓不死你们。陆真真，这就是你说的办法？这效果难道不好？谁还管那乞丐？首领，一分钱一分货呀。你那点钱，也就够买个开场热闹，吓唬吓唬人。你主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会放过你的。小五，休得放肆！墨影大喝一声，持刀的手青筋暴起，冲上去。这一刀他用了10×10的功力，瞬间将尸体劈成了两半。各位大人，这起案子已属于镇魔司了，不归我们大理寺了。这样也算是给圣上一个交代了。对，张大人说的对。各位大人，既然这起案件是诡异作祟，一个小小乞丐根本杀不死诡异，这件事我们移交给镇魔司如何？苏大人说的极是，这个乞丐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杀得了诡异？定是冤枉的。对，这件事与这个乞丐无关，诡异之事还是交给镇魔司才行。来人，去镇魔司报案，嫌犯李二狗并未杀人，无罪释放。谢大人，谢大人。李二狗，跟本官回国公府当个马夫如何？每月2两银。大人，真的不嫌弃草民是个乞丐，愿意收留草民当马夫？苏南辰点点头，若不是六皇子的缘故，他会直接认亲的。马夫算是府中最低等的下人，六皇子和他的人都不会去马厩，让母亲暗中操作一番，加上暗卫保护，应是无人发现的。不用跪了，本官会找大夫治好你的腿伤。谢大人，谢大人。不错，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本尊很快就要自由了。这个破天道，下界的破规矩，限制了太多东西。以本尊的性子，直接干掉老皇帝和那几个皇子，直接将萧颖绑上龙椅就完事儿了。一天天的闹腾。龙椅换并肩王座，这个提议不错呀。李二狗则左盼右顾，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他想要开口，却如何都说不出口。一定是我病得不轻，开始出现幻觉了。这样的事情不能说，以免主家觉得我有病，就不要我当马夫了。就在这时，大牢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苏大人，看来镇魔司今天有点忙啊，其他人应该都去宁远侯府那边了吧？怎么只有你们2个？苏大人，京中镇魔司的所有人都去了宁远侯府。出什么事了？苏大人与宁远侯府有姻亲关系，可以告知。回苏大人，宁远侯府满门上下130余口，尽数被屠。什么？大妹死了？大小姐就这么死了？看啥？大小姐又没死，有白白的替身木偶护着，死不了。大妹没死？你确定宁远侯府无一人生还？苏大人，你应该知道我们镇魔司的规矩，关于案件具体情况，我们无可奉告。莫影，你先护送李二狗回国公府，找最好的大夫为他医治腿伤，安顿好他。是，主子。你跟我去一趟宁远侯府。倒霉世子看着文质彬彬的，手劲儿还真不小。宁远侯府，南辰兄，令妹无碍，只是受了些惊吓，我已命人送她回国公府了。知道了，这里到底出何事了？这事儿啊，说白了，就是那薛老钱婆咽不下那口恶气，趁本尊不在，借刀杀人，借三皇子的手除掉苏宁烟。不知因开宗子那日，三皇子早就记恨上老钱婆，因2人关系复杂不好动手，哪知老钱婆自己送了一把刀给三皇子，三皇子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把老钱婆这颗没用的棋子给废了，一石二鸟，玩得挺溜。哎呀，是薛老夫人，她临终前点名要见陆姑娘。见我？知道了。老钱婆发现自己变成了怪物，脸上表情肯定很精彩，想看。难道是因为薛老夫人才引来镇魔司的？3人前往了薛老夫人的院子。苏世子，这里是案发现场，不是闲杂人等可以进来的。听说假祭皇子案也是诡异作祟，本副指挥使怎么就那么不信呢？不会是皇上让你们大理寺10日内破案，找不到凶手，就推到我们镇魔司身上，好躲避皇上的问责吧？哼，你们大理寺还真是一群废物啊！周副指挥使说笑了，大理寺办案向来讲究证据确凿，从不冤枉一个好人。就比如之前周家的贩卖人口案，此案涉及诡异，本就归属镇魔司管辖，何来推诿一说呀？莫非周副指挥使认为镇魔司连区区一具行尸都处理不了，需要我大理寺越俎代庖？苏南辰，当年周家的案子我还在查，等我掌握苏南辰收受贿赂造成冤案的证据，我绝不会放过他的。周倔驴还在查呀，都这么多年了，毅力可嘉。倒霉世子嘴皮子还挺利索，是知道怎么扎人心窝子才疼。哎，周大人，南辰兄，眼下案情为重，案情为重啊！薛老夫人点名要见陆姑娘，我们还是别耽搁了。哼，不愧是国公府世子，身边的丫鬟都长得这么漂亮，这做派越看越像收受贿赂的贪财好色之徒啊！小心些，去吧。是。陆真真乖巧地应了一声，进了房间。
老夫人，你们都出去，老身有话要单独跟他说。周副使，薛老夫人这样的情况，让一个小丫头单独留下，不合适吧？对呀，太危险了，那可是诡异呀。放屁！老身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就是拜他所赐，他会有什么危险？你们想要知道这案件背后的事情，就必须让老身单独跟他说话，否则老身半个字都不会透露。薛老夫人哼哧哼哧地盯着陆真真，这妖女居然装柔弱，等一会儿定要撕了她的真面目。各位大人，老夫人想必是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奴婢，主子不必担忧，奴婢不会有事的。本尊会有什么危险？你们在这里完全限制本尊的发挥。都退下，守在门外。是，大人。屋内只剩下坐在床上的薛老夫人和慢慢走向她的陆真真两人。老身变成这样，是不是你这个妖女搞的鬼？妖女到底对老身做了什么？为什么老身感觉不到疼痛？他疯狂地扭动着，却发现自己的手脚根本不听使唤。也没做什么，只是将你练成了一具傀儡罢了。你不是见过吗？身为傀儡的你，本尊想让你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多听话的狗呀！什么？傀儡术只能控制尸体行动，为了让别人不起疑，我特地用了拘魂术，将你的魂魄牢牢锁在你的身体里，让你清清楚楚地感受着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一个任人摆布的怪物。只有这样，你与三皇子密谋时才能骗得过三皇子的眼睛，把你当成一个人，不是吗？况且你死了，第一个被怀疑的人就是大小姐，老皇帝定然拿这个当借口降罪国公府，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还不知道吧？侯府上下全死了，包括你的亲孙子薛念华，是三皇子下的手，他与冯嬷嬷闹得满京城皆知的丑事，这笔账是算在你头上的，他恨你。不，绝不可能，念华不会死，三皇子也不会对老身下狠手的，你胡说！老身隐姓埋名这么多年，帮他暗中筹谋，他怎么能这么对老身？为什么不能杀你？就凭你是他小姨，你也太过天真了吧？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看出来的。虽然算命不是自己的强项，但浮于表面的命理，他还不至于看错。如果呱呱在就好了，算命吃瓜，手拿把掐。既然你看出侯府有这一劫，为何不阻止？年华也就不用死了，你为何不救？三皇子是铁了心要杀你，灭侯府满门，他们命中有此劫难，就算这次我救了，之后他们也会以各种意外而横死。也就是说，你和你大孙子薛念华今日不死，他日也得死。本尊修仙不沾染世俗因果，更何况天道爸爸不准啊。死了的好，死了好，大家都死了，那贱人也别想活。哼，让你失望了。我家大小姐和彻少爷命不该绝，现在活得好好的。对了，以后宁远侯府的爵位就是我们彻少爷的了。你这贱人，妖女，毒妇！这就生气了？侯府老夫人的气量可真小。不好，出事了！冲了进去。主子，老夫人说她想杀大小姐，找三皇子借人，没想到三皇子反水，屠了侯府满门，所以她心生怨恨，就变成了诡异。她要你们放了她，她要去找三皇子复仇。
主子，奴婢也不知道老夫人为什么要跟奴婢说这些，奴婢好怕。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三皇子？休得听这个妖女胡说！这件事不是三皇子做的，是他害得侯府满门被屠，是他将老身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他早就知道侯府有此一劫，却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老身的孙子年华惨死，都是他。说不定这事儿是苏南辰搞的鬼，三皇子只是个替罪羊。这怎么可能？陆姑娘她只是个小丫鬟。这件事定然和她一个小丫鬟无关。周副使，你不会再怀疑是我们国公府吧？谁知道是不是啊？怎么没有关系？怎么不可能？老夫人，你刚才明明说了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三皇子，怎么能如此诬陷奴婢？奴婢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丫鬟，你如此诬陷奴婢，不就是想拉大小姐国公府下水吗？人在做，天在看，老夫人如此信口雌黄诬陷人，是要遭报应的。这老钱婆明明憎恨是三皇子灭她满门之仇，但惦记着那一点点亲情血脉，要想保她，拖苏家下水，瞧给她能的！狗咬狗的戏码可是本尊精心安排的，戏台子都搭好了，岂能就这么无聊的散场了？陆真真不露痕迹地打了一个响指，在薛老夫人体内控制她魂魄的符箓逐渐演变成另外一种符箓。是，近日侯府灭门案，幕后黑手就是三皇子。你们不是想知道真相吗？好，老身今天就全都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三皇子干的。哎呀，这案子要真是牵扯到了当朝皇子，还真是不好办呢。他以为杀了所有人，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丑事了。他做梦，老身就是化作厉鬼，也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竹筒倒豆子般全都说了出来，从他如何奉家族之命隐瞒身份嫁入侯府，暗中为三皇子母子筹谋，给老侯爷长期下毒让他病逝，让李婉秋勾引自己的儿子让他拥护三皇子，假死骗取苏宁烟的嫁妆，再到他借用三皇子的势力暗杀苏宁烟等等，事无巨细说得清清楚楚。三皇子被自己小姨子卖了个底朝天，这瓜可真香。这可是牵扯到皇子谋逆屠戮功臣的大案，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周副使，口供都录下来了，这件事已经涉及皇子，我们大理寺恐怕……事关重大，押送薛氏，劳烦两位大人也一同随本副使进宫面圣吧。是。御书房内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柔情坊，下官在。诡异的话能先？不是都说诡异是毫无情感的吃人怪物吗？陛下，老身变成这样，都因心中有怨。老身一生为三皇子筹谋，为刘家铺路，到头来却落得个侯府满门被屠的下场。陛下大可派人去三皇子府搜一搜，他的暗室里可放着一件龙袍，还是老身一针一线做的。不仅如此，他在京城周边养了不少私兵，就算皇上身边也有不少他的眼线，想必他已经收到了风声，准备逃了吧。来人，给朕去传那个逆子进宫，立刻马上。
奴才遵旨。三皇子府，三皇子萧胜在书房的书信放着铜盆里烧着。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毁了这些罪证，没人能拿我怎么样。殿下，你不能进宫啊！以皇上多疑的性子，殿下今后再做出任何攻击，都和那个位置无缘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走为上策啊！立刻把府里所有值钱的细软、金银票据全都收好，通知所有人准备从密道撤离。是，殿下。三皇子府的人撤离片刻之后，传旨的李总管带着一队禁军气势汹汹地赶到。奉陛下口谕，传三皇子萧胜即刻进宫觐见。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座人去楼空的府邸。糟了，三皇子跑了。他不敢有丝毫耽搁，连滚爬带的赶回皇宫复命。你说什么？那个逆子，他竟然畏罪潜逃了！废物，都是一群废物！陛下息怒。息怒？朕如何息怒？朕的儿子屠戮功臣，谋害亲姨，觊觎朕这个位置，如今还畏罪潜逃，让朕的脸，皇家的脸都被他给丢尽了。传朕旨意，三皇子萧胜德行败坏，心肠歹毒，罔顾人伦，即日起废其皇子之位，贬为庶民，着令京兆府、大理寺全城搜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留下诛九族。臣遵旨。跑了？他竟然跑了！萧胜，我要杀了你！不好，他已经彻底变成诡异了。快来人，护驾，保护陛下！林轩、苏南辰和周清风三人几乎同时拔出武器，护在景泰帝身前。孽障，安敢在陛下面前行凶！这老仙婆的身体是被本尊炼制过的，战斗力比一般的诡异要强。好戏就要开场了，怎么能让她死在这里？去吧，找到你的好侄儿，把你们的恩怨做个了断。萧胜猛地转身，化作一道黑风，朝着皇宫外的一个方向疾驰而去。这里的戏看完了，该换个地方了。这出戏就快要到高潮了。京城一处僻静的宅院，这里是萧胜最隐秘的藏身之所。殿下，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京城四门已经戒严，镇魔司、京兆府以及大理寺的人像疯狗一样在搜查。父皇，当真下旨废了本皇子的皇子之位？是，陛下旨意已传遍京城。诛刘家九族？是，我们的人手折损了30%，都未能将淑妃营救出来，被禁卫军一箭刺中心脏，死了。好一个父皇，好一个景泰帝，不顾母妃与他恩爱多年的情谊，不顾父子之情，就这样轻易地将本皇子贬为庶民，还诛了刘家九族，真是果决，真是无情。本皇子这些年为大昭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我为他分了多少忧，他竟全然不念。殿下息怒，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西山大营的陈将军是我们的人，他手握20万兵马，只要我们能赶去与他会合，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说的对，他既然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传令下去，让所有人做好准备，3天后离开京城，前往西山。是。侍卫长领命，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夜色之中。我还有机会，只要到了西山，手握兵权，这天下未必就不能换个主人。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窗外的夜色似乎比方才更加浓重了，一股阴冷腥臭的气息不知从何处弥漫开来，仿佛有什么不祥之物正在悄然接近。院中，
几名负责萧胜安全的侍卫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怎么回事啊？这天怎么突然变这么冷啊？是啊，还有这股味道，像是烂了几十天的死老鼠，真他娘恶心呐！小心些，情况有点不对啊，戒备。什么人？黑影忽地袭来，一名侍卫的脖子被人扯掉一大块肉，血液迸出。敌袭！萧胜。萧胜在屋内听见动静，不由得皱紧眉头。这个地方连心腹都不知道，父皇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就找到这里？小姨，萧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侯府满门，为何要杀我的孙儿？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弄死这个怪物！堂堂大男人，这就吓得屁滚尿流了，想要造反的狠劲儿呢，真怂！一股无形的巨力爆发开来，将围攻他的人尽数震飞出去，重重地撞在墙上。不要过来！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他笼罩，利爪穿透血肉的声音清晰地响起，萧胜的惨叫声戛然而止。三皇子死了，这老钱婆也该上路了，留着也是个祸害。喂，老太婆，你的大仇已经报了，也该尘归尘，土归土了。再留下来，可是要被镇魔司那帮人挫骨扬灰的哟。看来已经完全变异，没法沟通了。那就送你一程吧。一把长剑向前一掷，力道极大，长剑穿过薛老夫人的胸腔，带废了她的身体，直直地钉在墙壁上。薛老夫人痛苦地扭曲着身体，体内的怨气如同被戳破的气球，飞速地消散。陆真真打了个响指，整个院落开始燃烧起来。这火应该能引镇魔司和金兆仪的注意了。现在解决了三皇子，下一个看看剩下的7位皇子，是谁会来撞枪口？头儿，快看那边，是城南的方向，走，拖过去看一看。火势蔓延得极快，当周清风带着人赶到时，整座宅院已经化作了一片火海，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几乎无法呼吸。看来那诡异来了这儿了。搜，若是让那东西在京城里肆虐，后果不堪设想。正屋的墙壁上，一具诡异的尸体被一把长剑死死地钉在那里，正是异变后的薛老夫人。而在她的脚下不远处躺着另一具男尸。不管是谁杀了诡异，结果是好的。将三皇子的尸体带上，立刻回宫。至于这具诡异的尸体，传令下去，封锁现场，让人再添把火，把这儿烧个干净。是。火光很快映照着周清风坚毅的侧脸。并肩王府，你怎么来了？陆姑娘，老奴还以为你要明天晚上才来呢。这可是能救自家王爷的贵人。只是提前一些时日，对王爷身体并无大碍，也不知道老皇帝要想什么烂招来对付苏家，还是让并肩王赶紧好起来，这样那狗皇帝的注意力就不会老是放在苏家。有了并肩王这个挡箭牌，苏家的日子应该好过一些吧。好，如此甚好。早一些时日，王爷就少受一些苦。还请王爷脱衣。小青，准备出世。姐姐，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可能会很疼，你忍着点儿。一声轻响，像是撕裂了一块坚韧的皮革，匕首划破腰卵的表皮，腥臭的黑色汁液瞬间喷溅而出，从那被割破的卵中缓缓爬出一条小青蛇。姐姐，贴贴。与此同时，那被割开的卵像是失去了所有生命力一般，
迅速枯萎干瘪，最后化作一小撮黑色的粉末，从萧莹的背上脱落，掉在地上。陆姑娘，王爷是不是已经好了？魔气去除了大半，但并未根除，还需2次治疗。陆姑娘有仙人手段，以后姑娘让老奴干什么，老奴就干什么。本尊要你借凡人做什么？王爷，您感觉怎么样？身体可有什么不适？多谢。不知那位出万金让姑娘救本王的人，何时与本王见面？说好的看一次病100两呢。陆姑娘，这是你这次的诊金。王爷耐心等候，不出7日，你们必会见面的。这几日，王爷就好好休息。与此同时，皇城深处，御书房。陛下，下官赶到时，三皇子已死在城西一处宅院之中，杀他之人是薛老夫人。至于薛老夫人，不知是被何所杀，死于利剑穿心，一击毙命。废物，连一个诡异都对付不了，还妄想染指朕的江山，死不足惜。拖下去，烧了。是。帝王无情，静止如斯。翌日清晨，天光微亮。嫣儿，我的儿啊！姐姐，侯府昨日之事，你没事吧？母亲，小妹，我没事。他缓缓抬起头，将昨夜那场血腥的噩梦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若不是陆真真留下的木偶护着，女儿恐怕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丫头的身份恐怕不简单。今后对她尊重一些，不要将她当成下人了。有这样本事的人绝非池中物，迟早会一遇风雨变化龙的。母亲，小妹，她不光救了我，还救过大哥的命，所以我想让母亲认陆真真为义女，让她做我们苏家的女儿。应当的，应当的。这孩子是个有大本事的，也是个心善的，能听到他的心声便是最大的缘分。认作义女是我们苏家高攀了。没错，大姐说的对，再怎么对她好，她的身份都是一个丫鬟。若是她成了我姐，给她再多的金银珠宝都顺理成章，不用顾及其他下人眼红会孤立她。正说着，陆真真一袭紫衣，身姿清冷地从外面走了进来。都看着本尊干啥？难道本尊眼睛里有眼屎？姐姐才没有眼屎，姐姐有着微微驼驼的眉眼，皆佳丽美艳之貌。哎呀，瞎说什么实话？会说就多说点。姐姐最美，贴贴。苏家母女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刚才他们似乎听见一个陌生的奶乎乎的小女娃音，这声音还能跟陆真真在心里对话。陆真真，你是个好孩子，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的嫣儿。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真真呐，你可愿做我的义女，成为国公府第二小姐？什么玩意儿？陆真真没想到秦氏会有这样的决定，有点没反应过来。真真姐，你就答应吧，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姐姐。哼，我以后就是你的小跟班，谁欺负你我就揍谁。陆妹妹，你就同意吧，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抱歉，本尊救他们不过是想改变他们的炮灰命运，从而斩断与苏家之间的因果，成了苏家义女，岂不是与苏家的因果绑定更深了？本尊才不要。能斩断与苏家的因果，本尊可是要离开下界的，没人可以让本尊留下。苏家母女三人没想到陆真真拒绝得如此干脆，没想到她心里如此嫌弃国公府，更是一心离开苏家。姐姐知道你是不好意思，这是姐姐给你的见面礼，我们是真心让你当国公府小姐的。
苏宁烟塞进陆真真手里的同时，将盒子打开，里面放了不少金瓜子和金叶子，满满一盒，全是大小不一，闪烁着令人心醉的光芒。这么多金子，这么多好吃的，团团姐姐肯定很开心。珍姐，这是妹妹给你的，收了妹妹的见面礼，可就不能赖账了哦。好好好，收了就是我们国公府的小姐了。真真呐，等你大哥回来，母亲也会送你一份礼的。还有见面礼呀，嘿嘿，是不是倒霉世子还要送一份？好像当国公府小姐似乎也不赖，至少见面礼比贴身丫鬟赚的赏钱多太多了。盛情难却，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三人见陆真真同意，脸上的笑容都没停下来过。晚膳时分，镇国公府的膳厅内灯火通明。今日叫你们回来，是有一件大喜事要宣布。从今日起，真真便是我秦氏的义女，是咱们镇国公府的第二小姐。你们要好生的待她，不可有半分的怠慢。秦氏真是糊涂了，苏宁烟也跟着犯蠢。一个来路不明、粗鄙不堪的乡野丫头，竟也配做国公府的小姐？平白无故多出一个人来分家产，真是晦气。不过是个无根浮萍，有点姿色罢了。待寻个由头，将她远远嫁出去，断了她想攀附国公府的念想，免得坏了本皇子的大事。二哥什么都没准备，这块暖玉便赠与妹妹做个见面礼吧，望二妹莫要嫌弃。六皇子觉得本尊出现碍了他眼，想找个官夫将本尊嫁出去，也不瞧瞧自己几斤几两，解决了三皇子，本尊还正朝下一个目标试试。这老六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多谢二哥。大哥，你给姐姐的见面礼呢？倒霉世子，现在应该是倒霉大哥，不知道会给本尊什么见面礼。既是二妹，见面礼不可少。这里是500两，你且拿着，若有短缺，再与大哥说。多谢大哥。这苏家是有什么毛病？给一个乡野丫头这么多钱，也不怕养了个白眼狼？好孩子，母亲给你的见面礼都放在你的房间里了，除了金银首饰，还有几匹上好的云锦。你让针线房的丫头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裳，以后啊，你就是咱们府里的千金小姐了，万不可再穿得这么素净了。谢过母亲。晚膳过后，母亲，儿子还有些事要马上去处理，先失陪了。去吧，莫要太劳累了。走得那么快干啥？不就是知道三皇子死了，赶紧去皇上面前表忠心吗？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们这些儿子，顺便找人谋划怎么把本尊嫁给官夫吗？本尊不介意让你们步三皇子的后尘。母亲，有件事我要与您和妹妹们说一声。南渊不是母亲的孩子，而且我已经找到了二弟。什么？找到了？晨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倒霉大哥什么时候知道苏南渊不是苏家的种？不是苏家抄家流放时真相才暴露出来吗？难道是因为本尊的缘故，命运线都开始偏移了？怎么可能？南渊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他果真不是我二哥。哼，都说我跟二哥是双生子，他跟我一点都不像。孩儿虽有怀疑，但南渊自幼跟着母亲身边，以为是自己多虑了。当看过李二狗与小妹7、8分相似的脸，让莫影去调查之后，才发现弟弟从小就被人调了包。怎么会这样？那孩子在哪里？母亲，您别激动，我找到他了，他现在就在我们府里。在府里？在哪？快带我去见他。母亲，苏南渊还在府中，事情太过于复杂，我将他安排在了马厩，
暂且做个养马的杂役。你们平日里多注意些，莫要让下人起了疑心，更不要随意去打扰他，以免打草惊蛇。马厩也好，我会让方嬷嬷暗中照料的。倒霉大哥安排的不错呀，人在眼皮子底下才不会被欺负。府中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马夫，六皇子等人也不会太过在意，如此安排甚好。只是马厩里的蒋老头可是二皇子的眼线，要不然晚上趁他睡着了，给他塞颗脸上会长出巴掌大胎记的丹药，这样就能完全遮住他的脸了。晨儿，为娘想去看看他，就远远地看他一眼，看一眼就好。夜色如墨，几点寒星点缀着深蓝色的天幕。马厩的灯笼下，一个身形瘦削的少年正费力地拖着一捆干草。儿啊，那就是我怀胎10月视为珍宝的儿子，他本应该锦衣玉食，在学堂里面读书习武，享受着国公府公子的尊荣。可是现在他却穿着下人的破旧衣衫，跛着一条腿，在这个又脏又臭的马厩里面干着最粗鄙的活。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呀？之前还在大牢时没发现，二公子还被人换了命格，比倒霉大哥还要倒霉。姐姐，这个人比我之前见到的都要倒霉哎！要是锦鲤姐姐在就好了。陆真真想起自己契约的小锦鲤，人身上的厄运是她的最爱。我们回去吧。小青，知道了，姐姐。小青蛇快速地从她头顶滑到地上，兴奋地吐了吐信子。她躲藏在草丛里，快速地从窗户爬进马厩旁那间简陋的杂役房。她顺着桌角攀爬上去，对着茶壶口一张开嘴，一颗散发着淡淡异香的丹药滚落进去。丹药无声无息地掉进了茶壶里，瞬间融化。做完这一切，小青蛇尾巴一甩，又悄无声息着原路离开了房间。翌日天光大亮。大小姐，春岛醒了，烧退了。小姐，你醒了就好，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就是浑身没力气，脑子也昏昏沉沉的。这时陆真真换下丫鬟的服饰走了进来。张嘴。丹药入口即化。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小桃桃只是惊吓过度，魂魄不稳，睡一觉明天就活蹦乱跳了。这可是好东西，虽然比洗血丹的药效差很多，对于凡人来说已经足够了。身体倍儿棒，力气变得力大无比。大姐二姐，你们快看，这是聚宝阁刚送来的请帖，说今日下午有一场拍卖会，有不少从上界来的奇珍异宝呢，我们去看看吧，正好给珍珍添一些好东西，总不能让别人小瞧了我们国公府的二小姐。拍卖会，说不定能淘到什么炼器的好材料，正好这个小可怜二哥炼制2个护身法器，免得一不留神摔到山崖下就死了。好，我们去瞧瞧。府门口，马车被一个穿着干净的杂役服的少年牵着走了过来。大热天的围着一块黑色面巾，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大小姐，马车已经准备好了。你脸怎么了？回大小姐，她面容丑陋，所以老奴让她遮掩起来，以免冲撞贵人。苏宁烟想到昨日听见陆真真的心声，难道已经悄无声息让二弟服用了丹药？国公府从不以貌取人，你摘下面巾，让本小姐看看。大小姐让你摘，你就摘。我们做下人的，莫要忤逆主家。李二狗深呼吸一口气，将脸上的面巾扯下，紧紧闭上眼。昨日刚进国公府，才过上不饿肚子的好日子，
若是被大小姐嫌弃这张脸，恐怕又要回去讨饭了。这效果杠杠的，这么大块红斑，就不会被人怀疑身份，也不妨碍苏家人亲近，两全其美。本尊果真鼻血聪明，姐姐果真是天道爸爸的亲女儿，不然怎么会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姐姐是全天下最漂亮、最聪明的人。小青蛇在陆真真的发髻里疯狂摇着尾巴，见缝插针地拍着彩虹屁。糟糕，诡异的女音不但又出现了，还多了一个小女娃的声音。得抓紧赚点钱去看看病，好不容易清醒过来，可不想再变成疯子了。苏宁烟瞧见李二狗的样子，就知道他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得找机会跟他相认才行，否则无意中泄露真真的心声，那就大事不妙了。不过真真说的对，如今没人看出他的真面目，的确是与他亲近的好时机，为以后相认之事做铺垫。今日出门就由你来驾车吧。哎呀，大小姐，万万不可呀！这李二狗是新来的，手脚笨拙，而且他这副模样，若是惊扰了贵人，岂不是丢了我们国公府的脸面？嘿，这老东西急了，急了！他使用了不少手段，坐上了国公府马正这个官职，时常苛责下面的马夫，很多人受不了就辞工了。几乎府内有人用马车，都是他驾马车的。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国公府的人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若是日后都不能跟着，还怎么给他的主子报信？一个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人，心眼还挺多。蒋马正，你在府中多少年了？回大小姐，老奴在府里已经伺候了10年了。10年了。蒋马正，国公府没有苛待下人的习惯，你年纪大了，也该好好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了。你去告诉王管家一声，让他去账房支取500两银子给蒋马正，算是国公府对他这10年的酬谢。告诉府里人，从今日起，他便不再是国公府的人。大小姐，老奴做错了什么呀？您为何要辞退老奴？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涕泪横流，企图博取同情。本小姐只是觉得你太老了，长得太丑，容易冲撞贵人，赶紧拿了养老钱就走。你若再纠缠不休，休怪本小姐打断你4肢，让你全家赚不到1分钱，只能去讨饭。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轿凳放下，让小姐们上马车。马车平稳地驶离了国公府，朝着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行去。马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目的地聚宝阁的门前。拿着。大小姐，这使不得呀，小的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让你拿着就拿着，我们进去需要一些时辰，你到对面的茶馆里寻个位置坐下，喝喝茶，吃些点心，别在太阳底下晒着。谢谢大小姐。这孩子也太容易感动了。唉，罢了，谁让他是我名义上的二哥呢？以后多疼着点就是了。什么二哥？我这是又犯病了，还病得不轻，都开始幻想自己是国公府少爷了。他没有去对面茶馆，只在马车上安安静静地等待着。镇国公府的人都是顶好的人，我一定要好好干活，报答这份恩情。这钱就留着去看大夫。原来是苏夫人跟苏二小姐啊，快请进，牙尖已经准备好了，就在2楼D字号。上界的奇珍异宝，希望能有点好东西，别让本尊白跑一趟。一声清脆的铜锣声响彻整个聚宝阁。诸位贵客，欢迎来到聚宝阁3月1度的珍品拍卖会。老规矩，闲话少叙，上第1件拍品。
此乃前朝宫廷御用之物，凤凰碧玉簪，起拍价300两白银。350两，400两。姐姐，这簪子可漂亮，买来送给二姐吧。珍珍，你可喜欢？若是喜欢，姐姐便拍下来送你。就这破玩意儿，灵气驳杂，玉质粗劣，上面雕的哪是凤凰，分明就是一只营养不良的野鸡。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凡人，为了一颗破石头争得头破血流，真是人傻钱多。第一件拍品很快以800两的高价成交，紧接着古董字画、奇珍珠宝接连登场，每一件都引得楼下众人疯狂竞价。苏宁烟每次都耐心地询问陆真真的意见，得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内心吐槽。前朝大儒的孤本，字写得跟狗爬一样，还没我3岁时画的符好看。东海夜明珠，不过是蕴含了一丝水灵气的普通珠子，给我家小新当弹珠玩，他都嫌硌牙。西域千年雪莲，年份虚报了900年不止，药性流失，拿来熬糖水都嫌味道淡。不是说有上界珍品吗？这都是些什么鬼玩意儿？拍卖会逐渐进入尾声，气氛也推向了高潮。接下来便是我们今日的压轴之宝，此物来自上界，乃是本店机缘巧合之下于东海深渊所得。还真有上界珍品啊，本尊得好好瞧瞧。那是一只通体漆黑如墨的小乌龟，它静静地趴在那里。搞什么？压轴的就是一只黑乌龟？聚宝阁这是在耍我们吗？诸位稍安勿躁，此龟非凡龟，乃是上界中极为少见的玄冥灵龟。据古籍记载，食其血肉可百病不生，延年益寿。若能得其龟甲炼化，更可长生不老。长生不老这4个字如同一道9天惊雷，狠狠劈在每个人的心头。姐姐，是玄龟哥哥，他好像受伤了，在沉睡。上界落到下界会被天道爸爸强行限制很多，小龟龟定然是沉睡修复身体。姐姐，苏家人能帮我们买下玄龟哥哥吗？有点难办，堂堂国公世子1万斤都要卖产业才能筹齐，国公府应该没多少钱。那咋办？没事儿，你忘记你家姐姐最爱的就是黑吃黑。对呀，小青怎么忘了？姐姐就是靠黑吃黑发家致富的。真真想要吗？想要。姐姐，我想要那只乌龟。真真放心，只要是你想要的，姐姐倾尽所有也会为你取来。上界神物玄冥灵龟，起拍价10万两白银，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两。10万两白银的底价。然而短暂的寂静之后，是更加疯狂的浪潮。为了延年益寿，为了长生不老，钱算什么？15万两。我出30万两。70万两，都别跟老夫抢。200万两。200万两，弟子1号的贵客出价200万两，还有没有更高的？200万两第一次，200万两第2次，200万两第3次，500万两。500万两，直接翻了1倍。这已经不是竞价了，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与碾压。隔壁是什么人啊？敢这么嚣张？哟呵，还真有人敢抢本尊的东西。姐姐，一会黑吃黑的时候，小青可以咬上一口吗？姐姐放心，小青咬完之后会漱口的，绝对不会沾上狗毛。大姐，乌龟就让给他吧。550万两。
哼，竟然还有人跟小爷比钱多，有趣。1000万两。姐姐，他欺人太甚，看走眼了，没想到还是个大户。大姐，没必要加价了。抱歉，没给你买到心仪的东西。没关系，苏家家有钱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可恶！姐姐，一会儿要狠狠地抽他的屁股，敢这么欺负我们！春芽，你去打听一下，隔壁天字1号雅间里的客人是何身份？是，小姐。不多时，春芽去而复返，回大小姐，隔壁是7皇子和8皇子殿下，还有平阳郡主。春芽的声音不大，让苏宁烟原本沉静如水的眸子骤然掀起惊涛骇浪。果真是冲着他们来的，以为就用这样的上不得台面的小事就能羞辱他们镇国公府了吗？就这手段，有点小失望啊。萧泽，原来是老七。自从上次那件事，小青梅李雅芝就跟他疏远了。他把这笔账算在小妹身上。刚才的拍卖，他是故意为之的吧？我要去问问他，当初把我当猴耍，现在又羞辱我们国公府，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许去！姐，你放开我！我就算死了，今天非让众人知道萧泽的伪善。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现在出去，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看我们镇国公府的笑话吗？大姐、二姐，我只是不甘心，难道就因为他是皇子，我们就要忍气吞声，任由他们欺负？现在国公府处于劣势，自然得忍。大不了本尊黑吃黑的时候，帮你多打2拳，给你出气。走吧，在等爹爹从边关回来之前，维持现状就行了。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晚就去7皇子府里溜达一圈。3人推开雅间的门，沿着雕花的回廊正准备向楼下走去。然而冤家路窄，天字号房间的门同时打开，与里面的人狭路相逢。原来弟子房的人是国公府苏小姐呀。苏儿小姐，是不是听说泽表哥在聚宝阁，就眼巴巴地跑来了？都说了我表哥不喜欢你了，跟你两情相悦的是那个假7皇子，事情都说开了，还这么厚脸皮追男人，真是让本郡主大开眼界呀。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也不知道是谁，当初为了见我表哥一面，在雪地里等了1夜，为了让泽表哥多看你一眼，高价买诗，想在文诗会出风头，没想到买的诗是卖家偷的。还有一些事啊，我都难以启齿说了。放眼整个京城，谁不知道你苏宁熙就是泽表哥看不上的一条狗啊？如今又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装贞洁烈女？这平阳郡主的嘴有点毒啊！这些都是7皇子暗中安排的，就是要毁掉苏宁熙的名声，怕其他皇子求娶，得到镇国公府的支持而得到太子之位。这7皇子对苏宁熙的感情真复杂，自己不喜欢又不想让给别人，所以宁愿毁掉。几个皇子中就属7皇子最恶心，想踩着女人上位。话说萧泽不是被老皇帝禁足半年吗？这才多久啊，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出来了？看来请太帝的话也是个屁。你给我闭嘴！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整个楼梯口。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长舌妇！放肆！苏宁熙，你竟敢殴打皇室！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抬手便是一掌，带着凌厉的掌风朝着苏宁熙的脸颊打来。这力道，萧泽显然是要下死手。姐姐，打女人的男人都是渣渣，让小青去咬死他们。想打本尊的人，问过本尊了吗？他惊恐地发现自己挥出去的手臂竟在半空中诡异地停滞了一瞬，
一股无形的力量像铁钳般攫住了他的手腕，强行扭转了方向，向前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一声清脆至极的耳光，比方才苏宁熙打的那下更狠更响。表哥，你不是本皇子，是手，他不听使唤。嘿嘿，这下平阳郡主的脸就对称了，比刚才尖酸刻薄的样子好看多了。瞧，现在多有福气。苏表哥，你居然为了苏宁熙这个贱人打我，还说手不听使唤，结果也不知道找靠谱一点的，你就是偏袒他。他那么爱泽表哥，他怎么能当着这个小贱人的面打自己？怎么能这样对他？又是一声，这次被扇耳光的不是平阳郡主，而是七皇子萧泽。啊，我的手怎么了？表哥，不是我，是我的手。嘿嘿，小青，互扇耳光的戏码如何？好看好看。小青蛇这个捧哏还是很专业的，他为什么喜欢待在姐姐的发髻里？就因为这个吃瓜最佳位置，高清无码。救命！表哥，快救救我们！老八，快将我们分开！还等什么？赶紧把两人分开，还嫌不够丢人吗？陆真真见状也觉得玩够了，便悄然收回了法术。老八，拿下他们！本皇子怀疑他们使用法术。大昭国公布的律法明确说过，宗门修仙之人不得对凡人使用法术，一旦发现，拘镇摩斯服役。对，刚刚我的手完全不受控制，一定是他们搞的鬼。够了！苏家世代忠君报国，苏国公更是大昭国的镇国石，你们怎能如此羞辱苏家人？更何况还是一介女子。修仙若真那么好修炼，为何三宗一门人数那么少？若真能成为三宗一门的弟子，那是何等的荣耀！为何国公府没有昭告天下？蠢就不要说话，尽丢我们皇室萧家的脸面。表哥，你怎么能帮外人？如此说我和泽表哥，我们才是你的亲人。都怪母妃心软，当年就毒死他。这不是你们自找的吗？哭什么？先撩者贱，打死无怨。这八皇子想跟我们国公府交好之后，然后再在背地里捅刀子。如果是，这招数也太过阴险了。我是绝对不会给八皇子接近国公府的机会的。八殿下，这是您拍下的物品。玄冥灵龟，就当赔礼送你了。真的？姐姐，这人还怪好呢，出了这么多的钱，还将玄龟哥哥给了我们。奇怪了，本尊竟然看不清八皇子的面相，不知为何，本尊觉得此人身上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觉。姐姐，小青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只是气味只有那么一丢丢，若隐若现的，不太清楚。总的来说，他对姐姐没有恶意，是个好人。萧恒，你什么意思？这可是1000万两银子呀！你就这样随意送人了？送的还是国公府？你是身体病了，不是脑子病了？1000万两很多吗？难道七哥没钱？好，本皇子不跟你说钱的事儿。这玄冥灵龟可是难得一见的大补圣药，是祥瑞之兆，你就算不献给父皇，也不该送给一个外人。难道老八想获得国公府好感，从而得到帮助，坐上太子之位？不行，我绝对不能让萧恒与苏家交好，甚至联姻的。本殿下的钱，拍下的东西，想送给谁便送给谁，别说是送人，就是拿去喂狗，又与你们何干？若七皇兄这么在意玄冥灵龟，想要送给父皇，你大可向这位姑娘购买，只要这位姑娘愿意卖你就行。他有这么多钱，还会让老八将玄冥灵龟买下？就是没那么多钱，所以才偷偷出府蹭老八的光。若老八将玄冥灵龟献给父皇，只要父皇一高兴，他就解了禁足了。
没想到这个老八眼皮子这么浅，宁愿不要太子之位，也要抱得美人归，直接当礼物给送出去了。最让他无语的是，老八看上的不是苏家姐妹，而是昨天才认下的乡野村姑。什么眼光？如果七哥没诚意给父皇买下玄冥灵龟，就不要逼逼叨叨，本皇子跟你没那么熟。红表哥，就算你心仪这个乡野丫头，也不该这么说死表哥吧？你也不过是觉得一时新鲜，别忘了你是皇子，婚姻大事是皇上皇后做主的。有些人以为这样就能攀上高枝变凤凰，真是做梦。苏家都是一群贱人。萧恒目光冰冷刺骨，不带一丝温度，仿佛在看两个跳梁小丑。过几日，本皇子再让人送100万两白银去国公府，你安心收着，本皇子先走一步。此言一出，满场皆惊。100万两玄龟说送就送，还要再送100万两白银当零花钱？这八皇子是疯了，还是情根深重了？随着他们的离开，其他围观的客人也一哄而散。珍珍，你与八皇子何时相识的？不认识。姐姐，那个男人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毕竟你长得那么美。住脑，男人只会影响本尊拔刀的速度。退。不过小钱钱还是挺香的。破天富贵终于轮到本尊了，发财了！姐姐，收了他的钱就会与他沾染因果了，怎么办？哦，姐姐就是给那个冰秧子治病，这样就没有因果了。苏夫人，两位小姐，出事了！你们府上的马夫跟春风楼里的梦蝶姑娘起了争执，赶紧下楼看看去吧。聚宝阁门口早已围了一大圈人，只见国公府老实巴交的马夫李二狗被几个小厮拳打脚踢，旁边一位站着衣着华贵，是一个极美的美人儿。这便是春风楼花魁梦蝶姑娘。你这不长眼的脏东西，竟敢冲撞我们家的姑娘！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想趁机占我们姑娘的便宜。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不是的，小的真不是故意的，是小的没站稳，不小心碰了。不小心？大路这么宽，你非要往我们姑娘身边凑？哼，谁知道你是什么龌龊心思？要么赔偿我们家小姐100两银子，要么就跟老奴去见官。小姐，小人就这么多钱了，求您高抬贵手。他抬手一挥，直接将李二狗手中的银子尽数打翻在地。他顾不上尊严，也顾不上旁人讥笑的目光，整个人立刻趴在地上，像一条狗一样慌乱地用手去扒拉那些沾满灰尘的铜板和碎银。这2两银子可是大小姐刚刚赏赐的。我们家姑娘一晚上都能赚不少，要不是看你只是一个马夫，怎么可能只让你赔100两？没想到国公府这么穷，就这点东西也敢拿出来脏姑娘的眼，愣着干什么？继续给我打！住手！儿，你怎么样？三小姐，小的没事。谁能告诉本夫人，到底发生了何事？这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对奴家动手动脚，意图不轨。若非是奴家的贴身婆子护得及时，后果不堪设想。他说的可是真的？不是的，大小姐，小的被冤枉了，小的只是路过，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这才不小心撞到了这位姑娘。小的绝对没有那种龌龊的心思啊。梦蝶姑娘，我家马夫说，他是被人推了一下，才触碰到你的，并不是对你不轨。苏夫人，你是何意？你是说奴家为了区100两，诬陷一个马夫？我们就事论事。是李二狗的错，本夫人自然给梦蝶姑娘赔偿。若不是，那就不是一个马夫的屈辱，
而是整个镇国公府的脸面被一个小小青楼女子肆意欺辱践踏。那梦蝶姑娘和婆子的脸色瞬间就是一变。春阳，二小姐，奴婢在。去顺天府报官，就说这里有人当街殴打我国公府的人，还意图敲诈勒索，污蔑诽谤，打不过就玩阴的。萧泽那个渣渣也就这点出息了，找回他那可怜的自尊心，花钱雇个花魁来找国公府的麻烦，让苏家当众丢脸，真是又愚蠢又天真。这个二哥被人换了命格，本来就倒霉，更何况这事儿是被人陷害的。不要报官。梦蝶姑娘这是何意？难道真是你们构陷李二狗不成？这个奴家……围观的人群似乎看出了端倪。梦蝶姑娘，你为何要诬陷一个马夫啊？难道真的是来羞辱国公府的？苏国公可是我们大赵国的战神，要不是他在边关，早就灭国了。你为何要羞辱国公府啊？对啊，你良心不会痛吗？这不是送上来的机会吗？切！捻出一张肉眼看不见的黄色符箓，是他自创的真画符，指尖一弹，那道符化作一道流光，悄无声息地没入了那婆子的眉心。婆子的身子忽然一僵，双眼变得空洞无神，仿佛一具被抽走了魂魄的木偶。她张开嘴，用一种平淡无波的诡异的语调自己说了起来。这一切都是七皇子殿下安排的，他说只要让国公府出丑，事成之后就给我们家姑娘赎身。梦蝶脑子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的心腹为何会突然出卖她。此时她只知道自己完了，得罪了七皇子，她恐怕没法在京城里混了。婆子一个哆嗦回过神，她看着百姓都鄙夷厌恶地看着自己和姑娘，下意识附在梦蝶耳边询问：姑娘，出啥事儿了？别说了，我们走。众人见梦蝶等人扬长而去，觉得没什么热闹可以看，加上聚宝阁的伙计出来驱散，很快就散了。大姐，我们不报官了。为了二弟，还是低调为好。知道了。珍珍，走吧。珍珍，你怎么了？我没事儿，缓缓就好了。姐姐，听到爸爸为啥要电我吗？小青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小青蛇已经电得全身酸软，直翻白眼，最后无力地从她发髻上吧嗒一下掉落到地上。大姐，那条蛇……别怕，天道对于他们修仙的限制这么苛刻的吗？难怪三宗一门的人个个都眼高于顶，视凡人为蝼蚁，即便是皇室都忌惮几番。恐怕这些人拥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外，更重要的是受限于天道压制，不允许他们对凡人使用手段，也变相保护了凡人。难怪珍珍老是心里嘀咕拿钱办事，只有等价交换之时才会被天道允许。也不知道天道给珍珍的惩罚会有多久，会不会受伤啊？靠，萧泽那个王八蛋，今晚不把你家里偷的连裤衩子都没有，本尊就不降路珍珍。不用担心，老毛病了，时不时就会发一下病，都习惯了。对了，这只小青蛇是我前几天养的宠物，名叫小青，它很乖，也不咬人。既然是珍珍的宠物，就好好养着吧，只要不把寻宝吃了就行。回到国公府，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快，方嬷嬷，快去请京城里最好的大夫来给李二狗医治，把库房里的那一只百年老山参拿出来，给他熬汤补身子。提拔李二狗当马正，月钱涨到10两，这些天让他什么活都不要干，就在府里面好好养伤，谁敢说半个不字，我撕了他的嘴。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看看，就算是我国公府的一个马夫，也不是他们能够欺辱的。
与此同时，皇宫御书房，混账东西！皇家的脸面都被萧泽那个逆子给丢尽了。为了区区一点口舌之争，竟然支持一个青楼女子去登阶羞辱国公府，他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苏家满门忠烈，为我大招镇守边关，他就是这么对待国公府的。来人，传朕旨意，七皇子萧泽品行不端，德不配位，着即可起禁足府中1年，闭门思过。若再擅自出府，无需告知朕，直接关押宗人府。再派人去七皇子府，给朕狠狠的打他50大板，让他长长记性。当天下午，七皇子府便传来了鬼哭狼嚎般的惨叫。苏家，今日之辱，本皇子记下了。总有一天，本王要让你们整个国公府都为本皇子陪葬。夜，月黑风高，郑国公府，陆真真的房间内，陆真真盘膝坐在床上，双目紧闭，将白日天道劈在他身上的9道雷电残余慢慢炼化。小青，姐姐带你去七皇子府讨债。他如同一只没有实体的鬼魅，穿墙过壁，没有惊动任何人，便来到了萧泽的卧房之外。殿下，奴才尽量轻一些上药，你忍一下。该死的苏家，这笔账等本皇子伤好了再跟你们慢慢算。随后去了萧泽的私库，多宝阁上稀稀拉拉地摆满了各色珍奇古玩，前朝的字画，稀有的玉器。就这一个皇子，就这点家当，还搞那么多机关。本尊在上界随便打劫下九流的宗门都比这富裕，萧泽这个王八蛋，又蠢又穷还抠门，真不知道哪来的脸在外面耀武扬威。蚊子再小也是肉，不要白不要，收。陆真真神念一动，只见司库之内凭空刮起一阵微风，那码放的如同小山一般的金银箱子瞬间消失不见。紧接着，多宝阁上的古董字画、玉器珠宝也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拂过，一件件凭空蒸发。再去其他地方转转，不给萧泽留一条裤衩子，就不会给他留一只袜子。然而就在他转身的刹那，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骤然从天而降。靠，这次来真的。之前的惩罚只是警告，这样的天雷惩罚，恐怕天道爸爸是真生气了。毕竟不问自取是为偷，上界都是修仙者，争夺资源也是常有的事。天道爸爸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象征性一下下，可这次是拿的下界凡人的东西，他动怒了。小青蛇看见这一幕都不想吐槽了，摆烂了。哼，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了。陆真真在天雷下来前快速出了司库，闪进了七皇子萧泽的房间。什么人？一道比水桶还粗的紫色神雷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撕裂苍穹，无视了七皇子府的一切建筑与阵法，精准无误地朝着陆真真所在的位置悍然劈下。当第9道天雷落下，那恐怖的天威终于缓缓散去。快去看看殿下！陆真真看着没有被劈死却全身黢黑的萧泽和小太监的身影。果真，天道爸爸不会随意劈死一个凡人的。一阵诡异的痴傻的笑声从一截断墙后悠悠传来。泥巴，我要做个小白兔的。小白兔跑了。哎呀，快给殿下披上衣服啊！
别碰我，我要抓蝴蝶！时而大笑，时而痛哭，嘴里胡言乱语，彻底变成了一个白痴。皇宫御书房，景泰帝听着暗卫的汇报，天降神雷，正中老七的府邸，可知晓今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异象？回陛下，那道九霄紫雷好似是冲着七殿下本人去的。什么？他做了何等天怒人怨之事，竟引来了天谴？殿下他被雷劈中之后，似乎是神志不清了。哼，废物！不仅是个蠢货，还是个扫把星。传朕旨意，替皇子身体抱恙，在府中静养，无诏不得外出。这道旨意名为静养，实则已是彻底的放弃。一个疯了的被上天厌弃的皇子，毫无半点价值。国公府，妈呀，天道爸爸下手可真狠，开始炼化体内肆虐的天雷余威。天道爸爸还是比较疼本尊的，虽下了9道天雷，实则给本尊打通了经脉，更好的淬炼身体，不亏不亏。姐姐，小青的伤势修复好了，需要小青给团老大喂银子吗？有了小青蛇帮忙，陆真真终于安心地躺在床上了。姐，有好吃的吗？有蛇！姐姐，小青可以吃了它吗？人，快救救鼠！说秘密跟人说。救命啊！有蛇要吃鼠啦！小青，放了它。快说。今天鼠无聊，在府里转悠，听见2人和3人说，要半月后老人生辰宴，要给小人下药。3人是我们府中人？不知道，鼠从未见过。人，鼠可以喂它，能给鼠好吃的吗？一个吃，一个喂，一个监工，这不就是全自动投喂流水线吗？完美。翌日清晨，二小姐，您起了吗？夫人让您去中堂说话。朴实无华且枯燥的一天又开始了，进来吧。二小姐，您的药真是神了，奴婢昨夜发了一身汗，今早就大好了。这是奴婢特意去低楼给您买的，还热乎着呢，你先垫垫肚子。恐怕天不亮，小桃桃就去排队购买了吧。小桃桃之前单方面以为本尊要跟她抢大姐的宠爱，但骨子里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姑娘。陆真真捏起一块，心情颇好的咬了一口，没有看见春桃突变的脸色。国公府中堂，真真来了，快坐。我让你们来呀，是有件事情要说，顺便问问你们的意见。渊儿，你说吧。近来府里风波不断，不管是大姐夫去世，宁远侯府被诡异灭门，还是小妹名声有损，都太过晦气。还有半月就是母亲的生辰，不如借这个由头办一场宴席，请些宾客来热闹热闹，冲一冲这府里的霉运。大哥大姐，你们看这样安排如何？渊儿这个提议很好，国公府是该热闹热闹了。正好趁着这一次我的生辰宴，我便正式向京中的各家宣布，真真是我镇国公府的义女，是我苏家名正言顺的国公府2小姐。嘿嘿，是不是又可以收礼了？没想到母亲这么重视这个该死的乡下泥腿子，得想个办法把这个碍事的赶出国公府，以免我的计划节外生枝。原来在这里挖坑呢，冲喜，我看是冲着小妹的命去的吧。这个伪君子，打得一手好算盘，想趁着寿宴人多眼杂给小妹下药。
不知道他是想毁了小妹的名节，好让国公府蒙羞，还是想用这样的手段强行将小妹嫁出去，笼络人心。这心思可真够毒的。这消息如同惊雷一般在苏家众人心中炸响。我以为六皇子只是景泰帝安插在国公的眼线，没想到他不仅仅是一个白眼狼，还是一条阴暗的毒蛇，满脑子都是太子之位，连一起长大的小妹都不放过。母亲，大哥，你们这是怎么了？母亲只是感慨，之前渊儿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人儿，如今已经长成了孝顺的少年郎了。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府中这些接待宾客、逢年过节、拜祭祖先等等事宜，不都是大姐小妹办吗？小妹要帮大姐张罗宁远侯府的事情，实在是没空，就麻烦二弟了。大姐，我们是一家人，说什么辛苦之类的话？既然如此，我就却之不恭了。母亲，儿子这就去办了。去吧，别太累着了。若有不懂的，就让方嬷嬷帮衬一些。谢过母亲。等南辰渊一走，娘，昨夜天降异象，9道紫雷尽数劈在了七皇子府，七皇子被雷劈中疯了。疯了？千真万确。陛下已经下旨，令其在府中静养，无诏不得外出。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怎么会突然被雷劈中？天道爸爸果然是本尊亲爹，看似惩罚了本尊，实质上把萧泽那个人渣给劈成了白痴，简直是5星好评，必须点赞。就是不知道他光着屁股抓蝴蝶的样子被多少人看了去。什么？昨天的天雷是劈陆真真的，没想到劈了七皇子。这事不会是他干的吧？哼，坏事做尽的人渣，老天都看不惯了，活该被雷劈。老皇帝8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敌我不明，粗略算5个儿子，还有些纠结选哪个倒霉蛋下手。这老六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让本尊好好筹谋筹谋。为了以防万一，苏南辰还是让墨影派人暗中盯着苏南渊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随时跟他汇报。半月时光转瞬即逝。每天就是买。这种朴实无华且枯燥的日子，虽然堕落腐败，本尊可太喜欢了。苏宁烟和苏宁熙相互看了一眼，更加卖力地给他买东西。终于到了情势生辰这一日，镇国公府张灯结彩，车马迎门，宾客络绎不绝，一派喜庆祥和。七妹妹，你的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之前七皇子看不上你，如今他得了重病，被皇上勒令在府中休养。若是西妹妹此刻去求陛下赐婚，陛下感念其一片赤诚，说不定就准了呢。到时候西妹妹可就是名正言顺的七皇子妃了，真是可喜可贺呀。这些话如同一根根淬了毒的针，狠狠扎向苏宁熙的心口。这些人说这些话什么意思？让堂堂国公府小姐嫁给一个疯子，亏他们想得出来，分明是想将我的脸面，国公府的脸面撕下来，扔在地上狠狠地踩踏。是李小姐想嫁，又怕吏部尚书府的门第不够，辱没了皇子威名，这才怂恿西妹妹去探探路。若是成了，你便可说国府千金尚未嫁得，你自然也嫁得。若是不成，丢脸的也是国公府，与你李家毫无干系。这算盘打得可真是响啊。其实李小姐也不用如此小心翼翼，国公府在皇上跟前儿还是能说上话的，可以让我大哥去皇上面前请旨，将你赐于七殿下，说不一定冲一冲喜，七皇子就好了呢。这话简直是诛心。苏宁熙看见陆真真，眼睛顿时都亮了。你什么你？皇家婚配，
自有陛下与天道定夺，请容尔等在背后妄议揣测。还是说，几位姐姐的家族，如今已经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了？哪来的几只苍蝇，一直嗡嗡嗡的烦人。那个王小姐，本尊似乎记得原身当暗卫时，倒霉大哥就在暗中调查他爹贪墨军饷，也不知道找到证据了没有，不知道低调行事，还像癞蛤蟆一样的到处蹦跶。这个李小姐，前几日还被我看到在城外别院跟一个穷书生私会，玩得挺花呀。石破天惊的内心吐槽。苏宁熙没想到这两人看着挺正经的，没想到还有这些事。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还有，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就是，你算个什么东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乡野丫头，攀上了高枝，就以为自己是国公府小姐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个德行，还敢插嘴我们京城贵女之间的事。住口！姓李的，就凭你也敢骂我真真姐？苏宁熙，你敢打我，我要撕了你！两人瞬间撕扯在一起。哎，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今日可是母亲的生辰宴，哎呀，不要闹了！哎呀，熙妹妹，不要再打了！陆真真看似在一旁拉架，实则趁着混乱护着苏宁熙，用脚精准无比地踹在李若兰等人的身上。都给我住手！竟是镇魔司副指挥使周清风。这个臭男人居然敢帮着李若兰，我记住了。王爷，已经处理好了。众人顺着周清风抱拳行礼的方向看去，正是并肩王萧莹。竟然是并肩王！不是说并肩王身中奇毒，命不久矣了吗？王爷怎么会出现在国公府的寿宴上？王爷怎么来了？今日可不是治病的日子。啊，听闻陆姑娘被国公夫人收为义女，本王今日来是专门来给姑娘送贺礼的。多谢王爷赏赐。里面是一块白玉佩，一边刻着镇魔司，一边刻着真字。这是什么意思啊？想让本尊给镇魔司打白工？本尊拒绝当牛马。这是镇魔司编外人员的令牌，整个大招也不过5个，这个令牌可以调动100名镇魔司的人员，你好好收着。陆真真瞬间明白对方的意思，如今国公府是镇魔司罩着的，看谁不要命敢动国公府。好了，贺礼已经送到，本王离开一会儿，寿宴上见。天哪，并肩王竟是专程为那个陆真真来的。那盒子里装的什么？看那木盒的材质就知绝非凡品。这个陆真真究竟是什么来头，竟能得到并肩王的青睐？寿宴正式开始。八皇子殿下，贺礼到！众人又是一惊。八皇子，那位传说活不过25的病秧子，他怎么也来凑热闹了？咱家奉殿下之命，特来为国公夫人和陆小姐贺喜。殿下贺国公夫人年岁更替，顺意长存。殿下为陆小姐特赠白银100万两，祝陆姑娘花开富贵，岁岁无忧。100万两，我没听错吧？八皇子这是疯了？这是贺礼？这简直是拿银子在砸人吧！这陆真真不是救过国公秦夫人一命的乡下野丫头吗？怎么会认识八皇子？先是并肩王亲临送礼，再是八皇子豪掷100万，国公府收养的义女到底是何身份？坐在主位上的秦氏看着白花花的银子，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他只是借自己生辰宴将陆真真介绍给圈中权贵，怎么会引来并肩王和八皇子？这如何是好？嘿，这人说送就送，能出。
今日招待不周，还请诸位尽兴。诸位，此乃家父在10年前亲手在后院桃花树下埋藏的桃花酿，今日特意取出与诸君共饮，聊表谢意。来了来了，被夏利亚的酒朝着小妹走来了。陆真真的心声让苏家几人心头一颤。没事的。苏宁熙拿起面前的酒杯，深呼吸一口气，慷慨赴死般的准备一饮而尽。突然有人从后面狠狠撞了他一下。小姐恕罪，奴婢该死，奴婢不是故意的。没事，起来吧，走吧，去换一件衣裳，不然就太过失礼了。既然如此，不如我们给六皇子创造出手的机会。姐妹二人带着贴身丫鬟相携离去。六皇子因为并肩王在国公府，所以放弃了。他这样想着，就看见有人跟在苏家姐妹的身后。哼，换方式了。小青，姐姐，是要小青去咬那人的屁股吗？你咋就对人的屁股感兴趣？因为屁股肉厚啊，不会硌牙，而且那个位置比较私密，一般人不会用嘴把毒液吸出来，死亡率高达90%哦。小青是不是很聪明，很厉害？小青是最棒的小蛇蛇了，去帮本尊盯着，只要谁敢对苏家姐妹动手，你就狠狠咬谁的屁股。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小子的野心比本尊想象的还要大。今日并肩王和八皇子对本尊的重视，让本尊在这小子心里也有了价值，连本尊也成了目标。他用这种东西来算计本尊，是该说他天真呢，还是该夸他勇气可嘉？有意思，真有意思。苏南渊时不时地关注着陆真真，看着他毫不迟疑，干脆利落将杯中那杯下了药的桃花酿一饮而尽。成了。这药效不行啊，既然要做坏事儿，就不要那么抠搜，居然买假药，蠢而不自知。陆姑娘，您可是不胜酒力。不愧是本尊，鱼儿这么快就上钩了。哎呀，头好晕。陆姑娘，不若奴婢扶您去偏院客房歇息片刻。陆真真点点头，她搀着陆真真避开宾客的视线，从侧廊穿过，一路走向后院最偏僻的一处小院。陆姑娘，您好生歇着，奴婢就在院中守着，有事您唤一声便可。陆真真倏地睁开双眼，方才的迷离醉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合欢香，双重保险。六皇子那个狗脑袋是做不到这样细致的，定是狗皇帝示意的，这手段真是半点新意都没有。不过下界凡人极其看重女子规格声誉，这样上不得台面的算计是最有效的。陆真真没有离开房间，重新躺了回去，闭上眼静静等着。她倒要看看是那个不怕死的狗东西敢跟六皇子一起算计她。清纸院，大小姐，不好了，车少爷腿摔断了，您快去瞧瞧吧。这儿怎么样？怎么就摔了呢？是车少爷和其他大人的少爷一起在后院玩耍，不知怎的就从假山上摔下来了。大姐，你快去瞧瞧彻儿，不用陪我，我还有春芽呢。苏宁言心中冷笑，苏南渊为了支走他，居然对薛彻下手，连小孩子都不放过，真的够狠。大姐去瞧瞧，你换好衣裳就直接去宴会吧。春芽跟在苏宁熙身后，刚要进屋，只觉后颈一痛，眼前瞬间一黑，便软软地倒了下去，然后就被人拖走了。紧接着一双手将苏宁熙狠狠往房里一推，苏宁熙踉跄一步，差点摔在八仙桌上，还未回神就听见门响，房门被人重重关上。春芽，外面有没有人？苏小姐，你是逃不出去的。李文山，
想做什么？这里是镇国公府，你要是敢乱来，我爹爹和大哥不会放过你的。哎呀，这样的状况大哥也预测过，安排的暗卫咋还不来？我还能做什么呀？我当然是娶你呀！要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怎么会出现今日的局面呢？放心，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包括国公府的暗卫。你们府中暗卫大多是7品，更何况外面还有六皇子安排的10位6品武者、4位5品武者和1位4品高手。就算他们真的来救你，也会让他们有来无回。放心吧，嫁给我，我今后定会好好待你的。你别过来，你再敢上前一步，我立刻死在你面前。我死了，你们李家也别想好过。哟，贞洁烈女。他指了指角落里那尊不断吐着青烟的铜兽香炉，笑得愈发得意。可惜呀，晚了。这屋里点的可是上等的合欢香，就算你是铁打的仙女儿，再过片刻也得变成主动投怀送抱的荡妇。到时候就算你求着我都未必会怜惜你呢。话音刚落，院外突然传来一阵兵刃交接的闷响与低沉的嘶吼。是大哥安排的暗卫？不必指望了，六皇子殿下的人可比你们国公府那些废物厉害多了。果然，院外的打斗声很快便弱了下去。就在李文山舔着嘴唇准备扑上来的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细如发丝的翠绿色影子从窗户的缝隙中闪电般的钻了进来。他快如鬼魅，悄无声息地游走到李文山身后。嘿，姐姐说了，要狠狠地咬屁股。他的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紫，口中涌出白沫，双腿一软，面朝下直挺挺地栽倒在地，全身不停地抽搐。这不是珍珍姐身边的小青蛇吗？是珍珍派他来救我的。就在此时，一声巨响，那扇被反锁的房门竟被人从外面用蛮力一脚踹开，正是镇魔司副指挥使周清风。地上的李文山不停地抽搐，口吐白沫，赶紧上前查探。仅仅10息的功夫，李文山没了动静，死了。周清风余光看向不远处的小青蛇，抽吸一口冷气。这蛇极毒无比，拔刀要砍杀。你想对我的救命恩蛇做什么？难怪明里暗里找大哥的茬，果真不是好东西。小样，下次再敢对我出手，直接吞了。周清风愣了愣，他似乎看见了那条小蛇眼中的鄙夷之色，眼花了。你马上立刻赶紧滚出本小姐的房间，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走狗。大哥不是东西，一脉相承的妹妹应该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不过屋子里面的味道，合欢香，而且药性极烈，是达官贵人之间流传的小玩意儿。难道是吏部尚书的小公子要对苏家小姐下手？吏部尚书是六皇子的人，但是六皇子从未在人前露过面，神秘得很。难道六皇子想要对国公府下手？难怪王爷让我偷偷跟着来瞧瞧。此地不宜久留，走。你别过来，这里是国公府，你休得胡来！你敢动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女人就是烦。然而当他们踏出房门的那一刻，一股比屋内更浓郁更刺鼻的血腥味迎面扑来。小妹，大哥，我好害怕。周清风，你对我妹妹干了什么？别误会，
我周清风虽然不喜你，但也绝非是那种下作之人，是王爷让我来的。是吏部尚书的小公子想玷污你妹妹，尸体还在里面。苏世子，是本王瞧见有人鬼鬼祟祟跟着苏家小姐，怕有危险，才让清风跟在身后保护。结果没想到，真有人胆子如此之大，在国公府对苏家小姐行这样的龌龊之事。大哥，是李文山，他说上门求娶多次都被母亲拒了，他就怀恨在心，是真真姐的小青蛇救了我。回王爷，吏部尚书拥护六皇子，这些人应该也是六皇子的人。如今六皇子计划未得逞，不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乱子。不好，真真，他怎么忘记了？六皇子的目标除了自家小妹，还有陆真真。那个丫头也被六皇子算计了。萧莹心里一惊，二话不说，紧跟苏南辰身后离开。还傻愣着干啥？赶紧带我去找真真姐。另一边，苏南渊搞什么呀？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人来？再不来，本尊都要睡着了。一声轻微的令人牙酸的门轴转动声在寂静的房间里突兀地响起。来了来了，终于来了。门被推开，两个人影一前一后，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江少，瞧见没？床上躺着一个仙女姐姐，只要你跟仙女姐姐睡觉觉，仙女姐姐呢就能给你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娃娃。嘿嘿嘿嘿，生娃娃。苏南渊居然给我找了个这样的玩意儿，丑就算了，还是个痴儿，侮辱谁呢？仙女姐姐，生娃娃。江少可是江大将军最疼爱的小公子，今日之后就能嫁入江府吃香的喝辣的，切，真是便宜你了。找死！陆真真只是在床上一个翻转，一条纤细修长的腿狠狠踹在丫鬟的胸口处，那丫鬟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墙壁上，再软软的滑落，瞬间气绝身亡。好玩好玩，再来一次，我也要玩。一声清脆刺耳的骨裂声突兀地炸响，还在傻笑的傻子脸上笑容一僵，下一刻脑袋往旁边一倒，死了。这死胖子真是恶心。陆真真正要将恶心的胖子尸体丢在一边，一道金色光芒毫无征兆地从虚空中射出，如同一道光柱进入已经死去胖子的眉心。下一刻，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了，竟然伴随着咯咯咯的骨骼摩擦声，以一种完全违反人体构造的角度，缓缓地转了回来，大眼瞪小眼。就在气氛变得诡异起来时，一声石破天惊的嚎哭从胖子的口中爆发出来。哇！什么鬼玩意儿？这个死胖子被毒射了？师叔左，小元宝总算是找到您了。师叔左，您不认得小元宝了？我是玄清师尊新招的小弟子，元宝这个名字还是您给取的呢。您说我长得招财运，当时您在赌放黑吃黑，为了不让人怀疑你去钻狗洞，还是弟子给您放的风呢。停，别说了，本尊信了。再不阻止，小弟子为了证明自己，非把他的黑历史全抖落出来。还真是小元宝啊，不满6岁的爱哭包。小元宝，怎么来下界了？是师尊送我下来的，说我修为低，不会受到天道压制，能很快很顺利的找到师叔祖。贤卿送你下来干啥？我跟你说，我可没钱养你，想吃饭，想修炼，自己赚钱。
不是的，师叔祖，咱们的宗门没了，全没了。你说什么？您被人暗害之后，魂灯虽未灭，但是师尊他疯了。师尊带着大师兄等亲传弟子，踏遍3000世界，血洗了9大天城，只为寻出暗害您的凶手。可是师尊那不管不顾的做法惹了众怒，5大顶级宗门跟10多个小宗门联合起来，设下了天罗地网，围攻我们天玄宗。我们天玄宗虽然强悍，但是人数太少了，无法与他们抗衡。师尊算出了您的位置，就把我给送来了。师叔祖，这是师尊让我给您带的留影石。玉石发出一声清鸣，悬浮于半空，霎时间华光大放，一道巨大的光幕在陆真真面前展开，其上景象变幻，竟是天玄宗的山门。玄清，你倒行逆施，血洗九域，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只要交出陆真真的魂灯，我等或可给你天玄宗留下一丝血脉。哼，什么倒行逆施，当老子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们自己不承认自己修为太差，从而抹黑我们天玄是黑吃黑抢夺机缘的匪类。我师尊就是你们害死的。现在你们如法炮制，想不要脸的暗害我师叔，血洗9域而已。哼，老子的气还未消呢，想让老子交出师叔的魂灯，做梦！今日天玄宗虽灭，但只要师叔祖重返上界，他日我们必将踏平尔等的山门，血债血偿。话音落下，他双手结印，周身灵力狂涌，整个天玄宗地动山摇，一道通天彻地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将整个天玄宗主峰连同那10多名弟子尽数笼罩其中，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光茧，而后缓缓沉入大地，消失不见。他知道最后的那道金光是什么，是天玄宗最后一道守护大阵。玄清将剩余10多名弟子和残缺不堪的宗门都封印在虚空禁地之中，只有等他重返上界，开启大阵，才能将他们从禁地释放出来，否则将永生永世被困在其中。5大顶级宗门吗？敢灭本尊的宗门，伤本尊弟子。好，很好，本尊都记下了。等本尊解决了与苏家的因果，回到上界，定要将你们一个个抽筋剥皮，神魂俱灭。师叔祖。就在这时，房门被人从外面用蛮力一脚踹开。苏南辰和王潇颖两人看见这一幕，眼底翻涌着惊涛骇浪，大脑一瞬间陷入了空白。这是何等诡异离奇的场面。哦，这2位哥哥是谁呀？长得真好看。苏南辰看着卖萌的胖子无语，站在苏南辰身后的萧颖也无语。真真，你们六皇子马上就要带人来了，这局面太尬了，怎么破局？院外一阵杂乱又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此时所有人猝不及防地看见屋里有一个胖子正抱着陆真真的大腿一幕，纷纷露出惊愕的表情。很快众人的眼神里染上鄙夷的神情，果真是上不了台面的乡野丫头，才被国公夫人认为义女，就迫不及待想要攀高枝。难道她不知道江少是个傻子，或者说连傻子都不放过？
本王和苏世子还有陆姑娘说话，没想到江公子突然就冲过来。都安排妥当了，怎么会出现意外？为何卧病在榻的小皇叔会来国公府，还如此维护这个陆真真？更重要的是，小皇叔什么时候跟苏南辰关系如此之好了？难道国公府已经投靠小皇叔了？但是小皇叔的病没几日了，投靠了又能如何？也风光不了几年了。我之前还念及与秦氏的母子情，与苏南辰、苏家姐妹的兄弟姐妹情，所以手下留情了。没想到他们居然背着我攀上了小皇叔，那就别怪我心狠。江少，你这是看上我姐了？不然咋一直抱着不放？母亲，江大将军家里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极其疼爱，二姐嫁过去也是很不错的。母亲，你觉得呢？计划不错，可惜姓江的死胖子已经死了，如今胖子体内的不过是一个不满6岁的小娃娃。六皇子让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娃娃成婚，简直就是畜生。母亲没有意见，人生大事还需要问问真真，只要真真同意就行。国公府最近霉运连连，为娘去白寒寺算了一卦，住持说真真是苏家的福星，需在苏家住上3年才能让苏家去除霉运，所以啊，就算真真要出嫁，也要3年之后。原主是个傻子，你知道咋办了吧？师叔祖，这人想害你，小元宝知道怎么做了。爷爷，苏儿好想你啊，爷爷，你跟我回家好不好？爷爷，爷爷，娘的，这哪里是傻子，分明是连人都分不清的白痴。小元宝，爷爷是个什么鬼？陆真真嘴角抽动2下。弟子喊你师叔祖，在凡间，师尊相当于弟子的爹爹，师尊又喊师叔祖为师叔，可不就是爷爷吗？苏南辰对江家这个傻子没了敌意，秦氏也是越看小胖子越觉得可爱。这个小娃娃就是真真在上界的徒孙。妖祖，我的儿啊，你又乱跑什么？哎呀，傻儿子，胡说八道些什么？还不快跟我回去！娘，你看看，他是不是跟家里墙上挂着的爷爷长得一模一样啊？江夫人无语，她现在只想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儿子塞回肚子里重造。娘，你说过耀祖要当个孝顺的好孩子，还说爷爷在世的时候对耀祖可好了。现在耀祖瞧见爷爷，难道不应该痛哭一场，来表达思念之情吗？不应该将爷爷带回去，好好的孝顺吗？你这孩子都胡说什么呀？走，跟娘回家。离开时，他的余光狠狠瞪了苏南渊一眼。什么六皇子的得力助手，什么给我儿子娶漂亮媳妇儿，依我看，这人就是故意给大将军府抹黑。我回去一定跟夫君说，离那个狗屁六皇子远一点。手下的人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能干什么大事？其他人脸色各异，纷纷跟秦氏寒暄了几句，都纷纷离开了国公府。小元宝真是聪明，还知道把本尊的乾坤袋拿下来。有了这些口粮，团团明后天就能醒了。秦氏和苏南辰不由得皱了皱眉头。那个叫团团的醒了，真真是不是要离开他们了？得想办法将他留下来。今日这局我输得莫名其妙，今日让苏家人都有了警惕之心，下次恐怕难了。该死的！哎呦，不好了，老夫人，车小少爷从假山上摔了下来，左腿断了。为了太子之位，竟对一个小孩子出手，简直是不择手段，视人命为草芥。果真不是苏家的血脉，
完全继承了老皇帝的自私自利、心胸狭隘以及敏感多疑、冷血无情的性子。母亲，您别急，小侄子吉人自有天相，定不会有事的。珍珍、渊儿，跟母亲去看看小彻儿。娘，王爷还未走，我们就离开，不太好。王爷来国公府定然是为了朝堂之事，交给你大哥就行。你还未入仕，打探朝堂机密会引来杀身之祸的。给陆姑娘黄金万两为本王治病的，可是苏世子？是。为何？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君而事。我苏家忠于的是黎民百姓，而不是皇室。王爷心怀天下，是如今大辽国的不二之选。萧莹低低的轻笑一声，书房一叙，如何？可。与此同时，林轩今日也受邀参加国公夫人的生辰宴，刚走出大门，就看见自己得力助手带着一小队官差急切地走过来。你们怎么来了？大人，你看看这个，一炷香之前突然出现的，不知真假，所以属下带了一小队人前来查看。林轩看着纸条上写着国公府清纸院暗杀李文山死几个字，不由得皱皱眉头。走，无论纸条上写的事件是真是假，必须严惩。林轩换上张大虎带来的官袍，可当他踏入清纸院时，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院内干净整洁，青石板上连一片落叶都无，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大人，这……去那边看看。他指向不远处的假山。大人，这里有个人。只见假山后，李甲的小丫鬟蜷缩在地，双目紧闭，已然晕厥过去。他认出来了，是苏二小姐。不对，现在应该是苏三小姐的贴身丫鬟春芽。密报不是说有暗杀吗？不是说吏部尚书家公子李文山死了吗？人呢？就连尸首都没见着。大人，兄弟们搜了一圈都没有任何线索，是不是情报有误啊？这事儿肯定是真的。你看这些地方都太干净了，仿佛刚被打扫过一般，应该是有人不想我们插手。这件事儿恐怕不简单呢。正要收队离开清纸院，就看见苏大小姐贴身丫鬟春桃急匆匆地跑过来。瞧着对方着急的模样，林轩紧抿着嘴角。难道密报上的地址说错了？不是清纸院，而是苏大小姐的听雪院。林大人，请跟奴婢去一趟听雪院。出何事了？有人想要谋杀我们小少爷。在何处？赶紧带本官去。他也不废话，带着张大虎等人跟着春桃去了听雪院。你们留在外面，本官一人进去。大小姐，林大人到了。京兆府尹林轩，见过老夫人、二公子、大小姐、二小姐。林大人不必多礼，没想到大人来得如此之快。听孙儿说有人意图要谋害他，还请林大人帮国公府找出凶手。本官之前就接到密报，说国公府清纸院有人暗杀，本官前来却扑了个空啊，只在假山下发现了昏迷的丫鬟春芽啊，没想到幕后之人还对彻少爷下手。什么？希儿如何？本官并未瞧见苏三小姐，不知是否被人掳了去。母亲不用担心，小妹吉人自有天佑，不会出事的。娘，小妹没事。既然二女儿说了没事，希儿就一定没事。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吗？我与几位哥哥在假山那边玩捉迷藏，突然感觉脖子后面一麻，眼睛一黑，在昏死过去时，感觉有人将我推下假山。那可看清是谁将你推下假山的？并未，
只是晕死之前，余光瞅见那人身上穿着府中小厮那种青灰色短打的服饰。一个下人？不，绝非是国公府下人。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点了小少爷的晕血，还将其推下假山，更是没有一个人发现他，必然是个会武功的高手。我也问过假山周围的宾客以及和车儿一起玩耍的孩子，他们都说没看见任何人靠近小车。孩子们说小车躲起来后许久没出来，他们去找，这才发现他已经晕死在了假山下。嘿，这招连环计还没完呢。那人将薛彻推下假山的事情已经再三给李二狗了，若林轩稍微一查，就会查到李二狗身上。最近府中的人突然对一个马夫这样上心，已经引起老六的注意了。他虽不知道李二狗的真实身份，但也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个不确定因素。若今日的事都按六皇子计划的走，国公府气运可就没了一大半了，离抄家流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母亲，大姐，你们不用太担心了，这是我前几天去云寒寺求的，可以保平安，需小人用。真真呐，这个该怎么用啊？是放在身上吗？保平安的不都是符咒吗？为何会是一颗不起眼的珠子？也不知道秦氏是没脑子吗？就被这野丫头三言两语就给忽悠了。娘，你滴一滴血在珠子上，等血被吸收后捏碎就行。搞定。娘是国公府主母，她滴血布下这玄光镇邪阵的事情，天道爸爸就不会批本尊了。玄光镇邪罩可是好东西，本尊也就3颗，对苏家来说正好。只要忠心苏家的，哪怕是一只虫子，都能身体康健，无病无灾。那些混进来的探子，不出10日全都会病死，任何大夫都查不出来。本尊倒是要看看，府里到底有多少探子。秦氏和苏宁烟心猛地一跳，上界还有这种好东西啊！难怪人人都想去宗门修行，都想有一天能够前往上界。启禀老夫人、大小姐，大公子秦二小姐即刻前往书房一叙，并监王殿下亦在书房等候。难道说大哥打算放弃中立的立场，投在并肩王的旗下？否则的话，从未与国公府有过接触的并肩王会来参加国公府夫人的生辰宴。真真，去吧，别让王爷觉得我们国公府怠慢了。是。哼，某人快坐不住了，肯定想办法急着去给他的主子报信。看来国公府是真的投靠了小皇叔，这件事可大可小，必须通知父皇。母亲，儿子还有事，需要出府一趟。秦氏望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诮。有真真的玄光镇邪罩，我倒是要看看这些鬼东西还能蹦跶几时。镇国公府的书房，这是成功会面后让本尊来去除魔气。那大哥到底是让本尊一次性治好，还是分2次治好？真真，一次就够了。好吧，之前说好的这一次给100两，如今岂不是少100两？虽说之前的积蓄能让团团醒来，谁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受伤，毕竟团团靠吃银子制霸天下。放心，治疗之后大哥会给你1000两。倒霉大哥可真好。有劳陆姑娘了，如果能够一次性的治疗好，本王愿付1000两的诊金。行，我们开始吧。话音刚落，萧莹站起身，极其自然地解开自己的衣袍，露出白皙的肌肤。王爷，你在干什么？住手！王爷，怎可在女子面前宽衣？殿下，男女有别，您这是做什么？就算治病，也不要脱衣啊！他叫王爷冰清玉洁，这个陆真真一看就是掺王爷身子的女色批，我绝不会让苏家人得逞。嘿，
治病救人，何须在意这些繁文缛节？陆姑娘既然要施展银针，不褪去衣物，如何找准穴位？再说了，又不是第一次了。王爷不必如此，这次治病用不着银针，更不必宽衣解带。欲擒故纵，哼，女人。小青，回来开饭了。话音落下，一道碧绿色的影子如闪电般钻了进来。周清风越看小青越眼熟，这不是咬死李文山还鄙夷过他的那条小青蛇吗？陆姑娘，她是不是……是他。放心，他是专食魔气的灵虫，不吃人。陆真真拖着小青，在苏南辰和周清风的注视下，将手腕凑到萧莹的胸前。去吧。不是说魔气极难驱除吗？这就行了？不，这么多年，魔气早已经侵入王爷的五脏六腑与四肢百骸，除了心脏，还有头部。陆真真将盘在腕间的小青轻轻取下，放在了萧莹的头顶。不愧是血咒，都快要在这人体内修炼成精了。若不是小青多年压制，恐怕高高在上的王爷在魔气侵蚀下，不是死就是演变成怪物。1000两诊金，有点小亏。王爷，别动。他体内的魔气与他神魂相连多年，此刻强行剥离，无异于抽筋剥骨。你现在上前，只会引得魔气反噬，让他死得更快。瞪本尊干嘛？又不会让你主子少疼一点。有这功夫，不如想想一会儿怎么加钱感谢本尊。小青的速度快到了极致，他猛地张开嘴，那看似小巧的舌吻，此刻却仿佛化作一个无底的黑洞。魔气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响彻书房。小青不闪不避，竟主动迎了上去，一口将那魔气化作的鬼爪吞噬殆尽。姐姐，这个魔气不愧是小青养了许久的食物啊，就是好吃。你开心就好。不过香姨能扛住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这么多年，毅力倒是不错。毕竟是我一眼就相中的寄生宿主啊。王爷，您感觉如何？真真，王爷的身体可是好了？好了，好好睡一觉，多吃点好的，补补身子，然后再连续晒10日太阳，就痊愈了。陆姑娘，这是王爷的枕巾。我这有钱人是跟有钱人玩的，瞧瞧一个两个都能随时拿出1000两，不错不错。陆姑娘，此番大恩，本王没齿难忘。银货两讫的事情，都是生意，王爷不必如此。哼，既然如此的话，本王想与陆姑娘谈一笔生意如何？王爷谈的生意绝对不会小，看来又能赚不少钱了。王爷说来听听，只要价格公道，一切好说。在下执掌镇魔司多年，麾下有数百名的兄弟，常年与妖魔鬼怪缠斗，许多人都如同我一般被魔气侵蚀，苦不堪言。破魔丹数量太少，都是紧着修为高、功勋高的袍泽，下面普通的镇魔司力士只能咬着牙硬生生的抗。本王想请陆姑娘，或者说请您的灵宠，为镇魔司的兄弟们驱除魔气。只要陆姑娘愿意，每治疗1人，本王愿出10两诊金。王爷客气，不用给那么多，每人1两银即可。1两银？陆姑娘确定？姑娘大意，这人不咋地，运气倒是不错，有如此大义凛然的干妹妹。陆真真不知道萧莹和周清风在脑补什么，她有自己的考量。一是这次人数较多，又是小青出力，相当于白赚；二是小青本需要大量魔气修炼，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不为？三是他很佩服这些人只是仅仅靠着凡人肉身抵挡妖兽一次次的攻击，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修仙者好多了。当然，若王爷不信，
我们可以写契约文书。不用，本王信陆姑娘，不知陆姑娘明日可否前往镇魔司一趟？清风，通知各地的镇魔司，让身染魔气的力士1个月之内赶至京城。另外，召回身染魔气的退役力士之事，就交给你全权处理了。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庆州，一个偏远的快要被人遗忘的山坳里，老头子，喝药了。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打破了山村的宁静。一名身穿镇魔司黑色劲装的年轻力士翻身下马，风尘仆仆。你可是张烈？你是何人呢？镇魔司9品力士，奉并肩王密诏，请张烈前辈归队。当晚，他脱下身上满是补丁的麻布短衫，将木箱里的镇魔司服穿在身上。你个老不死的，你疯了不成？张烈，你都多大岁数了？再瞧瞧你的左手，你还回去干什么？送死吗？镇魔司早就把你忘了。10年，整整10年，他们什么时候管过你的死活？如今又要你去送死，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你不懂，老婆子，这10年来虽贫穷又痛苦，但你可知，我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呐，等了10年了。一日为镇魔司人，终生为镇魔司人。只要这身衣服还在，我张烈就还是那个能为大招百姓斩妖除魔的镇魔使。更何况这次还是王爷急召，我走了。这次急召恐怕是凶多吉少，老婆子，你就当我死了，好好和孩子一起过。若我能侥幸活下来，一定会回来的。他推开门，毅然决然地踏入了夜色之中，向着那召唤他的方向，向着京城的方向走去。相似的一幕并不仅仅发生在这个偏远的山坳，所有人收到密令，纷纷换上了那身早已洗得发白，甚至打了补丁的黑色制服。他们重新配上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刀剑，他们告别了亲朋好友，没有犹豫，没有迟疑，带着视死如归的心境，坚定地踏上了去往京城的路。江府后门，娘，你弄疼耀祖了。还有，我不回去，我要爷爷，你放开我。闭嘴！来人，赶紧将少爷弄回府里。今天江府的脸面算是彻底丢尽了。我要爷爷。母亲是坏人，不让我回家，不让我带爷爷回家。小元宝用力猛地挣脱了束缚，像一头受惊的小鹿，迈开粗壮的大长腿就朝着府邸深处跑去。祖母，祖母，救救耀祖！耀祖，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祖母，哎呦，我的乖孙，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快告诉祖母。祖母，耀祖今天见到祖父了。傻孩子，又说胡话了。你祖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你怎么会见到他呢？这孩子是想念祖父了。祖母撒谎，祖父就在国公府，他哪儿都没有去。祖母不信，可以问问母亲，母亲也看见了。可是母亲不让元宝带祖父回家，他是个坏人。啊，这是怎么回事？娘，别问了，儿媳没脸说。说。
将国公府生辰宴上的闹剧用最简略、最羞耻的语言复述了一遍。国公府真是欺人太甚！我就要爷爷，我就要爷爷！你们都是坏人，不让我见爷爷。我不要吃饭，我也不要喝水，我只要爷爷。爷爷呀，孙儿的命好苦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快起来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小少爷扶起来，地上凉，容易风寒。我不起来，除非你们把爷爷给我找回来。江夫人又是哄又是骂，可小元宝就是不听，只是反复哭喊着一句话：我要爷爷！再这样下去，非要闹出病来不可。刘管家，备上一份厚礼，去镇国公府，请陆小姐过府一叙。是。小元宝听见这话，收住了哭声，泪眼花花地看着自家祖母。耀祖啊，快快吃饭，你爷爷一会儿就到家了。娘，耀祖仅仅只见了那位陆姑娘一面，就能听话乖顺。若陆姑娘愿意带着耀祖，说不定耀祖的痴病就好了呢。或许是老爷子在上天保佑自家乖孙。镇国公府，二小姐，将军府来人求见。将军府是小元宝？难道以前是易容的？也不知我家的小祖宗为何会觉得眼前这样一位娇滴滴的美娇娘和满脸胡须的老将军长得一模一样。老奴见过国公府二小姐，我家老夫人想请您过府一叙，马车已在府外候着了。刘管家，时间已晚，我后日前去可好？哎呀，二小姐，你就随老奴去一趟将军府吧。自从耀祖少爷见了姑娘之后，回府水米不进，哭闹不休，死活要见您呢。耀祖少爷实在是闹腾得厉害，老夫人实在是没了法子，才斗胆请小姐您一步，劝劝耀祖少爷。若是二小姐不去，那谁也不知道耀祖少爷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小元宝如此闹腾要见本尊，难道是上界宗门之事并未跟本尊说齐全？行，我随你走一趟将军府。与此同时，镇国公府的另一处院落，今日之事当真是凶险万分呐！只差一步，我们苏家就要被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果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六皇子此番布局环环相扣，不可谓不狠辣呀。他这是让吏部尚书家的李文山玷污小妹，好让国公府与他六皇子牵扯关系，让江家那傻子来闹事，利用真真拉拢将军府，转身又让人对着薛彻下黑手，不但除去了李二狗，又让宁远侯府无人继承，回到皇上手中，真是好算计啊！若不是真真姐的小青蛇救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若一天内坐实苏宁熙与李文山、陆真真和江耀祖苟且之事，镇国公府不仅沦为京城笑柄，还会因六皇子暗中运作，苏家百年基业旦夕间便会土崩瓦解。皇上想要对付我们国公府，又害怕爹爹手里的80万大军，这才会使用这些偷偷摸摸又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我都暗中清理了好几批府中下人，但那些探子无孔不入。如今我看见下人就会全身警惕，太累了。若是爹爹在就好了，只需要3000黑骑护甲军，任何苍蝇老鼠都进不来。不用担心，珍珍给国公府下了一道玄光镇邪诏，不出10日都全部清除干净。对呀，我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玄光镇邪诏是什么？珍珍说了，只要不忠于国公府的，不出10日都会病逝。真有这样神奇？有了这个什么诏，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就不怕自己睡着后莫名其妙的死了。不过府中突然死这么多人，恐惹人生疑。娘啊，我们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可不能让人钻了空子。这点小事为娘心里有数，就等着瞧好吧，绝对不会出任何的岔子。更何况还有嫣儿和希儿帮衬我，没问题的。二小姐到了。将军府上空弥漫着不少功德金光，还有几分铁血的味道。这样看来，江勇并非是一个善恶不分之辈，看来应是被六皇子欺骗的莽夫。虽说有功德金光庇佑，但还是能窥见血煞之气。看来有人动过江勇的祖坟。既然小元宝与江家有缘，本尊自然也搭把手了。陆姑娘，老夫人、夫人还有耀祖少爷在正厅等候多时了。哇，爷爷你真的来了，孙儿好想你啊！陆姑娘，耀祖不是说陆小姐和江老爷子长得一样吗？就算是门缝里看人，他们也长得不一样，好吧？耀祖，男女授受不亲，还不放开陆姑娘？不是姑娘，是爷爷。你们瞧瞧，是不是跟祖父长得一模一样啊？这哪里像了？一个清冷如月宫仙子，不染一丝凡尘；一个威猛如沙场阎罗，满面风霜与煞气。除了都是人，根本找不出半分相似之处。母亲，耀祖的病不会是更重了，都开始说胡话了。以前只是傻，现在不但傻，还很瞎，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叔祖，你就瞧好吧，小元宝一定会让他们同意的。耀祖是乖孩子，不会说谎。瞧瞧，这就是爷爷，一模一样。娘，你怎么能这么不孝顺？你快叫啊！他是爷爷，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你快叫他爹，快叫啊！让我对着一个比自己女儿还要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喊爹，这简直比当众掌过我100个耳光还要让我难看。耀祖，不许胡闹！师叔祖说，只要守住底线，不杀人放火，为达目的用任何卑劣的手段都是可以的。娘不乖，娘不叫爷爷，我要让爷爷和爹爹狠狠地打你屁股。可看着在地上打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儿子，终究还是心软了。爹，嘿，走一趟江府，就白捡这么大个女儿，虽然有些羞耻，但是心里一阵舒爽，是怎么回事？这姓陆的是什么意思？他还真当自己是公爹了不成？娘真是个乖孩子，对爷爷就是孝顺。他转过脸看向江老夫人，一脸的期待。江老夫人的心猛然一跳。不是吧，不是吧？难道老身一把年纪了，还要喊一个小姑娘夫君？陆姑娘，实在是对不住，让你见笑了。耀祖从小脑子都不好使，白日见过姑娘后，不
是这孩子怎么的，非要见您？我们实在是没法子了，才出此下策，还望姑娘海涵。这孩子挺可爱，他的病我能治，我不敢说能让他恢复如初，让他1个月内拥有6岁孩童的心智并非难事。随着时间，他很快和成人一般无二。陆姑娘，此话当真？自然。江老夫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正要开口许下重诺，厅堂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慌乱的脚步声。老夫人，夫人呐，不好了！哎呀，出事儿了！大少爷他又犯病了！哎呀，大少爷把自己锁在房里，正用指甲拼命地抓挠墙壁，嘴里还凄厉地尖叫着。老夫人，那声音，哎呀，那声音简直不像人发出来的呀！啊，怎么会这样？江老夫人和江夫人脸色瞬间煞白，也不顾及陆真真还在，两人一前一后朝着后院小跑而去。不是说将军府就你一个子嗣吗？娘好像有3个孩子，江耀祖前面有一对龙凤胎，不过2人5岁时就被关进了后院，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院门。祖母觉得是祖父和父亲领兵打仗杀戮太重，老天爷降下的惩罚，就将2人锁在了后院。祖母也开始吃斋念佛。第2年，江耀祖就出生了。江耀祖极其聪明，3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5岁就能出口成章。江老夫人以为是佛祖保佑，更加虔诚了。江耀祖也成为了江府的希望。没想到祖父战死后第2天，江耀祖开始不说话，记性也变差了，最后就演变成现在的傻子。祖母不忍心让江耀祖也被锁在后院，所有知道将军府有个初儿，遗忘了江耀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存在。走，我们也去瞧瞧热闹。房门打开的一瞬，一股混杂着血腥与恶臭的黑色烟气如毒蛇般猛地窜出。是魔气。风儿，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江老夫人，令公子这病我能治。陆姑娘，你说的可是真的？看你们是小元宝的家人，给你们打个折，100两诊金。陆真真看着到手的100两，喜笑颜开。她伸手将躲在发髻间打盹的小青蛇拽了出来，直接将其丢进房间。这是……他不是癔症，而是中了魔气。小青会处理好一切。2位江夫人，还请耐心等候。看来很早之前，狗皇帝就对江府动手了，连孩子都不放过，真是阴毒。难怪老六手段层出不穷，都是狗皇帝教的。整个过程，2位江夫人以及在场的下人都彻底呆住了。陆姑娘！刘管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陆真真连连磕头。神仙，您是活神仙呐！谢谢你救了大少爷，完成了老将军临终一桩遗愿呐！不用在意，我只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罢了。爹，不知爹能否救救你的大孙女儿？江夫人这一声爹是喊得越来越顺口了，瞬间本尊又多了个大孙女。小元宝在江家没办法不管，救一个是救，救2个也是救，更何况江夫人这声爹喊得挺悦耳。那就去瞧瞧吧，劳烦带路。廖嬷嬷，你去请府医过来，之后就留在此处，好生照看大少爷。是，老夫人。
陆姑娘，烦劳您一步，随我们去看看雨儿。好家伙，这哪是大家闺秀住的地方，跟冷宫似的。看来这江家那孙女的日子比他哥还惨啊。奴婢小红见过老夫人、夫人、小少爷。叫老太爷。奴婢见过老太爷。玉儿没睡吧？我们想进去瞧瞧她。小姐还在看书，未睡。房内光线昏暗，陈设简单的近乎简陋，与将军府的富贵格格不入。这屋里和江小姐的身上都没有魔气啊，你去瞧瞧，是不是本尊看漏了？毕竟有些魔气极会隐藏，虽然陆真真也能找到，但有了小青这个工具蛇，她就开始犯懒了。小青蛇心领神会，悄无声息地游弋了一圈，很快便传回了意念。姐姐，这里没有魔气，一点都没有。这位江姑娘身上散发着一丝丝的咒术的味道。这就有意思了。玉儿，这是娘给你请的神医。别看陆姑娘年纪小，可是真正的神人呐，她一定能治好你的病。雨儿啊，让陆姑娘给你瞧瞧。这女子好生漂亮，雨儿见过神医，我的病我自己清楚，就不劳烦姑娘了。这就心死了，是不相信自己被治好，还是怀疑本尊实力？也对，被折磨了10多年，换谁都会抑郁。胡说什么？有陆姑娘在，一定能治好。雨儿，你大哥的病都被陆姑娘治好了，为何不试试？真的，祖母没有骗我，大哥真的好了。你若是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你大哥，他的怪病真的好了。只要你去看过，就会相信。神医真的可以治我的怪病？你不去看看你大哥，说不定我是你母亲找来诓骗你的。我愿意试试，最后的结果无非保持原状。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你既然信我，就说说你的病症。从小身上就无缘无故的疼，像是被无数根细针同时扎着，无时无刻不在疼，像是有无数根细针密密麻麻的扎遍了我全身的每一寸血肉。有时候我独处的时候，全身像是被人用拳头狠狠地捶打，用脚不停地踢踹，我身上没有一处是好肉。玉儿，那你身上岂不是……你这孩子怎么不跟娘说实话？每次问你，你都说很久没犯病了。姐姐，她肯定是被人下咒了。下手之人到底跟江家是有多大的仇怨？姐姐，你若要破咒的话，先要确定对方用的是什么咒，毕竟很多被下咒的受害者看起来都差不多，用的咒术却是不一样的。本尊已有眉目了，只是要进一步确认一下。神医，我这病……啊！江思雨突然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他的身体在半空中诡异地扭曲着，四肢不受控制的胡乱挥舞，像是要挣脱什么看不见的束缚。玉儿！江夫人吓得魂飞魄散，凄声尖叫。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倒在地上的江思雨还没来得及喘息，那股无形的大力再次将他拎起，时而撞向桌角，时而又将他高高抛起，再重重摔下。师叔祖，他好可怜，您救救他。对，爹，你快救救玉儿啊！爹，女儿求你了，出手救救你的大孙女儿吧。唉，我没说不救啊，起来。只见陆真真素手一翻，
掌心凭空多出一张明黄色的符箓。赐制定身符一张，童叟无欺，专治各种不服。先让你消停一会儿，不然这房子都得被你拆了。是。刹那间，符中射出无数道金色细线，四面八方朝着江思雨袭去，很快如同绳子，迅速将他包裹成虫茧一般，让他动弹不得。雨儿，沈一定然有法子救雨儿，你就不要去添乱了。江小姐暂时没事了，扶你小姐上床，好好睡上一觉。是，老太爷。陆姑娘，这究竟是何等邪祟作祟？不是鬼祟，江小姐是被人下咒了。此咒名为同感咒。同感咒？那是什么东西？为何老身从未听闻？这种咒术并非恶毒的咒术，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咒术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自保手段，在下界极少人知道。所以你们这么多年请了那么多人，瞧不出端倪，都以为江小姐是得了怪病。还好江小姐心性不错，换做其他人被如此折磨10几年，早就自缢了。虽然咒术不恶毒，可也害苦了雨儿，还请爹救救这可怜的孩子。能救。这种咒术需要江小姐的生辰八字、胎发、血，通过转换媒介与施咒者手里的媒介相连。一旦建立，施咒者手里的媒介就与江小姐的命理相连，那媒介所遭遇的一切都会分毫不差地反馈到江小姐的身上。她若用针扎的媒介，江小姐便会感到万阵穿心之痛；她若拳打脚踢那媒介，江小姐的身上便会凭空出现这些淤青伤痕。是什么人？是谁如此丧心病狂？生辰八字、胎发、血。江夫人面色惨白如纸。这些东西都是贴身之物，外人如何能得到？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府中的下人。两位不用担心，只是毁了转换媒介，就可以破了此咒术。转换媒介就在江府。那媒介，敢问陆姑娘，那东西在何处？陆真真不想费神，驱使小青蛇去江府找。不一会儿，石海里就传来消息：姐姐，小青找到了，小青把视野共享给你。找到了？哼，藏得还挺深。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这话果然不假。转身出了房间，朝着目标前进。江家婆媳对视一眼，命小红照看好江思雨，就连忙跟上去。陆姑娘，那个转换媒介不会在这里吧？陆真真没有理会他，目光如利剑般瞬间锁定在供桌正中央的那尊白玉观音像上。小元宝，去把它给砸了。是，爷爷。不行，万万使不得呀！陆姑娘，陆姑娘，这尊观音像动不得呀！这是当年老将军还在世时，特意为老身求来的生辰礼。为了保佑我们江家阖府平安，老将军更是重金请了逆道门的高人为其开光，日夜供奉，从未间断。老话说，宁搅千江水，不扰道门神。这观音像已有了灵性，若是贸然砸毁，我们江家会遭受天谴的呀！天谴？笑话！在本座面前，我就是天，我就是法。还有，这江府就没有一个正常人怀疑一下下，佛像为什么要让道门里的高手开光？不合常理啊！你们若是为了一尊白玉观音像，让江小姐继续承受痛苦的话，我没什么意见，选择权在你们。
反正他是收了钱的，不亏。娘，为了玉儿，要不然还是砸了吧。等事过了，选个黄道吉日，再请一尊菩萨像回来。娘，你觉得可好？一声玉碎的脆响，清冽而刺耳。药祖，那白玉观音像很重的，你可有伤着？爷爷，找到了。江老夫人看着那3样东西，如遭雷击，呆立当场。这不可能！玉儿的生辰八字、胎发，这怎么会藏在老爷送的观音像里？好了，转换媒介已毁，同感咒破了。不过咒术反噬，施咒者必遭其果。想知道是谁下的咒，老夫人可以让人好好查查，看府中有谁突然吐血晕厥。好，今日必将恶毒的贼子抓出来。劳烦陆姑娘随老身回中堂，帮忙做个见证。众人立刻跟着江老夫人，气氛肃杀地回到了江府的中堂大厅。来人，唤刘管家前来。老夫人有何吩咐？刘管家，你立刻发动府里所有的人手，给我挨个院子查，去查查，看看府里哪个下人突然无缘无故的吐了血。一旦查到，就带到老身面前来。记住，是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人都不能放过。是，我这就去办。就在江夫人快要坐不住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混乱的脚步声。老夫人，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刚才吐血定然是咒术被破，看来这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就是江府请来的高人，长得倒是漂亮，怎么心就那么黑呢？竟然帮着江家作孽！我呸！老夫人，这是怎么了？老奴可是犯了什么错？为何要将老奴如此绑来呀？犯了什么错？你自己做下的如此恶毒之事，还敢说什么都不知道？前世你可知晓，那害了我孙女儿多年的同感咒，就在刚刚已经被陆姑娘给破了。老奴冤枉啊！老奴不知道什么咒术，请老夫人明察。他已知咒术被破，但是这样虚无缥缈的事情，只要没抓个正着，是不会轻易承认的。别装听不懂。咒术反噬，施咒者肝肠寸断，吐血不止。你嘴边的血，就是你施咒害人的铁证。你还有何话可说？钱嬷嬷，我们江家待你不薄吧？我女儿当年才多大呀？5岁，只有5岁呀！你怎么忍心下此毒手，还让她吃这些年的苦？你真是恶毒！她只是个孩子，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我们江家究竟哪里对不起你？你要用这么阴狠歹毒的法子来害她一辈子？姐姐，人有2副面孔真可怕，还是我们林宠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要么干一架，要么拼死干一架。姐姐，你掐指算算，那个钱嬷嬷为什么要害5岁的江思燕？想屁吃呢，太累了，算不了一点。这不是马上就知道真相了吗？算什么算？不算，闭嘴。孩儿能不能愉快的看戏了？你们江府没有对不起我，你们江家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我恨他，我恨江思雨，我做梦都想让他死。
要不是他，我的孙儿就不会死。你的孙儿？钱婆子，你休得血口喷人！我记得你是无银两给亲人下葬，自愿卖身来我们江府做工的。你孙儿的死跟我们家小姐有何关系？你们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江思雨5岁那年，你们江府包了画舫游湖，他不小心失足落水，是我家孙儿救他上岸的。原来他死了吗？你胡说！雨儿当年明明说，那个孩子见他上了岸，便自己走了，并未溺水，何来生死一说？是啊，他没有溺死，他是自己走的。可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走吗？因为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贵人，下了画舫便将我那浑身湿透的孙儿忘在脑后。你们只顾着安慰你们受了惊吓的宝贝女儿，谁又曾多看一眼那个救了他性命的野孩子？我孙儿他怕给你们添麻烦，怕你们嫌他脏，所以自己默默地走了。可那又如何？他活着离开的。活着？在你们这些达官贵人眼里，只要没有死，就是活着。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那是我得了重病，需要3两银买药，急着去码头扛沙包赚钱。就是因为救了你们家金尊玉贵的大小姐，她在冰冷的湖水里泡了那么久，又是做重活，又是吹冷风，当天夜里就染上了风寒。我们家穷啊，穷得叮当响，哪有钱给她请大夫，哪有钱给她抓药？我那可怜的孙儿，怕我担心，硬是瞒着不说，自己一个人硬扛。还记得他安慰我说：“奶奶，我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过2天就好了。”他没有扛过去呀，风寒越来越重，最后转成了咳症，咳得肺都要出来了。我就那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了我的怀里，到死他都还在安慰我，说他不后悔救人。你们说他死得冤不冤？那么乖巧的孩子呀，老天爷真不公平。所以我卖身进江府的5两银子，就是给他下葬的钱呐。原来是这样。这瓜保熟吗？这件事儿不是意外吗？钱嬷嬷哪来这么大的恨意？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码归一码，害人就是不对的。姐姐说的对，她可以去找江家讨一个说法，不该用咒术害一个无辜的小孩子那么多年。本尊总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就算滔天的恨意，凭他的见识，根本接触不到同感咒这样的东西。一开始我没想过要报复，只是想着能够待在江思雨身边就好。他可是我乖孙用命换来的，我让自己心里多份慰藉，可是我做不到啊！我每天看着江思雨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
在家人的疼爱中无忧无虑的长大。可我的孙儿，他笑得越是开心，我心里就越像是被刀割。凭什么？凭什么害死我孙儿的他可以活得这么好？我那躺在冰冷地下的孙儿又做错了什么？这恨意就像毒蛇一样，日日夜夜啃噬着我的心，我快要疯了。直到有一天，我在后街采买的时候，一个破道士拦住了我的去路。来了，重点来了。我就说一个厨房嬷嬷怎么会这么高阶的铜杆咒，原来是有幕后黑手。道士？什么道士？一个蓬头垢面，眼窝深陷，穿着一身破烂道袍的道士。他的声音又尖又细，听起来格外瘆人。他那双眼睛不像是活人的眼睛，倒像是两口深不见底的枯井，能把人的魂都吸进去。他什么都没问，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他说我心里的恨都快要满溢出来了。他说可以帮我报仇。他教会了我铜杆咒，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用碎布头缝制的布娃娃。他说只要有了姜思雨的生辰八字，还有胎发和血，放在一个无人敢破坏的东西里，我想怎么对布娃娃就能让他感受到同样的痛楚。我也让他为我孙儿的死赎一辈子的罪。你们看到了吗？这些年他过得生不如死，这就是报应，是你们江家欠我们的报应。姐姐，这个道士听起来就好邪门呐，但是这个手段又不像邪修。这个老婆婆显然是被人利用的，被人将心里的那点恨意无限的放大了。当她的恨意达到了巅峰的时候，又跑出来教铜杆咒，但为何不是害人的咒术呢？小青感觉自己要长脑子了，有些看不懂。不是邪修，邪修的手段更加直接霸道，这样的手段倒也有几分熟悉，一时半会儿本尊想不起来。肯定的是，搞这样手段的人一定是本尊的手下败将。那个道士长什么样？他把咒术交给你之后又去了哪里？你如何与他联系？哼，你就是江家找来的高手吧？瞧你这女娃娃，长得漂亮，年纪又轻，不就破了我这个门外汉的咒术而已，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觉得自己很有本事。道爷的手段通天彻地，堪称仙人，岂能是你这种小辈想见就能见的？他现在完全被那个道士洗脑了，不晓得的还以为进了什么邪教组织呢。姐姐，小青忍不了了，他居然敢这么辱骂你，小青这就去咬他的屁股。就你这老钱婆也敢骂我爷爷，我打死你！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骂我爷爷了。还真是虔诚的信徒。陆真真从乾坤袋里拿出一张符箓，手腕一转，符箓直接射向钱嬷嬷身上，下一刻消失在她体内。不说是吧？让你尝尝真言符，说吧。钱嬷嬷心中冷笑，哼，我可是最虔诚的弟子，怎么可能会出卖道爷？这个小丫头片子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虽然她心里这样想，嘴却有自己的主意，张口就来。道爷教了我咒术后，就与我约定，每年姜思雨生辰前一天，在城隍庙后的老槐树下见上一面。啊！我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别捂了，都一次性都说了吗？道爷说，这铜杆咒想要效果长久，就必须年年加持，否则怨气会慢慢消散。
每年那一天，道爷会给我一个玉瓶，瓶子是道爷赐予的宝血。他说，能让我的恨意与这江府的气运与江思雨的命格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宝血？什么宝血？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正经玩意儿。本尊记得，的确是需要血才能加固同感咒，但不是什么血都可以，必须是江思雨的血才行啊。那道士是如何得到的？姐姐，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邪恶的东西，只是看起来像血而已？那血是什么样的？那血呀，是暗红色的，粘稠的像化不开的墨，还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腥甜气味。道爷嘱咐我，每次拿到宝血，在江思雨生辰那日，偷偷撒在那尊白玉观音像上。你们是没见过那场景啊！那殷红粘稠的血，从圣洁无瑕的白玉观音头上流动下来，将整个白玉观音头都染上了殷红。那画面，哎呀，怪好看的！可不过片刻功夫，那些血就像是活过来一样，会自己钻进那玉石里去。你们想象一下，庇佑世人的观音将那些血一滴不剩的全都吃了进去。等到血迹彻底消失，那座观音像会从里到外透出一层淡淡的妖异的红光，虽然就那么一瞬。嚯，有意思，玉石吸血，这可不是凡品能做到的。那道士给的恐怕不是加固或滋养咒术的东西，江府恐怕还有什么鬼玩意儿。不过手段倒是挺别致，就是有点恶心人。小青，你仔仔细细将整个江府勘察一番，本尊总觉得遗漏了什么。好的，姐姐。小青得到自家主人的命令，赶紧溜出了中堂。不对，这不对！那尊白玉观音是我家老头子当年请了最有名的玉雕大师，用一整块上好的和田暖玉雕琢而成，亲手送给我的生辰礼。就连那观音像的底座都是玉石雕刻而成，全身浑然一体。说，你是如何将雨儿的生辰八字、胎发和血帕放进那实心的玉像里去的？我家老头子，他断不可能用这种鬼玩意儿的东西来害自己的亲孙女儿。道爷的手段岂是凡人能揣度的？老太爷他自然是不知道的。那尊白玉观音像在被送到江府之前就已经被换了。背后动手脚的可是逆道门。你怎么知道？钱嬷嬷心惊，这丫头是怎么猜出来的？手段与上次在破庙碰上的吴道子有些类似，只是猜猜，没想到还真是。这群道士不光害人，还暗暗私吞了老将军的白玉观音，在下界还竟有如此为非作歹之人。这群人太狡猾了，都是引诱他人的内心欲望，然后借助这些人搞三搞四，完美绕过了天道爸爸。逆道门，只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休得胡说！逆道门可是通往上界的仙门，岂能是你胡乱攀咬的？若是逆道门知道，你可知道自己下场？哼，言尽于此，随你信不信。刘管家，老奴在。让人将这毒妇给老身拖出去，杖毙。是。上天如此不公，我的石头死得好
惨呀！你们就将害死我的孙儿，却一个个锦衣玉食，凭什么？凭什么？我没有错，我只是想为我的石头报仇。我恨呐，我好恨呐！厉大门有些东西啊，钱嬷嬷这一点恨意，快被他们养得快名尝实质了。若是让他这样死了，这股怨气不散，缠在江家，不出3代，气运必衰，小元宝也会受到牵连。等等，陆姑娘，可是有何不妥？你说，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孙儿？是。那你要不要见他一面？你且问问他，想不想要你这样为他报仇？你说什么？你说能让我再见石头一面？他一直都在你身边，从未离开过。你倒是没告诉你吗？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你每一次对江思雨施咒，让他痛苦万分时，石头的魂魄就被你的恶念撕扯一分。你每一次对着那邪物祈祷，加深自己的怨恨时，他的魂魄就变得更暗淡一分。你在惩罚江思雨的同时，也在亲手折磨你的孙子。你被逆道门的那帮臭道士给忽悠了，天道爸爸还是很公平的，就算让你感到绝望，也会给你开一扇窗，甚至是掀了屋顶，机会给的足足的。只是要如何破局，还得看自身怎么做，怎么想。不，你胡说，你胡说！道爷说了，只要我报了仇，就能积攒功德，石头他来世就能投个好胎。切，还功德？我呸！这逆道门画的饼，比本尊忽悠宗门那些小弟子的饼还大。如此作恶，天道爸爸就应该第一个劈死他们了。陆真真并指如剑，指尖一缕微不可察的金光倏然弹出，没入钱嬷嬷的眉心。既然你不信，那便自己看吧。钱嬷嬷只觉得脑中一声嗡鸣，再一次睁开眼，便看见屋内多了一道虚幻的近乎透明的幼小的熟悉身影。那是石头。奶奶，奶奶，收手吧，石头不悔救了那个妹妹，救人是对的，是那些穿着道袍的坏人，他们利用了你。奶奶，你的恨好痛，石头好痛啊！断断续续的话语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扎进钱嬷嬷的心脏。原来都是真的，他所做的一切非但没有为孙儿积攒任何功德，反而在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以为的报仇，其实是在用最残忍的方式折磨着孙儿的魂魄。我的石头，我的孙儿啊，奶奶对不起你，奶奶错了。他猛地挣脱了家丁的束缚，用尽了此生所有的力气，像一颗出膛的炮弹，朝着中堂那根金丝楠木柱狠狠撞了过去。一声闷响让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中堂。只有陆真真看见钱嬷嬷牵着石头的手朝着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开，逐渐消失黑夜中。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清理啊！府中发生了何事？母亲，可是身体不适，儿子这就叫府医过来给您瞧瞧。此人正是小元宝名义上的父亲江勇。母亲，到底府中出何事了？别怕，儿子给你做主。整个中堂
是整座江府都随之剧烈的一晃。怎么回事？哎呀，将军，老夫人，这声音是小佛堂里传来的，还有一股诡异的紫黑色庞大东西朝着这边来了，得赶紧走啊！母亲，你们别慌，我去看看。这是什么鬼东西？救命啊！所有人都别慌！怪物，是怪物！这就是逆道门养在江家的小玩意儿。本尊就说这逆道门布局了这么久，就为了让钱嬷嬷用铜杆咒，就为了折磨一个5岁小姑娘。原来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借钱嬷嬷那滔天的怨念和恨意，来诅咒姜思雨是假，为的是让钱嬷嬷心甘情愿为他们用的什么宝血来滋养着魔气。逆道门养魔气是想做善，这股魔气养了10多年，同时也被镇压了10多年的，如今还未完全养成就破体而出，不受任何人控制，就是长得丑了点儿，触感还挺 Q 弹。小青，别玩了，回来开饭了，再不来你的夜宵可就没了。姐姐，小青在这小佛堂底下发现了好吃的，小青吃完了就回来。小佛堂，看来他猜的没错，铜杆咒只是逆道门用来遮掩真正的目的的手段。爹，您能不能救救他们？如果您麻烦，救江勇一人也好呀，他可是您的儿子。师叔祖，小弟子记得您不是还有个紫色的葫芦吗？那个葫芦似乎可以储存魔气的。对啊，瞧我这记性。葫芦口对准了中堂内肆虐的紫黑色魔气，猛地产生了一股强大无匹的吸力。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方才还如同人间炼狱般的中堂便恢复了清明。不错不错，这么浓郁的魔气，小青应该可以突破100年瓶颈，正式踏入地级。多谢姑娘出手相救，江某感激不尽。爹爹，你这样可不孝顺呢！爷爷救了你，你怎么连声爹都不喊呢？胡说八道什么？娘，爹爹不孝顺，都不认爷爷，肯定对你也不好。不然你跟他和离吧，我们带着祖母搬到国公府，跟爷爷一起住。从原主的碎片记忆中，他知道江勇最爱的是他妻子，孩子都是意外。怂恿江夫人和离，还不拿捏着老登。别瞎说，夫君，来给爹敬杯茶。我家知书达理又重规矩的妻子中邪了，怎么跟着耀祖一起胡闹啊？还等什么？给你爹敬茶。母亲，就算是这位姑娘救了我们江府，但喊她没必要吧？连娘的话都不听了。爹。那位站在江勇身后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卫，此刻正张大了嘴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家那个说一不二、威震3军的将军，刚才喊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叫什么？爹？侍卫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原地。还别说，这大将军这声爹可真带劲儿的，就是声音太小了。就在这尴尬又诡异的气氛中，府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是刘管家带着镇魔司的人回来了。周清风见过陆姑娘。既然陆姑娘帮江府驱除了邪祟，我等还有要事，就先离开了。既然无事了，我也该离开了。如果你们允许，就让小元宝时常到国公府找我玩，答应你们的事情1月内定能完成。只要耀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去找你玩，只要国公夫人不嫌弃，耀祖住在国公府都没问题。你呀，先减肥，这么胖，哪还有我们天玄宗弟子的风骨？知道了，师叔祖。爹，你要走了吗？时常回家看看。啊，你以后
可自由出入我们江府，就当自己家。好。老太爷，老奴送您出府。陆姑娘，在下送你回府，顺便有事相商。有劳周副指挥使了。爷爷，我明天就去国公府找你。这段时间我会在镇摩司，等我忙完了再来国公府。这几天活动活动身子。江府中堂之内，气氛却依旧凝重如铁。母亲，夫人，你们怎可如此荒唐？我乃堂堂镇国大将军，护国佑民，征战沙场，今日却要对一个黄毛丫头认爹，这传出去，我江勇的脸面何存？三军将士又该如何看我？夫君，你先息怒。我如何息怒？你们是被那妖女下了什么迷魂术不成？夫君，这件事起初是耀祖认爷爷的，我和娘只是为了耀祖的病着想，我才随意喊的。后来陆姑娘将林峰和思雨的怪病都治好了，我觉得认下这个爹不亏。你说什么？林峰和思雨的病好了？江夫人将陆真真如何看出江凌风身中魔气，又如何查出江思雨中了那歹毒的同感咒，并寻到咒物，最终破咒救人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若不是陆姑娘近日上门，我们恐怕一辈子都不知道思雨还要遭受什么样的罪。夫君，陆姑娘还承诺能让耀祖逐渐恢复心智，一生爹换3个孩子的前程，这笔买卖难道不值吗？勇儿，这仅仅只是其中一面。镇摩司是什么地方，大家心知肚明。周副指挥连皇上都不怎么给面的一个人，能让他尊重的，这天下屈指可数。江勇一愣，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刚刚也瞧见了，虽然周清风来去匆匆，但对陆姑娘的态度极为明显。如今这世道也不知怎么了，妖魔横行，邪祟渐多，早已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太平盛世。我们江家手握兵权，看似风光，实则树大招风，不知被多少人暗中盯着。今日之事，你以为只是巧合？那逆道门耗费10多年布下的局，恐怕就是想我们江家在不知不觉间满门覆灭。背后的推手，恐怕是上面那位受益的。如今有国公府在前面撑着，一旦苏家倒了，就会轮到我们江家。与陆姑娘羁绊深了，江家与苏家绑定，背后之人想要动我们，可就难太多了。更何况还与镇摩司并肩王搭上了线，给江家多了一道护身符。勇儿，在江家满门的性命前，那点可笑的自尊一文不值。为娘言尽于此，日后见着陆姑娘放尊重些。你要脸还是全家的命，自己看着办。月色融融，夜风微凉。陆姑娘，镇摩司的老兵这几日就会抵达上京，不知陆姑娘明日先去给镇摩司现役的弟兄驱除旧伤魔气可好？一时我自会前往，什么时候都可以，毕竟1人1两呢。镇摩司最近有一桩棘手的案子，
想请姑娘提点一二。哦，说来听听，难道又是逆道门？近1月来，京中连续发起了5起命案，死者皆是新郎，杀人者是新娘。若不是最近一起命案是新娘当众杀害新郎，恐怕至今都没有什么线索。新娘进了新房之后就莫名的昏厥，醒来时新郎已经被杀，要不是身上与手上沾了鲜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杀的人。最诡异的是，案发当晚家中人都未曾发现有任何异常，没有打斗，没有挣扎，甚至连一声呼救都没有。每一位受害者的死状都不一样，杀人者极为凶残。从伤口看，杀人者对受害者有极深的恨意。我们调查过，这几对新人感情都很好，甚至有一对从未见过面，何来恨意啊？现场也没有任何的魔气，没有诡异留下的痕迹，怎么查我们都查不到任何的线索。如今的百姓都不敢成婚，害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有点意思。尸体还在吧？在镇魔寺的冰窖放着呢。行，我去瞧瞧。带路吧。周大人，不用在意我们，你们忙去吧。很多死者都是诡异所杀，难免尸体上沾一些害人的玩意儿，所以镇魔寺的冰窖设在此处，方便行事。姐姐，江家人在背后议论你。他们说什么了？他们倒是没有说姐姐什么坏话，不过话里话外的都有利用的意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修仙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庸俗凡人？本尊不怕被利用，就怕被人白嫖。只要江家给的好处到位，被利用也无所谓。更何况小元宝在江家，谁利用谁还不一定呢。这不是普通的兵吧？陆姑娘好眼力啊！隔壁屋子关着一只口吐寒冰的诡异，7年前与王爷做了一笔交易，王爷留他一命，他为王爷打造了这座冰窖。王爷说，若这只诡异能够安安分分地待满10年，可考虑让他成为镇魔司的编外成员。你们家王爷不愧是我看上的人，这男人的眼神啥意思？又脑补了什么？萧莹的确是本尊看上替代狗皇帝坐上龙椅的第一人选，杀伐果断，就不会以偏概全的滥杀无辜。难道本尊说错了？姐姐，他应该是觉得你在缠他们家王爷的身子。陆姑娘，死者都在这里，这是第一位死者，城西富商之子李瑞。这是多大仇多大怨啊！这是把人当烧鸡丝了。第2位，兵部侍郎的侄子王珂。这具尸体的死状更为惨烈。第3位，翰林院编修之孙赵寻。第4位，京郊孙大善人的独子孙泰。这第5位，便是昨日出事的新郎，前世米铺的少东家钱宇。案发当时，喜娘正要到新婚房内主持洞房仪式，刚一进门就看见了新娘，正面目狰狞地拿着瓷枕一下又一下地砸在死者的脸上。5具尸体，5种截然不同的残忍死法，每一处伤口都仿佛在无声地咆哮着，诉说着行凶者那深入骨髓的疯狂的恨意。陆姑娘，你看。姐姐，死者的身上有很大很大的魔气，这点味道凡人根本就察觉不到，下界的魔气怎么随处可见，上界想找都找不到。魔族都快被你吃得灭族了，你当然找不到了，都躲着你。小青，你能追踪到魔气来源吗？很奇怪，不是魔族身上很纯粹的魔气，有点像我在江家小福堂吃到的味道相似。有意思，果真是逆道门的手笔。狗皇帝与逆道门勾结，迫害朝中大臣，却不知逆道门利用狗皇帝养魔气。他不理解这群破道士养魔气有什么用，对他来说就是小青的口粮。不管逆道门想做什么，都跟狗皇帝蛇鼠一窝，倒是给我省了不少事儿，正好一锅端了，给萧莹清清路。杀人的新娘
如今关在哪里？陆姑娘，稍等，请随我来。就这一边，此处是镇魔司的天牢，关押的不只是犯了事的异人诡异，还有我们自己人。杀光你们！刚走进去没几步，两侧的牢房里便传来阵阵嘶吼与锁链拖动的声音，那声音嘶哑疯狂，如同夜宵提血，让人脊背发凉。这些是镇魔司中了魔气之人。是的，王爷不敢轻易地放他们出来，一旦他们被魔气吞噬理智，就会沦落为只知杀戮的魔魁，只能暂时关押于此，由专人轮流看守与诊治。虽然成效微乎其微，唉，这镇魔司倒是还有几分人情味。这些人身上都有少许的功德金光，恐怕早就被魔气吞噬了，越来越满意消盈了。哼，本尊眼光就是好。姐姐，这里好香啊，小青可以吃吗？明日敞开了肚皮吃，这会儿得去瞧瞧凶犯是怎么回事。既然姐姐都说了，明日随便吃，今晚我就勉强忍着吧。透过栅栏可以看到牢房的角落里蜷缩着一道纤弱的身影，那是一个女子，她还穿着一身刺目的大红嫁衣。小仙士，昨日死者的新娘案发当场被喜娘撞见，她正在用瓷枕砸死者的脑袋。其余4案呢？其他新娘可曾查到蛛丝马迹？其余案件毫无线索，新郎皆死于洞房花烛夜，但新娘或昏迷或疯癫，或者根本就不记得当晚发生的任何事情，也无旁证证明他们动手，所以只能让他们各自返家静养，但严令不可离京，但凡稍有异状即可报官捉拿，不容姑息。既然被喜娘撞见，为何没有反抗逃脱？据小前世说，她进入新房后就晕了过去，她是听见了喜娘的尖叫声才清醒过来的，醒后发现自己的丈夫被自己砸死了，吓得晕了过去。小前世，你可想起其他的事情？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抓我？姐姐，这个女人身上残留的魔气比那些死者的稍微浓那么一点点，也是凡人无法知晓的程度。我信你没杀人。你信我？信。那你信我吗？大人，我这名柳嫣儿是前世闵行少东家钱宇的新婚妻子，我们2人青梅竹马，感情非常的好，我没有杀宇哥哥的理由啊。大人，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没杀人。成婚那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新娘指导和安慰后就出了屋子，那一瞬间倦意袭来，我觉得很累很累，然后就睡过去了。等我悠悠醒来，发现宇哥哥，那怪物为什么要醒着我？为什么要杀宇哥哥？为什么？陆真真见对方情绪有些失控，一个手刀下去，让柳嫣儿沉睡。如何？可有什么发现吗？有人使用手段让他昏迷，然后魔气控制他的身体，杀了钱宇。魔气还能受人驱使，可是为什么要杀他们？经过细致调查，死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连新娘们之间都没有。魔气是魔族自带的，自然可以驱使，但是不是魔族搞的鬼，有待查证。周大人，我需要看看这5起案子的所有卷宗。陆姑娘，请随我来。昏黄的烛火在这片纸的海洋中，只照亮了微不足道的一角。我的妈呀，这天昭国犯了天怒还是捅了诡异老窝？全国上下居然有这么多诡异案子，这得死多少人啊？本尊有些后悔接萧营给的编外人员的令牌了。瞧这屋里的阵势，是要本尊免费当牛马呀？陆姑娘，这5起新婚命案的所有相关卷宗都在这里了，包括死者生平、人际关系、新娘的口供，以及我们镇魔司所有的调查记录。先说好，我只帮你们镇魔司破这1个案子，其他的别找我。
不是在说新娘杀案吗？怎么又说其他的案件了？陆姑娘放心，不会让你白忙活的。王姨说了，只要你愿意帮忙，50两一个案件，这个是基础价，越难办的案件翻倍算。陆真真听见这话，喜笑颜开。她就喜欢萧莹这样的敞亮人。陆姑娘，可有发现？找到了。真的？线索在何处啊？周清风凑了过去，瞧见对方所指的地方是城西的月老庙。他皱皱眉，又翻了翻其余4本，每一位新娘或者他们的贴身婢女都提到城西月老庙。陆姑娘果真厉害啊！时间不早了，想必陆姑娘已经劳累了一天，我先送您回镇国公府休息，再去月老庙探查一番吧。点上你镇魔司最精锐的人手，我随你们去长西月老庙看看。好，陆姑娘请稍等。国公府听竹轩，卧房内，苏南渊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从沉睡中惊醒。他只觉得浑身像是被泡在冰水里，刺骨的寒意从骨缝里钻出来。是血！苏南渊瞳孔骤然紧缩，无边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阿大，阿大！很快苏南渊找到了守夜小厮，他就倒在八仙桌边，身体蜷缩着，脸色青紫，胸膛剧烈的起伏，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副随时都会断气的模样。怎么回事？不光是他，就连自己的心腹都病了。不对劲，很不对劲，出事了。二公子，二公子您怎么了？奴才马上去请府医。很快，老府医被小厮连拖带拽地请了过来。二公子，您这病来势汹汹，诡异至极，老朽行医一生，闻所未闻呐。说，本公子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脉象虚浮散乱，如风中残烛，此乃绝命之症，药石无医呀。二公子，从您的脉象看，您最多只有5日之期了。5日？他就要死了吗？无药可医。苏南渊的眼中迸发出强烈的不甘与愤怒，他怎么可能相信这种鬼话？他可是六皇子，未来的太子，怎么可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我不信。梁府医呢？为何不是他来？梁府医昨日半夜就来了国公府，据说夫人跟2位小姐也病了，直到现在都未归。看来夫人和2位小姐也病得不轻啊。拿上我抽屉里的令牌，快给宫里递帖子，请太医院院士让皇上派院士来给我看病。皇城养心殿。陛下，镇国公府传来急报，六皇子突发恶疾，危在旦夕。六皇子想让太医瞧瞧。真是个废物，事情不但没办好，身子还弱。传朕旨意，命太医院院士唐元立刻马上前往镇国公府为六皇子诊治。记住，告知唐元务必保住六皇子的性命。如果救不了就算了，但一定想办法探查国公府最近的动向。最近苏家手段频出，拔了不少朕安排在国公府中的不少暗桩。朕不想当个瞎子聋子。奴才遵旨。唐院士，你来了，快给我瞧瞧，是不是他们医术不好胡说的？苏二公子，先让本官
把把脉。时间一点点消逝，卧房内静得落针可闻。如何？是不是中毒了？苏二公子，恕老臣直言，此症啊，非毒非病，只是您的身体宛如100岁老人，已如那风中残烛，油尽灯枯啊！不可能，我才20岁，我的大业，我的太子之位，我不会死的，你们都在骗我。准备后事吧，你们二公子就几日的时间了。唐院士留步！冯嬷嬷鬓角染上风霜，脸上沟壑纵横，一双眼中布满了血丝与焦急。唐院士，求求您发发慈悲，去送鹤院看看我们夫人吧。夫人她快不行了。国公夫人也病了，看来不止皇帝要苏家人死，就连老天爷都要苏家亡啊！走吧，带本官过去瞧瞧。谢唐院士大恩大德。松鹤院。夫人，唐院士来了。唐院士，我是不是要死了？唐院士，我们夫人到底怎么了？国公夫人是得了鼠疫。鼠疫？这里可是国公府，怎么会有鼠疫？唐元生怕自己被传染上，朝着秦氏鞠躬，赶紧拿着药箱就走。唐院士，除了夫人，还有2位小姐也病了。您来都来了，要不也给瞧瞧？鼠疫是会传染的，2位小姐定然也是。你们准备后事吧。唐元丢下这一句，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国公府。他不敢直接回宫，而是冲向了自家府邸的洁净房。快，本官要沐浴！来几个人将藿香、佩兰、白芷、艾叶、菖蒲和陈皮等磨成粉，放入浴桶里。快点，别耽搁！御书房。陛下，唐院士在门外求见，说有要事禀报。宣，省了，你直接说就是。启禀陛下，苏二公子所得之症，乃是天人五衰之象，药石无益，只有5日左右的时间了。国公府其他人是何反应？国公夫人秦氏以及府上2位小姐，经微臣诊断，皆是感染了鼠疫。哼，鼠疫，好一个鼠疫呀！你可诊断清楚了，不是他们国公府玩的什么金蝉脱壳之计？臣诊断清楚了，的确是鼠疫。若陛下不信，可让太医院其他人去诊治。小安子，奴才在。传朕旨意，让太医院选5名太医前往国公府，一旦确定，将消息宣扬出去。如此，就算苏家人真的逃了，等他们返回京城，天下人都会知道苏家犯了欺君之罪，想要造反。奴才遵旨。等5位太医反复确认之后，国公府上下竟然鼠疫的消息立刻传遍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比真正的鼠疫传播的还要快。不到2炷香的时间，整个京城都炸开了锅。听说了吗？镇国公府闹鼠疫了。
怎么可能啊？鼠疫不是只有旱灾缺粮才会出现的吗？国公府怎么可能会没粮食啊？哟，你还不知道吧？是宁远侯夫人，也就是苏家大小姐，不知是不是宁远侯府被灭了满门，受了刺激，非要养了一只老鼠当宠物，国公府这才有了这次鼠疫。国公夫人也太宠你女儿了吧？什么不养要养一只老鼠？哎呀，造孽呀！我的天啊，鼠疫可是会死1成人的。一时间人人自危，谈苏色变。大理寺，苏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何事如此惊慌？外面都传疯了，说你府上闹了鼠疫。什么？我离府之前家里还好好的，怎么府邸会有鼠疫呀？我这就回去看看。母亲的计划已经开始了吗？哎呀，下官只是听闻说是苏大小姐养的老鼠是病染源。不管怎么样，大人你都不能离开大理寺，不管这消息是不是真的，鼠疫会传染，下官是不会让大人回府的。本官要回府，给本官让开。且不说真假，家母病重，下官身为人子，岂能苟活于外？苏大人，万万不可！此事已由宫中传出，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啊！鼠疫非同小可，为大局着想，也为苏大人你自身安危，在事情查明之前，你绝不可离开大理寺半步。来人呐！都给本官看好苏大人，不许他离开宫房半步，若不然，提头来见。京城西郊月老庙，没想到一座小小的山庙，香火还挺旺的，就是不知道这牵的是红线还是索命绳。来人，清场！镇魔司办案，闲杂人等速速退散！凭什么赶我们走？我这姻缘刚求到一半。就是，官府也不能这么霸道吧？怎么回事啊？这些当官的难道还得管百姓上不上香？妨碍公务者，格杀勿论。哎，是镇魔司的人啊，他们可是真正的活阎王，咱这小老百姓可惹不起。哎，你们说，镇魔司的人怎么会来月老庙啊？你不知道，最近这1个月，京城啊出了5起新郎被杀案。镇魔司的人来这里，难道是这儿的月老庙有问题啊？啊，你别吓唬我呀！我刚刚在祈求月老庇护呢。这月老笑的跟个开心了的沙皮狗似的，牙花子都快咧到耳根了，诡异的很。哪家的神仙长这么一副准备吃人的嘴脸，笑跟画皮似的。自己乖乖出来，还是我抓你出来？石像毫无反应，依旧保持着那副悲天悯人的微笑。小心！红光一闪而逝，瞬间没入了那名力士的眉心。他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张武，你没事吧？张武缓缓地抬起了头，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诡异的笑容。你们这群不懂风情的臭男人，真是多管闲事！本座好心好意，为那些可怜女子惩治负心汉，碍着你们什么事了？你们这些臭男人，竟敢打扰本座好事！那些薄情寡义的渣男，就该千刀万剐，不得好死！都该死，全都该死！在场的所有镇魔司力士，皆是身经百战的铁血汉子，此刻却被眼前这诡异绝伦的一幕惊得头皮发麻，脊背生寒。这画面虽搞笑，但比撞见厉鬼索命还要让人毛骨悚然。我去，金刚芭比现实版，这兰花指翘得比我用扇的筷子还直。大哥，你这身板跟这声音，违和感都快冲破天际了。何方妖孽，胆敢附身我镇魔司的人，滚出来！妖孽！本座
座可不是什么妖孽，是替天下女子手刃渣男的使者。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嘴上说着海誓山盟，转眼就能令蜜心欢，将旧人弃之如敝履。既然你们管不了，那便由本座来管。凡来此庙许下诺言又背弃誓言的薄情郎，本座都会记下他的名字，然后在本该属于他们的洞房花烛夜送他们一份大礼。如此说来，京中那5起新郎官被杀案是你所为？是又如何？不是又当如何？那5个该死的男人都曾在这里对着本座的神像发誓，说要与他们的心上人一生一世一双人。可结果呢？一个在成婚前3日还流连于烟花之地，一个早已在家中养了外室，连孩子都有了，一个竟是为了吃绝户谋夺新娘子的家产，还有一个最恶心，他根本不喜欢女人，只是娶个妻子来掩饰他的龙阳之好。这样的男人难道都不该死吗？所以你迷晕那些新娘后，控制他们的身体，在新婚之夜亲手杀了自己的夫君。是的，是让他们看清真相，认清渣男，手刃仇刃有什么不对？你们这些男人虚伪得很，如今要来抓本座，哪里是为了那几个蝼蚁的性命，是因为本座挑战了你们男人的自尊。这诡异就是个疯批呀！姐姐，这个诡异身上有养殖的魔气，小青能吃了它吗？用魔气修炼的诡异不是没有，但极少，毕竟两者几乎是天生排斥，能兼容的不容小觑。姐姐，养殖的魔气兼容性很高的。月老庙四周还有阵法，看样子诡异是被人养在这里的，不出意外肯定是那道门干的。不管如何，他附身在这么一个肌肉猛男身上搞事业，是真的一点都不挑食啊。说完了，说完了就从我的人身上滚出来。滚？口气倒是不小，若不是本座见你是女子，本不想与你为难。你若识相，速速离去，本座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否则，你的下场会比那些男人更惨。更惨？真是给点颜色，还开上染坊了。区区一个被圈养的魔物，口气比小气还大。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为何能伤到本座？小青蛇在姐姐的命令下，她快速变大身子，将张武紧紧缠绕住。你这个女人，明明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何要助纣为虐，帮助这些肮脏虚伪的臭男人？男人都该死！你为什么要阻拦本座？为什么要帮他们？我帮的不是他们，我只是赚钱而已。你的命值50两呢。难道本座只值50两？也太看不起本座了吧！只要你杀了他们，让本座离开，你想要多少银子，本座给你多少，如何啊？只要这个女人能够帮我脱困，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全都给了又如何？这是要贿赂本尊？
可惜了，本尊说一不二，既然答应了周清风，自然不会食言。周大人，你派几人去后殿找找，把那些金银都找出来，正好折算偿这次额外的酬劳。不要担心，有小青在，他跑不了。赶紧的，有小青看着他，都去给我找找。找。张武泛红的眼看着眼前四处寻找钱财的众人，鼓着腮帮子生闷气。他就这样赤裸裸的被人忽略了？你盘踞在此，息事怨念，屠戮无辜，当真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解救那些被辜负的女子吗？不，你所做的并非是救赎，只是无休无止的发泄。你只是在宣泄自己的怨恨，满足自己扭曲的私欲。那些新娘何其无辜，她们的人生，她们的清白，就因为你的正义被彻底的断送了。你凭什么用她们的身体去造就另一场悲剧？住口！你懂什么？本座在帮他们解脱，让他们看清男人的真面目。本座明明做的是救人之事，你们凭什么如此评价？她只是世间女子爱而不得，痛苦被虐所汇聚成的一团怨念。只是有人用魔气滋养，她拥有人的思维。即便如此，她曾连人都不是。你跟她说再多道理，她也不会明白。小青，还等什么？赶紧吃了。张武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彻底失去了意识。而在半空中，一团拳头大小、不断挣扎蠕动的紫黑色雾气，被青蛇虚影死死地捆缚着，再也无法动弹分毫。一道尖锐的破空声陡然响起，那声音极其细微。一声脆响，那势在必得的偷袭之物竟被他2根手指稳稳夹住。快、准、狠！有刺客，追！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这镇魔司办案之时行凶，简直就是胆大包天！官爷，发生什么事了？是啊，我们只是来拜拜月老的，你们怎么还动刀动枪的？周清风没有理会，用锐利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试图从他们惊慌的表情中找出破绽。这是镇邪符，看来是养这鬼玩意儿的幕后之人出手了。这玩意儿虽然伤不了小青，只是上面的镇邪符还是会让他难受，甚至是昏迷3、5天。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感动本尊的蛇，找死！一旦小青昏迷，搬移香烟给镇魔司的人驱除魔气，岂不是要自己亲自动手了？该死的，这不就是逼迫本尊当牛马，还耽误本尊躺着赚银子？好得很。姐姐，你是不是忘记了？小青现在是地级了，镇邪符伤不了一点。我现在不是以前的小白菜了，虽然赶不上团团大佬，但是在姐姐的契约兽中也算是佼佼者了。如何？对方很狡猾，混在香客里逃跑了。线索又断了。好，他跑不掉的。小瘪三，让本尊看看你藏哪儿了。感动我的小青，就得承担后果。千里寻踪，是。只见那枚3棱镖在他指尖疯狂震颤，随即悬浮在空中，忽地朝着月老庙外飞了出去。走。月老庙外50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身穿灰色短衫、长得贼眉鼠眼的瘦小男子正混在香客里。怎么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失手了？他心里忐忑不安，这样强烈不安的感觉迫使他转身赶紧离开。道长，东西不要了。他似乎很想跟你回家。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道长。官爷啊，草民只是普通村民，今儿个是来给我家儿子求姻缘的。道长就不要辩解了，你应当知晓食物寻人的准确度。小女娃，好俊的功夫，好毒的眼力呀！你是如何知道贫道是道士的？女娃娃，
老道觉得你天资不错，想收你为徒，你觉得如何呀？收本尊为徒？长得不咋地，想得倒挺美。不过有一说一，这老登眼镜还不错，本尊在上界那也是万中无一的奇才。妖道，你豢养的那些邪祟害人性命，束手就擒，跟我去镇魔司一趟。灰衣男子却连看都未看周清风一眼，仿佛他只是空气。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陆真真身上。小女娃呀，别跟那些朝廷的鹰犬浪费光阴了，只要你肯拜入我的门下，贫道保证不出10年，你的成就必定远超现在，届时这天下之大皆可去得，甚至以后可以去上界居住或长生不老都可，如何呀？还跟本尊谈上条件了？哦，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拜你为师，你会告诉我为何要圈养邪祟？正是，只要你成为了老道的徒弟，老道定会告知一切。如果我不想拜师，又想知道真相呢？小女娃，贫道是爱惜你的才华，莫要敬酒不吃。他的话还未说完，瞳孔便猛地收缩成了针尖大小。只见悬浮在半空的玄铁3棱镖向前动了，镖尖对准了他的眉心，说：想知道自己查，威胁贫道没用。一道微不可闻的轻响，玄铁3棱镖动了，精准无比地刺入了灰衣男子的眉心。你！灰衣男子喉咙里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咯咯声，双目圆瞪，眼中满是惊骇与不解。他至死都想不明白，镇魔司机拿他归案，这女娃怎敢杀他？下一刻，死不瞑目的尸首被火焰瞬间烧成灰烬。我搜过他的魂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受命保护月老庙那个邪祟，抓回镇魔司也只是浪费粮食。果真是逆道门，得找时间去瞧瞧。愣着做甚？回月老庙了。陆姑娘，在下知道一条小道，很快就能抵达月老庙。姐姐，吞噬魔气的时候，小青窥探到了怨气身上存留的一点记忆，是逆道门的道士找了一个阴年阴月的女子，在他的身边布局，迫害他致死，产生的怨气被封存到了这里，用魔气滋养，真是太可恨了。至于为什么这么做，记忆里没有。逆道门遮掩了天机，本尊暂时无法算到他在何处。时机一到，我们去转转。好啊好啊，小青要将他们养殖的魔气吃光光。给我出来！人醒了，没事了，只是最近1个月会倒霉一点，后续的事情你们镇魔司自己处理干净。我先回镇国公府了。是。对了，别忘了今日的酬劳，50两银子，还有月老庙里的钱财，记得派人送到镇国公府。辛辛苦苦赚的，1分都不能少。镇国公府今日的氛围却与往日截然不同。朱红大门紧闭，门前多了2队御林军来回巡逻，每个人神情肃穆，目不斜视，将整座府邸守得固若金汤。陆真真秀眉微蹙，脚步一顿。抄家流放剧情提前了？不应该啊，原来是因为玄光镇邪兆。母亲想了一个由头拔掉这些钉子，挺好。如今国公府是回不去了，他只好转身去镇魔司。姐姐，你是要带小青去吃魔气吗？真好。毕竟1人1两银呢。姑娘，若不是报案，请速速离开。将萧颖给他的令牌拿了出来。您就是陆姑娘，王爷早就交代了，等您来，直接带你去教武场。王爷已经等候多时了。此刻教武场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场面虽大，却诡异的安静。你说这次王爷密诏是因为何事啊？
需要这么多人？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密诏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看这架势不像啊。你们瞧，王爷就在那边，似乎在等什么人。谁不知道王爷上次任务上了根本都不能解封，这次是哪位大人物来，居然让王爷不顾身体也要前来迎接呀？陆姑娘，你来了。这是哪家的仙子下凡了？这女子是谁呀？何方神圣啊？让王爷如此恭敬。哎，你们看王爷的态度，莫不是王爷的心上人？胡说！王爷何等人物，怎会如此卑微？更何况，谁会让喜欢的女子来镇魔司啊？王爷是不打算要媳妇儿了吗？人都在这儿了。啊，剩下的人还在陆陆续续往京城赶，最多半月都会到的。那就开始吧。这么多人，看来这次能赚点小钱。萧莹怕阳光太晒，让人在教武场临时建了一个营帐，加上去除魔气，每人3两银，如何？要，当然要。王爷召我们来京是何事啊？诸位兄弟，王爷知道我们为大昭国斩妖除魔，深掩魔气，苦楚难当。如今他寻来这位世外高人，就是要为大家彻底根除这魔气之患，而且还能断肢重生。什么？王爷让我们回京是给我们去除魔气？我等何德何能感受王爷如此厚恩呐？王爷千岁，王爷仁德呀！陈大海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前，后面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汉子走进营帐，又一个接一个的带着满脸的狂喜与不敢置信走出，有的断指重生，有的残腿复原，更多的是感受着体内那股纠缠多年的阴冷魔气被彻底抽离的轻松与畅快。长出来了，我的手指头长出来了。老子的腿好了，老子又能上阵杀敌了。这股该死的魔气没了，浑身都暖洋洋的。多谢王爷，多谢陆姑娘。哎，流水线作业，枯燥乏味。要不是看在3两银子的份上，本尊才懒得动弹。陆姑娘，今日大恩不言谢。交易而已，银货2期。陆姑娘，这是今日的酬劳，你点一点。我信你人品。陆姑娘，国公府爆发鼠疫，已经被御林军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出。陆姑娘这几日就住在王府，府中清静，绝无人打扰，如何？其他入京之人，让他们直接来王府，以免陆姑娘两边跑。就是怕我没地方去，还算有点眼力劲儿。这么大张旗鼓，就不怕惹来皇帝猜忌？哼，即便不如此，皇兄依然会猜忌的。本王魔气去除一事还未对外宣扬，本王一个快死的人了，他还不放在心上。他现在的目标是苏家，即便郑国公将80万大军的兵权交还，皇兄依然不会放过苏家。他怕苏国公手里的兵只认人不认兵符。夜色如墨，郑国公府内却是一片死寂。死人了，又死人了！不是说鼠疫吗？怎么死得这么奇怪？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回家。然而朱红大门被御林军牢牢看守，整座府邸已然成了一座插翅难飞的牢笼。接下来的几日，死亡的阴影更是挥之不去，每日都有下人离奇死去，死状各异，但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有的七窍流血，有的身体干瘪如枯柴，还有的竟是活生生笑死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直到第5日，苏南渊死了。苏南渊的死仿佛一个休止符，诡异的死亡事件戛然而止，国公府再也没有人死去。母亲这一手玩得真是干净利落，拔了钉子，清了门户，还落了个好名声。叨扰这么久，我该回去了。陆姑娘，国公府刚解封，
并未安稳，不如在王府多住2日。谢了。福安，你亲自送陆姑娘回府，务必要确保陆姑娘安然无恙。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刁难，先斩后奏。奴才遵命。大哥，有劳福安公公了。二公子客气，咱家奉王爷之命，护送陆姑娘回府。既已安全送达，老奴就回去复命了。2人踏入国公府，一股压抑诡异的气氛便扑面而来。看来这几日死的人太多，把这些人吓破了胆。也好，省得聒噪。珍珍姐，你可算回来了。这几天府里闹鼠疫，母亲不许我出门，你也没在府里，太无聊了，都快把我给憋死了。珍珍姐，我听说城南新开了一家首饰铺子，里面的簪子可好看了，日后我们一起去逛逛好不好？陆珍珍看着他满是期盼的亮晶晶的眸子，点点头。嘿，好耶！大姐，我就知道珍珍姐最疼我了，怎么可能会不答应？是，大家都最疼你了。家中如何了？后面母亲是如何打算的？虽然靠真正的玄光阵邪照处理了府中所有暗桩，可谁知剩下的人会不会被收埋？也不用这么小心翼翼，只要东西一直在，但凡被收买的，不出3日必暴毙而亡。众人听见，瞬间睁大双眼，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虽然是好东西，毕竟宗门也有叛徒，有伪装长宗内弟子的魔族和妖族，甚至还有夺舍宗门弟子身体的老怪物。就是靠这个，才能让天玄宗上下一心，在上界所向披靡。去，把厨房新做的芙蓉糕和牛乳酥拿来，都是珍珍爱吃的。是，夫人。还是便宜娘懂本尊。娘，您偏心，如今您的眼里就只有珍珍姐了，都看不到我和大姐了。哼！你这个小猴子没大没小的，跟你珍珍姐争什么宠啊？我不管，我也要吃芙蓉糕。晨儿，你回来的正好，渊儿的后事为娘已经让下人去办了，要办得风风光光的，3日后下葬，让他早日入土为安吧。所以从明日起，我便因为丧子之痛导致神志不清，做出了一些疯癫之事。你们好好的配合娘就行。关于府里发生的这一切，包括我的决定，我已经写了一封密信，800里加急送到边关给你们的父亲了。还未细思，松鹤院外便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夫人呐，宫里来人了，说是陛下体恤，一下子派了太医院13位太医前来，说是确诊夫人和小姐们鼠疫治愈了。此言一出，所有人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好一个体恤，这分明是派人来查探虚实，看看他们苏家是不是真的得了鼠疫，然后又被治好了。罢了，既然是圣人的恩典，便让他们进来吧。老皇帝肯定是觉得蹊跷的，好好的6皇子突然死了，得了鼠疫的苏家人一个都没死，他们定然还要查探老6的尸体，才能决定是不是苏家人搞的鬼。玄光阵邪照可是杀人于无形，怎会找出丝毫破绽？义子成狂这部戏的观众不就来了吗？这都是老皇帝的人。我等奉旨为国公夫人2位小姐请脉。秦氏靠在太妃椅上，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这怎么可能？苏夫人虽身体还有几分虚弱，但脉象平和，气息稳健，这哪里像是得过鼠疫之人呢？苏3小姐也是身体康健，气血充盈，比常人还要康健几分。奇哉怪哉，简直闻所未闻呐！便宜跌者的高人是有几分本事在身的，这些人查不出，实属正常。若各位大人愿意，
本夫人愿将治鼠疫的方法送给各位。这方子定是出自高人之手，这药方绝了呀！国公夫人，不知这位高人在何处啊？在下有几个病案，想与之交流探讨。国公夫人，我等奉旨检验苏二公子的尸首，还请领我们开棺验尸。你说什么？你要验我儿的尸首？云儿死了已经够可怜的了，你们还要验尸？国公夫人息怒啊，此乃圣命，我等亦是奉命行事。因二公子死因蹊跷，陛下。不，皇上不会这么残忍，不会这么对待苏家的。你们敢？谁敢碰一下我的渊儿，我就让他血溅当场！你们这群没心没肺的刽子手，滚！都给我滚出去！滚！哇哦，本尊这便宜娘亲的演技可以啊。不过话说回来，老六的尸体确实有点不太方便见人。府里死于非命的人都是因为玄光镇邪兆所杀死的，不管怎么个死法，死后都会被他抽干了魂魄和精血来滋养自身。如今那棺材里躺着的，怕不是一具风干的腊肉。这要是被发现了，乐子可就大了。苏南辰见气氛到位了，赶紧上前，没有丝毫犹豫，手刀精准地劈在秦氏的后颈之上。二弟死后，家母伤心过度，神志不清。诸位，见笑了。诸位既是奉旨前来，苏某自当配合。各位大人，这边请。厅内白帆飘动，香烛摇曳，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森与诡异。棺材里躺着的确实是苏二公子苏南渊，他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唐元一声令下，几个太医上前查看苏南渊的死因，查找了几遍都没发现身上有任何伤痕，就算用银针刺喉、刺胃部，都没有发现中毒的现象。或许只有检查内脏才能确定。苏大人，我们需要剖开苏二公子的腹腔，才能检查清楚。检验二公子死因呢，乃是圣命，我等职责所在呀。要恨就恨皇上去，我只是一个渺小又无助的工具人呢。检验吧。一声轻响，仿佛是什么东西被戳破了。只见苏南渊那原本还算饱满的尸身，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瘪了下去。不过眨眼功夫，棺材里的苏二公子就从一具完整的尸体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紧紧贴在骨架上的人皮。凄厉的尖叫声骤然划破了灵堂的死寂。鬼呀，尸变了！这是什么妖法？来人，去镇魔司报案。几位大人，还需要验尸吗？国公府之事，我等定会如实向陛下禀报。今日多有叨扰，告辞。说完，他甚至不敢多看苏南辰一眼，转身就带着那群已经吓傻了的太医快速离开国公府，生怕棺材里的苏家二公子突然从棺材里蹦跶出来，太吓人了。苏南辰回到棺椁前，垂眸看着那张属于六皇子的人皮，眼中没有半分波澜。玄光镇邪兆，真是个好东西。皇宫养心殿，陛下，苏家那3位的鼠疫确已痊愈。真痊愈了，不是伪装。虽脉象平和，血气充盈，但体内有曾得过鼠疫的病症，很轻微，绝非伪装。朕听闻这鼠疫乃是不治之症，一旦染上9死一生，苏家一门女眷就能安然无恙。臣等遍查医书，也从未见过此等奇事。但
国公夫人将治疗鼠疫的药方给了老臣，老臣查验过，的确是治愈鼠疫的良药啊。此乃治疗鼠疫的药方。苏南渊的尸体验得如何？可是被人所杀？陛下，苏二公子他的死状非人力所为呀！我等开棺验尸，那尸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为了一张人皮。臣等行医一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此等景象，恐是邪祟诡异在作祟呀！陛下，苏公子已经向镇魔司报案了。哼，诡异吗？真是可惜了。他淡淡的说道，语气里毫不掩饰那股浓浓的失望与杀意。唐元身子一颤，连大气都不敢喘。罢了，既然病好了，再围着就不像话了。传朕旨意，撤了国公府外的御林军。3日后，国公府发丧，偌大的府邸，白帆飘飘，灵堂肃穆，处处透着一股死寂与萧索。管家苏中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世子爷、夫人3位小姐，将军府江老夫人带着江夫人和江少爷、江小姐前来吊唁了。国公夫人，听闻苏二公子被诡异所杀，节哀，节哀。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是要往前看。若有什么需要，派人去江府通知一声就好。爷爷。整个灵堂瞬间死寂。苏南辰的眉心狠狠一跳，苏家姐妹2人美眸瞪得溜圆，秦氏更是忘了悲伤，一脸活见鬼的表情。爷爷，元宝好想你啊！去，我珍珍姐貌美如花的大姑娘，哪里像你爷爷了？你眼睛长屁股上了吧？你别乱喊，她是我2姐，不是你爷爷。江老夫人，您看这……无碍，他们喊他们的，我们喊我们的，辈分不会乱。你呀，以后习惯习惯就好。爹，如果说刚才小元宝的一声爷爷是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那么江夫人这声爹便是一座轰然倒塌的山岳，将灵堂内所有人的理智都砸得粉碎。苏南辰那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我去，小的叫爷爷，大的叫爹，这江家人是组团来碰瓷儿的吧？珍珍姐只能是我们苏家人。他就是我爷爷。爷爷，你不喜欢小元宝的吗？喜欢。珍珍姐，好了，我也喜欢你。头疼，真是麻烦。娘说的对，只要一家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好。管家苏中又一次冲了进来，朝着秦氏道：夫人，王爷和周副指挥使前来吊唁了。王爷怎么来了？参见王爷。都起来吧。老六死的不亏，瞧瞧，自己的皇叔不是来祭拜他了吗？也算半个认祖归宗。节哀。说完对陆珍珍颔首，转身带着周清风干脆利落地离开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肩往前脚刚走，苏中又冲了进来。夫人，宫里来人了，是八皇子殿下身边的福寿公公，携殿下亲笔慰问信前来吊唁2公子。想不到老八的人也来了，似乎上次送了本尊100万两银后就没露过脸了，也不知这位皇子到底是个什么心思。咱家给国公夫人世子爷请安了，
两位节哀。二公子不幸薨逝，我家殿下听闻后悲痛万分，食不下咽，特命咱家前来送上亲笔慰问信，以表哀思。有劳八殿下挂怀。陆姑娘，您别误会，我家殿下说姑娘家的见着这些白事总会心绪不宁，特意备了些小玩意儿给姑娘压惊，全当是见面礼了。见面礼？难道又是银子？只见那紫檀木托盘之上静静地躺着一个巴掌大的紫金小盒，全是黄澄澄光灿灿的金瓜子。哇，不愧是八皇子，真是财大气粗，发财了发财了！以后团团可以一边干架一边吃金瓜子。大哥，这八皇子是何用意？他该不会是对珍珍有什么不轨之心吧？苏南辰没有回答妹妹，他的目光深沉如海。这是殿下的心意，苏大人不必那么紧张。上完香，福寿公公将拂尘一甩，离开了国公府。国公夫人，人死不能复生，你为了剩下的孩子还需振作起来，我们就不多叨扰了。师叔祖，师尊昨夜入我梦了。陆真真一怔，玄清和剩下的弟子被守护大阵保护并封印在虚空禁地之中，按道理是不能与外界连接的，除非小元宝身上有什么可以联系的秘宝。下界时，师尊让弟子吃了传音虫，不过弟子觉得昨夜之后传声虫就死了。玄清说了什么？师尊说下界通往中界上界的飞升通道已尽数被损毁和封印了。损毁和封印了？靠，哪个王八蛋干的？断人飞升路，这是要遭天谴的。这消息定然很快会传到下界，下界的宗门恐怕要乱了。逆道门行事诡异，恐怕早就知道上界那群王八羔子的计划，甚至有可能是上界之人示意他们这么做的。等等，如今想来，从师兄被杀到暗杀本尊，天玄宗覆灭，恐怕这是上界那群道貌岸然的几个大宗门针对天玄宗的阴谋，只是想要瓜分天玄宗的海量资源，断了下界之人的飞升路，是想将本尊困在下界，找机会弄死本尊。哼，怕不是想屁吃呢。都以为团团是吃天地异宝才如此强悍，却不知道他是吃金银的。以为下界没有灵气，本尊无法修炼，却不知下界银白之物最多。师尊还说，若想重开通道，需借护宗大阵之力，而开启护宗大阵，则需要海量的弟子献祭灵力，所以师叔祖要回上界救师尊，恐怕得先在下界建立自己的宗门。说完便转身跑回了江夫人身边，乖巧地牵着母亲的手离开了。建宗门？开什么玩笑？建宗门又得花多少钱，招多少人？小妹，想不想跟珍姐一起去上界玩啊？可好玩了。苏宁熙瞬间明白陆真真的意思，这就开始招收弟子了，只要跟真真姐在一块儿，让她干啥都行。她点点头。陆真真见苏宁熙同意了，拉着她就出了灵堂，得找个地方给她测试下天赋才行。若是带不动的菜鸡，那可怎么办？瞬间灵堂内只剩下秦氏和苏南辰、苏宁烟三人。辰儿，瞧你这个样子，八皇子的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大哥，你快说呀！八皇子在信上说，他让我们不要过于伤心，并告知我，躺在里面的苏南渊不是苏家真正的二公子，后院的李二狗才是。还真是一封安慰信呢。这件事一直都是那位主导的，八皇子知道也不奇怪。母亲，您想的太简单了。
那位心思缜密，若要骗过我们，自然也要骗过其他人。当年的事，恐怕只有那位和他心腹安公公知晓，其他人都被灭了口。八皇子将这件事说出来，是什么目的？八皇子信里还说他会帮我们，让二弟平安顺利的认祖归宗。什么？八皇子可有在信中说如何帮？八皇子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将李二狗带到母亲面前，他会安排好一切，让这件事看起来顺理成章，无人生疑。为了李二狗的性命着想，届时母亲只需认他做个义子，留在身边照顾。义子？好一个义子啊！大哥，八皇子为何要这般大费周章？他图什么？这对他有何好处？对呀，八皇子图什么？苏家可是个烫手的山芋，清醒一点的人都不会来沾边。这个问题如同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一个皇子费尽心机地去帮一个皇上视为眼中钉的国公府，这背后隐藏的图谋，恐怕比直接的威胁还要可怕100倍。若我没猜错的话，八皇子有所求。皇城深宫养心殿内，说：回禀陛下，郑国公府之事已查明，苏二公子苏南渊确系暴病而亡，身上无外伤，亦无中毒迹象。太医院那群废物怎么说？其尸身经太医院院判唐渊为首10多位太医验看，以银刀刺之，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为一具干尸，精血全无。府中上下亦有数人死于非命，死相虽与二公子不同，但尸首却与二公子相同，皆是精血被吸干的模样。镇魔司已介入，初步判断为诡异所为。诡异吗？令国公夫人秦氏与2位小姐确染上鼠疫，是国公府里的府医梁大夫研制出的药方。属下调查过姓梁的府医，他的父亲曾是先帝还在时太医院的太医，只因得罪了人，被人打断了双腿，丢出了宫，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怕被人报复，一家人躲去了边关，机缘巧合之下，大哥在苏国公麾下当了军医，这位是梁家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国公府。朕记得今日是发丧日吧？都有谁去了？与国公夫人有些私交的夫人去了，但也只是寒暄了2句，没敢多留。这群朝臣还算识相，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子。除此之外，还有3拨人去了。第一波是将军府姜老夫人带着姜夫人和孙儿去的，第2波是并监王和周副指挥使。这2人竟都对一个没落的国公府如此上心。还有一波呢？第3波是八皇子，更是派了福寿公公写亲笔信与赏赐入府，但其信件被苏家世子苏南辰当众焚毁。哼，好一个老八呀！来人，传朕旨意，宣老八，让他立刻马上滚来见朕。小妹，这是测灵石，只要将你的手放上去就可以了。当苏宁熙柔嫩的掌心握住测灵石的瞬间，一道低吟的嗡鸣声在房间里响起，随之房间里出现极强的狂风，将他屋子里的东西都席卷在地上。我靠，小妹这天赋不错呀，居然是变异的风灵根，祖师爷显灵了，居然随便抓下的都是如此好的天赋。离开起护宗大阵回上界复仇的日子不远了，赶紧松开。珍珍姐，刚才的风是我弄出来的？是的，你的天赋是风，还是风系里最好的变异风系。珍珍姐，要不然让娘和大哥大姐他们也可以试试。苏宁熙心想，陆真真要建宗门，肯定需要更多的宗门弟子。若是苏家人都有天赋，就算去了上界也能一家团聚。
这样就可以远离该死的江耀祖。让他跟我抢珍珍姐，等全家都去了上界，就让他在下界慢慢找去吧。哼！哎呀，这么好的主意，本尊怎么没想到？万一这一家子都是潜力股，要成好多事儿啊！也好，家人之间气运相连，测一测也无妨。然而他话音未落，桌上的测灵石再一次亮了起来。两人低头一瞧，是之前一直蜷缩在苏宁熙怀里，只露出个小脑袋的小灰鼠寻宝。哎，这东西又硌牙又没味道，不好吃。这是一只普通的老鼠吃了本尊丹药，居然能进化成金纹白鼠。金纹白鼠有趋吉避凶、引财聚宝的能力，它是炼丹的一味稀有药材，因上界肆虐捕杀，本尊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了。珍珍姐，你看玄宝，她现在好漂亮啊，像雪团子一样。漂亮是漂亮，可得好好看好了，别哪天被人捉去炖汤。走，珍珍姐，我们去找娘亲他们。养心殿内，放肆，太放肆了！瞧瞧这姿态，定是与国公府密谋了什么，否则一个没有母族撑腰的废皇子，哪里来的底气与我叫板？孽子，孽子，谁准你去镇国公府的？你眼中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父皇这话问得好生奇怪。第一，儿臣并未亲去；第二，听闻苏二公子骤然离世，苏家上下悲痛。作为皇子去安抚朝臣，让苏家感激皇室，继续保我大昭国，难道不对？再说了，若儿臣眼中无父皇，又怎会看到父皇连眼神都懒得给儿臣一个？也不知是哪位太医胡言乱语，竟敢说父皇龙体欠安，所以儿臣才会自作主张去安抚苏家。瞧着今日父皇有这么大的力气丢砚台，身体应是极好的。若不是太医乱造谣，儿臣也不会僭越，父皇也不会误会儿臣。所以父皇就应该将造谣的太医拖出去砍了才是，不要让那些心怀鬼胎之人离间我们父子之情。你再说父皇都派御林军将国公府围得水泄不通，儿臣这不是怕父皇把苏家逼急了，苏家造反了怎么办啊？苏家可是手握80万军马，儿臣当然要想办法安抚安抚啊。你给苏南辰的信里写了什么内容？就是普普通通的慰问信啊。父皇如此问儿臣，您是在怕什么？怕苏家，还是怕儿臣？你放肆！来人！景泰帝一声怒喝，殿外的侍卫立刻涌了进来。给朕把这个逆子押入宗人府，严加看管。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探视。这个逆子竟敢说我怕了！大哥、大姐、娘，看我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啊！苏南辰目光触及到那块平平无奇的石头时，眉心却猛地一跳，心中竟莫名生出一股强烈的悸动。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从丝帕上捻起了那枚测灵石，骤然间爆发出比正午骄阳还要璀璨的华光，猛地从小黑石爆发开来。整个厅堂都被这炫目的白光笼罩，空气中甚至响起了一声清越的剑鸣，仿佛有无形的剑气在纵横激荡。我靠，天生剑骨，还是最霸道、最纯粹的纯阳剑体。乖乖，这苏家到底是什么风水宝地？一个变异风灵根，一个天生剑骨，这要是都收进天玄宗，贤亲做梦都能笑醒。光芒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眨眼之间，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这是怎么回事？天生剑骨，是在说他？
大哥都能发光，我也试试。这一次房间里没有一丝光亮，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阴冷到骨子里的森然寒气，毫无征兆地弥漫开来。我的个乖乖，这是极阴之体，还是容易怨气侵染的太阴灵根。还好宁远侯的阴谋没得逞，若是让苏宁烟含冤而死，只要给他时间修炼长掌，整个大昭国都得陪葬。我刚才怎么了？大姐，你没事吧？这到底是什么邪物？真真心里想的极阴之体和太阴灵根又是什么？这石头是测灵石，是真真姐给我的，可以测试我们是否可以修炼，天赋是什么。寻宝也是啃了他一口，却变成金丸白薯了，听闻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薯。娘，大哥大姐都试过了，你也来试试吧。秦氏轻轻握住了测灵石，一吸，两吸，三吸，时间缓缓流逝，测灵石静静地躺在秦氏的掌心，没有任何变化。怎么会这样？傻孩子，我都这把年纪了，又是凡胎俗骨，哪来的什么仙缘？你们兄妹三人都身负异禀，已是上天对我们苏家最大的垂怜了。夜深了，灵堂内一片死寂。如今已经入夏了，今儿晚上怎么会这么冷？不会那鬼玩意儿还在府里吧？你别瞎说了，镇魔司的人已经将府中的诡异给灭了。这里是灵堂重地，阴气本来就重。王哥，你说这二公子死的也太邪乎了。我可听说了，那天太医们过来，大公子把尸体剖开，里面都干了，跟放了几十年的腊肉似的，只剩下一层皮。住口！还嫌府中不够乱是吧？再说了，主家的事也是你我能够议论的，不想要舌头了。一阵阴风毫无征兆地从灵堂门口灌了进来。啊！鬼叫什么呀？不过是穿堂风。可这火……李三指着火盆里的火焰，正想要解释，那幽绿色的火焰只燃烧了一瞬，便又恢复了正常的橘黄色。一阵细微的像是砂纸摩擦木头的声音悠悠地响起。声音的来源，两个下人僵硬的一寸一寸地转动脖颈，目光惊恐地投向了那口黑漆漆的棺材。棺材盖竟然自己动了一下。鬼啊！李三连滚带爬地朝门外冲去，裤裆一片湿热，竟是直接吓尿了。那令人牙酸的声音还在继续，棺材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推开，紧接着棺材里那个被太医剖开只剩下一张人皮的苏南渊缓缓地坐了起来，之前干瘪的皮囊仿佛被什么东西注入了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皮肉不再凹陷，四肢不再干枯。不过短短几个呼吸间，那具诡异的尸体就恢复了苏南渊的模样。灵堂有异动的同时，在房间里盘膝打坐修炼的陆真真猛地睁开了好看的杏眸。这股邪气浓郁的都快赶上榴莲味儿的屁了，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看来老皇帝真想苏家人死啊，居然让逆道门出手。毕竟苏家死在诡异手里，就算苏国公回来也可以推给镇魔司，如此苏国公就无法与湘阴联手了，真是好算计。等他到时，那具披着苏南渊的人皮的诡异站在苏宁烟的院中，正掐住春桃的脖子。孽障，找死！诡异见打不过陆真真，转身朝着苏宁烟的房门撞去。雷来！一道小拇指粗细的紫金色雷光从天降落，直接劈在人皮诡异天灵盖。他整个身体像是被点燃的废纸，瞬间燃烧起黑色的火焰，最后化作了一地飞灰。真真，你怎么来了？来了为何不进屋？这是什么味道？为何如此之臭？春桃，你怎么哭了？
再哭就不漂亮了。若是身体不适，就好好休息2天。陆真真看了主仆2人一眼，走到灰烬前。这符文从未见过，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找到你了。陆真真一个闪身消失主仆2人面前，一口鲜血猛地从一个中年男人的口中喷出。怎么可能？我的千丝葵竟被人给毁了！那可是他耗费了数年心血，用百人怨气祭炼而成的法器，只需一缕神念便可操控，杀人于无形。踉跄着转身准备离开此地。他刚出屋子，一道纤细的身影逆着月光站在院子中。逆道门的，是你操控那鬼玩意儿附身在苏南云体内的？那中年道人瞳孔骤缩，这女娃娃是如何知道自己是逆道门的？难道就是她毁了我的千丝葵？哼，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也敢在本道爷面前大放厥词，既然你非要找死，本座今日便成全你，将你用来炼制新的千丝葵。哎呦，口气还不小，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天道爸爸他二舅呢，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反派的经典流程，我懂。话音刚落，中年道人双手猛地掐诀，一股浓郁的黑气自他掌心喷薄而出。小姑娘，让你尝尝本道爷的厉害，下辈子记得没本事就不要多管闲事，会死的。那黑气所到之处，连空气都似乎被腐蚀，发出滋滋的轻响。破！那看似可怖的黑气在接触到光芒的刹那，顷刻间消融瓦解，消散无踪。什么？那道金色光芒穿过黑气，于事不减地射向他。你修为为何如此之高？你究竟是谁？你还没资格知道本尊是谁，说，是谁派你来的？没有谁派我来，这次遇到硬茬子了。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只要本尊把你的骨头一寸寸敲碎，看你的嘴还会不会这么硬。中年道人只觉眼前一花，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便狠狠地踹在了他肚子上，整个人摔得四仰八叉。他还来不及反应，耳边传来骨骼碎裂的脆响。我的腿！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陆真真毫不留情地踩在了他的另一条完好的腿上，直接将其踩断，接着脚又踩上他右手臂，缓缓用力。我说，前辈饶命，别再踩了。早这么合作，不就少受点罪吗？说吧，谁让你来国公府的？为何要找上苏宁烟？中年道人哪里还愿意守逆道门的门规，直接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通通告诉了陆真真。是门主的命令，是他让我灭了国公府。今日踩点时，发现国公府中有股强大的怨气，我觉得是极好炼制千丝葵的好材料，所以就想着灭苏家之前将人掳走。你们门主为何要灭苏家？是老皇帝下的命？哎呀，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这玩意儿你炼制了几个？3个。还有一个呢？你用在哪里了？在宗人府大牢。宗人府也是门主吩咐的，听门主的口吻，似乎也是景泰帝的意思。那里关押了谁？皇帝居然想用这么迂回的方式要那人的命，杀谁？八皇子萧恒。萧恒是那个给他送100万两银子和金瓜子的大冤种。
陆真真冰冷的眸子里第一次浮现出真正的震惊。他一直以为又是皇室的阴谋，没想到景泰帝竟要用如此阴毒下作的手段谋害自己的亲生骨肉。我去，亲爹杀儿子，就为了所谓的皇位？上界之人家族内部再怎么争权夺利，也知道虎毒不食子，最多也就是软禁或打残或废了修为，真不至于杀人。难道八皇子不是老皇帝的亲儿子？那这个瓜有点大呀。前辈，我已经都告诉你了，能放我走了吗？闭嘴，跟我去宗人府。既然八皇子跟狗皇帝不是一条心，救一救还是可以的。这样人傻钱多的大冤种若是死了，多可惜呀！什么？那可是宗人府天牢，守卫森严，我……陆真真懒得与他多言，足尖一点，身形化作一道流光，裹挟着道人凄厉的惨叫声，瞬间消失在破败的小院之中。宗人府天牢，福寿公公正提着一盏小灯笼，在天牢门口与守卫的官差低声哀求：“行个方便吧，就让老奴进去看一眼殿下。八殿下身子孱弱，这天牢阴冷，夜里若是没件厚实的衣裳，如何受得住啊？还有这点心，殿下身子经不住饿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只求官爷通融片刻。老奴送完东西就走，绝不多留。”福寿公公啊，不是咱们不给您面子，是皇上的口谕，任何人不得探视。您这样做只会害了殿下，害了我们兄弟，您还是请回吧。既然是陛下的口谕，奴才不进去了。劳烦你将这些东西帮老奴带给殿下，可以吗？皇上只是说不能探视，并未说不能送东西，你说呢？您就放心回去吧，这段时日啊，我会让兄弟们照顾好殿下的。福寿公公听闻这话，只好转身离开。天牢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腐烂的恶臭味。哼，真是活该，我就不应该对那个人有所期待。他正思忖着，一阵细微的窸窸窣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无数只老鼠从墙缝、地洞、排水沟里钻了出来。它们体型比寻常老鼠要大上一圈，毛色油亮，眼中闪烁着凶残的赤红色。不过瞬间，萧恒的手臂等处被咬得皮开肉绽。老子每次醒来，你都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的。萧炎，你可是大昭国的八皇子啊，就这点出息？一道慵懒而戏谑的男声突兀地在萧恒脑子里响起。这声音萧恒再熟悉不过，那是盘踞在他识海深处与他共生了10数年的另一个强大的灵魂。这些年若不是他时不时出手护着他，以他孱弱的身体和其他皇子的算计，他都不知死了多少回了，坟头草都快有成人腰部的位置了吧。你求我呀，只要你求我，老子就能帮你捏死这帮小老鼠。求你。哼，真是没苦硬吃，早点喊老子出来，就不会被这些恶心的玩意儿咬了啊！神器借老子一用。下一瞬，萧恒猛地睁开双眼。哼，一群污秽的东西，也敢在老子面前放肆。许久，他停止了杀戮，闲庭信步地立于尸山血海之中。萧恒这破身体真是越来越弱了。与此同时，瞧你这样，宗人府大牢里的木偶也被毁了。是不是就不用去宗人府大牢了？你那鬼玩意儿虽然是个垃圾，但在下界能够破的人极少。本尊更想去瞧瞧，是什么人有这样的本事。哼，说不定还能拐进天玄宗当弟子呢。很快，陆真真悄无声息地带着中年道人摸进了宗人府大牢内。哎，姐姐，小青怎么感觉到了大黄的气息啊？我去，不是感觉，就是啊！
主人，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从上界来找你，结果遇到时空混乱，竟比你提早来下界10多年啊！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呀！身体被卷入时空漩涡里，神魂只能附在萧恒的身上，也出不来了。没有自由不说，他还不让我找其他的小母狗。主人，大黄这些年过得可苦了。陆真真无语。大黄虽说是他的灵兽犬，但现在他的外表是一位成熟男性，还是一个病弱美人，抱着他大腿哭，没眼看啊。主人，他称呼这个少女为主人。他招惹的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啊？完了，他这次死定了。别说逆道门了，就这2位都不会放过他。中年道人两眼一翻，脑袋一歪，竟是直挺挺的昏死过去。哟，这心理素质不行啊，就这么点刺激就吓晕了？闭嘴，哭唧唧的蠢样，哪里还像本尊的灵兽？还有小母狗，你现在是人，找什么小母狗？给本尊憋着。主人，大黄能清醒的时间不多，萧恒那小子的神魂很快就要醒过来了。大黄与他签订了契约，只要他死了，我就能占据他的身体，到时候我一定来找主人。难怪八皇子会抽风似的给我送银子，感情是大黄送的。大黄，听着，天玄宗没了。是他们？是，本尊被暗算，坠落到下界也是他们的阴谋。如今本尊实力已经恢复，团团也醒了。他们为了防止本尊回上界，已经毁了下界飞升的通道。若是想回去，必须剑宗重新打开护宗大阵，将玄清等人从禁地放出来，建立上界和下界的宗门通道，才能回上界。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宗门。除此之外，本尊与苏家有因果，重返上界之前，务必保他们平安。陆真真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跟大黄说了一遍。大黄点点头，他知道与人产生因果，需要帮对方来斩断因果。主人，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其实建宗门有捷径，下界不是有3宗1门吗？灭了之后，将他们的地盘、资源、弟子尽数收入我天玄宗囊中。好主意，以后还是别想了。啊，难道不好吗？大黄哥哥，能听到我说话吗？小青也来了。大黄哥哥好。那些宗门的弟子大都心术不正，狼子野心，若是将他们强行收编，日后必成大患。大黄，这个办法极好，但3宗1门不合适。本尊倒是想到一个好地方，大昭国的镇魔司是个不错的选择。商议已定，大黄身上的气息开始变得紊乱起来。主人，我快撑不住了，萧恒那小子要醒了。出了宗人府大牢，陆真真睨了一眼手里拎着的晕死的中年道人，转换了方向，朝着皇宫方向而去。养心殿内，陛下该起了。安公公刚蹲下身，殿外传来一声几乎要刺破人的耳膜的凄厉尖叫声。死人了！陛下稍等，老奴去瞧瞧发生了何事。放肆！何人在殿外喧哗，惊扰身价？安总管，死人了！离养心殿不远的走廊上，赫然吊着一个人。安公公瞧见这一幕，心头猛然一跳。这不是长明道长？他急忙转身回去禀报，谁知他一转头，就看见景泰帝站在他身后，一双龙目死死地盯着悬挂在走廊上的长明道长的尸首，瞳孔骤然收缩，周身的空气仿佛瞬间凝结成冰。长明道长可是他让逆道门门主请来，专门对付苏家和老八的道门高手。
既然国公府喜欢用诡异来躲避他的算计，那么他也可以使用诡异的手段对付他们。可是现在派去的道门高手死了，岂有此理！安英，给朕查，昨夜是何人潜入皇宫的？另查镇国公府和宗人府，朕要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遵命。一炷香后，暗英的身影再次如鬼魅般出现在景泰帝面前。启禀殿下，镇国公府一切如常，一夜平安，并无任何的异动。什么？一夜无事？长明道长道法高深，他都死于非命，苏家那群凡夫贱人居然会平安无事？这不可能啊！宗人府呢？回陛下，昨夜子时，宗人府天牢突发鼠患，数以千计的赤焰瘟鼠涌入丙字号牢房，牢中关着的正是八皇子。宗人府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会有鼠巢？老八怎么样了？他没事吧？谁也没看见他的嘴角悄然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鼠巢？长明道长的手段果然狠辣，看来老八那个病秧子已经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陛下，八皇子只是被老鼠给咬伤了，太医已经诊治过了，身体无碍，也未患上鼠疫。为了杜绝麻烦，唐院判给八殿下服用了国公夫人献上的治疗鼠疫的方子。这病秧子的命怎么会这么硬啊？那些瘟鼠呢？若是让他们在京城四处逃窜，恐怕又是一场灾祸。殿下无需担心，那些瘟鼠不知为何突然爆裂而亡，宗人府现在还在清理老鼠的尸体。爆裂而亡？数千只异鼠就这么自己炸了？景泰帝的脑海里疯狂地回想着暗英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砸得他头晕眼花。他不是3岁小儿，这世上哪有会自己爆炸的老鼠？更何况还是长明道长使用道法的老鼠。如此诡异之事，定然与长明道长的死脱不了干系。长明道长的尸首检验好了没有？死因是什么？启禀皇上，在道长身上并未发现外伤，因道长是逆门道的人，奴才也不敢自作主张剖尸检验。景泰帝点点头，既然他没有办法，或许逆道门的门主有办法查明死因。他吩咐安公公将长明道长的尸首送入他的寝宫。你们都退下。是。陛下有何急事，如此急召本道前来？本道时间宝贵，可不是专门帮你处理俗事的。门主，还是你自己看吧。如何？门主可知道是谁杀了长明道长？他不是被人杀死的。什么意思？是有人破了他的道法，反噬而死的。反噬？出手之人的修为在长明之上，反噬比以往凶猛。如此一连3次反噬的伤势，足够摧毁了他体内的经脉。会是谁呢？这京城之中，除了你们逆道门，还有何人有这等手段？难道是另外3宗？按照陛下提供的线索来看，我们都小瞧了苏家。苏家隐藏着一位道法玄通的绝顶高手，此人的修为远在长明之上，或许……一切都说得通了，那就是只有苏家养了一位道法高手。江家和他的好皇帝为何会在这个风口浪尖去国公府？老六为何会莫名其妙的死？老七好端端在屋里，却被雷活活的劈成疯傻。如此一来，他想要苏家人的命恐怕就难了。门主要如何对付此人，可有把握？陛下只需静候佳音。此人不除，终会成为我们逆门道最大的威胁。至于把握，区区一个藏头露尾之辈，本门主还未放在眼里。待本道布下九幽锁魂阵，任他有通天彻地之能，也难逃一死。逆道门门主说完，他带着长明道长的尸体，身形逐渐变得虚无，幻化成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今日萧炎必须死。来人，老八何在？回陛下，八皇子人在宗人府天牢。传他来见朕。是。
不一会儿，儿臣参见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安福海留下，其他人都滚！安福海。景泰帝缓缓开口，叫了安公公的全名，顺势给了他一把削铁如泥的玄铁匕首。安公公身为景泰帝的心腹，不需要对方下达命令就知晓其意思。萧恒是低头跪着的，不知道自己的父皇要杀自己。他以为自己能从宗人府出来，是父皇对他还有那么一点怜悯之心。直到安公公高高举起匕首，狠狠地朝着他的后心口刺下，一股刺骨的剧痛才让他猛地明白，他的父皇视他为灾星，一直都想杀他，否则这些年他也不会冷眼看着其他皇兄对他一次次下毒手。要不是体内强大的神秘灵魂，不知死了多少回了。他清醒了，他就不应该奢求父爱。这次我不阻止你了。萧恒缓缓闭上眼。我操，萧炎，你就是个废物，怎么又要被人给弄死了？安公公害怕对方不死，将匕首拔出来，再一次刺进八皇子的体内。找死！萧恒紧闭的双眸骤然睁开，与其四目相对，安公公明显感觉眼前八皇子身上的气势陡然变了，仿佛换了一个人。但即便他感觉到不对，也并不在意，他只需完成景泰帝的任务即可。大皇并未躲避，只是用剑指就将玄铁匕首弹开，顺势给安公公一个大耳光。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殿内响起，不等安公公回神，紧接着是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安公公咬着牙发出惨叫，只是手腕被一股巨力硬生生折断，匕首脱手而出。父皇，儿臣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就如此不待见儿臣，更是急着杀儿臣？儿臣不是说过对那个位置没兴趣吗？为何你还不肯放过我？就因为儿臣是所谓的灾星？是，就因为你是灾星，你活着一天，朕就会提心吊胆。只要你死了，朕还能稳坐龙椅20年。所以你必须得死。你若放了安福海，朕保证下半年绝不动你，如何？行。直接抹了安公公的脖子，然后放开。你个逆子！父皇，你只是说放了安公公，难道我没放吗？你之前没说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这可不能怪我。老八，你何时会的武功，朕为何不知？儿臣可没骗你，只要你稍微关注我一下就会发现，可是你却视若无睹。大皇问出了萧恒心里的话，抬脚就踹在景泰帝的胸口上，带着一股蛮横霸道的力量。来人！景泰帝看着朝自己走过来的大皇，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吓得身子连连往后挪，想要喊外面的侍卫救驾，因胸口太疼不敢用力呼喊。妍儿，原谅父皇好不好？朕日后一定对你好的。皇帝老儿，你这把戏也就能骗骗3岁儿童，你不是很嚣张吗？死了看你如何嚣张。大皇伸手掐住景泰帝的喉咙，让他不停地拍打他的胳膊，难受得发不出半点声音，利刃入肉的声音轻微却清晰。景泰帝僵硬地低下头，只见那把他递给安公公的匕首正被自己的儿子握在手里，捅进了他的心脏。景泰帝瞪大了双眼，死死地盯着萧恒。他想过自己很多死法，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最瞧不起的那个病弱如鸡的灾星儿子手里。他体内的生机随着心脏涌出的温热鲜血一点点的抽离。大皇怕他心脏长在左边，缓缓抽出匕首，又朝着左边胸口狠狠扎了一刀。他看着景泰帝死不瞑目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冷笑。做完这一切，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养心殿，直接回了阴冷潮湿的宗人府大牢。大黄前脚刚走，一道黑烟再一次出现在殿内，正是离开又折返回来的逆道门门主。该死！九幽，锁魂！精准地将那缕即将消散的魂魄网住，并强行将其按回景泰帝的尸身之内。那本已冰冷的龙体眼皮剧烈地颤动着，重新睁开。陛下，如今龙体已毁，你打算如何？计划提前。陛下可有选好的皮囊？本门主只能将你魂魄封印在体内10日，10日后你若找不到合适的皮套，就会魂飞魄散。自然，朕早就选定好了人选。老二萧启，他出身不低，母族很强，但没什么脑子，身体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最适合承载朕的龙魂。待朕夺舍，定要让萧恒死无葬身之地。夜幕低垂，苏府别院内灯火通明。娘，宫里出事了。何事啊？是苏南渊的事。难道狗皇帝要将苏南渊的死安在我们身上？不，是皇上。昨夜有刺客潜入养心殿，皇帝遇刺，安公公身死。按道理，高公公都已经死了，以狗皇帝的武功，不可能活下来才对啊。陆真真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让苏家人醍醐灌顶。对呀，能在皇宫自由进出，还杀了安公公的人，暗杀皇帝的人怎可能会失手？这件事有蹊跷。除此之外，还册立二皇子萧启为太子，监国理政。3日后，新皇登基。什么？3日？这未免也太快了些。8位皇子中，二皇子萧启的母族势力最为雄厚，他被推上储君之位，倒在情理之中。可这3日之期太过于仓促，仓促的像是在掩盖什么天大的秘密。能够无声无息刺杀皇帝的，又让安公公降低防备的，看来看去也就1人了。不管如何，大皇既然要杀皇帝，他就不会失手。为何老皇帝没死透呢？卦象上来看，皇帝生机断了却又没死，好生奇怪。难道这事儿跟急着让儿子上位有关？只是本尊看不明白，一生都在算计的景泰帝，为什么偏偏选择没什么脑子的老二萧启？这事儿越想越觉得不对，越想越诡异。这背后定然藏着比弑君篡位更可怕的阴谋。娘，大哥大姐小妹，有些困倦，先回屋了。这事儿得去宫里瞧瞧，本尊才放心。此时，皇城巍峨的宫墙下，一道纤细的黑影如鬼魅般一闪而过。一对提着宫灯的内侍簇拥着一个身着蟒袍、面带几分得意与倨傲的年轻男子，正朝着养心殿方向行去。大半夜的进宫，难道老皇帝断气了？养心殿内，父皇，儿臣来看您了。您放心，儿臣一定会继承您的意志，将大赵治理的国泰民安。启儿，你再走近些，让父皇好好看看你。本该油尽灯枯的景泰帝看见萧启靠近，枯瘦如柴的手如鹰爪般扼住了对方的脖子，眼中猛地爆射出骇人的金光。父皇。狗皇帝没有气息，看来大皇的确得手了，只是老皇帝用了禁术，将自己的魂魄封印在体内，让他暂时活着。瞧着眼前形势走向，老皇帝该不会想夺儿子身体吧？陆真真心中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屋内忽地多了一道黑烟，最后化作一个高大的人影。那人身穿漆黑的斗篷之中，脸上戴一张狰狞可怖的青铜鬼面。这个人是谁？陛下，时辰已到，直接开始吧。门主，朕已经迫不及待想拥有这副全新的身体了。
门主，这人是逆道门的门主。陆真真见鬼面人点了点头，双手开始掐动诡异的法诀，一道道漆黑如墨的符文从他指尖溢出，在空中盘旋飞舞，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邪恶气息。他看见景泰帝的魂魄随着漆黑符文的牵引，从天灵盖中缓缓被抽离出来，渐渐凝实，显露出一个完整的人形轮廓，正缓慢地朝着昏迷不醒的二皇子萧启身体移动。他瞬间明白，为这场看似仓促的册封与登基，不过景泰帝继续掌控朝堂的手段而已。果然，逆道门不是什么好东西，竟帮景泰帝夺亲子之身。如今两个魂魄在一具身体，需要3天的时间让他的魂魄吞噬萧启的魂魄，才能完全掌控身体，真是好阴毒。陆真真没有闯进去阻止，反正萧启也不是什么好人，仗着母族强大背景，在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一家子内斗恐怕会很精彩。不知为何，他有点期待。我去，这怎么回事？这老东西的魂魄怎么跟他的皮囊长得不一样？等等，皮囊？哟呵，闹了半天，这狗皇帝也是个二手货呀。感情这几个皇子没一个是他亲生的种，难怪他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这么狠，说夺舍就夺舍，没有半分犹豫。原来根本就不是亲生的爹，不知从哪里来的老鬼，鸠占鹊巢了几10年，不足了皇帝瘾，临了还要再换个年轻力壮的壳子继续快活，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这是2个魂魄正在抢身体啊，怎么看萧启都是输的一方，毕竟这老鬼之前吞噬过景泰帝的魂魄，自然强大一些。片刻之后，一切归于平静。躺在地上的萧启缓慢地睁开了双眼，他缓慢站起身，活动手脚，适应新的身体。门主，这副身体真是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呀！恭喜太子殿下，这具皮囊就交给门主处理了吧。这是要回二皇子府，不怕被人发现不对劲？上界谁都瞧不上的傀儡术，被下界之人玩得明白，直接变成控尸的邪术。来人！与景泰帝重伤时的声音一模一样的声音从那傀儡的喉中发出。不多时，3位权倾朝野的重臣被紧急招入养心殿。傀儡当众写下退位诏书，传位于太子萧启，并告知众人他要去西山别院静养。朝中诸事由新皇与3位爱卿共理。原来如此，先用傀儡之术稳住朝臣，写下退位诏书传位于萧启，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合情合理。这老鬼心思之缜密，手段之歹毒，真是令人不寒而栗。陆真真觉得无戏可看，正准备要走，就被寻宝叫住了。神，鼠发现有很多银子，要不要？在哪？走走走。神，这里，这是最后一件啦！神，快点，鼠带你去下一个地方。马上。景泰帝这老匹夫，一辈子搜刮的民脂民膏，通通拿走。抄了狗皇帝的私库，这种替天行道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乖寻宝，这回干得不错，回去赏你好吃的。快带我去找下个地窖。奇怪，这次天道爸爸怎么没反应啊？难道天道爸爸也觉得这狗皇帝该死，所以默许了？等陆真真回到镇国公府时，已经天光大亮。娘，以后我们不用再提心吊胆被人算计了。怎么回事？你好好说说。景泰帝去西郊别院养伤，在路上死了。太子萧启在回府的路上遇刺，身亡了。谁杀的？是4皇子和5皇子所杀。周清风在案发现场抓住他们，
人证物证俱在，无从抵赖。好家伙，昨晚的大戏，本尊只看了上半场，没想到下半场如此精彩。景泰帝刚夺舍成功，还没来得及秀2圈自己的新皮肤，就被自己养的崽给组团送上天了。这算什么？满一赠一，双重暴毙。他恐怕是史上最憋屈的得舍者了。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若是逆道门门主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帮景泰帝夺舍成功，对方转身就死了，会不会被气死？大皇子在边关军营，2皇子被4皇子、5皇子所杀，3皇子、6皇子被诡异杀了，7皇子被雷劈傻了，8皇子关在宗人府。大哥，如此算来，景泰帝的儿子们岂不是只剩下大皇子和8皇子可以继承皇位？大皇子的母亲只是贵人，而8皇子从小就没有母族，他们在朝中毫无根基，朝臣是不会让他们坐上那个位置的。那会是谁坐那个位置？今日早朝，百官举荐并肩王继承王位，1月后登基。怎么回事？他好像还没开始搞事情。景泰帝不但把自己作死了，连萧莹不费吹灰之力就坐上了皇位了。陈儿，你确定皇帝死了，并肩王1月后登基？是。是不是再没有人能威胁到我们苏家了？或者说是暂时？是的，娘。是的，娘。4皇子、5皇子弑君杀兄，人证物证俱在，已于今日验明正身，打入天牢，秋后问斩。皇室血脉凋零，朝中再无人与我们苏家为难了。好，死得好，死得好啊！众人还未反应过来，秦师猛地站起身，提起裙摆，竟是疯了一般朝着院外冲去。娘，出何事了？母亲，狗皇帝死了，他的儿子也死得七七八八，娘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认回二弟，自然是急不可耐，竟是直奔着府中最偏僻的马厩而去。夫人，儿啊，我的儿啊，娘可算是能让你认祖归宗了。李二狗心下了然，二少爷死了，夫人开始有些神志不清了，居然将他一个臭乞丐认成二少爷。娘，别伤心了。李二狗想到养父母的死，眼眶不由得红了红。儿子只是出趟远门而已，日后儿子出门，娘不可如此伤心。我没有认错人，我真的是你的娘。你是真国公府的二公子，是娘失散了多年的小儿子呀。国公夫人这么好的人，疯成这样，真是没天理啊！大少爷、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国公夫人病了。娘，别哭了，如今苦尽甘来，该高兴才是。是为娘太过着急了，我们对于你二弟来说只是陌生人和主家，不管如何，他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即便日后不与我们相认。李二狗，你可知本官为何带你来国公府？小的不知啊。因为我母亲说的都是真的，你的的确确是我国公府的二公子，我的弟弟。当初母亲生你时，先皇忌惮父亲想要收回他手里的兵权，就将六皇子，也就是苏南渊与你调换。我们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这个消息，大哥知道的第一时间就派人去找你了。恰好你被诬陷杀了假七皇子，所以我才想尽办法将你带回家。你可以恨我们，但是千万别恨娘。之前他并不知情，知道后呢又怕你有危险，直到先皇驾崩才敢前来认你的。不管李二狗信不信，反正苏南辰已经将事情大致讲了一遍，
就被秦氏亲昵地牵着手将他带到早已给他准备好的院子里。洗漱完毕后，转眼间就从一个马夫变成了衣着光鲜的富家公子。看看我们是不是长得很像？因为我们是双生子。小的，我真是苏家人？如假包换，若不是狗皇帝，你也不会流落在外面这么多年。娘，大哥、大姐、二姐、小妹。苏忠，通知府里就说国公府真正的二公子回来了，让下人们都长点眼力劲儿，别让小公子受了委屈。另外，给京城所有的显贵送上请柬，让他们半月后来参加国公府的认亲宴，告知族老，认亲宴上开宗词，让我儿子认祖归宗。是，夫人。和三小姐如此相似的脸，果真是府中二公子。但之前的二公子是何人呢？不会是苏国公的私生子吧？那可不得了。瞧苏管家的眼神，不会是脑补什么国公府真假少爷的大戏吧？该不会怀疑老六是便宜老弟的私生子吧？李二狗惊恐地看向四周，这个声音又出现了，都说国公府有诡异，难道是真的？听见心声的苏家众人纷纷看向苏中，让他浑身起了冷汗。主家这是怎么了？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怪瘆人的。二公子是被人调了包，最近才找回的，之前那个就是个假的，别胡思乱想。啊，知道了，知道了。等人走后，苏宁熙看着焕然一新却依旧手足无措的二哥，将身上黑漆漆的测灵石递到李二狗面前。二哥，你把手放上去试试。这是什么？你先试试嘛，之后我再跟二哥解释。他手中翻转，毫无变化。唉，可惜了，还以为苏家人都是人中龙凤，二哥看来与仙道无缘了。小弟，别太在意。是希儿看了画本子，说是石头能测试仙缘，也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一块破石头就当城堡，一天瞎闹。啊，没事，小妹开心就好。二弟的养父母还是不错的，被换了命格之后，二弟此生命运多舛，霉运缠身。若不是二弟被养父母养成豁达的性子，恐怕早就死了。毕竟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既然认祖归宗了，就不能再叫李二狗了。娘给你取一个新名字，可好？到了你们这一辈是男字辈，娘希望你此后的人生如一叶扁舟，虽经历风浪，终能安稳靠岸，逍遥自在，便叫苏南州，如何啊？苏南州，谢谢娘。只是苏南州眼中的光芒却悄然暗淡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悲伤如水墨般在他眼底晕开。他低下了头，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哎，看二弟这模样，是想起他的养父母了。李二狗这个名字虽然是贱名，却是他养母在冰天雪地里捡到他时，有2只狗依偎在他身边，才让他没事儿。养母给他取这个名字，一是让他记住2只狗的恩情，二是贱名容易养活。如今改了名，换了身份，就像亲手斩断了那段过往，他心里定然是不好受的。李二狗一愣，府中的诡异如此厉害，怎么把他的事情知道一清二楚？娘知道你在想什么，在外人的面前你是苏南州，在府里你就是李二狗，如何啊？你的养父母与你有救命和养育之恩，他们同样是你的爹娘，我们苏家欠他们一份天大的人情。二狗这个名字是你的养父母给你取的，你不想与他们最后的一点羁绊也断了。苏南州的嘴唇微微颤抖，眼中的泪水几乎要控制不住滚落下来。
他从未想过自己尊贵无比的亲生母亲，非但没有介意他卑微的过去，反而主动承认了他养父母的恩情。二狗，明日娘亲自陪你一道去为你的养父母修缮坟茔，重立墓碑，让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孩儿出人头地了。往后的每一年，苏家都会为他们祭扫，香火不绝。娘，好孩子，快起来，递上粮。翌日，秦氏带着苏南州坐上马车，苏中陪同一起去给苏南州养父母修坟。苏家姐妹觉得真真要开宗门，定是要人要钱。苏宁熙拿着测灵石找自己要好的小姐妹，但是小黑石都没有什么动静。苏宁烟则每日揣着钱带着春桃在京城选宗门地址，但看来看去都不好。小姐，宁远侯府如何？的确是极好的地方。走，去老太婆的房间里把房契和地契找出来。王爷不是要登基为帝了吗？让你来做甚？镇摩司周清风见过陆姑娘，今日我是帮王爷给陆姑娘送一封信的。哼，本尊就说萧莹这小子靠谱，一眼就知道本尊想要什么。此信你可看过了？看看吧。信上的内容言简意赅，王爷说自己即将登基为帝，国事繁荣，无暇兼顾镇摩司。感念陆真真有神通手段，可保镇摩司，特请他出任镇摩司指挥使。镇摩司不属于朝廷和他的管辖。王爷果真体恤下属，以后更是会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本尊正愁怎么把镇摩司的人拐进天玄宗当弟子，没想到萧莹直接将镇摩司打包了给自己，太顺利了。天道爸爸，是不是你暗中帮忙的？你可有意见？不同意，本尊打到你同意。属下周清风参见指挥使大人，但凭大人差遣，万死不辞。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这周清风还算是个明白人，省得本尊费口舌。如此，你就陪我去镇摩司看看。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镇国公府的后门。二人行至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周清风长得不错，只是姻缘有一点点坎坷啊。张小姐，你怎么会在此处？周清风，看这样子有瓜。张小姐为何如此生气？可是周某哪里得罪了张小姐？你何止是得罪，你简直欺人太甚！朝着周清风的脸颊便狠狠挥了过去，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响彻了半条街。他彻底懵了，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张小姐，你这是何意？袭击朝廷命官可是要下大牢的。周清风，你既然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姑娘，为何要答应父母与我相看？如今又带着新人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你将我张家的颜面置于何地？欺辱我张家没人了是吧？他的目光随即转向一旁看戏的陆真真，眼中带着鄙夷与警告。姑娘，你可要擦亮眼睛，莫要被这种伪君子给骗了，满口的谎言。说完，他狠狠一跺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扭头便跑进了人群，消失不见。无辜中枪的陆真真无语。信息量有点大呀。周副指挥使，有喜欢的姑娘还去和别的姑娘相看，有点渣呀。大人，您别误会，家母近日确实是为属下安排了几位世家小姐相看，这位张小姐便是其中之一。可是属下与她不过是一面之缘，连话都未曾多说几句，何来负心之说呀？我信你。顶着个巴掌印，在一众路人异样的目光中，只能硬着头皮在前面引路。然而刚过了一条街，转入另一条巷口，一道火红的身影如旋风般冲了出来，又一次拦住了两人的去路。不好！果不其然，那红衣女子一言不发，走到他面前，扬手就是要打他。这一下不偏不倚，正正打在了周清风另一边完好无损的脸颊上。渣男！
这周清风是捅了京城贵女的马蜂窝吧？出门没看黄历，有点期待，一会儿会不会有第3个打他耳光之人？放肆！本官是朝廷命官，是镇魔司副指挥使，你究竟是何人？为何要当街辱骂本官？今日若说不出所以然来，别怪本官把你押入镇魔司大牢。听周清风的意思，他不认识这位世家小姐。姐姐，小青听得真真的，她就是那个意思。为何？你自己做下的好事，还有脸问为何？你这个骗子、伪君子，你凭什么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欺骗女子感情的无耻之徒！这位小姐，我与你素不相识，为何当街辱骂我的名声，伤我颜面？我何时欺骗女子感情了？若不想说，就随我去镇魔司的大牢里说个清楚。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当街袭击朝廷命官，仅此一条，就够你在大牢里待上10天半个月的了。你放开我！你这个大骗子！我姐姐到底哪里不好？你既然心中早有他人，为何还要去与我姐姐相看？你知不知道，姐姐早就喜欢你了。得知这次相看的人是你，她有多欢喜？我姐姐得知你有心上人，弃面不过要与王妃的意思，每日以泪洗面，都是被你这个伪君子所害。你让她伤心，我们要替她讨回公道，有什么不对？连周清风自己都听懵了，他何时有心上人了？他自己怎么不知道？这就有意思了。周清风，本尊对这事儿也爱莫能助了。这位小姐，你怕是误会了。我母亲确实是为我安排了几场相看，让我与京中贵女们接触接触，看看与哪家小姐情投意合。这一点在相看之前就与女家说清楚了，他们同意才会见面的，何来欺骗一说？更何况周某至今孑然一身，心中并无倾慕的姑娘。你口中所谓的心仪姑娘是谁？又是从何说起呢？你真没喜欢的人？没有。既然如此，为何苏？周副指挥使大人，一模一样的话术，接二连三的巧合，目标明确，显然是冲着你来的。一次性解决，镇魔司我自己去便可。陆真真声音里带上了几分玩味，说完转身便朝着镇魔司的方向径直离去。你当真没有？到底是何人如此毁我名声？没有。好，随我来。二人一前一后穿过喧闹的朱雀大街，拐进了一条清幽的巷弄。品茗院，那是吏部侍郎家的王小姐，前几日也曾与周副指挥使相看过吧？王姐姐，你有所不知，那位周副指挥使表面瞧着风光霁月，实则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此话怎讲？他早就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妹妹亲眼所见，两个人黏糊得很，还要听从家中安排，出来与我们这些世家小姐相看，这叫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王姐姐啊，你人这么好，莫要被他那副正人君子的皮囊给骗了，小心日后伤心难过。周清风听见这些话，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头顶，锐利的目光看向说话的女子。怎么会是她？苏三小姐亲眼见到，看你如何辩解。周清风没有回答她的话，径直朝着那临窗的席位大步走去。周副指挥使，苏三小姐，我何时与女子不清不楚？背后说人是非，可不是大家闺秀所为。周清风，你放开我！好，很好。周清风不顾苏宁熙的挣扎与尖叫，拖着她就往旁边的空房间走去。苏三小姐，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要这般处心积虑的污我名声？你要什么名声？喜欢李若兰那样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别说本小姐是白眼狼，上次李文山的事儿，救我的是真真姐的小青蛇，不是你。李若兰是谁？吏部尚书家的千金。我何时说过
自己喜欢过李小姐。你还敢狡辩？我母亲的生辰宴，你忘了不成？你为了帮那个李若兰，当着满堂宾客的面让我当众出丑。周清风，那份羞辱，我苏宁熙记一辈子。本来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若不是他这2日像个神经病般的在我面前蹦跶，我根本就没有心思搭理你们这对狗男女。给珍珍姐找宗门弟子不香吗？周清风彻底愣住了。国公夫人的生辰宴，他想起来了，那日苏三小姐与李小姐争吵，王爷让他上前帮忙。至于怎么将2人分开的细节之处，他已经忘记了，只记得自己给其中1人丢了张定身符，对方眼里先是错愕，随即燃起熊熊烈火，死死地瞪着他。那人是苏三小姐，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制止一场即将失控的闹剧，最简单最快捷的手段。就因为一张定身符，周清风看着眼前这张因愤怒而涨红却依旧美得惊心动魄的小脸，气笑了。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就因这点小事不惜毁掉他姻缘的方式来报复他。他正欲开口将那定身符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屋外响起一道娇滴滴却又尖酸刻薄的女声。林姐姐，你看见苏三小姐了吗？我怎么没瞧见她？自从假的七皇子之后，极少看到她了。如今七皇子疯了，就没看上她，可能是躲在什么地方哭吧。我听说苏三小姐喜欢上了一个书生，国公夫人不同意，她就在家里面要死要活的，却不知那个书生根本就没有看上她，只是为了她的银子罢了。她就是个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真是丢尽了郑国公府的脸面。这贱人居然敢在背后这样编排她。小姐，奴婢方才明明见到苏三小姐往这边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人影了？许是又瞧上了哪家公子，没脸没皮的跟上去了吧？这苏三小姐呀，就是这般不知检点，仗着自己是国公府的嫡女，成日里追在男人身后跑，也不怕被人笑话。李若兰，你个贱人，放开我！周清风，你放开！屋外，李若兰那令人作呕的声音还在继续。也不知将来谁家这般倒霉，会娶了这么个货色。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别提他了，免得污了耳朵。哼，周清风，你听听，这就是你喜欢的女人，嘴巴比茅房的石头还臭。为了这么个东西，你当初让我当众出丑，如今还护着他，不让我出去，你的眼睛是瞎了吗？你冲动出去打了他，对你对国公府没有好处。虽说下月初王爷登基为帝，但在那之前，先皇旧部还是会拉你们苏家下水，李家就是其中之一。你想不想报仇？报仇？他要帮我？镇魔司的力士无人不知陆真真，见他来了，赶紧将他迎了进去。数十名身穿百姓衣服的力士正背着简陋的行囊，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似乎打算离开。今后是王爷为帝，朝廷的抚恤金很快会下来，我打算回老家种田了。也好，我们这些人退役多年，如今能将身体内的魔气去除，还能断肢重生，今后得好好活着，才对得起王爷的厚爱呀。咱们真就这么散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最近诡异比以往要多呀。别呀，我的预备役宗门子弟们，你们怎么就要卸甲归西了？你们可是我未来宗门的中流砥柱，未来的护法、长老、堂主啊！你们走了，我上哪去找这么多身经百战、心性坚韧的好苗子？本尊何时才能筹齐弟子，为当上界报仇啊？内堂中，李大人，陆姑娘来了。李大人，陆姑娘，你怎么来了？王爷并不在镇魔司。我不是来找王爷的。
陆真真将萧颖写的信件递给李薇，你看看。大人来此可是有要事吩咐下官？立刻召集镇魔司所有在册力士，包括那些退役还乡的，1刻钟内全部到演武场集合，我有话说。是。1刻钟后，镇魔司巨大的演武场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弟兄们，王爷即将登基为帝，王爷无暇监管镇魔司，从今日起，镇魔司由陆大人掌管。今日召集大家，是给你们一个选择，愿意留下的继续为镇魔司效力，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转身离开，没人会阻拦，还会发足3个月的饷银作为盘缠。最终离开的不过寥寥10余人，剩下近1000人依旧如松柏般挺立在原地。陆大人，镇魔司上下人齐了。很好。话音未落，所有人看见他手腕一翻，一块通体漆黑拳头大小的圆形石头出现在掌心。现在一个个上前来，用手握住它。本尊给完人降了下级，若是再出现国公府那样的异象，逆道门非把整个镇魔司都给本尊炸了。虽不怕，但镇魔司人太多，若是一个个被人暗中掳走，本尊逐个救人太费劲了，得尽快找到逆道门，直接灭了才是王道。低调低调。我来。宁远侯府。忽然他想到选宗门地址一事，只有希儿知晓。春桃是如何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缓缓抬起眼帘，目光落在为他添茶的春桃身上。难道春桃她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春桃小姐，奴婢在。你为何会向我建议宁远侯府？你是否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是，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打那日奴婢醒来后，脑子里时常会多出一个声音。奴婢一开始还以为是府里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吓得夜夜不敢安睡，生怕是被鬼魅缠上了身。直到后来听得多了，奴婢渐渐明白是陆姑娘的心声。原来如此，他心中豁然开朗。原以为只有苏家的血脉至亲才能听见陆真真的心声，如今看来并非如此。这奇特的能力似乎并非源于血缘，或许是信任。春桃，你听着，听见真真心声这件事，万万不能让其他人知晓。奴婢明白，奴婢发誓，若有半句泄露，便叫奴婢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倒也不必如此，家里人无所谓，只怕外面的人会起歹心。属下周清风参见陆大人。事情可处理妥了？已处理妥当。哎呀，差点忘了，还有个漏网之鱼没测呢。周清风可是本尊看好的人啊，可千万别让本尊失望。不说天灵根，地灵根也行啊。劳烦周副指挥使将其拿过来给我。周清风不疑有他，抓住桌上的石头就递给陆真真，忽然发出混沌般的辉光，很快又恢复平静。周清风自己都没有发现，只以为是一块普通石头，只有陆真真看得清楚。我去本尊果真是受天道爸爸眷顾，瞧瞧这是什么神仙运气，混沌之体，万古无一的混沌之体，这可是能修炼任何功法且近近1日千里的绝世道体啊。哼，不但大大减少本尊回上界的时间，还有了可横扫上界的复仇工具人，想想都开心啊。从今日起，镇魔司所有日常公务由周副指挥使全权处理，若有你们做不到的，再通知于我。这功法可以让所有人修炼，遇上诡异就不容易死了。1月之后我来检验成果，表现优异者另有重赏。引气和淬体都是修仙宗门的基础课程，难道陆大人要带我们修仙？
搞定！甩手掌柜当起来就是爽。陆真真心情甚好，难得在糕点铺子里买了苏家人爱吃的，拿上糕点正准备回国公府时，突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前方拐角处急匆匆地走出，正是大理寺少卿高旭白。收钱未办事可不好。高大人，你是？陆真真。啊，原来是陆姑娘，不知姑娘寻本官有何事啊？我来寻你，是兑现当日的承诺。高旭白一脸的茫然，他与这位贵人素不相识，何来承诺一说？当时在大理寺大牢，高大人给了我50两银子，让我帮你家人看病。高大人可还记得？不瞒陆姑娘，病人正是家中小妹。刚才府里小厮传信，她的病恶化，快不行了。走吧，带我去看看病人。高旭白看着陆真真淡定的模样，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赶紧领着人进了府。老爷，您可回来了，小姐她……高大人，小的才疏学浅，高小姐这病小的治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有意思，这可不是生病啊，是有人用高小姐的阳寿养小鬼啊。不知小妹能不能撑过今晚？高小姐的病我能治，这毛病也就一颗生鸡蛋的事儿，简单的很。陆姑娘，你说的可是真的？你真能医治我家小妹？不知高小姐的贴身丫鬟是谁？这些年为了给小妹治病，府里但凡值钱些的东西都变卖了，平日里只有兰花和桂花2个粗使丫鬟轮流照料。兰花、桂花，你们进来见过陆小姐？奴婢见过陆姑娘。两人有点小聪明，总的来说面相属于憨厚老实的，不是帮凶。我问，你们如实回答。是。我问你们，高小姐夜里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兰花和桂花对视一眼，齐齐摇了摇头。一点都没有吗？任何你们觉得可疑的地方都行。回陆姑娘，小姐白日里总是咳嗽不止，偶尔还会吐血，浑身疼痛难受得紧。可一到了夜里，小姐反倒安稳了许多，不咳也不喊疼，睡得很好。兰花说的没错，小妹的病症极为古怪，仿佛白日与黑夜是2个截然不同的病人。那你们呢？你们2人守夜时可曾睡得很深？2个丫鬟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连忙用力地摇着头。没有，奴婢们不敢睡沉，奴婢们整夜都守在小姐床边，眼睛都不敢合拢，生怕小姐有什么闪失。这2人的小聪明都没用到正途上，若他们早将这样反常之事告诉高旭白，或许高小姐就不会痛苦这些年了。陆姑娘，如何？陆真真从乾坤袋里拿出一颗生鸡丹递给他，给他吃下去。高旭白拿着丹药就放入自家小妹的口中，不到10息，高小姐的脸色从苍白到红润，就连消瘦的脸都圆润了起来，呼吸也变得均匀绵长。多谢陆姑娘的救命之恩，高某无以为报，日后有任何吩咐，高某都会替你办。陆真真点了点头，示意他让屋里的下人离开。陆姑娘可是有话要问在下？你可有仇家？又或者你得罪过谁？陆姑娘，你有所不知，自从父母死后，我与小妹相依为命，为了赚钱，我变得世俗，处事圆滑，不敢得罪任何人引来麻烦，所以我印象里是没有得罪任何人的。争执都没有？争执嘛，不过都是政见不同而已，不算得罪人吧。就连我跟你大哥也时常因为案件有过争论，
再想想，有没有故意跟你唱反调之人？啊，我想起来了，还真有一人。此人是我同窗，一同入朝为官，每次都会跟我争论一二。我以为只是观点不同，现在细细想来，有些明明一眼是错误的决定，还是要跟我争论一番。陆姑娘，难道说此人与我小妹的怪病有关？差不离，不过还需要验证一下。今晚我给高小姐守夜。这夜，陆真真端坐于高小姐房内的八仙桌旁，一股阴冷的寒冷白气毫无征兆地从紧闭的门缝中丝丝缕缕地钻了进来，仿佛无数条冰冷的毒蛇在地面上游走蔓延。来了，一个半透明周身缭绕着淡淡白雾的人影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他低下头，高小姐一拳头的距离停下，张开嘴大口吸着对方的生机。一道极快的身影闪现在白雾人影面前，随意的抬手一掌，蕴含凌厉的金光掌印凭空凝聚，击中他的胸口。这玩意儿不人不鬼的，倒是有意思。说吧，谁派你来的？想跑，真是天真。陆真真冷哼一声，快速出了房间追了上去，动作飘逸而迅捷。这不是想知道幕后之人是谁，你以为逃得掉吗？赵府。陆姑娘，可否寻错地方了？赵海是大理寺丞，我与他关系不错，他没有害我的理由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陆真真怕他碍事，点了他的哑穴后，拎着高旭白的后衣领，直接带人进了赵府内院。很快，两人就抵达了赵海书房。陆真真看见他全身上下都弥漫着死气，之前逃走的一团白雾正悬浮在他的头顶上。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玩意儿，还是那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同僚赵海吗？这分明就是诡异呀！天哪，这大昭国里还有多少披着人皮的诡异生活在我的周围，细思极恐啊！借寿续命，这样的剑术早就已经被封了，为何会在下界出现？若这事儿与逆道门有关，就很说明一件事，逆道门内有上界之人。这群到处蹦跶的跳梁小丑，还真以为灭了天神宗，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觉得自己又行了。怎么回事？你不是说高家那丫头是难得一见的长寿之人，只要吸干了她的全部阳气，我的怪病就能彻底痊愈吗？按照你的计算，那丫头今晚必死无疑，为何我的怪病并未被治愈？那团白雾似乎并未理会他的怒火，散发着淡淡白光，似乎在跟赵海说些什么。什么？他没死？他为何会没死？谁敢动我小妹，谁都得死，诡异都不行。该死的赵海，平日里装的人模人样的，居然如此阴毒。稍安勿躁，一会儿你再揍他。瞧这样子，赵海也只是颗棋子，不知白雾身后之人会是谁。废物，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都解决不了，我要你何用？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他今晚必须死，否则我们之间的交易就此作罢。白雾闪了两下，赵海的瞳孔猛地一缩，他快速扭头，一双浑浊而怨毒的眼睛穿透了窗户的缝隙，锁定了窗外的陆真真和高旭白。陆真真见状，并未仓皇逃走，而是大摇大摆推开书房的门走了进去。赵海，我视你为知己兄弟，你为何要如此对我？高大人，你还真是天真啊，没看出来他靠近你是想从你这里得知高小姐的病情进展，也为了误导你。高小姐是病人，而不是被诡异所害，更加是为了不让你怀疑。若不是为了治我的怪病，谁愿意和你称兄道弟？哼，既然你们来了，正好我还缺些生气，就拿你们来补吧。
这玩意儿居然能受得住本尊异常的攻击力，应是养了不少年了。白雾见自己不敌，再一次撞开窗户飞了出去。京城何时多了这么一号人物了？你到底是谁？陆真真。难怪高家那丫头没死呢，难怪白雾逃了，原来这位女子就是救了王爷的高人。你的病我能治，但你先说说那团白雾是怎么回事。只要你能救我的病，我什么都说。这样的人干脆让他死了不好吗？既然是王爷登基，诡异便不再是特例，治好他，再让他接受朝廷判决，是最好的。本尊能够感觉诡异在暗中蠢蠢欲动，岂不能杀一儆百？若人人都被诡异蛊惑，干出害人的勾当，下界岂不是乱套了？发什么愣？赶紧回答陆姑娘的问题。说他再打我，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威胁我？你不说又如何？得怪病受折磨的又不是我。高大人狠狠揍，揍到他愿意说为止。若是一直不说，直接打死。高旭白听见这话，脸上扬起阴恻恻的笑，抡起拳头就朝赵海身上招呼。读书人的力气这么小的吗？陆真真嫌弃地悄悄给高旭白一个大力符和体力符，力道瞬间大了3倍。赵海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道疼得哭爹喊娘。我说，别打了，求你别打了。什么？你还不肯说？嘴还挺硬的。赵海疼得直翻白眼。这家伙定是故意的。不知过了多久，赵海的声音越来越弱。说，谁让你对高小姐动手的？我说，多年前我得了怪病，浑身的肌肉一寸一寸的萎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一具活着的骷髅。名医情变了，丹药吃尽了，都无济于事，仅仅是躺在床上，每日感受着生机从体内流逝，只能无奈地等待着死亡降临。哦，肌肉萎缩。就在我快要油尽灯枯的一个夜晚，那团白雾它出现了，它就悬浮在我面前，说它可以救我，能让我恢复如初，甚至比以前更强壮，只需要吸取一个长寿之人的生机来填补我的亏空。等那人死后，我的病就好了，但治愈后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什么代价？需要给他找一个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7岁以下的孩子。为何会选中高小姐？那白雾给了我5人的名单，说想要成功还有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必须是被吸取之人的至亲手足，对我抱有绝对的信任，毫无防备之心，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摄取生机，否则便会失效，还会遭到反噬。这是什么治疗手段？诡异想要吸取人的生机只是眨眼之间，为何还要取得什么狗屁的信任？怎么看都觉得那鬼玩意儿骗了赵海，或许是利用赵海来混淆视听，不让镇魔司的人发现。所以你才处心积虑地接近我？是，所以你我都在京都，都在大理寺，和其他4人相比更顺理成章。赵海，你就是个畜生！我们之前高谈阔论，推心置腹，我生病了，你彻夜照顾，这些情谊都是假的。我帮你从一个小小的陆氏坐上大理寺丞的位置，你利用我的信任去害我唯一的亲妹妹。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母去世的早，妹妹从小干苦力，做绣工供我读的书，你竟为了自己活命对她出手，你的心是什么做的？是石头吗？赵海，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小绵羊似的读书人发起狠来，还真是不要命的凶残。够了，再打他就死了。他的病已治好，不属于诡异类案子。你是大理寺少卿，不要知法犯法。姐姐，小青好像找到那个大坏蛋的老巢了。一道软糯糯又带着一丝邀功的兴奋
急切的小女娃音突兀的在他脑海中响起。他钻进了一座宅子就没出来过了。很好，小青真能干，办事效率还挺高。回来姐姐给你吃好吃的。高大人，你先将赵海带回大理寺，等我事情处理完了，自会去大理寺录制口供。看得出这家比高旭白有钱。姐姐，小青进入这里后就没有看到白雾的踪迹了，我肯定一点，她没有离开，需要姐姐找一找。没关系，小青已经很棒了。祠堂的门虚掩着。儿子，你就跟你父亲服个软，认个错吧。你爹也是为了我们张家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是有瓜。母亲，我没错，错的是父亲。他与那诡异之物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今日是高家小姐，明日又会是谁？为了他一人的苟延残喘，要牺牲多少无辜之人？这信息量有点大呀。如此看来，这家人也不是白屋的主人啊。住口！你父亲这样做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呀？若你爹死了，还有谁在朝堂上护着你？哼，护我？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圣人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此等伤天害理、操管人命之事，绝非正道。你，张子谦，那可是你的嫡亲父亲。若非有白雾仙师相助，你父亲早就被病痛折磨死了。哼，仙师，娘，你觉得那鬼玩意儿真是仙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东西根本就不是在救爹，他是在吸食爹的精气和寿元。他骗取了爹的信任后，就把爹当成一具可以随意操控的傀儡。住口！娘，只要你爹活着，就算是牺牲无辜之人，你就继续跪着，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出来。看来这家的当家人也是和赵海一样，被白雾蛊惑了。不过这倔强的小郎君倒是有几分意思。张子谦感觉屋内多了一个人，下意识看向身后望去。拥有倾国倾城容颜的女子，又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祠堂，定然不是人。难道是白雾的同党寻上门来了？你是何人？是那妖物派来杀我的吗？陆真真，镇魔司新上任的指挥使。小郎君长得还挺周正，就是胆子小了点。本座追查一团吸食生机的白雾，看见他进入了张府，你可有线索？镇魔司，大人，求大人救救我父亲，求大人救救我们张家。刚才还唾弃自己的父亲，现在又求本尊救，是个孝顺的好孩子。我可以救，但他受诡异蛊惑害了人。下官知晓，只要大人救下父亲，哪怕他下半辈子坐大牢，下官也是感激不尽的。起来说话，将你知道的一切一字不漏地告诉我。是，事情得从多年前开始说起。家父他身染重疾，病入膏肓，京中名医都已经束手无策。那一日，父亲已经水米不进，出气多进气少，连祖母都已经开始为他准备后事了。我们全家都守在他的床前，亲眼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是就在第二天清晨，棺材中的父亲就自己坐了起来。不止如此，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仿佛从未生过病一般，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我们所有人面前。我们以为是尸变，准备报镇魔司，但祖母阻止，请大夫来检查，发现父亲真的还活着，而且病也好了。我们都以为这是神迹。当晚父亲将我母亲单独叫进书房中，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的秘密。他说是一位白雾仙师救了他，仙师虽让他起死回生，也只给了3日的阳寿。若想长久的活下去，就必须找到另一个和他一样病入膏肓、阳寿将尽之人，将那人的阴寿借过来。难道这个倒霉蛋是赵海？然后家父就通过他的人脉
很快找到了重病的大理寺路氏赵海。好家伙，还真是赵海！这是诡异新发明的生命收割链吗？白雾发展了张子谦他爹当下线，张子谦他爹又去发展了赵海，该不会下一个要蛊惑的是高小姐了吧？在下自有饱读圣贤书，甚至夺人性命，有违天理。家父此举也邪魔无异，在下心有不忍，没有去镇魔寺告发，那毕竟是我的圣身父亲啊。于是我便暗中观察那大理寺路氏赵海，我本以为那诡异会要了赵海的命，没想到那赵海竟如家父一般，病体痊愈，精神焕发的出现在人前。之后赵海开始时不时的靠近高旭白高大人，嘘寒问暖，亲热的仿佛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兄弟。我觉得有诈，因为我亲耳听见赵海背后与人非议高大人，言语间满是嫉妒与不屑，那副嘴脸虚伪至极，在下断定他定然对高兄图谋不轨。我与高大人曾是同窗，关系尚可，我想将此事告知高兄，提醒他小心赵海，可不知为何那赵海就像是粘在了高兄身上，无论是当值还是休沐都形影不离。好不容易等到下旨，我的家人便会立刻驾车将我接走，我连与高兄独处的机会都找不到。情急之下，在下只好出此下策，在各种场合与高兄唱反调，故意与他争执，希望他能因此事私下询我理论，届时我再将真相和盘托出。什么鬼才操作？难道不知道人的逆反心？你越如此，越让高旭白与赵海走了近。好在高旭白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个性，不然得恨死你。可高兄为人正直，许是不屑与我计较，这么多年他一直安然无恙，我也就渐渐将此事放下了。直到前些时日，我才听闻高兄的妹妹染上怪病多年，药石无医，我才猛然惊醒，这症状与家父和赵海当初何其相似。我断定是那白雾已经开始对高小姐下手了。我心急如焚，立刻跑去书房质问父亲为何要助纣为虐，残害忠良之后，然后我就看见了那团白雾，那根本不是什么仙尸，那就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怪物。我亲眼看到那团白雾盘踞在家父的头顶，浓郁的白雾化作无数条细密如毒蛇一般，从父亲的七窍钻了进去。我父亲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双眼瞪得极大，眼球上布满了血丝，脸上满是恐惧与痛苦。姐姐，这个画面好可怕呀！七窍钻入，这应该是吸食魂魄。他根本不是在为父亲续命，而是在圈养他，把他当成可以随时汲取养分的药人。我把这些告诉母亲，告诉家里人，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他们只看到了父亲健康的活着，说我是读书读傻了，说我不盼着父亲好，甚至叫我禁足，不让我坏了先师的大事。大人，我说的句句属实，那东西就是个怪物，我父亲他快被彻底吞噬了，求求你，救救他！张子谦声嘶力竭地哀嚎着，将头用力地磕在冰冷的青石砖上，一下又一下，血肉模糊。这力度再磕下去，脑子都成一团浆糊了。不过这白雾有点意思。起来，带我去见你父亲。再磕下去，不等我救你的爹，就得先给你收拾了。这孩子也是个实诚人，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不过为了救爹，也算是个孝子。是，谢大人，谢大人。大人，这边请。家父就在书房。大人，就是这里了。书房内没有任何声音，静得宛如一座坟墓。他能感觉到
里面有一股极其阴邪诡异的气息，正在缓缓地律动着。猜得不错，应是白雾在吸取张子谦父亲的魂。父亲，父亲，您在里面吗？屋内一团浓郁到化不开的白雾，果真正盘踞在书房正中的太师椅上空，无数细密的白色触手正贪婪地从一个枯瘦老者的七窍中钻进钻出。父亲，别动，被发现了。陆真真快速结印，将整个书房用法术将其封印，不让这团白雾再次逃走。父亲，谦儿，夜深至此，带个外人来打扰为父清修，是何道理？父亲，我是来救你的。救我？我看你是想害我。来人，有刺客闯入书房，这个勾结刺客谋害本官的逆子一并拿下。声音穿透了书房，瞬间响彻整个张府。父亲，我没有。不多时，院外响起一阵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数十名手持棍棒的家丁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了进来，将小小的院落围得水泄不通。大胆狂徒，竟敢擅闯御史府邸，意图行刺，给我拿下！不是的，方官家，你们看清楚啊！我是大少爷，我是张子谦啊！你们到底怎么了？然而那些家丁恍若未闻，只是举起手中的棍棒，一步步逼近。别解释了，他们都被控制了。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办？当然是凉拌了。这种小场面，洒洒水了。陆真真从灵兽空间将团团给掏出来，随手就朝着那群面无表情的家丁丢了过去。团团，干活了。除了骨骼碎裂的脆响和尸体倒地的闷响，再无其他声音。张子谦惊骇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只可可爱爱的小奶猫，如一尊从地狱降临的杀神，收割所有袭击他们人的生命。能将如此厉害的诡异收入门下，已经不能用厉害2个字来形容陆大人了。哇，团团大佬真厉害！就在此时，2道仓皇的身影从后院奔来。出什么事了？谦儿，你没事吧？逆孙，你竟敢勾结妖物，残害家仆！尊母，是弟弟他们都被诡异给控制了，我们是在救他们。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上竟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狞笑，枯瘦的手指如铁钳般死死扼住他的喉咙。祖母母亲，你这是做什么？谦儿是你的亲孙子呀，你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将母亲和谦儿给拉开！死得好！这死老太婆早就被白雾控制了，张烈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甘心给白雾利用？愚孝！团团，他心念一动，团团立刻会意。一条雪白的尾巴如闪电般射出，精准无误地从后心刺穿了张老夫人的心脏。2人抬头看向张老夫人，只见对方脸上的笑容没有因为死而消失，反而笑意加深，显得格外诡异。张老夫人扼住张子谦脖颈的双手猛地再度收紧。母亲，你放开谦儿，他是你唯一的大孙子呀。这是傀儡术，不应该啊，他们体内还有一丝生机，傀儡术必须要对方死亡才能运用，为何会如此？既然物理超度没用，那就只能换个方式了。他收回了尾巴，朝着众人张开了小嘴，嘴里没有舌头和牙齿，只有深邃到极致的仿佛能吞噬万物的黑洞。黑洞缓缓缩小，最终消失在团团的嘴里。留你一命，你应该知晓我想要什么。大人饶命！
说。我是被人豢养出来的，并非天生地养。主人的任务让我夺走5个长寿之人的阳寿。这不是瞬间的事吗？为何用了这么多年？我虽为诡异，并不想害人，更不想一辈子受人控制。为何找上张丽和赵爱？他们寿命所剩无几，正好成为我的傀儡，来对抗我的主人。哼，想法挺美，可惜脑子不太好使，选的帮手也太弱了点。我可以帮你摆脱你家主子的控制，但你得告诉我，你的主人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有意识的时候就在一个灰暗的山洞之中。他每次来都戴着面具，也没见过其他的人，身上的衣服倒是一直没换，好像是道袍。对，就是道袍。面具、道袍。陆真真的眸光骤然一凝，又是逆道门。我说的句句属实，若大人不信，可以搜魂。这诡异有点蠢啊，不过品质算得上是精纯，拿回镇魔司炼制成上品灵器，倒是绰绰有余。陆真拿出一个瓷瓶，先进来，我一会儿就斩断你与主人之间的羁绊。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转过身。陆大人，其实你们应该也感觉到了吧，他们其实早已经死了，只不过诡异控制他们的身体，让你们以为他们还活着。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们好好生活吧。陆真真说完，也不管张家母子是什么反应，抱着团团离开了张家。逆道门还真是阴魂不散。陆真真在心中冷笑一声，将团团放回灵兽空间，转身回了镇魔司。他也是无意中发现镇魔司库房中有不少炼器的玩意儿。姐姐，你是要做无气玉牌吗？上面雕刻的符文好像是4魂符啊。1个半时辰后，瓷瓶打开，他将白雾从里面放了出来。自由了，我自由了！这个女魔头居然真的信守了承诺。然而下一秒，他的喜悦便凝固了，他感觉自己被术法困住了。等等，你要做什么？他想跑，发现自己被死死禁锢在原地，动弹不得。你居然骗我！哪里骗你了？你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与你主子的羁绊断了？我向来说话算话，换个新主人，不也算是一种斩断吗？我可真是个逻辑鬼才。翌日，送你一个小玩意儿。这是红翡，送我？见陆真真点头，苏宁烟脸上笑容越发温柔。花了这么多钱，头一次看见回头钱，果然真真是最喜欢我的。这是用兽海雕琢地狱牌，里面给你加了一个守护灵，以后贴身带着，可保你平安。你得滴血与之契约才行。大姐，你试着与玉牌中的守护灵沟通。好。好什么好？女魔头是大骗子，你是小骗子。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我咒你们走路踩狗屎，喝水都塞牙。可是我打不赢他，我只能认命了。主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取下来，他会保护你，也会是你最忠诚的仆人，能为你做任何事。真真，我也有礼物送你。春桃，宁远侯府只剩我一人了，如今我已回国公府，空着也是空着，这房契和地契就送给你吧。大姐这么想给我送房子？剑宗门当然要地方啦，宁远侯府那么大，前期应该是足够了。苏宁烟并未回答，笑着问道：喜欢吗？喜欢喜欢，谢谢大姐。正想去找萧莹问问什么地方剑宗门最合适，这下有着落了。很快就到了新皇登基大典的日子。别说，萧莹穿龙袍比穿镇魔司服好看太多了，就是这典礼太繁琐了，站的本尊腿都麻了。就在他百无聊赖之际，
殿外太监尖锐高亢的唱诺声划破了大殿的宁静。北荒国使臣到，南蛮国使臣到。话音刚落，两路人马一前一后走入大殿。参见大夏皇帝陛下。皇帝陛下，口中说着恭贺之词，那眼神却像是在打量一件货品。两国使臣远道而来，辛苦了，赐座。然而不等两人谢恩，太监的唱诺声再次响起。三宗一门，前来观礼。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瞬间哗然。宗门之人向来超然物外，不涉凡俗王朝更迭，今日怎会齐齐而至？三宗一门，他们怎么会来啊？自大昭国开国以来，宗门之人从未踏足过朝堂，今日这是能得到三宗一门的支持，对萧音稳固朝堂极为有帮助。只是希望萧音不要被逆道门给迷惑了心智，成为第二个景泰帝。苏南辰听见这话，不由得看向自家小妹。难道以前景泰帝如此对苏家，是因为逆道门的缘故？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时，4道身影自殿外缓步而入。这么年轻，难道来的不是逆道门门主？上次见到逆道门门主，虽戴着面具，但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那股子阴邪，就算化成灰本尊也认得。逆道门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何此人却干净的如一张白纸？天机宗长老玄臣子见过大昭陛下，陛下身负大昭国国运，龙气护体，乃万民之福。我宗特送上护国阵图一份，愿大昭国国运昌隆。玄剑宗弟子冷凝霜，奉宗主之命，贺陛下登基。此剑名为镇山河，可斩杀妖邪，保平安，赠于陛下。贫僧悟道，奉主持之命，送上一尊金佛，恭贺陛下。此金佛被主持开过光，可驱散皇宫内所有诡异。我佛慈悲，佑大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三位有心了，赐座。贫道长生道人，逆道门门主，恭贺陛下登基。长生，背地里搞那么多事情出来，就是为了长生？这名字还真贴切呀。这人要么不是逆道门真正的门主，只是个推出来的傀儡，要么他用某种秘法将产生的阴邪与因果斩断了或转移了。陛下，这里面是3枚9转续命丹，是贫道根据上古丹方炼制出来的。这是何等神物啊！仅仅是药香便有如此奇效。此丹不但能延寿1甲子，更能助武者突破瓶颈，增长1甲子内力。逆道门特献上此丹，愿陛下龙体康健，万寿无疆，佑我大昭江山千秋万代。什么？不但可以延寿1甲子，还能增长1甲子内力，这是何等逆天的神物啊！延年益寿，增强内力。陆真真以神识扫过，丹药内蕴含的磅礴生命精气和精纯能量，做不得假。这丹药确实有长生道人所说的功效，甚至效果可能更好。有点意思，逆道门这是下足了血本啊。虽然大昭国运对其有帮助，但以逆道门的做事风格，用这么多天才地宝炼制一枚真丹，绝不仅仅博取萧莹的信任。不对劲，很不对劲。他再一次凝神细看，将一缕微不可察的神识小心翼翼地探向那枚丹药的丹纹深处。那是在那磅礴的生命精气掩盖之中，发现了一缕邪气。果然有猫腻，谁也不会想到这丹药是真的，功效也是真的，任谁也查不出问题，但里面却下了窃取气运的咒术。一旦萧莹服下此丹，都会通过这道咒法
源源不断地将大昭国运窃取到逆道门手中。这逆道门不是来辅佐新皇，他们是来偷国运的。这画风终于对上了，这下好了，本尊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弄死你们了。如此神物，朕岂能如此轻率地服下？今夜朕当沐浴更衣，斋戒静心，方不负此机缘。他将瓷瓶递给福安公公，好生收着，置于乾清宫。陛下心诚，实乃大昭之福。这丹药药效虽好，但因人而异，会出一些状况，还请陛下趁贫道在这里服下丹药，若有什么不适，贫道也好出手护陛下周全。三宗代表听见长生道长说这样的话，微微吃惊。这丹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为何长生道长要如此说？逆道门为了得到大昭新帝的信任，如此瞎编胡说，真是太不要脸了。这是害怕萧莹不吃丹药，所以逼迫他当众吃，还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夺取大昭国国运？吃吧吃吧，丹药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丹药里的咒术，本尊一会就给萧莹破了。小妹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不知道这人吓人能吓死人呐！萧莹紧皱的眉头缓慢放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吃下了丹药。四人再次对着萧莹微微起手，便转身，在百官复杂的注视下飘然离去，自始至终都未曾跪拜。北荒使臣巴图参见大昭皇帝，我北荒之人不喜那些虚礼，听闻新皇登基，特拜上一份薄礼，以验陛下天威。只见8名赤裸着上身的北荒壮汉合力抬着一个巨大的玄铁囚笼，艰难地走入殿中。囚笼之内困着一头身形庞大、身上无一根杂毛的白色猛虎。陆真真看着笼中白虎，有些无语。姐姐，是大白哥哥，大黄哥哥真是的，这么能取笑大白哥哥。此乃我北荒千人斩虎王，为捉住他，我北荒折数了不下3000勇士。若大昭国有人能降服他，我北荒承诺5年之内绝不南下，兵戈止息。可若是大昭国无人能降服他，那便证明大昭气数已尽，天命不在。还求陛下割让云州、燕州、凉州3座城池，以平息我虎王之怒火。可愤怒归愤怒，谁敢上前？谈虎色变，更何况这是只被称为千人斩虎王。怎么，偌大的大昭国竟无一人敢应战吗？看来传言不虚，大昭之人不过是一群只知吟诗作对的软脚虾。所谓的天朝上国，莫非只剩下嘴皮子上的功夫了？陛下，若是无人，还请早早的盖下玉玺，将云燕凉3州划归我北荒吧。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不可冲动，那可是老虎啊，去了也是白白送死。陆大人，你不行，你不是这白虎的对手。不行？对，你这个小身板还不够大白哥哥一爪子拍的，你人还是很好很好的，小青可不想明年的今日到你的坟头烧纸上香。陆真真的目光穿过人群，悠悠地落在了那个缩在角落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八皇子萧恒身上。大黄很快明白主人的意思，他大步从朝臣中走出来，对着萧莹作揖：皇上，本王愿意一试，不知如何才算降服？杀了他！这白虎本王甚是喜欢，不想杀呀。换种方式如何？让他听从我的指令，如何？你想干什么？别用我的身体干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萧恒的魂魄朝着大黄大喊：上次我醒来，我身边围了一圈母狗，福寿公公还说我抱着他们学狗叫，我皇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哼，那是他们闻到了本大爷的王霸之气，主动来投怀送抱的，关我什么事儿？嘿，你个小没良心的，
本大爷这是在帮你，你没看清楚形势吗？这个场面也只有本大爷可以帮大昭国渡过难关。咋地？你要眼睁睁的看见大昭丢3座城池，这可是丢了整个大昭的脸。哈哈哈哈哈！让他听你的指令。逍遥王，你是在说笑吗？这可是饮血千人的虎王，不是你皇家园林里养的猫。你也不瞧瞧自己的小身板，够虎王塞牙缝吗？真是大言不惭，找死！笑吧笑吧，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好，既然王爷有此雅兴，本使就成全你。只要你能让这头畜生在众人面前完成你的3个指令，就算你降服了他。可若是你做不到，王爷死于虎口，别怪我们北荒没有出手相救了。好，一个传闻中走3步就要喘气的病秧子，哪来的这般胆气？莫非有诈？来人，开龙！白虎看见有人打开玄铁龙门，想要冲出来，就看见一个两脚兽走进来，随之玄铁龙门又被关，气得仰天大吼。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玩归玩，可别把屋顶给掀了。笑死我了，你也有今天啊！这是什么套路？临死前的风言风语？就在众人以为他下一秒就要被撕成碎片时，大黄的笑声戛然而止，慢悠悠地从宽大的袖子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那不是神兵利器，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一根通体橙黄还带着几点褐色斑点的香蕉。对，就是香蕉。全场死一般的寂静。逍遥王，世人都知老虎吃肉，你却用香蕉来相服，你莫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吧？就这么想找死？就在众人以为大黄必死无疑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刚才还狂暴嗜血，恨不得将眼前之人撕成碎片的虎王，在看到那根香蕉的瞬间，竟如遭雷击，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哼哼，大白，你也有今天，你最好乖一点，主人也在这里。大白鼻翼嗅了嗅，眼前两脚兽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啊！他口中说的主人是谁？难道是他失忆前就喂养他的主人？大黄为啥随身带着香蕉？大白最爱的就是香蕉，这小眼神儿跟看见棒棒糖的3岁小孩似的。这俩货见面就打架，希望大黄不要玩得太过分了。姐姐，小青也联系不上大白哥哥。大白的神魂受损，没了之前的记忆，如今他只觉得大黄身上的味道熟悉，才没有攻击。上界那群该死的让他的毛茸茸受伤，等宗门建好，定要回到上界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大白，你也听见了，完成3个指令你就自由了，这根香蕉也是你的。巴图使臣，现在你可以说出3个指令了。巴图的嘴唇哆嗦着，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他怎么也想不通，一头饮血千人的北荒虎王为何会对着一个病秧子和一个香蕉俯首称臣。这不合理，这简直是巫术。可事实就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信。他后悔了，本是来羞辱大昭国的，没想到给自己挖了这么大一个坑。5年啊，5年不能向大昭国开战，国主知道了定会杀了他的。好，王爷，可听好了。第1个指令，我要他对着你大昭的龙椅发出示威的咆哮，展现他虎王的威风。龙椅上的萧莹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第2个指令，我要他像人一样竖立绕铁龙走上一圈。第3个指令，我要他对着本使3跪9叩行臣服之礼。这北荒使者为了活命，
这种指令都想得出来。不过这些指令大白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大招脸面管不住。放肆！简直欺人太甚！文武百官听见这3个命令，气得脸色涨红。巴图使者，这3个指令会不会难度太大了？还是出3个靠谱的指令吧。假惺惺的做什么好人？若不是大昭国把你们南蛮打服了，你的气焰比我还要嚣张。巴图使者，你确定就这3个指令？太简单了吧。这样吧，本王觉得你的指令缺乏观赏性，本王来帮你加点难度。大白，你听好了。第一，咆哮龙椅太没新意了，给众人吼一曲万寿无疆，调子要准，气势要足。第二，后腿走路太过单调，给众人跳一段舞。至于第三嘛，下跪不雅，就对着这位巴图使臣放一个响亮的屁，以示尊敬。紧接着是压抑不住的此起彼伏的笑声。你欺人太甚！本王从不欺人，欺的都不是人。大白，开始了。虎王大白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你他娘的，还不如让虎死了！跳扭秧歌，放屁！本王的虎威何在？本王的尊严何在？姐姐，大黄哥哥太坏了，怎么能趁大白哥哥失忆就这么欺负他呢？失忆的大白哥哥只是比一般的老虎聪明一些，仅仅聪明那么一点点。也不怪大黄，谁让之前大白把大黄当牛马使唤？大黄这是在趁机报复。等大白想起来，大黄日后没好日子了。本尊还是挺怀念的，大黄偷鸡摸狗，上蹿下跳，被大白喊揍的日子，多惬意呀！做完这一切，大白趴在地上，没脸见虎了。巴图使臣，本王这3个指令可还算完成？这逍遥王爷到底是什么人？居然真的能够控制虎王？我们北荒输了，就这么输了？不，我不能输，输了国主不会放过我，整个北荒都会成为天下的笑柄。不算，本使的指令是让他咆哮龙椅，不是唱什么靡靡之音，是让他后腿绕龙行走，不是跳这种不知所谓的下贱舞姿，是让他3跪9叩行臣服大礼，不是用污秽之物来羞辱本使。你这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这根本就不算完成。急了，他急了，输不起就开始耍无赖了。北荒蛮子的脸皮果然是跟他们的城墙一样厚。不过正好给了大黄一个对北荒发飙的理由，不然这场戏没完没了，烦死了。无耻之尤，简直是蛮不讲理。输了便是输了，竟敢在金殿之上公然抵赖，你们北荒就是如此不要脸吗？哦，原来不算啊，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既然不算，那这笼子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根由百炼玄铁铸造，足以抵挡千斤巨力的栏杆，竟在大黄的手中如同麻花一般，一寸寸的缓缓掰弯。怪物！这哪是什么病秧子啊？这分明是大昭国豢养的怪物啊！逍遥王，他不是自幼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吗？如此神力，简直闻所未闻，难怪他能在九子夺嫡中活下来。难道逍遥王真的是怪物，是诡异？我呸！逍遥王力战北荒使者，算哪门子怪物？这是天佑我大昭，天佑我大昭啊！没看见镇魔司也在这里吗？他们都没出手，定然不是害人的玩意儿。一声低沉的虎啸，大白摇晃着他那庞大的身躯，也跟着从牢笼里钻了出来。护驾，快护驾！
大黄看着场面有些失控，摸了摸身侧的白虎，大白宛如听话的大猫，趴在地上直勾勾盯着巴图等人。巴图使臣，你看这畜生野性难驯啊，万一他兽性大发控制不住，不小心伤了甚至是吃了使臣一行人，想必北荒国主深明大义，也不会为了一场小小的意外怪罪我大招吧。这番话却让巴图浑身的血液瞬间冻结。意外，这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当着满朝文武和星皇的面，威胁要将他这个北荒使臣喂老虎。对对对，赶紧让北荒滚蛋，好饿呀！算，逍遥王爷，赌约你完成了，是我们北荒输了，5年之内北荒绝不会向大昭国开战的。哦，算了吗？可使臣刚才不是还说本王偷换概念，强词夺理吗？是我不要脸，是我错了，不知王爷可否原谅我？哼哼，既然巴图使臣已经认输了，朕就等着你们的休战国书。大白看着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度不满的低吼。别急，晚上带你悄悄去他们驿馆。大黄带着白虎回了之前的位置，这场由北荒挑起的风波就此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南蛮使臣古雨泽参见大昭新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陛下。刚送走一头狼，又来一只笑面虎，这南蛮子看着恭顺，出手这么阔绰，肯定没憋什么好屁。陛下，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我南蛮地处偏远，物产贫瘠，唯有这东珠尚能拿得出手。我主听闻陛下登基，特命臣下前来，除献上贺礼，更希望与大昭永结秦晋之好，以固两国邦交，使边境百姓永享太平。果然，国与国之间不是打仗就是联姻。夏银刚登基就要当种牛，终究是躲不过耕地的命运了。虽说逆道门的3枚丹药有咒术，但药效是实打实的好，夏银耕田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有多厉害了。苏南辰没想到陆真真的内心如此丰富，什么话都敢说，还好皇上听不见。他这么想着，就看见萧莹拳头抵住嘴，轻咳了2声，目光还往陆真真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苏南辰心中暗叫：不好，皇上不会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吧？哎呀！哦，永结秦晋之好，不知南蛮使者是想将公主嫁我大昭哪位好男儿？萧莹反应挺快的，不留痕迹的将自己摘了出来。本尊有些期待，哪家倒霉蛋要娶南蛮公主？吃瓜真香。回陛下，是逍遥王。我南蛮的长公主自幼体弱多病，缠绵病榻，寻遍名医也未见好转。我听闻逍遥王爷从小身子骨也不好，我主认为逍遥王爷与长公主同病相怜，定能互相扶持，心意相通。若能结为连理，实乃是天作之合。萧恒是不会答应的，更何况现在控制身体的是大黄，大黄是狗，物种都不一样。这南蛮使者再纠缠，大黄又要发疯了。苏南辰一愣，萧衍的体内有2个灵魂，其中一个还是狗，难怪刚才萧衍行事作风都变了，不但力大如牛，说话还夹枪带棒，阴阳怪气，这就很难评了。萧恒的魂魄听见南蛮使者的话，都快要气炸了。他都快死了，这些人还不肯放过他。快给本王拒绝他，本王是不会娶什么南蛮公主。放心，南蛮公主哪能比得上母狗？只要你拒绝，
我不再阻止你去找母狗。哎呀，丢脸就丢脸吧，总比娶南蛮公主好。行，这可是你说的。你想让你们的公主嫁给本王？是。南蛮使者，你可能只听说过本王身子骨不太好，却不知本王的脾气非常不好，心情不好就会揍人。万一哪天本王心情不佳，控制不住，失手将你们那娇滴滴的公主打死了，想必南蛮国主深明大义，也不会为了这位长公主的意外身亡与我大招开战吧。王爷说笑了，说笑了。既然王爷无意，我南蛮自然不会强求。既然如此，南蛮使者，你们换一人联姻好了。既然皇室不行，那就换大招朝臣，毕竟朝臣是无法拒绝的。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了一个人身上。陛下，下官以为这位大人与我南蛮公主亦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苏南辰那张向来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皲裂的痕迹，联姻之事怎会落到他的头上？他只是大理寺卿，于国于家都轮不到他来和亲。乔大哥这脸色，也是要拒绝联姻的吧？这位南蛮公主连续被3人拒婚，惨，真是太惨了。本尊都觉得她很可怜了。不过这南蛮使者眼神倒是不错，瞎猫碰上死耗子，还真给他指对人了。南蛮长公主正是大哥寻了3年，想念了3年的姑娘。什么？大哥3年前在江南查案，对人家一见钟情，至今还恋恋不忘。大哥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寻遍了大江南北，都找不到他的痕迹，还以为此生再无相见之日。嗨，谁能想到呢？人家根本就不是大昭子民，而是南蛮的长公主殿下，自然找不到。大哥可不要拒婚啊，南蛮长公主也是心悦你的。回去他就开始装病了。南蛮公主极其疼爱这个女儿，就没有让她出嫁，一直养着。若不是这次战败，南蛮长公主也不会同意来联姻。大哥跟南蛮长公主可是正缘啊，若是拒绝，这辈子就只能打光棍了。那个让他辗转反侧、刻骨铭心的女子，竟是南蛮的长公主。以大哥忠君爱国的性子，怕南蛮耍诈，定然会拒婚的。哪怕知道对方是自己喜欢的女子，怕什么？府里有玄光镇邪诏，可以杀死对苏家有杀意或恶意之人。大哥担心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苏南辰哑然，他咋把玄光镇邪诏给忘了？这桩婚事，于国可安10年边境，于家可解大哥3年相思之苦，简直完美。但要如何跟大哥说？苏爱卿，你可愿娶南蛮长公主为妻？启禀陛下，臣愿意。此言一出，满朝皆惊，文武百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懵了。苏大人果真是忠君爱国，宁愿牺牲自己的姻缘，也要帮皇上解决难题。朝臣看苏南辰的目光都变了。别看大哥现在难受的紧，要是知道娶的是自己喜欢的姑娘，肯定要高兴疯了。真想看看大哥当时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哼哼，着礼部与司天监合议，1月之内，择一黄道吉日，为大理寺卿苏南辰与南蛮公主完婚。南蛮使臣，你可有异议？外臣没有异议，外臣代我国主谢陛下隆恩浩荡，陛下圣明。登基大典结束，紧接着便是陆真真心心念念的宫宴。妮希，你快看，这朵海棠开得真好，像抹了胭脂似的。思琪，我们去那边看看吧。一转头，王思琪不知何时已不见了踪影。咦，思琪呢？小姐，刚才有人喊王小姐去看锦鲤了，你要不要也过去？这个思琪竟然不跟我说一声，
小姐，王小姐跟你说过了，定然是你没听见。苏宁熙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他的确有些心不在焉。苏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当真是缘分啊。魏公子，请自重。苏小姐何必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啊？你我门当户对，我心悦于你，若你我结为连理，岂非一桩美谈？哎，魏公子，光天化日之下，你这是要做甚？我家小姐是镇国公府的第3小姐，岂是你这般轻薄？况且我家小姐不喜欢你，请你自重。滚开！一个贱婢也敢在本公子面前叫嚣！魏公子，这里是皇宫御苑，不是你安国公府撒野的地方。我再说一次，请你让开。本公子就喜欢你这带刺的模样，够味。你放开我！这里如此偏僻，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今日你若从了我，日后便是安国公府的2少夫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若是不从……一旁的春芽见状，上前捶打魏子安，让他放开自己小姐，一把将春芽从背上薅下来，狠狠摔在地上，不解气的一脚又一脚踹了过去。住手！小姐，我一会儿拖住他，你赶紧去找2小姐。苏宁熙重重点头，趁魏子安不注意，转身就跑。想跑？你跑得掉吗？这模样长得挺讨喜的。别急，等我疼爱完你家小姐再来疼你。苏宁熙跑得太急，撞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这里是皇宫，你乱跑什么？小希儿，跑什么啊？莫不是见了本公子害羞了不成？帮帮我！这位大人，我乃安国公府2公子魏子安，此乃我的未婚妻苏家3小姐苏宁熙。我与她之间不过是闹些小别扭，耍些小情趣，不劳大人费心了。我不是你的未婚妻。小希儿，莫要再任性了。你忘了3日前你在闺房中绣的荷包，不就是为我准备的？你还同我说针脚不好，怕我嫌弃。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魏子安不仅是纠缠他竟早已将眼线安插到了自己的身边。家里不是有玄光镇邪罩吗？为何还有他人眼线？难道失效了？不会，珍珍姐说那法宝不会失效的，定然是这人胡诌的。毕竟闺阁中的女子在家不是看画本就是写字画画，偶尔刺绣。你休得胡说，我这几日都没有绣过什么东西。好啦，不气了，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你就算再气我，也在家里发发脾气，别让外人看笑话呀。乖，跟我回去。魏世子，如此诋毁一个姑娘的名声，这不好吧？这位大人，我怎么就诋毁了？她本就是本世子的未婚妻。苏宁熙见魏子安如此纠缠，整个人逐渐冷静了下来。这人虽是见色起意，但行为上不符合纨绔子弟的行为。毕竟在京城也有不少好色的公子哥，对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或许会用强的，但对于官宦家中的世家小姐，碰了壁自然不会再来纠缠。这人缠上自己，恐怕是受人指使，下了决心要毁他名誉。电光火石之间，苏宁熙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未曾想过的大胆举动。他仰起头，将自己柔软滚烫的唇狠狠地印在了周清风那线条冷硬的脸颊上，一触即分。魏子安，你看清楚了，镇魔司的周清风周大人才是我苏宁熙的未婚夫，不是你，休得再来纠缠我。好得很，苏宁熙，你这个贱人，你给我等着！魏子安猛地一甩衣，转身离去，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也随之消散。我都干了什么呀？周大人，对
对不住啊，刚才情非得已，是小女子唐突了。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情急之下才拿您当了挡箭牌。无碍。啊，还请周大人带我去找找春芽，她受伤了。两人快速回到刚才的位置，一眼就看见倒在血泊之中的春芽。快送她去找大夫！送去太医院吧，我有令牌。春芽没有生命危险，让她先在太医院里休息一会儿吧。走吧，宫宴要开始了，我先送你去找国公夫人。这几日就不要出府了，那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路上，无数道或探究、或鄙夷、或嫉妒的目光，如芒在背，刺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哎，那不是苏家三小姐吗？怎么跟镇摩斯的人走在一起啊？你看她那脸红的，衣衫也有些凌乱，怕不是……他之前没脸没皮的追着七皇子跑，后来听说跟什么秀才公不清不楚的，现在又勾搭上了周副指挥使，苏家的脸啊都被他丢尽了。希儿，你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和周大人在一起？国公夫人，苏三小姐方才的园中迷了路，在下恰巧遇见，就把她送回来了。多谢周大人。周清风只淡淡的嗯了一声，目光在苏宁熙身上停留了一瞬，便转身离去。希儿，你的脸色如此苍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一把拉住苏宁熙的手，将她带到僻静的垂柳下，压低了声音，急切地问道：快跟姐姐说，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带着哭腔，将方才在御花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从魏子安的纠缠，到春芽被打晕，再到他言语间的羞辱，以及那句让他遍体生寒的荷包之言。周大人说，那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难道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出府邸了吗？安国公府，魏子安，他怎么敢如此欺辱我苏家的人？姐姐，你说我们苏家是不是又被盯上了？不然为何魏子安会这般处心积虑的要毁我名声？是啊，一个纨绔子弟，再好色，也不至于对郑国公府的嫡女用上如此下作又阴损的手段。这背后定然有人指使。苏家的敌人不是先皇吗？难道暗中还有人对苏家不利？我们苏家躲过了那么多明枪暗箭，如今我们有了珍珍，更不用害怕。别怕希儿，有姐姐在，天塌下来姐姐给你顶着。我苏家的人不是谁都能欺辱的。就在这时，一名内侍尖细的嗓音响起：请各位夫人小姐进殿入席。嫣儿、希儿该入席了。走吧，别让母亲担心。众人按照品阶官位依次寻找自己的席位。苏宁熙一抬头，看见魏子安正阴恻恻看着自己，身子猛地一僵，呼吸瞬间变得急促，眼里满是惊恐与厌恶。小妹，别怕。他的心神沉入玉牌之中，对着那被封印的白雾下达了第一个的指令：去，附到他身上去，不要让他察觉，不要惊动任何人，然后等我的命令。是，主人。以大姐的性子，不会随意控制白雾对人动手的。这个男人难道对大姐做了什么？大人，那人是安国公二公子魏子安，此人好色成性，手段阴狠，不是良配。周大人，你明日起练半个时辰眼神。他刚才在御花园纠缠过苏三小姐，此人性情暴戾，将苏三小姐的丫鬟都给打伤了，已经送去了太医院。若不是属下路过救下了苏三小姐，怕是苏三小姐已经遭遇了毒手了。他伤了春芽，魏子安，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有几种写法。
姐姐，小青生气，小青要咬了他的屁股，再把他的骨头一寸一寸的咬碎。小青，稍安勿躁，大姐已经出手了，我们先看戏，你找准机会再出去咬他屁股。魏子安毫无征兆地打了个冷颤。奇怪，这店里怎么有点冷？魏二哥，你这是肾虚了吧？这才刚入秋就寒冷了。旁边的公子哥立刻哄笑起来。去你的！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亲平身，入席吧。谢皇上。宫宴正式开始，约莫一炷香的功夫过后，正与身边几个狐朋狗友吹嘘自己风流韵事的魏子安，端起酒杯正要一饮而尽，突然他手一抖，酒水洒了半身。他晃了晃脑袋，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扭曲模糊。看着苏家姐妹深情款款地端着酒杯朝着他走过来。魏公子，你快过来呀！公子，来快活呀！美人儿，我的美人儿，我来了！像一头发了情的公狗，朝着那两个绝色美人就猛扑了过去。大殿之上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众人只见那安国公府的二公子状若疯魔，竟一把抱住了两名正在上菜的年轻太监。那两名小太监吓得尖叫起来，拼命挣扎。小美人跑什么跑啊？你可是跑不掉的，嘿嘿，让小爷好好疼爱你们。来人呐！你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把他们拉开呀！大姐这办法真不错，可比直接杀了他要解恨多了。姐姐，这一瓜真好吃啊！不愧是苏家的女儿，就是够味儿。希儿，不是你的错。魏子安如此，是苏宁烟给白雾下达的命令。他要知道是谁在暗中对付镇国公府，并且让魏子安在新帝面前出丑，一举两得。哪怕苏家名誉受损，也好过被人算计后丢了性命要强。放肆！安国公，你的家教可真好啊，在朕的宫宴上闹出这样的丑事儿，你是对朕这个新帝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朕重用镇国公府有意见？皇上，老臣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是老臣教子无方，还请皇上看在吾儿年幼的份上饶他一命。哼，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的儿子亲自跟朕好好的解释解释，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你们安国公府就等着抄家流放吧。皇上不会是因为听见小青蛇想吃瓜，才没有让人立即将人拖走的吧？这是不是太宠了一点了？北荒和南蛮的使者还在啊，难道皇上连大昭国的脸面都不要了？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安国公夫人也顾不得仪态，连滚带爬地扑向自己的儿子。逆子，瞧你干了什么傻事！孽子，还不快给老夫住手！你想让我们安国公府满门抄斩吗？被白雾彻底侵蚀心智的魏子安，哪里还认得出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他的幻觉中，打他脸的父亲赫然变成了苏南辰，而拉扯他的母亲则是镇国公夫人秦氏的脸。魏子安眼中凶光大盛，一把推开怀里的小太监，反手就朝着自己的母亲脸上狠狠扇去。哇哦，这一巴掌真实诚。姐姐，小青觉得当年护住了萧莹的命实在太值了，蛇想吃瓜他真给呀。若以后他一直都这么懂事，小青想保他长命百岁。子安，你竟敢动手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老钱婆，苏家的婆娘，还敢在本公子面前摆谱？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金枝玉叶啊？早晚都是老子的胯下玩物。还有你苏南辰，别以为你们镇国寺攀上了新帝就能压本公子一头，
我告诉你，你们苏家死到临头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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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以为我魏子安胆子真的有这么大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是先皇临死前下的密诏，不管用任何办法和代价，都要你们镇国公府所有人生不如死。此言一出，犹如一道惊雷在大殿之中炸响，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满脸骇然。先皇密诏，先皇早就看你们镇国公府不顺眼了，要让你们苏家满门饿死在尘埃里，永世不得翻身。即便先皇死了又如何？只要办成此事，国师亲口承诺，将保我们安国公府世代荣华富贵。原来真有国师此人，终于明白，先皇都死了，还有人针对镇国公府，原来是国师在幕后搞事情。玉座之上，萧莹的脸色已经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一股磅礴的帝王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大殿。以先帝和逆道门门主的关系来看，国师就是逆道门门主。种种事情来看，逆道门不过是利用先皇吞噬大昭国国运，先皇利用逆道门夺舍长生和手握权力而已。如今大部分国运都在萧莹身上，小部分分在镇国公、江永将军以及镇摩司指挥使，也就是本尊身上，其余流失的国运已经被逆道门吞噬了。先皇死了，萧莹有本尊护着，逆道门想吃下大昭国运难上加难。不过可以利用萧莹找到逆道门所在之处，如此想来，萧莹身上的禁术暂时不用解了。姐姐，国师是什么？可以吃吗？小青，那是条更大的毒蛇，以后姐姐抓来给你当辣条啃。国师万岁，先皇万岁，苏家都得死，都得死！够了，来人，将这个风言风语、秽乱宫闱的逆贼给朕拖出去！魏子安藐视先帝，构陷先皇，侮辱镇国公府，就地斩了！是。放开本公子！你们这群狗奴才！我乃是先帝密诏，我立下了天大的功劳，你们敢动我？安国公目眦欲裂，他终于明白，他引以为傲的儿子不是失心疯，而是真的与先皇与那个神秘的国师勾结在一起，图谋镇国公府。这是诛九族的弥天大罪。完了，安国公府彻底完了。安国公魏明教子无方，纵子行凶，更与逆党有所牵连，罪不容诛。朕念其祖上有功，从轻发落，即日起革去安国公府一切爵位、封号，贬为庶民，府中家产冲入国库，安国公夫妇永世不得入京。谢皇上隆恩。诸位爱卿，先皇已逝，大昭国如今是朕的天下。那个所谓的国师，朕不管他是人是鬼，是何方神圣，胆敢暗中谋害大昭的忠臣，乱大昭国的根基，便是以朕为敌，与大昭的万民为敌。朕给你们一个机会，凡是与先皇、与国师有任何接触牵扯之人，3日之内主动到大理寺向苏大人交代清楚，朕可既往不咎。3日后若被大理寺查出，哼，一律诛9族，求情者同罪。殿内群臣，无论是心中有鬼的，还是清白无辜的，尽皆脸色煞白。魏子安声息断绝的那一刻，白雾从他体内出来，钻回了玉牌之中。主人，我干得不错吧？那个蠢货的身子太弱了，我还有好多绝活没拿出来呢。主人，快夸夸我，快夸夸我！你很棒。经过刚才的事情，萧莹没了兴致，没有跟任何人说，
直接离开了。大臣们见皇上都走了，宫宴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他们也不愿多留，直接散场。半夜10年休战。他正想着，窗外传来有声响。谁？房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人一虎站在门口。王爷，你这是何意？本王不信什么10年休战。你们北荒与大昭国战斗多年，若是想休战早就休了。你们不过是趁我大昭新帝登基，带着大白过来炫耀你们北荒兵强马壮，想吓破新帝的胆，让我们大昭国对你们北荒俯首称臣。可惜啊，新帝可不是昏庸的先帝，这不，皇帝陛下让我来解决你。你们不能这么做，我可是北荒使者，你们不能指手来使。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什么？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的邻居。整个北荒使臣团连同他们的护卫还在睡梦中便被屠戮殆尽。次日天光微亮，金銮殿上气氛却比昨夜的别院还要冰冷压抑。启禀陛下，昨夜子时皇家别院遇袭，北荒使臣巴图及其随从107人无一生还，杀人者是逍遥王。话音落下，满殿死寂。杀了使臣还是整个使团？逍遥王这是疯了吗？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可是千古铁律。逍遥王此举是要逼着陛下与北荒不死不休啊！朕知道了。陛下，万万不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此乃自古以来的规矩。逍遥王此举无异于是公然向北荒宣战，届时狼烟再起，边境百姓再陷于水火。请陛下降罪逍遥王，以安天下，以卫北荒。请陛下降罪逍遥王，请陛下降罪逍遥王。一时间，附议之声此起彼伏。哟，都演上了。这帮老狐狸一个个义愤填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多心系天下苍生呢。北荒那帮孙子耀武扬威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激动？现在倒是一个比一个会演。北荒根本就不会休战，杀了就杀了，也好震慑北荒，长我军气势。这帮老狐狸心里清楚，却还是因为长期的勾心斗角，党派之争，不将这件事放在心里，却不断的试探萧莹的底线在哪。若萧莹这次妥协，日后这样逼萧莹的场面只会越来越多。众卿言之有理，逍遥王行事乖张，目无法纪，的确该罚。既如此，便罚逍遥王去镇摩司当差吧，由陆指挥使亲自管教，日日当值，不得懈怠。这叫责罚，这分明是给了逍遥王一个名正言顺插手镇摩司、手握大权的由头啊！陛下，镇摩司乃国之重器，岂能让逍遥王这等暴力之人染指？此非惩戒，实乃奖赏啊！请陛下三思。哦，依爱卿之见，朕该如何罚他？臣以为当削其王爵，捐进府中，再派使臣携重礼前往北方，负卿请罪。够了，朕是大昭国的皇帝，朕的决定何时轮到你们来智慧？你们是想造反，还是想坐这个龙椅的位置？北荒使臣献虎是何意？你们当真看不明白吗？都是一群只知党同伐异、内斗不休的废物。逍遥王之事是朕授意的，你们若是还要弹劾，论通敌卖国罪，诛九族。正愁找什么理由让大皇来镇摩司，
没想到轻轻松松就成了。若是让小元宝也来镇魔司就完美了。本尊就不能不参加早朝吗？起得比鸡都早。陆指挥使，臣在。诡异横行，百姓被杀的案件逐日增多。镇魔司人员，你按照实际情况自行补充。从明日起，你镇魔司便不需要来早朝，专心击杀诡异，造福百姓。啊，我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小影可以当许愿池里的王八了，明日便可玩起了，开心。镇魔司狰狞的石兽牌一如既往地透着生人勿近的肃杀之气。两个小姑娘来这等杀气重的地方做什么？珍珍姐，你们怎么来了？春芽还需好好休养才行。大姐说你未用早膳，就让我给你送过来了。送完我就带春芽回府，让她好好休息。谢二小姐关心。里面有您最爱吃的烧嘴虾、桂花糕以及葡萄。好了，你们回去吧。这里虽是镇魔司，也是京城阴寒之气最重的地方。若没习得抵抗阴寒的功法，是对身体很不好，特别是女子。乖，你们赶紧回去。食盒里有2份，请珍珍姐将另外1份转交给周大人。原本坦荡荡的苏宁熙看着陆真真八卦的眼神，一张白皙的小脸忽地红到了耳根。二姐，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只是感谢他昨日出手相救，我与春芽才能安然无恙。原来如此，行，我知道了，我会亲自交给他的。姐姐，你是不是算错了？这2个人当真是正缘，小青怎么看都觉得不像。还有一段时间呢，不急。他和周清风是正缘，他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冷冰冰的冰块？天哪，他是中邪了吗？这绝不可能。陆真真看着发呆的苏宁熙，目光忽然微微一凝。昨日之事虽有周清风及时出手，但终究是凶险。苏宁烟已经踏上修行之路，有白雾玉牌护身，只要不遇上有修为之人，凡人几乎都不是他的对手。苏宁熙还未开始修炼，即便资质再高，也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少女。看样子他计划的进度太慢了，逆道门已经快要忍不住要吞噬便宜爹身上的大招国运。陆真真将合适苏宁熙的功法直接传入他的识海中，苏宁熙只觉得头好痒，似乎要长脑子了。无数玄奥的文字和经脉运行图无比清晰的如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这是什么功法？是传说中仙人才能修行的功法？等他练完引气淬体诀，能够引气入体后，就可以修炼适合他体质的太虚乘风诀了。到时候再传他几招防身的剑法，以后再遇到魏子安那种草包，一巴掌就能把他扇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怎么说苏年熙是本尊的妹妹，更是天玄宗弟子，还能被草包给欺负了？啊，我也可以修炼了？昨晚就知道大姐在修炼，难怪整日都不出门。我承认自己有一点点小嫉妒，更多的是为了大姐开心。没想到我也可以修炼了，可以拥有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力量。好了，都回去吧，待久了对身体不好。陆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呢？喏，你的，小妹让我转交给你的，说是感谢你昨日出手相救。苏三小姐，虽还未开窍，不过好感还是有了的。啊，不过顺手的事情，苏三小姐客气了。你不要，那我就不客气了。镇魔司副卫王昌宇突然神色慌张的疾步的冲了进来。何事如此惊慌？2位大人，川西郡归安县镇魔司分部来人了。来人浑身是血，和属下攀谈不过2句，忽然间撞入疯魔，连带来的案卷也在刚刚的打斗中撕碎了。桂花糕和葡萄没时间吃了，看来只能先放一放了。走，我们去看看。2位大人，那人称自己是归安县分部的校尉，
归安县发生了他们不能解决的诡异事件，特意来京求支援的。可有说什么案件吗？还来不及说，就突然疯了。哼，什么东西，也敢在我家主人面前撒野？陆真真没想到大黄来得这么快，连镇魔司服都穿好了。他快速上前，蹲下身查看失去意识、瘫软在地的男人。只见他大腿处有个地方不断冒着黑气。陆真真掐了一个诀，男人的裤子瞬间被什么东西撕裂成碎布，露出白花花的大腿。陆大人还是女子吗？怎么如此粗暴？哇，陆大人果真厉害！陆真真皱眉，直接放出小青。姐姐，这个魔气比之前吃过的还要浓郁。如何？人还有救吗？没什么生命危险了，只是醒后会变得痴痴傻傻。如此说来，归安县的情况恐怕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糟糕。陆真真没有理会他的感叹，目光清冷地扫过满地被撕得粉碎的案卷。毁得可真彻底。纤长的五指在空中掐了一个法诀，迅速地拼接在一起。不愧是我家主人。你看看，这怎么可能？周大人，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归安县近3个月以来死伤无数，都是被诡异啃噬，几乎就只剩下白骨。卷宗上说，死者毫无规律，有时一日一人，有时一夜7、8人。死者之间的毫无关联，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都有，有的是城中守夜的功夫，有的是乡下耕作的农户，甚至还有路过归安县歇脚的外地商贾。归安县分部的弟兄们查了许久，毫无头绪，只在案卷的最后将这未知的凶物暂定为无名诡异。查询期间，死亡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落单的镇魔司成员。归安县已经多次派人来京城寻求帮助，至今只有他成功抵达了京城，想必其他人都遭遇了不测。大人，我们得尽快赶往归安县才行啊！若再耽误，归安县恐成一座空城了。陆真真点点头，他本想带着大黄直接去归安县的，但想到镇魔司的人修炼隐气淬体诀也有1月有余，为了天玄宗的发展，他只能暂时放缓脚步。王副卫，属下在。传我命令，召集所有在京城内未曾出城办案的镇魔司人员，一炷香之内将5场集合。属下这就去办。1炷香后，1月前我曾传下一部名为隐气淬体诀的功法，现在修炼了此功法并成功隐气入体者出列。最终只有10来个人站到了队伍的最前方。就这么屌，京城总司近300号人，就这么10几个勉强能感受到气感的，这要是放在天玄宗刚入门的外门弟子，10日之内不能隐气入体，都得被扫地出门。唉，下界就是下界，灵气稀薄的可怜，多数人都没有修炼的资质。看来这宗门大计任重而道远啊。你呢？启禀大人，属下不才，也已成功隐气入体。这周清风心性沉稳，根骨极佳，稍加雕琢，定能成为天玄宗未来的天骄啊！归安县，我带其他人一起过去，你继续留守京城。是。你们跟我走。他领着人去了自己的办公的房间。既然你们已经隐气入体，就应该知晓自己已经踏上了修仙之路了。从今日起，你们除了是镇魔司的人，还是天玄宗的第一批弟子，听懂了吗？既然你们已经是天玄宗的弟子了，送你们一些入门礼。陆真真素手一挥，每个人的手里都出现一个瓷瓶，这里面的丹药能让重伤的你们瞬间治愈伤势，满血复活。谢过宗主。你们的宗主叫玄清，我只是暂代宗主之位而已。虽然资质一般，草台班子总算是搭建起来了。天玄宗弟子听令，归安县魔气肆虐，即刻前往归安县剿灭诡异。
是。就看见他们的代理宗主走到房间空旷的地方，快速掐诀。他的指尖闪烁着微光，在坚硬的青石地板上迅速勾勒出一个繁复而玄奥的华丽的圆形法阵。这是什么？传送阵。传送阵？是我想的那个传送阵吗？好了，都站上去吧。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争先恐后地站在法阵之中。等陆真真和大黄站定后，他素手掐诀，口中轻斥一声：起。下一刻，脚踏实地的感觉重新传来。此时众人才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房间，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应该已经抵达了归安县镇魔司分部，但这里这么静悄悄的。大人，这里有些不对劲儿。太安静了，安静的像是一座坟墓。我们来晚了一步，归安县镇魔司的人都死了。一声沉闷的巨响从厅堂深处的走廊尽头传来。过去看看。走廊的尽头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扇由玄铁打造的厚重大门正在剧烈的颤抖，门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个恐怖的凸起，里面关押的东西想要撕裂大门跑出来。7、8名身穿镇魔司服饰的汉子正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死死地抵住大门。是从晋城来的人吗？快走，别过来，里面的东西会吃了所有人的。姐姐，里面的魔气和京城内人身上的一模一样。好，就交给你了。大人，你们快走，我们几个人是拦不住里面的东西的。属下是归安县镇魔司百户陈忠，参见指挥使大人。情况紧急，不能行礼，还请指挥使大人勿怪。无碍，把门打开。大人，万万不可！门后面的已经不是我们的兄弟了，他们都疯了，变成了只知道吞噬血肉的怪物。我们亲眼看着他们把张福卫活活撕碎，连骨头都嚼了。说打开门，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的。我不想再说第3遍，把门打开。堵着有什么用？这门迟早要破，早点放出来，早点解决。是，大人。听大人的命令，开门。终于，在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响中，整扇玄铁大门不堪重负，轰然倒塌。一股比之前浓烈10倍的腥风恶臭，夹杂着令人作呕的魔气，如浪潮般从门后狂涌而出。伴随着不似人声的嘶吼，10几道身影从破碎的门洞中踉跄着冲了出来。大人，小心！顺势将手腕上的小青蛇丢了出去。碧绿的小青蛇迎风逐长，眨眼之间，筷子粗细的身子迅速膨胀到碗口大小。小青蛇的身躯还在继续暴涨，落地时已经变成井口粗细的青色巨蟒。这是指挥使大人的宠物？这哪里是宠物，分明是灵兽啊！小青张开足以吞下一头牛的血盆大口，弥漫在归安县镇魔司上空魔气尽数吸入小青的腹中。这就是传闻能吞噬魔气的小蛇。指挥使大人威武，这只小蛇也太厉害了。姐姐，大黄哥哥怎么啦？老毛病犯了，大黄这是在争宠呢。雄性这该死的胜负欲啊！大黄哥哥现在是人，跟蛇蛇比什么胜负？小青又不是大白哥哥啊！算了，大黄哥哥想玩，小青就让给他玩。指挥使大人，您这灵宠叫什么名字啊？太通人性了。是啊，刚才变化那么大，现在又这么乖巧，简直太可爱了。指挥使大人，能让我摸一下吗？就一下。喂，王爷，你有事？当然有事。你们是眼瞎了吗？这些怪物难道不是本王杀的？怎么都去夸小青，没人夸夸他？看见了呀。本王不威风吗？本王不厉害吗？你们怎么不说话？
行了，见好就收。萧恒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已经知道大黄的真实身份了。畜生是完全不能理解脸面这玩意。凭啥？你现在是人，还是个男人，不是毛茸茸的可爱小狗。我呸！等事情结束了，你赶紧给我修炼，玩命的修炼，尽早让你的神魂能够强大到让本王脱离你这破身体。若是敢偷懒，你信不信我去皇宫门口表演倒立撒尿？你真是狗啊！我什么我呀？我昨天去勾搭程曦讲话，他居然嫌弃我身上没有狗味儿，一只流浪母狗都嫌弃我，你让我以后怎么在狗界立足啊？禅宗，过来。属下在。这条手臂经脉尽断，骨骼碎裂，还被魔气侵蚀过，完全废掉了。别羡慕了，你们也有。陆真真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玉瓷瓶，丢给其中一人，一人一颗。很快，其余的伤员也人手分到了一颗，毫不犹豫吃了下去。你们将此地清理干净，所有尸身就地焚烧，以防再生魔物。是。禅宗，你带我去看看案发现场。主人，等等我。北疆龙吟关。怎么样了？他伤势如何？军中最好的金疮药都用了，为何伤口不仅不见好，反而愈发的恶化？大将军，欧阳将军身上的伤带着魔气，军中的普通药剂根本就没有作用。魔气？北荒那群杂碎，不知从哪里找来了5个怪物。那群怪物不似活人呐，双目空洞，却力大无穷，刀砍在身上竟不知疼痛。若非欧阳为本将军挡下那致命的一刀，此刻躺在这里的便是我苏啸天。欧阳将军魔气入体，轻则死，重则变成怪物。从欧阳将军身上伤口的魔气来看，镇魔司特制的驱魔丹应可治好。镇魔司？最近的镇魔司分部在哪个县？让堂下将军去取。大将军，驱魔丹产量很少，都在京城总部放着，每年年底按照功勋来发放。来人，备笔墨。他将信纸吹干，小心折好，装入特制的牛皮火旗信封中。传我将令，800里加急，告知信使，马死换马，人死信到，务必5日之内将此信亲自送到京城大理寺卿苏南臣手中。若有片刻耽搁，军法处置。是。陈忠带着陆真真和大黄3人来到了归安县信阳镇的一处农家院落。陈大人，方贵之，这位是京城来的陆大人，他来看看现场。3位大人快请进。陆大人，这里就是最近一次诡异案件的发生地。为了查案，特意吩咐方姑娘没有打扫。这家姓李，公婆、丈夫一夜之间全都死了，只剩白骨。墙上、地上留下了大量的血迹和抓痕。陆大人，你刚刚看见的方贵之是这家唯一活下来的人，李家的儿媳妇。案发当时她睡得很熟，才躲过这一劫。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李家留了个后。留后？怕不是留了个祸害吧？这女人面相上死气缠身，3魂7魄都快散光了，分明是个死人相。却偏偏吊着一口气活着，这生机不是他的，是肚子里的孩子给他的。3位大人，民妇家中没有好茶，你们就喝点井水吧。姐姐，他身上有魔气，非常非常浓郁的魔气，比之前遇到的魔气要精纯很多，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媲美上界的魔族啦。精纯魔气？
难道有人想复刻魔族？不知道，反正他肚子里的胎儿被魔气吞噬殆尽了，是个魔胎，说不定吃了它，小青的脚会长大哦。魔胎？陆大人，我们进案发现场看看。陈忠，属下在。所有被害人家属中，活着案发现场时，是不是都有一个孕妇活着？也就是说，在客栈发生命案时，同时是不是有孕妇也在住店？是的，大人，你是如何得知的？大人，属下斗胆一问，案件发生时的确有孕妇活了下来，但案发地共有7处，除了此地的李家，其余几处方贵之皆不在场。难道这些孕妇都疯了吗？为何要杀了自己的家人？这未免也太过牵强了。你很快就会知道。大黄，大人，不可呀，她只是个手无寸铁的孕妇，是受害者家属啊！杀了她，为何要杀一个可怜的孕妇？难道这孕妇真的有问题吗？大黄身形如离弦之箭爆射而出，手中的长刀划破空气，直直劈向方贵之。那高高隆起的孕肚竟从中间猛地裂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腥臭的黑气从中喷涌而出，刀锋与獠牙碰撞，迸射出刺目的火花。你这鬼玩意儿，真以为自己能挡得住你黄大爷？这是什么怪物？居然发现了我的秘密，你们全都死在这里，乖乖让我吃吧！陈忠快速抽出腰间佩刀，朝着瘦弱的方贵之砍去。哼，杀不了他腹中的诡异，难道还杀不了瘦弱不堪的农村妇人吗？一群自不量力的，你们最后的下场就是给我填肚子。肉，新鲜的肉。姐姐，大黄哥哥生气了。每次大黄哥哥生气就会把魔气打散，小青还能吃了那团魔气长脚脚吗？从案件上看，这样的魔气不少呢。让一个给你大黄哥哥。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吧，他是无辜的，求求你，只要你肯放过他，你让奴家做什么都行。敢咬本大爷的刀，找死！小青，赶紧吃了。陆大人，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先回至摩斯，大黄去县衙，让知县配合我们，找个理由将整个归安县的孕妇前往至摩斯衙门。记住，是所有的孕妇。好的，主人。姐姐，你确定大黄哥哥可以和知县谈妥这事儿？没问题的，嘉恒会帮他。即便不帮，大黄顶着逍遥王这个头衔，知县也会帮的。不愧是姐姐，真厉害，什么都懂。归安县县衙后宅。孽障，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孽障！说，你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现在外人还不知道，说是让人知道了，我们赵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你让我还有什么脸面当这个知县？爹，女儿没有。爹，女儿真的不知道，女儿是被冤枉的。肚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敢说你冤枉？老爷，小姐真是被冤枉的。自从夫人去世后，小姐极少出房门，就连家里的家丁都认不全，更何况是府外的外郎啊！求老爷明察，小姐的身子有古怪啊！古怪？哼，最大的古怪就是你这主子不知何时跟野男人苟合，珠胎暗结。我赵德全一生清明，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伤风败俗的东西？爹，我真的没有，莲儿很害怕。害怕？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做那不要脸之事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怕呀？来人，给我把家法请来，今日我便要亲自打死这个不知廉耻的孽障，清理门户。老
爷，小姐没有撒谎，说的都是真的。小姐肚子真的是在一夜之间就变这么大了。若小姐真的与外男有染，这样的肚子起码也要6、7个月了吧？老爷日日同小姐一同用晚膳，这样的肚子不会现在才发现啊！这还未他开口询问，一名下人急匆匆来报：老爷，逍遥王殿下在前厅，让你去见他。走，起来，跟爹去见王爷。下官归安县知县赵德全携小女赵莲拜见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岁。不知王爷来此是有何事要下官去办呢？赵大人，你女儿成婚了，何时有的身孕？王爷说笑了，小女性子顽劣，近来贪食，这才发福了些。对，发福了，并非有孕呢。发福？赵大人，你看本王像个傻子吗？觉得本王连发福和怀孕都分不清楚？下官不敢。赵大人，应该知晓皇上让本王进入镇魔司当差的事吧？你觉得本王为何会出现在归安县？下官正为此事焦头烂额，那诡异手段多变，镇魔司的陈百户都没找到线索，不知道归安县还要发生多少起命案。赵大人，这次与本王前来归安县的还有镇魔司指挥使陆大人。陆大人已经找出其中一个诡异并灭杀。如此说来，只需找到剩下的诡异，归安县就太平了。赵大人，你可知诡异是隐藏在什么地方，所以让陈百户都未能察觉？不知。没错，诡异就是附身在孕妇胎儿中，吸食血肉孕育出魔胎。若不是陆大人，恐怕你们一辈子都找不到的。孕妇？被魔物附身的孕妇？赵德全猛地回头，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那肚子大的诡异的女儿。难道莲儿她真的没说谎，肚子里是诡异？赵大人，她肚子里的这个东西可是会吃了你们赵家满门的。你们若不想死的话，回答本王的话，令爱是何时怀孕的？回王爷的话，应该是3天前。3天前？民女自幼不喜荤香，一直只吃素斋。可3天前，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有点想吃肉，就让婢女死娟去做了一点。越吃越想吃，越吃越饿，根本停不下来，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了。紫娟觉得民女的身子不太对，就赶紧去请了大夫来看。大夫说民女怀了身孕。王爷明鉴，民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清清白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身孕？民女只当那大夫是胡说八道的江湖骗子，将她赶了出去。可第2天醒来，民女的肚子突然变得有孕妇3月大小。我还是疯狂的想吃肉，什么都吃不下，只想吃肉，甚至是血淋淋的生肉。今日是第3天了，民女的肚子就变成这样了，民女好害怕。原来如此，原来竟是这样。女儿没有撒谎，她不是不知廉耻，她是被诡异挑中的受害者。而我这个做父亲的不仅没有相信她，不安慰她，反而怒斥她，羞辱她。我真不是个东西。莲儿，我的好女儿，是爹对不起你，是爹冤枉你了。你受了这么大惊吓，爹还要骂你，我该死，我该死啊！3日便长到如此地步，看来这魔胎吸食血肉的速度极快啊。不过万幸的是，魔胎尚未完全成型，赵小姐还有救。王爷，您的意思是莲儿她还有救？
还有救？大黄将一丝灵力注入其中，传音石的光芒骤然亮起。主人，赵知县的女儿被诡异盯上了，速来！半炷香不到的功夫，陆真真就到了。主人，这就是新上任的镇魔司陆大人。这是什么情况？肚子里根本就没有胎儿，只有一团浓郁到化不开的黑色魔气。幕后之人都这么养魔胎的，有没有一点常识？赵家小姐都没有怀孕，就把一团魔气塞进去，能养出什么魔胎？下官归安县知县赵德全叩见指挥使大人，求大人开恩，救救小女，求大人救救小女啊！大人，下官听闻大人初到归安，公务繁忙，喝备了些许诚意，不成敬意，还望大人笑纳。大黄办事就是牢靠，知道给团团挣医药费。跟着陆真真来的镇魔司力士看见这一幕，眼皮跳了跳。王爷之前再三下令，不准镇魔司人员收取1分1厘报酬，这赵知县是在找死啊！这么厚的银票，至少也有几千两吧，真足了血本。最重要的是，这位赵大人是不是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陆大人想收也不好意思收啊。没等他们心里嘀咕完，就见陆真真伸手接过那叠银票，直接塞进了腰间的袋子里。得，看来关于陆大人喜爱金银的传闻是真的。收了钱，总该办事就脸儿了吧？赵小姐，你先坐下。赵小姐不必惊慌，一瞬的事儿。小青，出来干活了。蛇，有蛇啊！别怕，它不伤人，只吃脏东西。话音未落，小青蛇盘在茶几上，对着赵莲的方向张开小嘴。随着魔气被不断吸出，前后只是短短10几个呼吸的时间，那堪比6、7个月怀胎的肚子就彻底恢复了平坦。平了，肚子真的平了，折磨了我3天的梦魇消失了。赵德全赶紧拉着他一起朝着陆真真磕头谢恩。银货两讫，不必言谢。赵大人，私事已了，现在说说公事。不知陆大人让下官办什么事情啊？赵大人，你应知晓诡异是附身在孕妇身上，所以你出一份告示，就说县衙内来了一位医术通神的妇科圣手，今日在县衙义诊，凡是怀有身孕的妇人，皆可前来免费问诊，保母子平安，仅限今日。赵德全不是蠢人，瞬间就明白了陆真真的用意。这哪里是义诊，分明是要将全县所有可能被魔气附身的孕妇全都引到县衙来，将其一网打尽。是，下官明白。来人，将告示贴出去，所有衙役全部出动，敲锣打鼓，挨家挨户的给本官通知，告诉他们，县衙请来了神医，谁家有孕妇都赶紧带来，今日免费，务必让归安县所有孕妇都到县衙。归安县东街，街坊邻里都听着，县尊大人有令，县衙请来一位妇科圣手，今日在县衙免费为孕妇问诊。再重复一遍，是免费的，仅限今日，过时不候啊！媳妇儿啊，天大的好事啊！快别打鞋底儿了，县衙来了神医，免费给孕妇看病，快点，我带你去啊！城西，免费的，走，儿媳妇儿，娘扶着你去，让神医给咱家未来的赵元郎瞧瞧，总没坏处。无数人家，男人扔下了手里的活计，女人放下了家中的琐事，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自家怀孕的妻子、儿媳、女儿，潮水般地涌向县衙。诸位乡亲，神医明日离开归安县，还请各位乡亲父老互相通知，让没有来的孕妇赶紧前来。另今日义诊人数众多，为免混乱，每家每户需抽取一根木签，以定次序。大人，为何我的木签是红色，没有数字？莫不是大人放错了？
凡是抽到红色无字之签者，请先随我入内看诊，其余暗号等候。切记，不许喧哗。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神医？怎的如此年轻？瞧着比我家闺女还小几岁，能行吗？他在木签上施展了术法，只有身有魔气的孕妇才能显现红色。陆真真快速扫过眼前的10多个孕妇，虽都被种植了魔气，但魔胎还未成型，这就是为何还未发生命案的原因。各位按照上面的数字依次进入房内看诊。孕妇一个接着一个进入耳房，陆真真施展了幻阵，让小青蛇吸食了他们体内的魔气，给他们喂了一颗丹药，让镇魔司力士送他们从另外一条路离开。因为有幻阵缘故，孕妇自然是按照陆真真设想的场景告诉众人。我跟你们说啊，别看神医的年纪小，医术是真的不错，给我吃了一颗药丸，我就神清气爽，腰不酸，腿也不胀了。就是，之前我吃不下东西，现在感觉可以吃下一头牛了。关门。大人，你们这是做什么？别装了，我知道你们是什么鬼玩意儿。我只是想让孩子活下来，有什么错？肉，我要吃人肉，孩子饿了。屋内顿时弥漫起腥臭腐烂之气。好香好香好香香，我吸，我使劲吸。一炷香过去，屋内的魔化孕妇终于被绞杀殆尽。回京城后，去天玄宗找本尊，拿适合自己修炼的功法。对了，天玄宗的宗旨在原来的宁远侯府。是，老祖。陆大人，诡异都搞定了吗？让人收拾现场，让剩余的孕妇进来吧。还要看诊？事情不是办完了吗？这里是给孕妇服用的丹药，可保母子平安的，房中有幻阵，你随便找个人坐在里面，把丹药分发给他们就行。陆大人要回京了吗？恭送陆大人。老祖，咱们这是要回京城了吗？我们应该往反方向走。陆大人，难道归安县还有诡异未除？归安县还隐藏了最大的诡异，若不清理干净，过段时间魔胎横行。还有，太好了，老祖，俺的刀早就饥渴难耐了。众人没有继续追问，紧跟在陆真真，沿着郊野小径，朝着远处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头走去。这不是送子庙吗？陈忠看着远处的庙宇自言自语，忽然想到了什么，双眸睁圆看向陆真真。若那些孕妇都是来过送子庙才怀起的，那些魔胎就是这里的诡异给种植下去的。陆大人，这本是一座无人问津的破庙，据说是有一个多年未孕的妇人，试着来求过之后，不足1月就怀上了。大家都觉得是巧合，但为了孩子，还是有不少妇人偷偷来祭拜，无一例外都怀孕了。这个消息很快就散开，逐渐变成现在的香火鼎盛的庙宇。若这石像真是诡异，种植魔胎的妇人不应该这么少啊。老祖，这里真有您说的诡异吗？我瞅着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庙啊。原来如此，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晚上再来。夜深，此时京城的街道空无一人。周清风以为只是遇到小偷，正要现身呵斥，对方一个转身，让他看清楚对方怀里赫然抱着一个孩童。偷孩子？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月光下，义庄门口的破败牌匾歪歪斜斜，那黑影在义庄前停下，紧接着从义庄的阴影里又悄然走出了3道身影。孩子都齐了吗？齐了。路上可有麻烦？没有，这些小崽子睡得跟死猪一样，哭都不哭一声。行，赶紧送上山去，别让山神大人等太急了。山神？京城附近何时出现过一尊山神？又是诡异。不说全国上下，至少京城百姓是知道镇魔司是什么。
愚昧的百姓，也不想想需要小孩的珊珊能是真的神吗？做完这一切，他跟着三人朝着城外那座云雾缭绕的山头方向走去。陆真真换上镇魔司服，一行人悄无声息地从不远处逐一现身，再次踏入了宋子庙的院落。大人，这里也太过安静了吧，连虫鸣和蛙叫都听不见。大殿内，这阵法真是精妙。出来吧。大人，小心小心！本尊还以为有多厉害呢，早知道让大皇上，他一个人就能搞定。本尊躲在庙外吃点野味多好。众人见诡异被抓住了，纷纷围了上来，看看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这鬼玩意儿是魔胎的真身。陆大人，归安县内的诡异可已经尽数肃清了。陆真真闻言缓缓摇了摇头，陈忠心头一颤。什么？还没完？归安县是捅了诡异老窝了吗？这么多诡异！你们归安县最大的麻烦根源还在这儿呢。众人顺着他的指尖望去。陆大人，这神像还有问题。来人，给我直接砸了！站住！陆大人，既然知道这个石像有问题，毁了不是一了百了吗？此像受此地香火供奉100年，已然滋生出一丝微弱的神格。神格？就是你们所想的神。这神格太过孱弱，尚未开启神智，如同一张白纸，懵懂无知。魔胎事件就是有人利用这点搞出来的。他们在石英之中种下了一缕精纯的魔气，石像有求必应，却不知自己赐予那些虔诚信徒的是魔胎。魔气自主选择适合的宿主，所以并不是所有有孕的妇人都被种植了魔胎。原来如此，这才是归安县魔胎横行的真相。我说那赵知县的女儿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一个大家闺秀，怎么会怀上魔胎？感情是与其他小姐们来过这里，让没脑子的石像误以为是来求子的，直接给了魔胎。只要她生出神智后，可护归安县百姓一方安宁。在她生出神智之前，你们得日夜叮嘱，不能让其他人再进神像闹事。是，大人。此案已了，回京。他跟之前一样，直接在庙内画了一道传送阵。刘大力等人快速走进阵内后，缓缓消失在陈忠等人面前。这是……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是什么？不过他性格就是随心所欲，既然想不起来就不想了，说不一定过2天就想起来了。王爷，不知您要留归安县几日啊？本王主人呢？陆大人他们已经回京城了。什么？回京城了？啊！我这是被抛弃了。王爷，先到下官家中歇息，明日一早下官用马车送您回京。大黄认命的点点头。当众人再次脚踏实地时，已经离开了归安县的宋子庙，回到了京城大街上。很晚了，都散了吧，各自归家。等等。张大山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的墙角下周清风留着的标志，好像是镇魔司的符印。大人，是镇魔司的符印。大黄，老祖，王爷似乎没跟我们一起回来。陆真真一拍脑门，他就说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原来是把大黄给忘记了。不知道这只傲娇狗会不会生他的气。不管了，你们追过去看看，如果有事情，直接将气注入里面，给我传音就行。是，老祖。刘哥，快给我们摸摸，沾沾仙气儿啊！是啊，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晶莹剔透的石头呢。摸一下，说不定能长修为的。给我摸一下。滚蛋！滚蛋！这可是老祖赐下的宝贝，给我们救命用的。若是你们碰坏了怎么办？行吧，都麻利点，先顺着符印去找人。事情结束，我再给你们摸。行吧，我们这么多人听见了。如果事情解决了，你不让我们把玩一下，你就死定了。你死定了！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过？行了，不逗你了，先办正事儿。众人顺着墙角的符印追寻而去。陆真真感受到灵力的波动，脚步倏然一顿。上界的人，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遇见。本尊倒是要看看，是谁在背地里搅动风云。那道光的速度陡然加快，直奔皇宫别院。一息不到，他已经站在别院大门前。不知陆大人深夜来皇家别院有何要事啊？我追的诡异躲进了里面。大人开不得玩笑，圣上当年还是镇魔司指挥使的时候，给仙人请皇家别院施了阵法，诡异进不来的。既然你们不信我，我这就离开。若让那鬼物伤了南蛮公主，这个责任你们担着就行。大人说的是，我等有眼无珠，还请大人速速入内排查，务必护得南蛮长公主周全呐。陆真真见两人同意后，快速踏入皇家别院。你守着，我去报告给统领。别院内，陆真真停下脚步，缓缓闭上了双眼。让本尊好好瞧瞧。他的神识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瞬间笼罩了整个皇家别院。哼，有意思。人呢？为何此处无人？怎么人不在？把木牌留在这儿。一道亮光从木牌中射出，在半空中形成一个光球。光球中出现一些景象，逐渐清晰。画面里，一只通体雪白的猛虎朝着巴图扑了过去。巴图的一条手臂瞬间被撕裂，鲜血喷涌而出。这是天玄宗御兽老祖的大白，难道御兽老祖果真的还活着？逍遥王，该死！他猛地一甩袖，发现有人在他身后。谁？不知何时，竟伫立着一道庞大如小山般的白色身影。那是一头通体雪白的巨虎。他终于明白了，整个北荒似乎都被人杀了，木牌却没被丢掉。看来逍遥王知晓木牌的作用。没有御兽老祖在，就凭你区区一头畜生，能奈我何？哼，没有灵力的神兽，也只是一只普通老虎。一人一虎，初次交锋竟是平分秋色。这样的动静很快引来镇守在此处的御林军。不会吧，真的有诡异啊！统领，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啊？走。统领，闭嘴！我等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放心，镇魔司陆大人也在别院之中。若我没猜错，这动静应该就是陆大人闹出来的。赶到现场时，众人看见庭院一片狼藉，就连院墙都被轰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你们都回去吧。御林军统领李潇见过陆大人。陆大人，可有我们需要帮忙的？这诡异逃不出这个院子的，你们该干嘛干嘛去。李潇挥了挥手，带着属下离开了小院。欺负大白没灵力，还敢伤他，我看你是活腻了。陆真真朝着那黑袍人丢了一张符篆，定。黑袍男人本想乘胜追击，杀了这只白虎，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仿佛一尊瞬间凝固的雕塑，连眼珠都无法转动分毫。定神咒，谁出来？别跟阴沟里的老鼠似的躲躲藏藏。很快，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迈着从容的步子，缓缓走到他面前。御兽老祖？不可能！御兽老祖不是已经被四大宗门暗杀了吗？正因为他死了，四大宗门才会联合10多个中小宗门灭了天玄宗。哦，你竟然认得我？御兽老祖没死啊！这不是上界天书门的执法长老周通吗？看来你们天书门真没人了呀，居然会派你这个老东西来下界。老东西，你
你是玉圣老祖又如何？天玄宗被灭，升仙之路被毁，你只配在下界苟延残喘的活着。周通用言语刺激着陆真真，想要看看上界第一天就要失去宗门的痛苦表情，但对方依然是那副万年不变的淡漠表情，嘴角甚至漾开了一抹极淡的近乎嘲弄的笑意。这人没心吗？天玄宗都被灭了，他居然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若不是玄清将小元宝送下来，这话定能让本尊动怒。这老登等着看本尊笑话，老头子坏得很。你确定天玄宗被灭了，而不是你们攻打天玄宗，出动护宗大阵，让天玄宗消失了？看来本尊猜对了呀。这么说，你们四大宗门费尽心机，联合了那么多乌合之众，围剿天玄宗，死了那么多人，结果连根毛都没捞着。看你这样，应该是本尊又猜对了。本尊真棒。你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不是你们自己把脸凑过来丢的吗？更何况天玄宗的天才地宝也是你们配觊觎的。说吧，你们来下界做什么？为何要毁了飞升路？别说本尊没给你机会，你应该知道不答会乱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周通紧抿着嘴角，一时半会儿他不知道应该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说。看来本尊的威名已经没有什么震撼力了呀。我说，我什么都说。贱骨头，非要吃了苦头才肯说？还是说这是反派人物必走的流程？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人说他是贪生怕死，搞不懂这脑回路。早这样不就好了，非要吃点苦头。当年你们天玄宗消失后，四大宗门几乎动用了所有力量，几乎翻遍了整个上界，都没有发现丝毫的踪迹。有人就猜测，天玄宗那惊世骇俗的护宗大阵，并非是防御阵法，而是一个超远距离的传送阵，硬是躲到了四大宗门找不到的地方。这老登死到临头都还想踏本尊的话，不是一般的勇啊。所以你们猜测天玄宗没有在上界，所以就毁了飞升路。是四大宗门怀疑天玄宗是躲到了下界，毕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会想到上界最强的天玄宗会屈尊降贵的去往一个灵气稀薄的蛮荒之地呀？毁掉飞升通道，就是为了断了你们的后路，把他们彻底困死在下界。如此一来，就算天玄宗日后想报仇，也永远回不了上界。下界灵力稀薄，无法快速修炼，等过几百年，四大宗门就会再次灭了天玄宗。关门打狗，好一个关门打狗！你们的算盘打得可真响啊！四大宗门太过强势，若天书门不按照他们的话做，也会被灭门的呀！还请玉手老祖饶过我。你到下界是来找天玄宗的下落的？是也不是，找天玄宗是其一，其二是为了下界独一无二的修炼资源。哦，说来听听。是逍遥宗无意中发现，下界的国运之力能淬炼神魂，稳固道心，甚至能绕过天道法则，助人突破瓶颈。逆道门可是四大宗门的杰作啊！逆道门？逆道门是什么？这么难听的名字，定是魔宗。这老登没有说谎，
还真不知道逆道门是4大宗门找着其他宗门的人做的，还是除4大宗门以外的人干的？我没有与下界的宗门有联系，我如今的身份是北荒国的国师。北荒国运没有大赵国稳定啊，是个趁乱偷国运的好地方。先偷取北荒国国运，借2国战争，趁大昭国运动荡之时坐收渔翁之利。算盘珠子都快崩本尊脸上了。田一蝶不是在龙吟关吗？若北荒有了周通这个上界修士相助，龙吟关恐怕受不住了。所以北荒死磕大招是你的手笔？不是我，这是北荒国主的意思，我只是没有反对而已呀。只要你放了我回去劝说北荒国主撤兵。让北荒撤兵这点小事儿，没必要麻烦你这位长老。话音落下的瞬间，周通的瞳孔猛地收缩，真正的魂飞魄散。陆真真转身看向匍匐在地舔舐伤口的巨型大猫。这是什么味道啊？好熟悉啊！张嘴。陆真真将手中的丹药丢进白虎的大嘴里。大白，人类，你叫虎？咦，你怎么能听懂虎的话？大白哥哥，你是姐姐的契约神兽，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的神魂受损，失忆了而已。你是我的主人吗？只要回到上界，你的神魂就能得到滋养，很快就能恢复记忆的。好了，先跟我回镇国公府。同时，京城郊外，快跟上！府印的光越来越亮了，应该就在附近。很快发现躲藏在灌木丛中的周清风。人在这里，是周大人。不远处的空地上有4个为火而坐的人。刘大力等人此时才看清，离4人不远处的大树下阴影下有4个约摸5、6岁的孩子。哭什么哭？再哭就杀了你们！早这样听话，不就少受些皮肉之苦了吗？时候不早了，该上路了，不能误了山神大人的正事。周大人，我记得这个方向有个山洞，有不少百姓说里面住着山神，不可轻易去得罪。哪有什么山神，只是披着皮的诡异而已。跟上去看一看。妈的，这是什么鬼地方？什么声音？可能是老鼠吧，这个破地方根本就没有人来。不少人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山神大人，更是不会靠近的，别自己吓唬自己。周大人，我们脚下踩着的应该是孩子的尸骨。这群畜生难道就没有脑子吗？哪有什么山神仙府，不过是以幼儿为食的魔窟。走。这条路竟是由无数幼儿的骸骨铺就而成。众人心中的怒火已经压过了恐惧。山神大人，新鲜的祭品到了。这几个人是不是瞎眼了？这么恶心的玩意儿也能被称之为山神，简直就是侮辱神。大哥，还是山神大人出手阔绰，我们之前卖的娃子充其量才10几两，发财了，发财了！行了，赶紧走。被称为大哥的男人将金子平分给3人，急匆匆离开了。刚走到拐角处，就被周清风等人给捂着嘴拿下。区区金银就能让你们做出此等恶事？看着劈成2半的肉泥，将诡异收干净，清理现场，带人回镇摩斯。是，大人。蠕动声在安静的山洞里格外清晰，声音很快吸引了周清风的注意。我靠，这玩意儿杀不死啊！不管怎么杀，都会回到本体的。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肉泥人，周清风暗叫不好。张大山提醒道：刘大力，传音石，你想什么呢？快摇人啊！只要老祖来了，这些玩意儿都是菜鸡。对，快让老祖来救命啊！按照陆真真的说法，将气注入其中。怎么了？老祖，救命啊！我们在京郊的一个山洞里遇上一个打不死的诡异，周大人一刀把他劈成了2半，
他居然分裂成了无数个小人，砍死了又活，活了又分裂，没完没了。知道了。啊，老祖，老祖！他们四周的空气陡然泛起一阵水波般的涟漪。陆真真携着一头威风凛凛的雪白巨虎，忽然出现在身后。老祖，老祖，就是他们，他们欺负我们，怎么砍都砍不死，还越砍越多，太欺负人了。太丢人了，镇魔司的脸都被刘大力这厮给丢尽了。这便是陆大人的真正实力吗？撕裂空间，瞬息而至。陆真真的目光越过刘大力，落在了那片由无数扭曲婴孩脸庞组成的肉泥大军上。由无数夭折婴孩的怨气、污秽血肉和魔气融合而成的聚合体吗？确实棘手，物理攻击几乎无效，只会加速它的分裂和再生。不过这场面真够恶心的。下一刻，陆真真缓缓抬起了右手，一柄通体晶莹剔透，仿佛由万年玄冰雕琢而成的长剑悄然出现在他的手中。他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对着那片汹涌而来的肉泥人海随意地向前一剑斩出，将他们一个个封印成了栩栩如生的冰雕。周清风瞳孔骤缩，一剑之威竟至于斯，这已经超出了他对武学的认知，这就是仙人之术。不行了，不行了，本尊是老祖，不是老妈子。这些弟子得尽快成长起来，都回去歇息吧，明日一早先回宗门。是，老祖。周大人，明日你也一起来。哈哈，明日进了宗门就有功法了。我们真的能修仙了？翌日，哼，从今日起，这里就是本尊的地盘了。虽然现在宗门只是最初形态，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宁远侯府就这样真的变成了天玄宗？虽然宁远侯府的人几乎死绝了，但宁远侯夫人还在世啊，她愿意啊。陆远侯的夫人是陆大人的大姐，有什么不愿意的？对，我看就是宁远侯夫人主动将宅院给陆大人的。闭嘴！还愣着做什么？进来。当他们一脚踏过那高高的门槛时，所有人都再次僵在了原地。这一步踏入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怎么一回事？好神奇啊！这气息难道是灵气？聚灵阵也就这样了，下界的灵气实在是太少了。虽然本尊可以开辟一方小世界，但这些弟子实力太弱，到齐了就找个地方盘膝而坐。众人如梦初醒，连忙收敛心神，不敢有丝毫怠慢。土属性灵根，根骨厚重，心性憨厚，倒是块修炼防御功法的好材料。火属性灵根，性如烈火，为人真诚，就是暴躁易怒，赤焰霸体诀简单粗暴，正适合这种头脑简单的莽夫。陆真真走到周清风面前，他记得他是天生的混沌体，直接给他传授了一部最强功法不死吞天诀。其他人陆真真都传授适合他们的功法。你们自行参悟，3个时辰内谁能突破第1层的，跟随本尊去龙阴关。大白，你看着他们一点，我先回镇国公府。暖阁内隐隐传来温馨的低语，田姨娘亲和弟弟宁静美好的画面可真养眼。你这个孩子回来了，怎么不叫人通报一声？可用过早膳了？二姐，这便宜弟弟胆子比兔子还小，看见本尊就脸红。真真呐，镇魔司有这么忙吗？可有累着了？要不然让你大哥跟皇上说说，让你辞官吧，如何？一个女孩子待在镇魔司不合适，我们镇国公府养得起你的。母亲不用担心，先帝还有残党，我在镇魔司1天，他们会收敛一些。等皇上坐稳了，
我再辞官也不迟。若辞官了，本尊还怎么名正言顺的招收天玄宗弟子？母亲，今日回来是有事与你说。这便宜娘亲日日思念那远在边关的便宜爹，眼底的乌青都快遮不住了。何事啊？稍后我会带人去一趟龙吟关。龙吟关？那地方兵荒马乱的，你去那做什么？太危险了。京城出现的诡异和北荒有关，必须去，否则龙吟关会失守。趁这个机会，我准备带上您和弟妹们一起过去，与父亲小聚几日。真，你说的可是真的？我们当真可以去龙吟关见你父亲？自然是真的，我会护你们周全。皇上那边更无需担心，我已经告知过他，他同意了。好，太好了！好孩子，我的好真真。廖嬷嬷，快去通知大小姐、三小姐，让他们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简单收拾一下贴身衣物即可，庞大都不必带了。还有，我亲自去小厨房盯着，做几样国公爷最爱吃的芙蓉糕和千层酥，用食盒装好，我们带去给国公爷。是，老奴这就去。闺房内，我成功了，我真的能御风了。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二姐果然没有骗我，这世上真的有仙法。小姐，廖嬷嬷来了。给三小姐请安。嬷嬷怎么来了？快请起。可是母亲有什么吩咐？三小姐，大喜事啊！夫人有令，命您即刻放下手中所有事，简单收拾些贴身衣物。收拾衣物？这是要去哪儿？回二小姐，前往龙吟关探望国公爷。见他呆愣在原地，廖嬷嬷又重复了一遍，脸上的笑容无比真切。三小姐，您没听错，您快让春芽收拾吧，莫要耽搁了二小姐的行程。春芽，你听到了吗？我们要去龙吟关了，我要去见爹爹了。听到了，小姐，奴婢这就去收拾。快去！大姐，我们要见爹爹了。苏宁烟想到小妹5岁生辰那日，父亲出征至今都未归，算时间快10年未见了。之后小妹很少提起父亲，原以为他还小不记得了，没想到小妹是如此思念父亲的。好了，哭成小花猫就不漂亮了。你也不想让父亲觉得小妹不漂亮吧？另一边的陆真真跟秦氏告辞后，再一次回到天玄宗。他们若在3个时辰内都无法突破第1层，只能给他们用丹药了。只是用灵药养出来的弟子根基不稳啊。一股阴冷霸道，仿佛能吞噬万物的恐怖气息猛地从周清风的体内爆发开来。不愧是混沌体，悟性不错。多谢宗主赐法。叫本尊老祖就行，你们宗主叫玄清。陆真真见周清风误会，赶紧说明，他可不喜欢当什么宗主。等杀回上界，由玄清坐镇宗内，他带弟子灭4大宗门，抢夺资源不香吗？还行，有4人突破，不算给天玄宗丢脸。除周清风4人突破弟子留下，其余人即刻返回镇魔寺当值，勤加修炼，不得懈怠。这几日本尊和周清风都不在，若有棘手的案件，可直接上奏皇上。是，老祖。大哥，你怎么回来了？今日不是该在大理寺当值吗？早朝完毕之后，陛下唤我去了御书房，让我回家休息几日。我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了陛下，竟要罢我的职。大哥，不用担心。是因为真真姐要带我们全家去龙吟关看父亲，所以陛下给你放了几日假。我已经让人给你收拾好了包袱了，是真真跟陛下提的，你放心，不是要罢你的职。
去龙吟关，为何突然要去？珍珍说京城出现了诡异，与北荒有关，所以他担心龙吟关守不住，顺便让我们一家老小聚几日。等了一炷香，陆珍珍带着周清风等人回了镇国公府。珍珍，我可以摸摸他吗？我觉得他十分亲切。哎呀，忘了这茬了。当初三皇子血洗宁远侯府时，为了救这个丫头，本尊随手给了大白的木雕，没想到他还记着。珍珍姐，我也想摸。行李都收拾好了，那就出发。陆珍珍在前院空地画出一道传送阵，示意众人进入其中。这次除了苏家人和周清风4人，还带了廖嬷嬷、春桃、春芽3人。怎么突然这么冷？这里就是龙吟关。这地方比本尊想的还破败，便宜爹在这儿守着，身体能好吗？看来得给便宜爹一点丹药，否则熬不住几年就嘎了。既然奉命来此，便先去县衙，走吧。哎，你们是谁啊？通知知县，郑摩斯奉旨前来。下官是龙吟关县丞周淼，见过几位大人。你们知县呢？回各位大人，前知县携款私逃，被大将军斩杀，由卑职暂代县令一职。将军的800里加急求援信是昨夜子时才送出关的，此地距京城足有数千里之遥，便是最好的宝马神驹，不眠不休也要跑上大半个月呀。这群人怎么这么快就到达龙吟关？还请大人再将令牌给下官查看。下官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是指挥使大人亲临，还请大人恕罪。都起来吧，职责所在，何罪之有？以大昭国和北荒的局势，周大人谨慎点好。启禀大人，龙吟关乃军事要塞，战时有铁律，凡无官职文书的女眷入关，都需暂时看管起来，以防北荒细作。这小县城不是一般的头铁，就不怕本尊杀了他？这样的人，对于大昭来说是个不错的人才。回去跟萧莹说说，他们是苏国公的家眷，奉陛下口谕，特许他们随本使前来，与苏国公小筑团聚。他们是苏大将军的家眷，我刚才居然要把将军的夫人和小姐们当成细作给看管起来，下官该死，下官该死啊！不知是苏大将军的家眷到此多有冒犯，求夫人小姐恕罪，求指挥使大人恕罪呀！即便如此，再来一次他还是要盘问的，毕竟龙吟关重要的多，只是会换种方式盘问。周县丞快快请起，不知者无罪。周大人帮忙带个路，我们要见苏国公。是。苏大将军昨晚手书一封，命人800里加急送往京城。谁能想到，信使前脚刚走，大人您后脚就到了。大人真是神通广大，是我大昭之福啊！各位大人，苏大将军如今在前面不远处的将军府。战事吃紧，将军为何不在军营？你们没有收到苏大将军的书信？出了点意外。出了何事？北荒攻占龙吟关数年都攻不下，所以前几日北荒派出刺客潜入关内，刺杀行刺苏大将军。老爷受伤了。秦氏只觉眼前一黑，身子晃了晃，险些栽倒在地。母亲，我爹爹他怎么样了？夫人和小姐莫急，苏大将军无事，是欧阳将军替他挡下了那致命的一刀。欧阳将军伤势如何？
军医们都束手无策呀。据说刺客的兵刃上淬了剧毒，却又不是寻常的毒，伤口无法愈合，反而不断有丝丝缕缕的黑气溢出，腐蚀着欧阳将军的生机。军医说那伤口是被魔气侵染，只有镇魔司的破魔丹可化解。魔气，这2个字一出，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不出本尊所料，北荒这群蛮子背后果真有人啊！天书门那群老古董，自诩正道魁首，眼高于顶，即便要窃取北荒国运，也不会与魔族或邪修同流合污。这么说，北荒内还藏着一股不为人知的势力，越来越有意思了。前面就是将军府，各位大人这边请。烦请通报苏大将军，京中贵人已至，奉圣命前来探望。稍等，小弟不用紧张，你是爹爹的亲生孩子，他会很喜欢你的。哎，古代的异地恋也太苦了，还是军婚，一别就是10几年，先皇又是个不做人的。反正发展天玄宗，需要在大昭国各个要塞安置传送阵，龙吟关本来也要弄的，以后便宜爹可以每天回家吃饭了。湘云都同意了，怕啥？众人听见这话，相互看了一眼，眼里的激动和喜悦之色挡都挡不住。就在这时，一阵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夫人，夫君，父亲。哎呀，你们怎么都来了？哭了许久，秦氏的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新皇体恤，准许我们来龙吟关小住几日。出了暗杀这么大的事，为何要瞒着我们？嗨，我没事儿，一点小事儿不值一提呀。夫君，快来！这是周儿，我们的幺儿，他长大了，是不是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好小子，长得比爹俊。苏南州眼圈微微泛红，喉头哽咽。接着秦氏拉着他走到穿着一身镇魔司服的陆真真面前，神情变得无比郑重。夫君，这位是真真，陆真真，我们苏家的2小姐。这位就是屡次帮助苏家渡过难关的陆真真。真真呐，我是爹爹。陆真真没有回应，只是对着他轻轻颔首。本尊可以叫娘，绝不能叫爹，除了天道爸爸，只能其他人喊本尊爹。听见这孩子的心声，居然是真的。不过既然孩子不愿意叫，那就不叫吧，也改变不了他是苏家人的事实。哎呀，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诸位里面请。老爷，夫人得知要来看你，特意让小厨房做了你最爱的吃的，备足了料。老爷，你快尝尝，看是不是当年的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好吃，好吃啊！这老爹看着5大3粗，没想到还是个铁汉柔情的恋爱脑。这个二女儿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夫人呐，你们一路奔波，先去休息。为夫与几位大人还有军中要事相商，你带夫人和少爷小姐们去后院休息。是，将军。大儿子的书信中提到，陆真真是镇魔司指挥使，他身上应该有破魔丹的吧？真真呐，你身上可有破魔丹？破魔丹，周清风、刘大力3人闻言，瞳孔骤然收缩，齐齐倒吸一口凉气。战场上已经被诡异渗透如此了吗？若再不能去除魔气，欧阳将军可能撑不住几天呢。带我去见见伤者。好，请诸位随我来。将军，将军，
这魔气比在经常遇到的魔气还要浓郁几分，黑乎乎黏糊糊，真够恶心的。这伤势跟当年圣上的伤势一模一样，破魔丹都无用。看来穆浩之人是下了死手，若不是这老头功力深厚，恐怕早嘎了。即便如此，这身体已经油尽灯枯，也撑不过3个时辰。就在这绝望的氛围中，陆真真却缓步走到了床边。蛇，他这是要做什么？胡闹，简直是胡闹！欧阳将军已是弥留之际，岂能容你如此亵渎？刘大力和张大山伸手拦住对方的去路。什么意思？想跟我们打？众人见状纷纷上前与两人对峙，有的已经抽出腰间佩刀。行了，都给我把刀收起来，再闹者军法处置。如果欧阳将军有任何闪失，我要你们镇魔司偿命。你们欧阳将军本就没几个时辰好活了，你敢咒欧阳将军？我家老祖好心救你们欧阳将军，你们竟敢质疑？只见小青蛇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张开嘴就要将欧阳府伤口处的魔气吸入腹中。姐姐，味道没有京城的好吃，但能量比京城的足，应该是跟京城不是一伙的。这里养的魔气感觉就像是没放盐的菜。魔气是没了，可是欧阳将军他……陆真真似乎没有感受到房里的气氛，素手一翻，掌心凭空出现了一枚龙眼大小、通体银白、散发着淡淡清香的丹药。他捏开欧阳府的下颌，直接将丹药塞入他口中。欧阳府胸口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竟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谢大人的神药，谢大人救欧阳将军一命，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他体内亏空甚巨，别人多准备些大补气血的汤药食物，好生调养，不出7日便可痊愈如初。是。女儿啊，你们一路舟车劳顿，又出手救了欧阳将军，我已命人备下酒菜，你们先休息，一会儿一起用膳。他领着陆真真一行人出了欧阳府的院落，朝着另外一处僻静的院子走去。一声惊天动地的兽吼由远至近，声浪滚滚。怎么回事？苏啸天面色一变，不等有人来报，就看见一只巨大的白虎从远处朝着他们狂奔过来。你们赶紧走，我来挡住他！快走，往后院跑，别管我！苏家人品性还是真是不错的。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苏啸天保持着防御的姿势，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怎么回事？这畜生怎么停下了？别紧张，他不咬人。真真呢？这……过了许久，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干涩地问道：真真，这只北荒虎王是你养的？他是北荒送给新帝的登基礼，新帝就给我了。大白，我让你去查探北荒军营，可有结果？主人，根据北荒主帐附近的老鼠说，有一小撮人的确怪怪的，这些人整天都在营帐中站着，一动不动，连饭都不吃。主人，我身体巨大，没办法潜入进去。他拍拍大白的脑袋，示意他待在这里，自己起身出屋，径直朝着苏宁烟和苏宁熙所在的院落走去。真真姐，你怎么来了？我来借个东西。真真，你找什么？人，放开鼠！勋宝，你怎么跟着一起来了？人，鼠要吃好吃的。你今晚去一趟北荒军营查些事，回来给你3颗，怎么样？不，鼠要5颗。行，若完成的好，给你10颗。不多时，下人前来通传，晚膳已备好。夜色降临，星空点点，星月悄然爬上枝头。北荒军营
灯火通明，戒备森严。外来乡的兄弟有何贵干？打听个事，在这军营里有没有不吃不喝也不动的两脚兽？有，一开始只有少数的两脚兽，这2天变多了。还有主帐旁边那个最小的帐篷里住着一个怪人。怪人？什么样的怪人？不知道，没进去过，一靠近就觉得很危险。寻宝见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了，跟他们分开后，悄然潜入了军营深处。他先去看了看一动不动的两脚兽，发现还不少。这些人在营帐里肩挨着肩站着，站得笔直，双眸紧闭，看似像睡着了。但寻宝发现这些两脚兽没有呼吸。真的好奇怪哦，这个消息太重要了，必须马上告诉人。这货太要命了，必须得加到20颗啊！太下属了！跑，快跑，离那个鬼地方越远越好。月光下，就在他身后不到10丈的地方，一个身穿北荒军服的人正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追着他。救命啊！扎实的追上来了，这货一点也不好看，20颗弹丸也不要了，说要回家。看那什么，后边还跟着个人，跑得好快啊！不对劲儿，那人的姿势怎么那么奇怪啊？寻宝一进城，刚想松一口气，那股如影随形的死亡气息却再次将他笼罩。怪物，是怪物啊！快拉响警报！他怎么进来了？城墙为什么拦不住他？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啊？寻宝，你回来了，怎么害怕成这个样子？哼，这小东西出去一趟怎么吓成这副怂样？他刚想开口调侃2句，一股浓郁的混杂着腐朽与血腥的死气就猛地从门外涌了进来。守在院外的大白发出一声低吼，白虎巨大的身体挡住了房门，不让对方靠近里面，做出攻击姿态，低吼着让他不要靠近。这个鬼东西是跟着鼠来的，人，这次不给鼠20颗好吃的，下次就别找鼠干活了。太可怕了，吓死鼠了！贼子，苏小天在此，休得伤及无辜。是个好父亲。保护将军，保护小姐。不过是一个小小诡异，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都让开，我来。发生什么了？他怎么自己倒了？我的刀还没砍到吗？难道我是难得一见的修炼天才？这刀看似未中，实则刀气已出，隔空就震杀了这只诡异。对，一定是这样的。想不到我的刀气竟已经强悍如斯，大姐也真是调皮，都不说一声，吓住了所有人。陆真真看见一股白雾从死尸体内飞出来，钻进了苏宁烟胸口上的玉牌中。应是大姐担心寻宝，所以让白雾跟着去保护。白雾觉得这些尸体有古怪，所以附身在一个死尸身上将其带回。就在刘大力洋洋得意，众人心神稍定之际，庭院的死寂被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再次撕裂。那声音像是干枯的朽木被硬生生折断。所有人的目光如同被无形的线牵引，猛地转回到了那具倒地的死尸身上。只见那尸体竟以一种违背常理的姿态，缓缓地一节一节地扭动着脖颈。哟，有意思了，对方给活尸身上下达了指令，目标非常明确，这是铁了心要除掉苏啸天啊。他又动了！保护将军，孽障！你刘爷爷在此还敢猖狂！刚才让你侥幸倒地，这次我必将你碎尸万段！呵呵，不过如此。大白，瞧你把这孩子吓的。不过也好，才刚刚踏入修炼就如此自满。
得让他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谷外有王了。来人呐，将这尸体运至城外3里坡，以烈火焚烧，务必使其化为飞灰，不得有误。是。传我将令，刺客遗珠，全城解除警戒，恢复宵禁即可，安抚百姓，切勿引起恐慌。遵命。次日，春芽，我们走。小姐，您这是要去做什么呀？这里是边关，随时都要打仗的，很危险。夫人让您在府里好好待着。你别管，跟着我就是了。他总不能告诉春芽自己眼馋大姐有寻宝，二姐有大白虎和小青蛇吧？努力找找，说不定能找到自己喜欢又适合自己的灵宠呢。两人刚走到府外不远的巷口，他就看见一只瘦骨嶙峋的流浪猫，正警惕地在墙角翻找着什么。小猫咪，你饿不饿？想不想吃？要不要跟我回家？我天天给你小鱼干吃哦，真的给你吃啊！四爪并用，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巷子深处，仿佛后面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啊，怎么跑了呀？奇了怪了，这猫怎么跟见了鬼似的？苏宁熙不信邪，又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条瘸了腿的流浪狗正有气无力地趴在树荫下。狗狗，你看这是什么？香不香？你愿意做我的小伙伴吗？我府里可大了，你可以随便跑随便吃。可就在他看清苏宁熙的瞬间，仿佛看见拐卖小孩的人贩子。他发出了低吼声，拖着那条伤腿连滚带爬地走了，速度竟比那只猫还要快上几分。我身上也没有奇怪的味道啊，难道我长得很可怕？就在这时，一只灰溜溜的老鼠吱的一声从墙角飞快地窜过。那边的鼠兄请留步，我看你骨骼清奇，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我将军府当宠物，包吃包住还有月钱拿。他回头用那双黑豆小眼惊恐地望了苏宁熙一眼，一溜烟的不见了。春芽，我是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身了？我这傻妹妹哟，真是可爱到家了。你已修炼，身上有灵气，对妖邪有天然的震慑。这些凡间的小生灵，灵觉敏锐，在你面前就如同凡人见了神奇，不吓得屁滚尿流才怪了。若想要灵宠，得找与自己契合的才行，不是任何动物都可以的。苏宁熙听见陆真真的心声，就知道她在附近。他一抬眼就看见陆真真正在斜对面的茶楼2楼，他重重地跺了跺脚，头也不回地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小姐，咱们这是去哪儿啊？不找灵宠了吗？不找了，今天什么都不找了，回府。我这傻妹妹也不瞧瞧自己修的什么功法。苏三小姐也能修炼？她是变异风灵根，天生便与风元素亲近，身上散发的气息对那些惯于在地上跑的走兽有着天然的排斥与威压。她只能找翱翔9天的宠物，譬如阴隼之流。原来如此，怪不得那些小动物看见苏三小姐之后就跟见了鬼一样。闲话说完了，现在该谈正事了。北荒正在用禁术制造昨晚那种活尸，等活尸军团制造完毕，定会攻打龙阴关。这些活尸都是战场上刚死不久的北荒士兵所炼，没有痛觉，不知疲倦，不畏生死，力大无穷。只要头颅尚在，就会不断攻击敌人，而且寻常刀剑根本无法对其造成致命伤害。老祖，这种怪物普通人根本就抵挡不了，我们龙阴关的将士们寻常的血肉之躯，对上那种刀剑难伤的东西，岂不是白白送死？这仗又怎么打呀？不用着急，这事儿很容易解决。老祖，您的意思是？我为何带你们来龙阴关？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的吗？对呀，老祖向来神机妙算，肯定有招的。行了，
都吃吧，等吃饱后，我们直接去北荒军营，趁他们羽翼未丰，将这威胁扼杀在摇篮里。主动出击！老祖，您的意思是，我们几个人去闯北荒的军营？没错。怎么，你们怕了？怕他奶奶个腿儿！吃饱了，好多杀一个北荒士兵。干了！身为天玄宗的弟子，老祖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回上界，天玄宗可是要去灭了其他宗的。若不现在培养性子，他可不要拖后腿的弟子。半个时辰后，北荒军营以西5里外。这是破魔针，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活尸。他将银针分发给众人，每个人都分到一大把，具体多少他也没数。有人在活尸的头颅里被种下了一枚由魔气凝聚而成的咒术，这种咒术停留在活尸体内时间越长，就能让他们从提线木偶诡异姿势变得与常人无异。这也是他们没有立刻攻打龙吟关的原因。即便如此，头颅中的咒语也是他们的命门所在。你们的任务就是用这破魔针刺入他们的后脑，直接捣毁咒术。这是本尊自制的隐身符，此符不但可以遮掩身形，也能隔绝你们的气息，但只有半个时辰的效用。记住，只有半个时辰。时间一到，无论你们是否完成任务，都必须立刻撤离。听明白了吗？他们紧紧攥着手中的破魔针与隐身符，用力地点了点头。行动，本尊在这里等你们。营地内，北荒士兵三三两两站着聊天。听说了吗？军师大人这些天不眠不休地练了不少不死人。哼，早就听说了，那些东西刀砍不死，箭射不穿，简直就是天神下凡。何止啊！我亲眼看见上次军师大人让3个不死人和10多个奴隶比试，一个被腰斩的不死人上半身还能在地上爬呢，把一个叛逃的奴隶活活给咬死了，那场面，哎呦，太他娘过瘾了。另一边，唐一则贴着一座营帐的阴影，听到了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消息。万义将军已经下令了，再等3日，等那些不是人就彻底没了僵硬之态，与常人无异之时，就是我们踏平龙吟关之日。到时候，那个什么狗屁龙吟关守将苏啸天，老子要亲手拧下他的脑袋当夜壶。哈哈哈哈！好，攻破龙吟关，里面的女人和财宝，咱们兄弟几个先挑。3日后攻打龙吟关，3日后攻打龙吟关，必须尽快找到那些活尸。周清风快速离开军营，回到陆真真所在的位置。老祖，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呀。不是，先等他们几人回来。很快，唐姨和刘大力陆续回来了，并且带来了听到的消息。既然3日后他们才攻打龙吟关，我们晚上再来一次。老子就不相信他们造活尸的速度有比我们灭的快。张大山呢？半个时辰已过，隐身符早就失效了。那小子莫不是贪功冒进，被那群不人不鬼的东西给发现了吧？张大山平日里不是一个不知分寸的人，恐怕是遇到了什么变故。变故？能有什么变故？肯定是出事了。别瞎猜，我们还是问问老祖吧。陆真真闭上双眼，浩瀚如海的神识如一张巨大渔网，瞬间铺开，笼罩了方圆10里的北荒大营。军营深处，一个巨大的玄铁囚笼矗立在空地上，囚笼之内竟关押着数十名身穿大昭国制式铠甲的士兵，而在那巨大的玄铁锁前，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蹲着。这憨货当这是普通的锁呢，那可是被人用术法加持过的玄铁囚笼，否则4周怎会没有守卫？撬到明年也打不开这锁。半个时辰已到，隐身符失效了。什么人？你们猜对了，张大山的确被抓了。他娘的，
北荒杂种。老祖，只要你下令，弟子立刻去把他们打赢，给烧成灰。你这点修为，能一下子将整个北荒军营烧成灰？你这点小火苗，是想把整个北荒大军都引过来，给我们几个收尸吗？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山他们被宰吧？放心，本尊算过他的命，他不是个短命的。至于张大山会不会断胳膊断腿的，他这个半吊子是真算不出来。反正他有丹药，只要没咽气就行，所以也没啥好担心的了。现在北荒人的注意力肯定是在张大山身上，都很想知道他为何会凭空出现在这里。有了张大山做诱饵，你们干活应该更轻松了。北荒大营，中军主帐。拓跋将军，我们抓住了大昭国派来的探子。如何抓住的？那个人是凭空出现的，就在奴隶笼旁边，想要撬锁救人。拓跋将军，这次就来了一个人，已经被兄弟们抓住，扔进笼子里面关起来了。一个人？是一个人。凭空出现，呵呵，倒是有几分意思。军师呢？军师大人还在制造不死军，让我们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去叨扰他。拓跋雄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朝着关押大昭士兵的铁笼走去。小山，想想，大哥，真是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在智摩寺当差吗？怎么会来龙阴关，还被这帮北荒狗给抓了？哥，你功夫好，找机会逃出去。张小山突然发现自己身上不疼了，他扭动两下，发现自己的右腿也能动弹了，整个人除了饿得头昏眼花，其他地方真的不疼了。嘘，不要出声。哥哥是天玄宗的弟子，给你吃的是老祖的丹药。有趣，当真是有趣呀！这大昭来的探子居然没穿大昭军营里的制式铠甲，这衣服也有点印象啊。镇魔司，呵呵，是大昭国专门与魑魅魍魉打交道的风口。据说你们大昭国境内出了不少诡异，只能说你们大昭国气数已尽呐。瞧瞧我们北荒，从未出现过一只诡异，连老天爷都认为北荒才是这下界之主，龙阴关迟早都会破的。据说你们镇魔司的人个个身怀绝技，斩妖除魔，从不手软。而我这不死军亦是不死不灭，无痛无惧。本将军倒是想看看，是你们镇魔司的刀快呀，还是我这不死军的骨头硬？来人，开笼！两名亲兵立刻上前，用一把巨大的钥匙打开了囚笼沉重的铁锁。你，还有你！拓跋雄转身，随意地指向笼中几名面如死灰的大昭国士卒。拓跋将军这是要做什么？看样子是要拿这几个大昭士兵跟不死军对战。我像是镇魔司的，有好戏看了。我北荒的狼崽子们，大战在即，士气不可不振。今日本将军便开一场赌局，为大家助助兴。哇！将军威武！震天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隐身的三人见这一幕，都想冲上去杀了拓跋雄。刘大力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大步冲到拓跋雄面前就要动手，一股强大的能量将他弹开，重重砸在地上。你脑子想什么呢？老祖没让你动手，肯定是有他的考量和顾虑，还好没有打草惊蛇。刘大力瘪了瘪嘴，他哪知道这个北荒人身上有股神秘力量护着。赶紧动手吧！听北荒士兵说，那个军师还在制造不死军，我们没时间了。来人，去斗兽场，再给他们吃点东西，吃饱了才好看戏呀。
本将军赌镇魔司和这几个大招奴隶能在我5名不死军手下撑过1炷香的时间，你们赌什么？我赌半炷香。我赌他撑不过10个呼吸。我赌他第一个被撕成碎片。别想了，我们也不是没想过，但逃不掉的，死也要做个饱死鬼。那几个被抓出来的大招士族见到这般恐怖诡异的景象，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之前有不少的同僚都是死在这些怪物的口中。北荒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活尸的能力，顺便振奋军心，真是好手段。姐姐，要不要小青去帮帮他？他死不了。再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张大山若在打斗中悟出点什么，前途不可限量啊。如果没有呢？没有就没有，战斗经验可是实打实的。光吃饭怎么行啊？没点家伙，岂不是让本将军的狼崽子们看得不尽兴？数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被扔在了张大山等人的脚下。开始。那5具活尸猛地加速，四肢以一种诡异扭曲的角度摆动着，带起一阵恶风，朝着大招士兵直扑而来。别过来，别过来啊！完了，黑色的指甲瞬间没入血肉。我的腿！救我！咬死他！咬死他！这大招的软脚虾中看不中用啊！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那名士族必死无疑之际，是张大山，那是老祖所说的活尸命门。匕首入肉的声音沉闷而诡异，没有鲜血喷溅，只有一缕黑气自伤口溢出。活尸瞬间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重重砸在地上，一击毙命。他跳起身，朝着另外3只活尸追砍过去，一刀一个。斗兽场内外鸦雀无声，方才还在狂呼呐喊的北荒士兵们，此刻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一个个张大了嘴，眼珠子瞪得快要掉出眼眶。什么情况啊？我们的不死军死了？不可能，不死军是杀不死的。将军，他居然靠一把匕首就解决了5个不死军，大招的镇魔司这么厉害啊！嘿，果然有点意思。来人，赶紧去请军师大人前来，就说大昭国有人破了他的不死军。还愣着做什么？继续，再给本将军拖20个来。20个？本将军倒要看看他这根骨头有多硬。将军威武！北荒战无不胜。兄弟，你一个人挡不住的，以你的武艺，应该比我们逃出去更容易。一会儿乱起来，你赶紧逃。你若能回到龙吟关，就告诉苏将军死守龙吟关，千万不要迎战。根据我的观察，这些怪物不会爬楼梯，就不会爬上城墙，所以一定要死守。姐姐，他是想杀了那个北荒人吗？擒贼先擒王，这主意不错。不过他不是拓跋雄的对手。姐姐，就不怕他死了？死不了。若不将他逼到绝境，怎么激发潜力？可是……别可是了，看戏。报！何事？抓住一个大招的探子，在斗兽场一连击杀了5个不死军。拓跋将军让你去一趟斗兽场，说有人破了您的不死军。哦，大招居然有人能破得了我的不死军？如何破的？他用一把普通的匕首刺穿不死军后脑，极其轻易地斩杀了。哼，有意思。练好了这几日了，也该出去走走了。带路吧，本军师倒要去瞧瞧是何方神圣感动我的东西。是，兄弟，快走呀！别管我们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突围！想杀我？
等你活下来再说吧。将军，军师到了。军师，你快看，那小子也会妖法，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多不多，会不会影响我们攻打龙吟关啊？不是妖法，这是修仙功法。都说大昭国的修仙者不问世事，没想到大昭国的凡人军队里竟然藏着一个。军师，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此人是个修仙者，那怎么办啊？我们攻打龙吟关的时间是否要变呢？不用，后土不动诀在土灵根功法中只能算中等，要么此人天赋只是中等，要么就是此人背后的宗门或者是师尊没有更好的功法给他了。拓跋将军放心，能够修仙之人少之又少，偶尔出现一两个不足为惧。既然不影响我们北荒的大业，就杀了吧。这等资质的人若能够练成我们北荒不死军，一个普通的士兵炼化之后便能以一敌十，而他一个懂得运用天地灵气的修法者，若是由我亲手炼化，定能成为真正不死的北荒战争傀儡，能以一挡百。以一挡百，好一个以一挡百！大昭国人攻打大昭国，呵呵，军师此计甚妙，甚妙啊！来人，再给本将军放出50个不死军，本将军要亲眼看看这个所谓的修仙者能坚持多久。等他死后，看看军师如何将他练成我北荒最强的傀儡。50个？好哦！撕碎他，撕碎大昭人！50个！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这群狗杂碎还真是不要脸。刚刚的强盾与地龙突刺几乎耗尽了他体内大半的灵力，要死也要拉上这2个罪魁祸首。秋禾，这军师想法挺好的，不过想动本尊的人也得看看够不够格。小青，你说一会儿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本尊站在你头上如何？不行，哎呀，不行，不够神性。本尊记得乾坤袋里有淡淡的木雕，其凤凰应该够厉害吧？姐姐又开始不正常了。那是不死军的大营，寻常士兵根本不敢靠近。然而咒语念完，整个营地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那些不死军依旧像木雕泥塑一样毫无反应。怎么回事？二，他们好像没反应啊。废话，我没瞎。符咒失效了，快回去禀告将军和军师。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来啊？将军，军师出大事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不死军呢？将军，不死军好像失效了。不可晓得怎么催动秘术，他们依然不动。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不死军怎么了？不管如何催动秘法，他们就是不动了呀。废物！哼，失效。哼，看来暂时不用本尊出手了。军师的心肝宝贝被人动了，瞧他急的。一群饭桶，还不快跟上去看看！说罢，他也迈开大步，带着一众将领气势汹汹地跟了过去。不死军大营，军师的身体僵住了。是谁？敢毁本座的傀儡？难道真的出事了？仅这样就被气成这样？若是知道周清风把他的祭坛给毁了，岂不是气得要当场飞升？有内鬼？不对，他的营帐除了他自己，就连拓跋雄都不得擅入，怎么可能会有内鬼？是潜入者。那个大昭探子不就是凭空出现的吗？
这么说，是有一群该死的臭虫，在他眼皮子底下毁掉了他的一切。整座黑色营帐再也无法承受这股恐怖的音波与气浪，由内而外的爆裂开来，化作漫天黑色的蝴蝶四散纷飞，在他身后凝聚成一尊模糊而巨大的虚影。这是……姐姐，小青知道那虚影是三眼魔牙妖族。小青记得姐姐因为三眼魔牙妖族蚕食幼童而被你灭族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应是剩下的族人逃到了夏界，所以本尊才以为灭干净了。正好可以问问他们是如何下来的，或许还能通过他们的路直接回上界。拓跋兄，在，军师大人，到底发生了何事啊？难道不死军出问题了？立刻，马上封锁整个大营！本座要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挖地3尺，也要把这群该死的老鼠给本座揪出来！来人，封锁4方营门，开启守营大阵，所有巡逻队加倍，任何可疑之人格杀勿论。是。还有，斗兽场那个大昭国的探子，军师的意思是杀了他？不，那样太便宜他了。把他给我吊在营门口，用刀一寸一寸地剥离他的皮肉，再抽离他的魂魄，让他疼够5天5夜再死。本座要让那些躲在暗处的老鼠知道，这就是与我作对的下场。来人，将大昭国探子抓起来，绑在军营柱子上，面朝龙吟关。这就开始狗急跳墙了，想杀天玄宗弟子，问过本老祖没有？姐姐，是要出手救了吗？暂时还用不到我们。天玄宗弟子听令，袭击北荒士兵，造成恐慌。3人听见脑子里突然出现老祖的声音，不由得微微一愣，很快反应过来，应该是传音秘术。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军师大人有令，有大昭国的号子溜进来了，谁要是发现了，赏金200，官升1级。是。嫡喜。然而他的声音却戛然而止，因为脖子被人割断了。另外一队巡逻兵为首的百夫长路过，看着空无一人的拐角，眉头紧锁。怪了，方才不是还听到声音，怎么一转眼就没人了？头儿，这营里有点邪门。自从军师大人发怒之后，我这后脖颈就一直凉飕飕的，好像是有人在吹气。胡说八道！一抬眼发现自己队伍里少了几个人。他们死哪儿去了？你们看见了没有？众人摇摇头。不是百夫长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不是好好跟在身后吗？为何不见了？难道是……所有人不知想到什么，脸色变得惊恐。头儿，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啊？走，过去看看。越走越偏，很快就走到山坡处。百夫长好奇地向下看了一眼，就这一眼，瞳孔骤然收缩，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看见山坡下堆满了穿着北荒铠甲的士兵，其中一个他认识，正是他麾下的。果真如军师大人所说，大昭国的臭老鼠混进来了。死人，好多死人！嫡喜，有嫡喜！混蛋！去清点一下，失踪了多少人？很快军营上下开始清点人数。西营的巡逻队失联了，南3营的岗哨没有回应，粮草库那边也少了7、8个人。他们发现刚报告上去的人数，下一刻就亲眼看见自己的士兵的脖子突然出现血痕。嘎了，恐慌如同瘟疫一般在整个北荒大营中疯狂蔓延。
那个大昭国的探子呢？军师大人不是让把他吊在营门口剥皮吗？人呢？张将军，卑职正要向您禀报，刀手场那边也出事了。什么？说，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大昭汉子和我们抓来的所有大昭国俘虏，全都不见了。不见了？什么叫不见了？一群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给老子搜！老子就不信那么多人会凭空消失。就算把整个大营翻过来，也要把这群阴沟里的老鼠给老子揪出来。老子要将他们碎尸万段！与此同时，在距离北荒大营1里外的树林中，周清风与唐一等人正带着被救出的张大山及一众大招士兵，与在此等候的陆真真会合。老祖，张大山看着陆真真，缓慢地低下头，不敢看他一眼。他正不知道怎么面对老祖时，刘大力那砂锅大的拳头结结实实地捶在了张大山的胸口上。刘大力，你他娘的发什么疯？我发疯？张大山，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逞能，差点我们兄弟几个也被困在了这里，到时候还要连累老祖去北荒军营救我们。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是脑子被驴踢了吗？不是我哥的错，要打就打我吧。你是张大山的弟弟张小山？是，大哥是为了救我才会冒险的。你们要怪就怪我，要打就打我。兄弟，此次是我张大山对不住大家。行，原谅你了。下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跟我们商量一下，以免打乱后面的计划。是。事情解决了，我们回龙阴关。被救出来的大招士兵一时半会儿看呆了。哎，回神，这是我家老祖，别乱看，这是长辈，得尊敬孝顺。张小山微微一愣，这就是大哥宗门里的老祖啊，这么年轻漂亮。见过老祖。来而不往非礼也。拓跋雄，本老祖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老祖一怒伏尸千万。等陆真真等人的身影消失后，整个静谧的森林忽然活了过来。草丛中数不清的毒蛇昂起头颅，吐着信子，蛇鳞在阳光下闪烁着森冷的光芒，如同一条条黑色的死亡河流，朝着北荒大营的方向悄然涌去。林深处，成群结队的恶狼呲开獠牙，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最恐怖的是天空，那是成千上万只猛禽，苍鹰、猎隼、秃鹫，它们盘旋着，汇聚成一片遮天蔽日的死亡乌云。这是什么呀？快跑啊！救命啊！惨叫声、惊呼声、战马的悲鸣声瞬间响彻云霄，血肉横飞，羽毛与碎骨齐下。这已非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戮盛宴。军师，你他娘的还站在这儿看什么戏呀？快点想办法！这样下去，龙吟关还没打下来，我们的人就快死伤过半了。好，军师，让这些畜生自相残杀。不对，这怎么可能？他惊骇地发现，那些停滞的飞禽走兽眼中非但没有被控制的迷茫，反而爆发出一种更为深沉、更为狂暴的血色光芒，而是没了神智，没了痛觉，没了恐惧，以命换命的疯狂攻击眼前的两脚兽。我的控魂咒为何会失效？为何还引来这些地底的秽物？你睁眼好好瞧瞧，你都干了什么好事啊？你是要成为北荒的罪人吗？
大概1炷香的时间，袭击北荒军营的疯狂兽群动物毫无征兆的潮水般退去，它们退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出现过。地上的血水汇成溪流，在他脚下缓缓流淌，残肢断臂堆积如山。北荒勇士引以为傲的铠甲，此刻成了裹尸布，破碎不堪。没了，全都没了。报，将军，伤亡人数已经清点出来了。说，回将军，我军阵亡28700人，重伤71000人，轻伤者过10万。28700人，接近3万的勇士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就死在了这些畜生的嘴下。7万重伤，在这缺医少药的营地里，他们能活下来几个呀？军师！那军师依旧站在原地，周围一圈的畜生尸体少之又少，仿佛那些疯狂的野兽刻意避开了他。是你，全都是你干的！说，你是不是大周派来的探子？我北荒20万大军，20万精锐呀！就是因为你那狗屁不通的咒术，就这么毁于一旦。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节哀。我节你娘的哀！怎么会是他？见过，九公主殿下。眼前的女子正是北荒国主最为宠爱的九公主伽罗。可她不是应该在王庭吗？为何会化身军师来到这凶险的前线？拓跋将军，这一拳打得可还尽兴？属下该死。不知者无罪，都起来吧。如此庞大的怨气与血肉，炼制出来的不死军比之前可强太多了。殿下，您的意思是？北荒的勇士，生为王战，死亦为亡魂。他们不会白白牺牲。传令下去，重建祭坛，然后将所有尸体，无论敌我，无论人畜，全部集中到祭坛去。本宫要用最高秘法，将他们炼化为我北荒最强的不死军。拓跋将军放心，这次炼制的不死军，防御力比之前强好几倍。这次，就连是修炼者，都不能很轻松刺中不死军的后脑的。这些弥漫在空气中的怨气，会成为他们不竭的力量，成为北荒最完美的杀戮机器。今夜子时，本公主要亲率这支大军踏平龙吟关，将关内所有活物都变成我们军团新的养料。属下遵命。等陆真真一行人回来时，已经黄昏。刚进庭院，就看见苏宁熙正蹲在地上。小乖乖，来吃呀，别怕嘛。您看这小米多香呀，吃饱了就跟着我，好不好？我会给你做一个金丝楠木的笼子，里面铺上最柔软的云锦，保证你住的比皇宫还舒服。哎呀，你别不识抬举嘛，跟我混，以后有你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外面风餐露宿强吧。这傻妹妹的个性还真适合修仙，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瞬间理解了为什么当年被欺骗后会一直追着七皇子身后跑。小麻雀见状，趁着苏宁熙没有注意自己，快速将眼前的小米吃完，跟渣男一样飞走了。真真姐，你们回来了。妈呀，还好他们听不见真真姐的心声，否则我这苏家三小姐的脸面还要不要了？我找苏国公有事要说，你自己玩吧。苏三小姐，他走过来了，他要做什么？
周大人，你有事吗？我们之间的事情不是都两清了吗？这个给你，在林中捡的。给我鸟蛋干什么？为什么？想要宠物，就要是从小养起，才会更亲近人。如果养不活，我再给你找就是了。别去大街上忽悠小动物了。做完这一切，周清风像是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任务，抱拳转身，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朝着议事厅的方向走去。三小姐，周大人对您可真上心，知道您想要宠物，特意给您寻了鸟蛋来。上心？他这哪里是上心，分明羞辱本小姐。该死的周清风，下次一定让你好看。啊，小姐，此话怎讲？听其他小姐们说，周大人从未对女子这般体贴过呢。体贴个屁！他是不是让我不要去大街上忽悠小动物了？是啊。他这个意思还不够明白吗？他是在嘲笑我蠢，觉得我给珍珍姐丢脸了，只配玩蛋。啊，小姐的思路总是这般清奇。小姐，你是不是想多了？奴婢瞧着周大人不像那种人啊。哼，你懂什么？那小姐若是不喜欢，不如将这鸟蛋给扔了。扔了？虽然周清风不做人，但他说的对，从小养更好。再说蛋蛋多无辜啊！哼，不知道孵出来是什么小鸟呢？龙吟关将军府议事厅。诸位，都说说吧。将军，城中粮草已不足3日之用，若朝廷再不救济，北荒那群豺狼只需围而不攻，我等便要不战自溃了。李将军所言极是，如今已是深秋，想再从后方筹粮，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议事厅的10多个武将一个个愁云惨雾。不必为粮草之事烦忧。陆真真的声音自门口传来，瞬间划破了这沉闷的死寂。早就注意龙吟关的粮草问题了，一会儿就有免费的粮草送来，再长1月是足够了。萧颖那边已用传音石告知，只等大环回京，他就能带着粮从传送阵送来，粮草问题不足为惧。苏啸天听见陆真真的心声，紧锁的眉头缓缓舒展。这女儿果真是厉害呀！真真呐，你此话何意？粮食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陆大人，这不是开玩笑吧？这可是10几万大军的粮草啊！粮草问题是不是会解决，大家就等消息就是。不出1炷香的时间，就会有消息传来。我来此是有件事告知诸位将军，如果我猜没猜错的话，北荒军今夜会攻城。什么？这消息可靠吗？他们真的会今夜攻城？陆大人，军情大事可不能信口开河，你可有实据？若为谎报军情，造成恐慌，是要被杀头的。够了，我信真真的话，不管真真的消息是真是假，多一分警惕总没有坏处。传我将令，全军进入最高警戒，弓上弦，刀出鞘，火油滚石备好，但凡有任何异动，格杀勿论。是，将军。众将虽然心中不爽，但军令如山，齐齐抱拳领命，准备离开。报！一名守城士兵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各位将军，这城外有异动。慌什么？是北荒的探子吗？来了多少人？不是人，是野兽，是野兽啊！野兽？是北荒驱使的猛兽吗？不是，是猴子、兔子、松鼠，成千上万的各种小动物，都疯了似的往我们龙吟关冲来。胡言乱语！我看你是被北荒的妖术吓破了胆了。不用惊慌，诸位将军，
粮草这不就来了吗？小场面而已，用得着如此惊慌？不知道拓跋雄知道自己军中的粮草被小动物给偷了，送来龙吟关，那脸色一定很好看。陆大人，你是说那些动物给我们带来了粮草？带了，将军，他们嘴里叼着，手里抱着，背上还扛着，全是粮食，直接堆放在城门口就跑了。走，去瞧瞧。当他们登上高耸的龙吟关城楼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吸一口凉气，浑身僵直。这是咋个回事？这些畜生在给我们送粮？听说新皇有国运护体，是上天承认的皇帝啊，所以这是上天帮助大昭国渡过难关。几个年轻的士兵喃喃自语，在他们身后是刚刚上了城墙的苏啸天和一众身经百战的将军们，看着眼前一幕，同样石化当场。好啊！天佑我大昭，天不亡我龙吟关，此乃神迹，是上苍不忍我大昭子民受苦，特遣万兽相助，我龙吟关命不该绝啊！神迹？不，这叫零元购，还是强制性的那种。不知道拓跋雄发现自己的军粮被一群耗子兔子搬空，送来私敌，那张脸会不会比锅底还黑？想想就刺激。来人，开城门，将所有粮草悉数运回城中。是。夜幕已经彻底降临，火把的光芒在黑暗中跳跃，将士兵们激动而又敬畏的脸庞映照得忽明忽暗。他们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粮食，玉米金黄，麦穗饱满，稻谷飘香，还有不少肉食，激动的大笑。快，都动起来！将军有令，全部搬回库房。这麻袋，好生结实。哎，快看吧，这麻袋怎么了？有什么好看的？大惊小怪的。这是北荒的军粮？什么？让我看看。那些动物是偷了北荒的军粮给我们的，没想到啊，我们吃的居然是敌人的粮食。好啊！北荒的蛮子辛辛苦苦千里迢迢的，竟是给我龙吟关当了一回运粮队。此等奇耻大辱，怕是能让那拓跋雄气得当场吐血3声。真呐，谢谢，我替龙吟关30万军民感谢你。客气啥，都是一家人。不知道这些食物今晚能不能让士兵和百姓吃饱。北荒今晚子时来袭龙吟关，可不是本尊瞎说呀。北荒军营被本尊白天那么一闹腾，粮草又没有了，拓跋雄现在肯定气得七窍生烟，理智全无，唯一的念头就是踏平龙吟关。更何况周清风毁灭了北荒公主的祭坛，触了他的逆鳞，以他那个疯批劲儿，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反攻。将军府，夫人，今夜不太平了。吃完饭呢，你带着孩子们都待在后院，哪儿也不许去。夫君放心，妾身明白。南辰，你是哥哥，武艺也是不错的，护着你母亲和弟弟妹妹。父亲放心，孩儿定会护好母亲和妹妹们的安全的。拓跋雄哪里是苏天下的对手？要不然这么久都还没攻下龙吟关，嘉龙和他的不死军有周清风他们足够了，所以他们是攻不进来的。瞧瞧这生死离别的气氛，本尊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哎呀，这丫头！午夜子时，滴血！凄厉而急促的铜锣声响彻云霄，瞬间惊醒了关内所有人。全军戒备，弓箭手就位。苏啸天早已披甲持剑立于城楼之上，他双目如电，死死盯着城下那片涌动的黑暗。弓箭手准备，放！一声令下，
箭如雨下，密密麻麻的箭矢如同射在钢板上，一一掉落在地上。不会吧？北荒又弄出这个鬼玩意儿？还这么多，怎么办呀？这样应该如何打呀？诡异一般怕火，放火箭！哎，烧起来了，烧起来了！然而下一秒，所有人的欢呼声再次卡在了喉咙里。那些活尸的步伐却未曾有半分停滞，他们依旧迈着僵硬的步伐，不躲不避，不喊不叫，仿佛那焚身之火只是幻觉。这怎么可能？连火都不怕？这批活尸升级了。为了攻打龙吟关，伽罗这是将黑血给他们当金疮药抹了吧？防御力直接拉满了。寻常刀剑火焰对这些魔钢师已经没用了。什么？这是魔钢师？真真，你们镇魔司是如何处理这些东西的？我去试一试。刘大力的赤阳烈火拳，纯阳至刚，专破一些邪祟污秽。瞧瞧，本尊就说不能闭门造车的修炼，在战斗中成长才是王道。刘大力这不是把天赋神通给逼出来了吗？回去之后得好好说说玄清这小子，早听本尊的，怎么会让那些小丑在玄天宗面前蹦跶？不孝弟子。伽罗给活尸涂的黑血魔漆能防刀剑，能防火烧，唯独防不了这种内劲外放的纯阳真火。这叫什么？这叫做专业对口，物理超度。难怪先皇不敢对新皇动手，原来镇魔司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呀！天啊！我看到了什么？人可以控火，他一拳打爆了那个怪物的头，那可是连刀都砍不动的怪物啊！我知道了，哈哈哈哈哈！原来你们这些鬼东西怕我的拳头，我果然是天才！哈哈哈哈哈！来啊，都给我过来！刘大力彻底杀疯了，他舍弃了一切招式与技巧，只用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一拳再一拳，一拳一个，痛快啊！原来如此，难怪那些宗门所持的长剑都是法器，寻常的兵刃根本就无用，现在只能以神通克制了。出来！张大山一声低喝，双手虚按大地，大地开始震颤，那些活尸脚下的泥土突然变得松软，化作一片流沙，让他们行动受阻。紧接着，一根根尖锐无比的土刺毫无征兆地从地底破土而出。这还是人吗？原来这就是镇魔司真正的力量，难怪镇魔司考核那么严格，月钱还很高。杀光这些鬼东西！镇魔司的大人威武！士气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然而在这片震天的呐喊声中，唐一的身影却显得有几分落寞，清秀的眉宇间一抹苦涩挥之不去。他是水系灵根，修的是碧波万生诀，主疗愈善净化，在战场之上是所有同伴最坚实的后盾，但在此刻这般惨烈的正面搏杀中，却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城楼之上，陆真真将唐一的失落尽收眼底。这孩子又钻牛角尖了，谁说奶妈就不能输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能生万物，亦能净万邪。伽罗用黑血制造活尸，黑血也是水的一种啊。只要让黑血排除活尸体外，就跟一具普通尸体没什么两样，只要没生命危险，还得让这小子自己慢慢悟。用自身能力来克制这些活尸，能吞噬万物，不知这些活尸能不能吞呢？只见尸群如潮水般向两侧退开。来了，他带着他的宝贝走来了。古王尸，1万毒之蛊融合百兽尸身，刀枪不入，百毒不侵。
周清风的混沌体和团团吞天体属同源，就看周清风能不能给力点儿，不行只能放团团了。大昭国的蝼蚁们，享受本公主为你们准备的最后盛宴吧。他看到那白色的寒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了整面城墙，仿佛为这铁血雄关披上了一件冰晶铠甲。龙吟关保住了，城外的活尸就靠周清风等人了。若这样低级的活尸他们都杀不了，回上界的时日又要拖长了。唉，这是真的手段，强悍至极呀！你们该死！你们竟敢毁了本公主的宝贝！那些毒虫，每一只都是他用无数珍奇毒物和自己的心头血喂养而成，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军队。如今却在顷刻之间化作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雕，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他这是要做什么？难道想围困我们？既然我们攻不进去，你们也别想出来。本公主就在这里等着，将你们围上1个月或2个月。龙吟关有多少粮草，够你们吃多久？10天，还是半个月？当你们饿得没有力气，只能啃食同伴尸体的时候，龙吟关不攻自破。到那时，苏啸天，本公主会亲手拧下你的脑袋当夜壶。这些畜生是铁了心要把我们给围困在龙吟关。大军围而不攻，断其水源，绝其粮草。本公主倒要看看，你们能在这座孤城里撑上几日。伽罗刚回北皇军营，一名负责后勤的小兵连滚带爬地冲了过来。报告公主，不好了！讲。粮草，我们屯在后方峡谷的10万担精粮，不翼而飞了。什么？10万担不翼而飞？是，拓跋将军已经前去查看了。将军说，废物，连粮草都看不住，留你何用？当周清风4人疲惫的身影出现在门后时，迎接他们的是山崩海啸般的欢呼。不愧是镇谋司，霸气威武啊！你们太厉害了，小伙子，好样的，真是好样的。那是自然，也不看看咱们是谁，有咱们在，龙吟关就塌不了天。哈哈哈哈哈！将军府议事厅。哎呀，你们能回来便好，只是我们被北荒毒虫团团围住，摆明了是要断我们水源，绝我们粮草啊！北荒的粮草还能撑一段时间，半个月之后，若无援军，我们便是不战自退了。放心，明日朝廷的粮草就到。不知陆大人此话当真？明有毒虫大军围城，暗有北荒大军，信鸽都飞不出去，粮草如何运送进龙吟关呢？各位将军不必如此忧心，明日你们就知道了。粮草之事我早有安排，不是本尊卖关子，主要是运送粮草的传送阵今晚才去建呢。真呐，既然你拥有通天彻地之能，可否将城外那数万毒虫一次性尽数诛灭，我们才能夜袭北荒军营啊！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对呀，北荒绝对想不到龙吟关能够击杀毒虫大军，晚上定然懒散，今晚夜袭是最好时机。能，留着他们，我有他用。多好的经验升级包啊！天玄宗还有那么多弟子呢，我来感受一下怎么能行？用北荒的毒虫练大昭国的兵，挺好。
难道说除了周清风4人，还有其他镇魔司的人要过来？半夜，月光如霜，为龙吟关披上一层淡淡的银纱。就在城墙最不起眼的角落阴影里，8道黑影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攀了上来。因为他们身上带着伽罗给的香包，没有引起毒虫的围攻。他们身着夜行衣，与黑暗融为一体，轻功了得，不带一丝风声。为首之人打了个手势，8道身影如墨汁滴入清水，瞬间散开，身法诡异，朝着将军府的方向前行而去。将军府内，他们避开所有明哨暗哨，如入无人之境，目标明确地朝着防备最为松懈的后院而去。那里是将军府女眷的居所。东厢房内，苏宁烟早已安睡，2名黑衣刺客拿着淬毒匕首，朝着床上那道纤弱的身影狠狠刺下。千钧一发之际，一缕极淡的白雾自玉佩中袅袅钻出，随即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没入左侧那名刺客的眉心。刺客伸手抓住一旁同伴拿匕首的手腕，同伴不知对方要作甚，疑惑地偏过头看过去。你……同伴刚吐出一个字，便惊骇地发现与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转了匕首的方向，毫不留情地抹向了他的脖颈。刘大力等人进入了院落，一眼就看见站在苏宁烟门口的黑衣人，他大步上前就将其拿下。白雾见人被抓，才从黑衣人的身体里出来，悄无声息地钻进了房间，没入床榻上那道纤弱身影的胸口，隐于玉牌之中。这小子邪门的很，站着一动不动，跟个鬼似的。小妹，大姐，姐，我好怕呀！女人果真麻烦呢。希儿，莫怕，有姐姐在。周大人，究竟发生了何事？方才有2个北荒杀手要去刺杀陆大人，结果刚进院子就被那只大白虎给揍趴下了。那2个杀手杀得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的倒下了，一个都没有跑掉。陆大人这里省个活口，就派我们过来看看你们这边如何，没想到还真让大人给料中了。啊，北荒也派人刺杀真真了，难道他们是想杀了我们，给爹爹添堵？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确是如此。糟糕，大哥和小弟那边是不是也有杀手刺杀？话音刚落，2道急促的身影也从另一侧的月亮门冲了进来。阿姐，阿西，你们没事吧？多谢周大人。今夜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你们好好休息吧。都解决了？都解决了。老祖料事如神，北荒这次的目标果真是苏公子的家眷。这是从刺客身上搜出的信物，连同此人一共是8名死士，死了6个，还剩下2个活口。况且我们是从传送阵里过来的，知道这个事情的人不多。北荒的人能够精准找到苏家的宅院，看来龙吟关也不是铁板一块。这北荒的死士业务能力不行啊，8个人就这么点功夫，折了7个半，性价比太低了。你们大周人都不得好死，有本事就杀了我们，龙吟关旦夕可破。你们这群瓮中之鳖，没有粮草，迟早要被我北荒大军碾成齑粉。没错，你们就等着饿死，等着被伽罗公主的毒虫啃食殆尽吧。生命力真顽强，都这样了，精神头还挺足。看来白虎兄下手还是轻了点。不过，毒虫，你们干什么？陆真真没有理他，只是拿着香包嗅了嗅。难怪这几个人潜入龙吟关，没有丝毫引起毒虫的骚动。看来是伽罗给了他们驱虫香囊。你可真是大好人啊，谢谢了。你们北荒真是贴心，
解决之法都亲自送上门来了，我就却之不恭了。黑衣人忽然想到了什么，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放心，伽罗公主此举定然是在北荒不开心了，求着我们大招打北荒，等攻破北荒朝廷，我定让她开开心心，自由自在的做个农家妇。你真没用。大白，文文，尽快找到里面的材料，你们几个跟上他，将东西带回来。是，老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清脆的甲胄碰撞声由远及近，打破了这诡异的宁静。真真，我刚刚听闻说有刺客闯入，真真呢？你没事吧？不是，是北荒的死士，应该是知晓我们在这里，想来刺杀我们，给你致命打击。北荒真是好歹毒啊！他们身上有蛆虫相帮，今晚的夜还很长，该是我们给北荒送一份大礼的时候了。传我令，让其他几位将军速来议事厅。是，将军。将军府议事厅。苏将军深夜召集我等，究竟所谓何事？莫不是城外那数万毒虫又生了什么新的变故？这是北荒黑虎卫的死士令，怎么会出现在龙云关呢？将军，这令牌从何而来？就在半个时辰前，8名黑虎卫死士借着蛆虫香囊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将军府后院，刺杀我的家眷。这帮草原蛮子，战场上赢不了我们，竟敢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简直猪狗不如！祸不及妻儿，这是战场上不成文的规矩，北荒这事彻底的不要脸皮了。将军，末将请战，今夜便带一队敢死之士杀出关去。末将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为公子小姐们讨回一个公道。末将请战，请将军下令。一时间群情激愤。行了，外面都是毒虫，只怕你们还没走出10里，就被毒虫吃得只剩白骨了。妈呀，第一次感受到一群男人吵吵，让本尊头疼。再让这群肌肉猛男吼下去，本尊耳朵都要起茧子了。陆大人此言何意？难道我等就该在此坐以待毙，任由那帮草原蛮子欺辱到家门口，连妻儿老小都护不住吗？我王霸宁可被毒虫啃食成白骨，也绝不受此窝囊气。士可杀不可辱。王将军稍安勿躁，光凭一腔热血，是喂不饱城外那数万只毒虫的。你，王将军，今夜急召你们来议事厅，是因为真真有办法对付毒虫了。陆大人不是说毒虫还有另外的作用吗？这位将军，可曾想过，为何北荒的死士能悄无声息地潜入我龙吟关，而你们却连出关10里都做不到？我怎么就没想到？陆大人，你的意思是？香囊里的材料并不稀有，我已经派人去寻了，大家等上半个时辰即可。各位将军先去组建一支300人的骑兵，借着夜色的掩护穿过虫巢，直捣黄龙，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好一个直捣黄龙！我王霸愿为先锋。末将愿为先锋。末将愿为先锋。末将愿为先锋。瞬间，所有将军尽皆起身，齐刷刷的单膝跪地。乖乖，这阵仗差点以为要黄袍加身了，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走，我们先去挑选300死士，夜袭北荒军营。至于首领，最后再定。很快，大白回来了，同他回来的还有周清风、唐一、刘大力和张大山4人。辛苦了，你们以七星海棠为主，碾碎曲奇枝叶，辅以驱风草磨成粉末，再入断魂木屑中和其烈性，最后将3者混合，用灰布包裹，缝制成囊。半个时辰，弹指即过，300个小巧而朴素的灰色香囊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了庭院的石桌上。
出发，让北荒的蛮子看看，我们大招是不好惹的，更不是孬种。就在他的脚踏出龙吟关范围的一刹那，门外那足以吞噬一切的虫巢发生了诡异绝伦的变化。那原本嘈杂狂躁，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啃食殆尽的虫海，瞬间安静了下来。老祖，接下来我们干什么？既然答应了萧莹要在大昭国内建造传送阵，就从龙吟关开始，先去找一处空地。几人在龙吟关的士兵口中来到废弃的演武场。老祖，这地方也太瘆人了。这地儿还真不错，能量干扰少，风水上佳，是个搞工程的好地方。他走到演武场的中央，一片还算平整的空地上停下了脚步。众人只见他缓缓抬起纤纤玉手，白皙修长的指尖在空中轻轻划过，没有咒语，没有法诀，但随着他指尖的每一次跃动，空气中便凭空生出一缕缕淡金色的凌厉光线。这是什么？老祖果然强悍啊！前后不过一炷香的功夫，5个一模一样散发着强大空间波动的传送阵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众人面前。金光褪去，废弃的演武场很快陷入一片黑暗。老祖，为何要建5个？一个通往京城，便于粮草运行；另外3个分别通往玉阳关、边城和梁城，可以迅速派兵支援。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是备用的。4人听见这话已经麻木了，他们只知道自家老祖就是牛逼。你们稍等，我先去京城那边建立互通的传送阵。就在他们失神之际，陆真真毫不犹豫地踏入了第一个传送阵，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法阵之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等了1刻钟，陆真真的身影又凭空出现在了法阵中央，神色如常。你们回京城，将宗门其他弟子都带过来。杀虫。是，老祖。去吧。记住，不要离城太远。若是觉得扛不住了，就退回来。有这道兵城在，他们暂时还进不来。让我看看你们这群雏鸟，有多少能在这场血肉磨盘中真正蜕变成鹰。龙吟关以北100里之外，王霸带着300名死士，如一头头潜伏的猎豹，趴在山脊之上。他娘的，这鬼天气真冷啊！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子偷走了咱们的粮草，真是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连骨髓里都是寒气呀。就是，若是大昭国前来偷袭，我们饿着肚子根本打不过呀。怕什么？有这些虫子在，龙吟关的人插翅也难飞出来。咱们一会儿找个避风的地儿睡个安稳觉。王霸嘴角快要裂到耳根后了，难怪陆大人提议今晚就偷袭。杀戮在寂静中上演，一个个哨兵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精准而高效地抹除，一切准备就绪。王霸从怀中取出一枚火折子，轻轻一吹，他随手将火折子扔向了身边一个浸透了火油的草垛，火焰如同一条苏醒的火龙，瞬间冲天而起。王霸做了一个手势，300名死士快速退回到之前的位置，冷漠地看着火光一片的北荒军营。着火了！着火了！敌袭！是敌袭！紧接着，四面八方数十个地方同时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干燥的营帐在烈火中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响。救火！快救火呀！我的刀，我的盔甲还在里面呢！一群废物，连个营地都守不住，本公主要你们何用？是谁？给老子查！究竟是哪个狗娘养的干的？还愣着做什么？救火呀！所有人都给老子去救火！半个时辰之内，火若不灭，你们就全部都给我当柴火烧了！
伽罗冰冷的目光穿透跳动的火焰，望向了远处漆黑如墨的龙吟关。只要那个修士离开了龙吟关，这些毒虫就能快速攻城。他能感受到有人在击杀他的宝贝，但不足为惧。大昭国人还未突破毒虫防线，可营地大火是怎么回事？王霸等时间差不多了，再次缓缓抬起了手。300名死士如鬼魅般再次潜入营地，比之前更加猛烈的火焰在营地中心轰然炸开。又来了！天神啊，这是要亡我们吗？将军，火恐怕一时半会儿灭不下来。灭不了就不必灭了。传我将令，全军集结，即刻攻城。什么？公主，万万不可呀！将士们一夜未眠，已是疲惫之时，此刻攻城无异于自寻死路啊！此刻攻城，我军必败无疑呀！败？哼，他们的计策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既如此，本军师偏不让他们如愿。我要让他们看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笑话。用龙吟关所有人的鲜血来熄灭这片大火，用大昭国100万人的哀嚎来奏响我们北荒的凯歌。全军听令，攻城！一支疲弊之师攻城，是北荒人疯了，还是我出现幻觉了？王将军，这怎么办？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啸，仿佛9天惊雷，毫无征兆地在北荒大营的侧翼炸响。虎王，不是送到大昭国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是白虎！天神呐，是山神发怒了吗？无数北荒士兵吓得魂飞魄散，丢盔弃甲，跪下朝着白虎的方向跪拜。他们北荒所信仰的神是虎，不然北荒图腾也不会是黑虎了。将军，这白虎不是陆大人养的那只吗？怎么会？畜生，你找死！伽罗看着扑来的血盆大口，不退反进。区区畜生，真以为本公主怕了你？法术被破，伽罗气血翻涌，猛地喷出一口逆血。怎么可能？一只白虎怎会如此厉害？难道真是神法？不，我从小就不信，什么神就是个畜生。兔八熊，救我！快救我！本公主命令你杀了这头畜生！拓跋雄闻声，身体猛地一震，忠诚的本能让他下意识站起身上前。将军，不可呀！将军，别犯糊涂，那是我们的守护神呐！伽罗公主定然是惹怒了神，不然怎会只针对她一人？这是神罚，是天谴。我们凡人岂敢对神挥刀啊？这是对神灵的大不敬啊！会为整个北荒招来灭顶之灾的呀，将军。神罚！伽罗眼睁睁地看着那道巨大的白色边影在瞳孔中急速放大，他脸上的绝望与怨毒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瞬。将军，感觉这场仗都不需要打了，这怎么回事啊？赶紧找2人回龙吟关，将事情汇报上去，看看苏将军有什么指令。老祖，这帮天杀的毒虫，他们自己死了，怎么回事？天玄宗弟子听令，迅速打扫战场。是，老祖。看来是大白得手了，伽罗已死，以他精血饲养的虫群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血祭秘术最大的破绽便在于施术者本身。陆大人，
这究竟是？伽罗死了。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些毒虫之所以听从伽罗的命令，是他以血祭秘法炼化的傀儡，与他性命相连。如今虫群尽灭，只有一个解释：主死，仆从。北荒大军此刻必定群龙无首，军心大乱，正是我军反击的最好时机。你们觉得呢？苏将军，传我将令，开城门，全军出击，踏平北荒大营，为我大招死去的将士们报仇雪恨。就在大军刚刚冲出关口不足5里之时，站住！来者何人？是我们是王霸将军手下的。发生了何事？我们有急报给苏将军，苏将军可在？在，跟我来。出了何事？王霸将军何在？报告苏将军，北荒公主伽罗被陆大人的神虎一击撕碎了，数万北荒军尽数器械跪拜，不敢动弹。王将军派我们2个人回来，询问苏将军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哈哈哈哈，老苏啊，你家义女简直是我大赵的护国神女，一来就解决咱们10几年的心腹大患。走，趁他病要他命，此番定要让北荒蛮子知道我大赵天威不容侵犯。谁家闺女如此厉害？我家的。全军听令，目标北荒大营，随本将军踏平他。是。于此的北荒大营，没有震天的战鼓，没有士兵的嘶吼，只有一片死寂。数万北荒军，从将领到士兵，无一例外尽数跪伏于地，手中的兵刃散落一旁。来了，是大赵的军队。完了，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完了。马蹄声越来越近，他们来了。他们北荒数万大军，却只能像一群待宰的羔羊，跪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大昭国人靠近。神，北荒世世代代供奉，被誉为荒原之主，连王庭3大祭司都要3跪9叩的神虎，竟然在一个女人的面前撒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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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押解他的士兵见他状若疯魔，不由皱眉，加重了手上的力道。老实点。可拓跋雄已经听不见了，他的世界里只剩下那一人一虎温情脉脉的画面，以及自己信仰崩塌后那无尽轮回的嘲讽与绝望。昨日见好，通往京城的传送阵微微亮起，是大黄带着粮草队来了。快走！走到大街上，没有他预想中北荒大军攻破龙营关的浴血奋战，只有高呼胜利的百姓。赢了？就一晚上仗就打完了？我们是京城送粮草过来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兄弟，北荒蛮子已经被我们拿下了，主帅拓跋雄也被生擒了，我们赢了，大胜啊！你们把粮草带去将军府吧。殿下，我们现在去将军府。微臣参见王爷。王爷万金之躯，怎可犯险亲自押送粮草？各位快请起，在本王这里没有那些繁文缛节，第一批粮草就在外面，还请苏帅派人尽快点接收编。本王有些累了，先进去休息一下。大黄不管对方众人是什么表情，扒开众人就朝着将军府里面走。他急着见自家主子呢。主人，仿佛一道天雷，将跟在大黄身后的诸位将军炸得外酥里嫩。这是皇家最近新奇的追女孩子的法子。主人，这主人是什么称呼啊？难道京城里的贵族公子哥现在都流行这个调调？什么逍遥王啊，就是一头准备攻我家水灵白菜的猪，一头出身皇家无比危险的猪。
为了骗我们家单纯的真真，竟连这等自降身份、闻所未闻的手段都用得出来，哼，简直是无耻之有。真真这孩子性子清冷，心思单纯，怎能被卷入那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大院里去呢？不行，绝对不行！主人，你咋能抛弃大黄啊？我紧赶慢赶才到京城，结果你又跑来龙营关，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别的狗了？周围的将领们集体倒抽一口凉气，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正已然碎裂成渣。王爷这模样已经被陆大人拿捏得死死的。王爷一路舟车劳顿，想必早已疲惫不堪了。末将已命人备好上房，请王爷先行一步，沐浴更衣，好生歇息。傍晚间，末将再为王爷与诸位禁军将士设宴，接风洗尘。苏将军，本王不累，本王还有要事要与陆大人商议。哎呀，王爷，您的龙体乃是万金之躯呀，关乎我大昭国本，万万不可有丝毫闪失。您若累坏了，末将如何向陛下交代呢？如何向大昭万民交代？请王爷以国事为重。大黄嗤笑一声，这老家伙是铁了心要当拦路虎了。可惜他是狗，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服从主人命令就行。国事是什么？能吃吗？大黄，听话。好。天色逐渐暗淡，将军府卧房内。老爷，你怎么了？是发生何事了？哎呀，夫人呐，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逍遥王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竟追着真真喊主人。你说这成何体统吗？他不要脸，要丢皇家的颜面，我不在乎，可是别连累真真呢。我看呐，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想用这种新奇的法子来骗我们真真。夫君，您这副样子活像是自家水灵灵的白菜被猪拱了的老农。哎，你还笑？我这都快愁死了。哎呀，真真那孩子心思单纯，哪是皇室那些人的对手啊？万一被骗了感情，将来有他哭的时候。夫君，你呀就是关心则乱，想得太多了。你想想，真真是何等人物，他可是上界的御兽老祖。你觉得这世间有哪个凡人男子能入得了他的眼？老爷，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切莫外传。逍遥王之所以称呼真真为主人，是因为他的身体里有双魂，其中的一个叫大黄的，是真真上界的灵宠，是只狗。灵宠喊主人，天经地义呀。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搞了半天，那不是一头想拱白菜的皇家贵胄猪，而是一条货真价实的狗。他那颗提了一整天的心，总算是彻底放回了肚子里。夫人，话是这么说没错，那毕竟是逍遥王的身体呀，一个大男人还是个王爷，就这么拉着真真的袖子撒娇，你说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这也太不成体统了。不行，我还是得看着点。是狗，夫人说了，那就是条货真价实的狗。可一想到那狗正占用着一位王爷的躯壳，对着自家宝贝闺女摇尾乞怜，苏小天心里就堵得慌。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大姐，快看，我的宠物要出生了！你们在干啥？真真姐，你快看，它要出来了！算算时间，也差不多要破壳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小东西长得可真别致。姐姐们，它好丑啊！
此乃渡鸦，是天地间最为聪明的鸟类之一，通人性，小吉凶，辨善恶。你以精血灵力精心饲养，定然不会让你失望的。渡鸦可是极其难得的宠物，还有3只，也不知道这丫头从哪里弄来的，运气好的让人羡慕。姐姐，那她叫什么名字好啊？其语如墨，其心如影，便叫影吧。你是最先出生的，以后你就叫影大，等你弟弟出生就叫影2、影3。龙吟关的硝烟终是在这场大劫之后渐渐散去。数日后，一名来自北荒王庭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抵达了关下。他带来的不是战书，而是一封由北荒新王亲笔书写的停战国书。消息传开，整个龙吟关瞬间化为一片欢腾的海洋。将军府内，北荒已定，龙吟关无虞。我要和天玄宗的弟子们回京城了。另外，停战国书和使者需要你们护送上京，顺便述职。母亲和弟弟妹妹可以与你们一同返京。大哥就用我们先走传送阵，毕竟他与南蛮长公主的婚期临近，需要早回去做准备。京城，天玄宗。周清风，你一到宗门告示，请宗主示下。天玄宗广纳门徒，凡大招子民，不问出身，不论贵贱，皆可一试。只一点，镇魔司之人优先录取。是。老祖，龙吟关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也需要10日的时间才能传回京城。如今招收弟子，除了镇魔司的人，百姓之中来的恐怕没有多少啊。无碍，将这个给江家送去。是，老祖。很快，一纸告示如雪片般飞入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告示前人头攒动，议论纷纷。天玄宗，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宗门呢？口气倒是不小。还广纳门徒，不问出身。哼，我看是骗子想钱想疯了吧？呸！哎，你们看这句啊，镇魔司之人优先录取，简直是笑掉大牙了。镇魔司的爷们儿哪个不是人中龙凤啊？会来你们这小破庙？就是，依我看呐，不出3日，这宗门就得被程卫司给查封了。江府，老天开眼，老天开眼呐！肯定会选我呀，我可是爷爷的好大孙儿。小元宝拍拍胸口，一脸傲娇，当然知道老祖是什么意思。只要进了天玄宗，他终于可以不用再装傻子了。累呀！经过一夜的发酵，全国各地的镇魔司都接受到了告示，纷纷从传送阵赶到京城，齐齐走向天玄宗大门。河间府镇魔司百户长赵铁山携麾下弟兄前来拜见天玄宗老祖。话音刚落，又是一群人走到了过来。幽州府镇魔司前来拜宗。云州府镇魔司。并州。对他们而言，天玄宗的告示不是一个笑话，但对于镇魔司的人来说，能学到陆大人本事的1、2，就算是祖坟冒青烟了。天哪，真的是镇魔司的大人们！你看他们身上的煞气，我隔着这么远，腿肚子都在打颤。那个壮汉我知道，之前人称独臂阎罗赵铁山，据说在河间府一人一刀屠过一座百鬼窟。这些人竟然真的都来投奔这个什么天玄宗了？云深不知处，一座白玉仙宫落座在此，此地正是3宗之首天机宗的宗门所在。哼，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天玄宗，宗主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如今升仙之路不知被谁毁了，下界资源只有这些，
现在还多一个宗门出来争抢，如何是好啊？直接派人灭了便是，何须在此多费唇舌？剑宗主此言差矣。陆真真能在京城立宗，又能让镇魔司那些亡命之徒趋之若鹜，恐怕是大昭国新帝的命令。应该不错。老夫方才耗费10年守院，欲推演此女来历，却只见一片混沌，天机不显，甚至老夫还遭到了天道反噬。什么？天机子的卜算之道冠绝天下，连皇朝更迭都能窥得一二，竟算不出一个女子的来历，还遭到了反噬，这简直匪夷所思。天机不显，只有2种可能：一是此人身负大气运，二是他根本不属于下界，或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这5个字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3位宗主的心头。如今通往上界的通道已经被毁，那么他们这些修仙者就是下界之巅，俯瞰众生。忽然出现一个另类，让下界脱离了他们的掌控，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有些让人恼火。若是上界之人还好，若他真不是此界之人，那便意味着他不受此界天道法则的束缚，他的功法，他的手段，他的来历，于我等而言皆是一片未知啊！管他来自何方神圣，既然来了我等的地界，是龙他得盘着，是虎他得握着。此等异术，若不尽早铲除，必成心腹大患。阿弥陀佛，剑宗主啊，此事不可莽撞。天机子道兄推演其来历，已遭天道反噬，可见其命格之硬，气运之强，绝非寻常。我等若强行出手，万一引来更大的因果，恐怕……悟心大师所言甚是，道友依你之见，又该如何呀？他是否是上界之人，或不是这方世界之人，都要先确定其身份，才好进行下一步计划。你们觉得如何？3人一听也是这个理，不知对方底细之前，绝不能贸然出手。如何试探？先广收弟子，以我们3宗1门的名气，自然会断了去天玄宗的人，看天玄宗为此有何反应。若是天玄宗不在意弟子，那就邀请天玄宗参加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到时候诸位道友便能窥探一二。宗门大比，不错，届时我等可名正言顺将这天玄宗发起请帖，邀其参加。不错，届时我等可名正言顺将这天玄宗发起请帖，邀其参加。他若不敢来，便说明心虚胆怯，不过是虚张声势之辈，其声望必将一落千丈，不攻自破。他若来了，哼，正好让本座的弟子们去称一称他天玄宗的成色，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的弟子乃至他本人尽数碾压，让他知道这下界究竟是谁说了算。善，既然各位道友都认同这个方法，那就这么办。本道人还有事，先行告辞。我窥探陆真真的天机之时，隐约看见了长生道人的影子。何意？何意？天玄宗与长仙道人乃是死敌，我们只是在试探，切勿与其交恶，更不要卷入他们的因果之中，切记，切记。很快，天玄宗门口的报名处排起了长龙。前来报名的百姓大多是衣衫褴褛的流民，走投无路的苦役。刘大力站在报名处，扯着嗓子
声如洪钟，维持着秩序。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只要根骨尚可，心性坚韧者，我天玄宗一视同仁，皆可入门。一声毫无预兆的铜锣声响起，京城之内，无数百姓骇然抬头，循声望向天空，只见一道人影悬于京城上空。奉三宗之命，于今日起广开山门，普纳天下英才，凡大昭子民，无论出身，皆可前往三宗设于城东、城西、城南的试炼点参与考核。资质优异者可入仙门，修无上大道。什么？我没听错吧？三大仙门竟然要公开招收弟子啊！千载难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仙缘呐！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这还用想吗？天玄宗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刚刚冒出来的小宗门，怎么能和传承100年的三大仙门相提并论？说的是，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去走独木桥，那不是傻子吗？走走走，去城东。天机宗擅长推演天机，我若能入门，定能光宗耀祖。我要去玄剑宗，大丈夫当配3尺清风，快意恩仇。阿弥陀佛，我与佛有缘，出云宗才是我辈归宿。人潮如同决堤的洪水，轰然转向。眨眼之间，方才还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天玄宗报名处已是门可罗雀。岂有此理！欺人太甚！这群道貌岸然的老东西，明摆着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不敢明着来，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简直就是无耻至极。陆真真也听见了刚才的话，从天玄宗内走了出来，目光扫过空荡荡的街道，内心一片平静。毕竟上届那些老逼灯也做过这样的事，最后怎么了？好像被他给揍服了。先是断我弟子来源，下一步便是要我参加那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现在天下人面前将我天玄宗彻底踩在脚下吧。手段虽然老套，但也直接有效。无碍，让他们去吧。老祖，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这口气我咽不下。一群连引气入体都困难的人，走了便走了，有什么可惜？镇魔司克制邪祟的功法，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修炼功法。镇魔司人人都会，即便天赋极差也能入气的。他们身经百战，心性坚毅，远非这些普通流民可比。难怪老祖说镇魔司的兄弟优先。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诡异肆虐。镇魔司之人身负斩妖除魔之天职，不可擅离。三宗能给他们什么？让他们抛家弃业，放弃俸禄，去那深山老林里做个不问世事的苦修士，他们肯吗？他们的家人肯吗？大昭的律法又肯吗？原来如此，还是老祖想的周到。他现在才明白，自家老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些普通百姓，而是遍布大昭、数量庞大且个个都是精锐的镇魔司人员。天玄宗有传送阵，没有老祖带领，只要有天玄宗的腰牌也可进入传送阵中。镇魔司的兄弟可白日安心办案，待到夜间或有闲暇，便可瞬间返回宗门。修行无上大道，修行与俗世两不耽误，这才是天玄宗真正的根基。此时，一辆华贵的马车便缓缓停在了宗门门口。爷爷，爹，爷爷，我没听错吧？这又是什么情况？老祖这般风华绝代、仙姿玉容的仙子，怎么就成别人的爷爷了？乖，爹，药祖他心智不全，日后便要劳您多费心了。放心，本就会好好照顾他的。爷爷，我们就先回去了，过段时间再来看弟弟。
马车走远，宗门口的喧嚣也渐渐平息。小元宝，老祖，我回来了。宗门出力，百废待兴，内务繁杂，你对这些最为熟悉。往后天玄宗的内务便全权交由你来打理。什么？让一个傻子掌管宗门内务？老祖这是在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关系到整个宗门运转的命脉啊！吃穿用度、资源分配、弟子名录，哪样不是繁琐至极？需要精明强干之人才能胜任。这傻子识字吗？分得清一跟十吗？老祖放心。小元宝看见大白，眼睛都亮了。没想到大白也跟着到下界了，正要扑过去给一个爱的抱抱，却发现大白看向自己的眼神充满警惕。大白来下界时失忆了。之后几天，天玄宗只有极其少数的百姓加入，三宗招收弟子的事情早就进入了尾声。一日，天玄宗门外来了一个身穿玄剑宗服。哎，你是何人？奉三宗令，给天玄宗送上宗门大比的请帖，还请通报一声。让他进来。奉三宗宗主之命，特邀天玄宗参加或观摩宗门大比。帖子本座收下了，回去告诉你们三位宗主，这届宗门大比，天玄宗参加。参加？哼，陆宗主，你可知宗门大比并非儿戏，凡是参加的宗门都需要拿出相应的彩头，作为大比的最终归属。这彩头既是底蕴的象征，也是对胜利者的尊重。不知你这刚刚成立，连山门都设在闹市中的天玄宗，又能拿出什么样的彩头呢？若是几百两的黄金，几株凡俗草药，那还是趁早收回成命，乖乖的去观摩席上坐着，免得丢人现眼。不就是彩头吗？我天玄宗还是给得起的。只是素手一翻，一道微不可察的空间波动之后，4件物品悄然悬浮在了他面前的半空中，缓缓飞到玄剑宗弟子面前。不知这些够不够？玄剑宗弟子看着眼前的物品，瞳孔骤然一缩，10枚通体剔透、毫无一丝杂质的灵石，一把薄如蝉翼、剑柄处刻有古老符文的长剑，一只温润的白玉小瓶，瓶口未开，却有沁人心脾的丹香丝丝缕缕的溢出，只闻上一口，便觉体内灵力都活跃了几分，以及一枚造型古朴、刻满了繁复铭文的青铜小钟。这是上品灵石，好，简直是毫无人性。够了！他跟陆真真拜别之后，几乎是连滚带爬的离了天玄宗。老祖，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简直欺人太甚，若不是您拦着，我非得撕了他那张臭嘴不可。你为何还要给他们那么厉害的物品？真是便宜他们了。被人看不起，是不是很愤怒？是，弟子恨不得现在就杀上玄剑宗，让他们知道我们天玄宗不是好惹的。杀上去？你想屁吃呢？下界的规矩比上界规矩多了很多条条框框，如果你想找死，本座不拦你。那我们该怎么办？就任由他们这般羞辱？羞辱？哼，不，这不是羞辱，这是机会，一个让天玄宗扬名的机会。你认为天玄宗会输？不会。既然不会，3个月后拿下宗门第一，并将他们宗门的天骄全部打残。是，老祖。玄剑宗弟子拿着4件宝物回了宗门，得知宗主在天机宗，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天机宗。弟子沈玉见过3位宗主。帖子可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天玄宗应战。应战了？哼，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拿了什么当彩头？
不会是几百两黄金吧？物件悬浮在半空，朝着三人飞了过去。这是天玄宗给的彩头。这是无光剑。这竟是极其少见的九转涅槃丹呐！阿弥陀佛。他认得是万古铜钟，此钟钟声一响，便能驱散邪祟，抚平心魔，回响在天地之间，闻者心静神明。一个新立的宗门，不可能有此等底蕴。那陆真真果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不这样认为。若他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拿出来的东西我们定然是没有见过之物。你们看看，不光是无光剑、九转涅槃丹，还是万古铜钟，都是我们知晓的。如此看来，天玄宗那位应该是上界之人。只有上界之人，宝物繁多。我们认为的宝物，不过是他眼里最为普通的东西。道友说的极是，老僧也是这样想的。本座问你，那宗门本身如何？启禀宗主，天玄宗建在大昭国京城的闹市。天玄宗的前身是宁远侯府，自从宁远侯府被诡异所灭门之后，宁远侯夫人便将宅子给了陆真真，让他见了天玄宗。闹市，天玄宗内部如何？弟子踏入宗门后，发现天玄宗有阵法，不但能够隔绝府外的一切声音，灵气更是浓郁到令人发指。弟子仅仅是走了一段路，就感觉困扰了弟子3年的修为瓶颈，竟然有了松动的迹象。如此浓郁，比起我们玄剑锋如何？比玄剑锋的灵气多3倍。3倍，这是何等恐怖的概念！这意味着在天玄宗修炼1天，堪比在他们这些洞天福地修炼3天。这意味着只要资质尚可，一个普通弟子也能被活生生堆成天才。那已经不是普普通通的宗门了。3位宗主在大殿之内心神俱震，久久无言。良久，罢了，此事从长计议，在摸清陆真真的底细之前，切不可轻举妄动，切勿交恶。日子平平淡淡的过了数日。老祖，宫里来人了。哦，发生何事了？来的是宫里的李总管，说是当今圣上龙体抱恙，重病垂危，太医院上下束手无策，恳请老祖您入宫一趟，为圣上诊治。好，你告诉李总管，本尊先去皇宫了。就在张大山的目光下，陆真真消失在空气中。他愣了愣，赶紧转身告诉李总管一声。皇宫养心殿，福安公公见进来的是陆真真，忙挥手说道：都退下。真是好手段，知道萧莹有本尊护着，不敢夺其他身上本有的国运，将目标转移到与大昭国未来息息相关之人身上的气运，如此一来既能削弱国本，又不易被察觉。待到大夏将倾，一切都为时已晚。要不是本尊想找到逆道门所在，偷偷给萧莹身上下了咒，让他们这样偷下去，等本尊发觉，大昭国早就完了。逆道门，你们真是越来越让本尊惊喜了。床上的萧莹感受到全身所传来的舒服感，缓慢地睁开了眼。陆大人，朕这是怎么了？身体无大碍，休息几日就能痊愈。这次你生病是因为有人在窃取大昭国运。如何阻止？这个给你，随时关注。此玉牌你贴身带着，一旦有人在暗中施法掏食气运，它便会发光发烫。一旦发光，你只需捏碎即可。这样就能阻止了吗？不能，你照做就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只要捏碎，
玉牌里的符咒就能透过萧莹找到窃取国运之人的所在地，到时候本尊会教他好好做人的。萧莹听见陆真真的心声，也不再继续追问了。只要能救出背后的老鼠，他死也愿意。福安，老奴在。今日之事不得泄露，违者诛九族。遵旨。数日后，京城紧闭的城门在一阵沉重的击扩声中缓缓开启。一队身披铁甲、满面风霜的骑兵自北疆踏着烟尘归来。苏将军回来了！将军威武，大周威武！安顿好家人后，苏啸天便换上一身朝服，带着北荒的停战国书以及被五花大绑如同死狗一般的拓跋雄入宫面圣。臣苏啸天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苏将军平身，此去北荒辛苦了。为陛下分忧，为大昭尽忠，是臣的本分。幸不辱命，臣已与北荒签订停战国书，活捉北荒大将军拓跋雄。北境30年内再无战事。京城里的喜事却不止这一件，转眼间就到了苏家嫡长子苏南辰与南蛮长公主大婚之日。整个京城张灯结彩，十里红妆，鼓乐喧天，一片喜气洋洋。苏府之内更是宾客云集，高朋满座。这新娘子不是南蛮人吗？看苏家这样子，好像很满意这个儿媳妇呀。皇上赐婚，自然是要做足姿态，不管如何，有人和亲就行。哼，这群人知道啥？大哥娶到心仪之人，自然是要给他最好的。今日是个好日子啊！今日京城龙气鼎盛，喜气冲天，阳气最是刚猛，确实能压制一些宵小之辈的阴邪手段。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是这种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小心成为那些老鼠下手的最佳时机。皇宫养心殿，苏家大婚乃是国之喜事，福安，你替朕备一份厚礼，亲自送去苏府，以示皇恩。是，陛下。福安公公领命退下，萧莹正要继续批阅奏折，腰间带着的白玉玉牌毫无征兆地亮了起来。来了。同时，苏府选在苏家大婚之日，见满城喜气与人流为遮掩，当真是好算计。今日的确是动手的好机会，终于能将逆道门给一锅端了。陆真真随着气息悄无声息地落在一处偏僻的农家院落外。这样的地界绝不是逆道门的老巢，以长生道人的个性，也不会在如此凡俗之地修炼。门内的景象让陆真真皱眉。院子里倒着2具尸体，一个壮年汉子，一个老妇，皆是喉咙被利刃割开，鲜血染红了身下的黄土地，早已凝固成暗沉的褐色。一家5口，灭门。查探四周，没有怨气，没有煞气，更没有丝毫逆道门那种窃取天机的诡异法术残留，就是最纯粹最野蛮的凡人杀戮。玉牌的指引绝不会错，被窃取的这一股气运的源头就在此处。但这里极其干净，除了血和尸首，什么都没有留下。金蝉脱壳之际，那群老鼠制造出源头在此的假象，扰乱他的判断，实则早已逃之夭夭。逆道门好一招调虎离山。院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伴随着犬吠与呵斥。快围起来，别让凶手跑了！你是何人？为何会在此地？大胆妖女，竟敢在此行凶杀人！拿下他，定是他杀了张屠户一家。将镇魔司的令牌直接丢给厉言。镇魔司指挥使，
最近各地都有冒充镇魔司招摇撞骗的狂徒，没有100也有80，谁知道你这令牌到底是真是假？再者说，我林州不过是穷乡僻壤，张屠户一家更是贱民中的贱民，何德何能惊动镇魔司的大人亲临？他的话语字字诛心，充满了理性的怀疑和对现实的判断。况且据属下所知，整个大赵的镇魔司上上下下皆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唯有一位女子，乃是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指挥使大人。那种通天彻地的大人物会屈尊降贵来到我这鸟不拉屎的林州边境，更何况张屠夫一家并非妖邪诡异，你为何要屠戮一户农家？不管你是真是假，属下都尊敬称呼你为大人，但这件命案与大人有关，还请大人跟厉某回县衙走一趟，还请大人见谅，职责所在。来人，拿下！妖女，束手就擒吧！等这个倾国倾城的女人成了阶下之囚，她便能为所欲为了。陆真真一眼看穿对方的心思，浅浅笑了，抬脚就将衙役踹飞出5米之远。我理解你们的职责所在，我可以随你们走一趟县衙。这铁链就算了，实在是不符合我的气质，太丑了。狂，太狂了！一个凶案的嫌犯，一个被团团围住的妖女，竟敢说官府的刑具配不上她。厉言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大人，请。灵州县衙大牢。哟，来了个细皮嫩肉的小娘子。这脸蛋，这身材，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陆真真对这一切充耳不闻，绝美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她那双清冷的眸子扫过牢内，仿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那些污言秽语竟在她目光的逼视下渐渐消停了下去。进去。逆道门，你们的局本尊已入，接下来该看你们出什么牌了。县衙后堂。李不腾，有没有可能那女子就是新上任的指挥使啊？我们万万不能得罪呀！大人，这段时间冒出镇魔司之人没有7、8，有5、6个。若他是，属下自然负荆请罪；若不是，岂不是放跑了杀人凶手？他只一脚就将衙差王五踹出2丈开外，那份力道绝非凡人所有。还有，面对我等围捕，毫无惧色，那份气度也非池中之物啊！属下也拿不准到底是不是。人呢？现在关在何处？回大人，已押入天字号大牢。哦，好，万万不可怠慢呐，也万万不能让他跑了。既然与镇魔司有关，已超出我林州县衙的处置范围。李岩，你立刻备上快马，连夜赶往隔壁的云山县镇魔司分部，速请镇魔司的大人前来，辨一辨这女的是不是镇魔司的指挥使。速回。厉言抱拳领命，不敢有丝毫耽搁，脚步如风般离去。不对劲儿啊，实在是太不对劲儿了。若万一那女子真是镇魔司新上任的那位指挥使大人，那我岂不是闯下了杀身之祸？他的一位在京城任职的好友，曾有幸在一次百官宴上远远见过镇魔司新上任的指挥使一面。回来后，那位好友喝得酩酊大醉，抓着他的手颠三倒四地说着醉话。夏兄啊，你是不知道，我看都仙人了呀！那般容貌，那般风姿，绝非凡尘俗世所能有，倾国倾城都难以形容其万一啊！说句大不敬的话，便是宫里的贵妃娘娘也不足对付3分。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就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光都汇聚在了他一人身上。那人不敢直视，又忍不住想去偷看。当时好友那副魂不守舍、惊为天人的模样，蒋奇至今还记忆犹新。自己真是猪脑子，既然指挥史大人美若仙子，他去大牢里瞧一瞧不就知道了吗？蒋奇看见陆真真第一眼，整个心肝都在颤抖啊，只觉得自己的双腿如同灌了铅一般沉重。如此不似凡尘的女子，除了好友口中的镇魔司指挥使，也不会有他人了。下官林州县令蒋奇，不知大人驾到，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看来这位县令大人也是个妙人。从人虽然圆滑，但身上有一丝微弱的浩然正气，与那厉捕头同出一源，想来并非奸恶之辈。看来逆道门选的棋子还是很用心的。蒋大人，下官在。你何罪之有？此地发生灭门惨案，尔等奉公执法，捉拿疑凶，乃是本分，依法办事，何罪可言？话音刚落，一股无形的柔和力道将蒋奇从地上拖了起来。神仙手段，这绝对是神仙手段。蒋大人，下官在。听说最近有人会冒充镇魔司的人，那你为何会认定我便是镇魔司之人？姐姐，逆道门不会将镇魔司和你拉下水吧？若是你们的口碑崩塌了，曾是镇魔司指挥使的萧银岂不是会失去一部分的信任和民心？他身上的国运不就会散去一些？那到时候逆道门不就可以暗中偷偷的吸食国运了？小青，果真是长了脑子，真聪明。回大人，实不相瞒，下官是听京中的好友提及过，信任指挥使大人的风采。何时发现有人冒充镇魔司之人的？他们做了何事？你们是如何发现的？何时发现有人冒充镇魔司之人的？他们做了何事？你们是如何发现的？回禀大人，此事并非只在我林州一地。据下官所知，周边数个州县，及至更远些没有镇魔司分部设立的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啊。他们出现的时候都会发生杀人案。大人，只要是发生了性质恶劣的灭门惨案，或是死状诡异的离奇命案，他们便会不请自来。前段时间呢，临县有一户富商家，上下30余口，一夜之间尽数化为干尸，血肉精气仿佛被抽干，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死状可怖至极呀，宛如地狱恶鬼降临人间。而处理那桩案子的正是一伙自称镇魔司的人。临县县令自然是好酒好肉的奉上，将他们当作上神一般的供着，不敢有丝毫怠慢。他走后3日，一位真正的镇魔司校尉因公务路过，众人才知道是有人冒充啊。那些人手持镇魔司的玄铁令牌，行事乖张霸道，言语间总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我等地方官吏，谁人不知镇魔司威名赫赫，谁又敢去得罪？谁知是真是假呀？借镇魔司之名行鬼祟之事，不但能掩人耳目，利用官府的力量搜集情报，寻找合适的祭品，还能毁了镇魔司这么多年的口碑。这农户一家的惨死，恐怕就是这些冒牌货的手笔。他们留下线索引镇魔司人至此，是想将这盆脏水也泼在镇魔司的身上。逆道门，好一招连环计。姐姐，那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的局还未完全铺开，全是破绽。哼，等本尊回去将镇魔司令牌换成天玄宗令牌，他们就算变成鬼都伪装不了了。这也是一个好办法，顺便给宗门宣传宣传。牢房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直奔此地而来。陈校尉，劳烦您看看，这位是不是镇魔司之人？陈忠，那是新任指挥使大人的声音，立言让我辨认的是陆大人。陈忠看见陆真真的瞬间，大步上前，单膝跪下，双手抱拳。镇魔司灵州分部校尉陈忠见过陆大人，大人甚安。起来吧。完了，这个倾国倾城的女子还真是那个容貌出尘，手段通天彻地，连陛下都礼遇有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镇魔司指挥使。大人，您看立言不知您身份，可否原谅他这一次的鲁莽？立言跪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身体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他不敢抬头，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道清冷如月华的目光正落在他身上。起来吧，此事你并无过错，本尊不予追究。陈忠，本尊问你，近日多地出现冒充镇魔司之人，以玄铁令牌为信物，行灭门之事的案件，为何镇魔司从未有相关卷宗上报京城？回禀大人，并非无人上报，而是所有前往京城的信士全都死了。说下去。只要发生过冒充镇魔司的地方，不管有人去京城上报还是书信上报，都会莫名其妙的死了。从8月前开始，灵州、云州、沧州3地接连上报，皆是言辞恳切，诉说有假冒镇魔司之人行凶，请求京城总部定夺。无论是信使还是镇魔司人员亲自上京说明此事，无论是800里加急的快马，还是从传送阵去京城，无一例外全部失联。3天后，我们在通往京城的官道旁发现了灵州分部派出的最后一名信使的尸体，那人死状凄惨诡异，并非外伤，而是七窍流血而亡，浑身的精气神被抽干。加上京城一直没有动作，由此我们判断，这些人未到京城就都死了。很奇怪的是，只要不知道这件事或者不上报此事的镇魔司人员去京城就很安全。密道门，好大的手笔，好阴毒的伎俩。他们不仅仅是想败坏镇魔司的名声，搜集祭品，更是要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切断各地分部与京城的联系，将他们变成一座座孤岛，然后逐一击破，慢慢蚕食。姐姐，他们也太恶毒了，这分明是想让镇魔司上下离心，相互猜忌，最后分崩离析。姐姐让小青去，只要他们在的地方定然会有魔气，我们也逐个击破。为了兄弟们，我们这个州的头头决定瞒着下面的人，自己寻找冒充之人的线索，至今都没有任何线索。这事我也知晓，定然会解决这事。蒋大人，我今日在县衙中暂住。大人放心，下官已经让人收拾出客房，并且备好酒菜。小青，此事断不可再拖延片刻。如今镇魔司几乎都是天玄宗弟子，本尊身为老祖，怎可接受宗门弟子被杀？就按照你的意思，先给他们一点开胃菜。离晚膳还有一段时间，蒋琦亲自送陆真真去了客房，看着房门关上，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哎呀，这位陆大人气场不是一般的大呀，太吓人了。周清风、大黄，将本尊炼制好的天玄宗令牌3日内发至镇魔司各部，人手1枚，不得有误。老祖如此严肃，恐怕是要出什么事儿啊。周大人，你怎么了？苏三小姐，我还有事要去办，告辞了。小姐，还送吗？送个屁！本想找他寻找也不容易，所以打算送他一只小毒鸭。
就这态度，甭想了。更何况我本就舍不得。小姐为了送周大人，不知道应该送哪一只小毒鸭，哪只都舍不得，结果一连3天都没睡。既然现在不送了，小姐今晚一定能睡个好觉了。春芽，我们走，去给静怡他们看看我的小毒鸭。小姐，都说乌鸦不吉利，静怡小姐他们都不会喜欢的，甚至还觉得你养乌鸦是个灾星，以后都不会跟你玩了。一声愤怒的咆哮响彻天玄宗上空，震得树叶簌簌作响。周清风、大黄，将本尊炼制好的天玄宗令牌3日内发至镇魔司各部，人手1枚，不得有误。陆真真威严的指令如惊雷般在大黄的识海中炸响。停！大黄伸手制止冲上来咬他的大白。大白，我要去完成主人给的任务了，回来给你带大鸡腿。大黄看着几个大箩筐里面密密麻麻的木质令牌道：主人，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提前发了？不管如何，争取1天1夜就发放完毕吧。京城的弟子就让唐一发放，我们以京城为界，你负责东边，我负责西边。可以。幽州镇魔司分部，夜已深，百户张烈正带着一队人马巡视归来。唐，最近这些假冒咱们的案子真是越来越邪门了。是啊，前几日派去京城的信使到现在都杳无音讯，该不会也……老祖迟早会知晓，在此之前做好自己的本分。离传送阵不远的几人忽然空间陡然扭曲起来，传送阵发出微弱的光。这是有人来了，京城来的人。幽州镇魔司百户张烈参见副指挥使。老祖有令，天玄宗弟子舍弃镇魔司令牌，更换为天玄宗弟子的令牌。大人，镇魔司和天玄宗是2个。此物名为天玄令，你们只需滴血认主，便知其玄妙了。其一，滴血之后，此令就与你魂息绑定，旁人无法使用，即便遗失，它也会自动飞回到你的手中。即便你们死了，令牌也会消失。其二，此物内含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方便尔等办案时携带其用之物。什么？其三，此令可作传音之用，100里之内注入灵力，可与通辽通话。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此令蕴含老祖的一道护身神念，可在危机关头为你们抵挡一次高级诡异的致命一击。如何？是不是很厉害啊？如此神物，你们确定不换？什么？还能抵挡高级诡异的致命一击？这岂不是等于多了一条命？我进来。刹那间，张烈与这块木牌建立起一种血脉相连的奇妙感觉。他心念一动，一个灰蒙蒙的奇异空间便出现在他的感知里，不大却真实存在。神物，当真是神物啊！有了张烈的示范，其余人再无半分犹豫，疯了一般的冲上前，纷纷滴血认主。这批令牌太重要，周清风不放心交给其他人，只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送。时间紧，任务重，他见众人都激活了木牌，转身带人踏入那尚未消散的传送阵中。下一个分部还在等着他。张烈等人看着周清风等人消失后，众人都低头把玩手里的木牌。张哥，瞧这副指挥使的样子，定然是要最短时间让镇魔司的人替换令牌，是不是老祖已经知道有人冒充我们的事才如此的？如此说来，所有镇魔司的兄弟都换上了木牌，拿着玄铁令的不就是冒充的吗？这件事得赶紧告诉县令大人呐！哈哈哈，你小子就是鬼机灵，走去县衙。这一幕在大昭国内不断上演。县衙后院，陆真真盘膝而坐。逆道门的手段太过阴毒，
又擅长隐秘潜藏，寻常的追查完全没用。如今这整个大昭国都在本尊的掌心之中，本尊倒是要看看，在我的天罗地网之下，你们还能藏到哪里去？陆大人，陆大人，你醒了吗？陆大人呐，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何事？刚吏捕头来报，死人了。不对，是孩子丢了。昨夜就一夜之间，城南的柳树巷有5户人家的孩子全都不见了。城北的平安巷也有5个孩子不见了，大的不过7岁，小的才刚刚会走。窗户门锁都完好无损，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太诡异了。来了。今早啊，有个自称是镇魔司的人来到县衙，说是追一个诡异来到了这里，那些孩子失踪是诡异所为。此人言语间颇为傲慢，还出示了镇魔司的玄铁令牌。昨日用过晚膳，陈忠校尉就回隔壁县了，不知道此人是真是假。下官就随意找了一个理由，让那人问在县衙，这才急匆匆地赶来向您禀报。陆大人，你看看这要如何解决呢？冒充镇魔司搜集孩子，看来这一次的祭品就是这些无辜的孩子，还想着如何找你们呢。这么快就冒充到本尊眼皮子底下来了，也好，省得本尊再去费心找你们的踪迹。走吧。蒋奇见陆真真朝着前面衙门而去，自己赶紧跟上，口中还不忘补充细节。他带着镇魔司特制的长刀，腰间系着镇魔司的玄铁令牌，从头到尾每一处不彰显着自己是镇魔司的人。难怪其他人分辨不出，这气势还是能唬人的。此人自称姓王，叫王虎，说是常州镇魔司总部派来追查异能的百户。果真这样的令牌就该被淘汰，都是从被残害的镇魔司信使身上搜刮下来的。这分明是一具被人操控的傀儡。舅舅，听说有镇魔司的大人来了。啊，舅舅，陆大人这是要做甚？哎呀，这变化也忒大了，难怪陆大人能坐上指挥使的位置，而我呢，只能是小小的县令。难怪找不到这群老鼠，躲得够深的。舅舅，这位大人是？这位是镇魔司的王大人。呀，是镇魔司的大英雄。小女陆真真见过王大人，之前在京城郊外曾遇诡异，幸得一位镇魔司名为张大山的英雄出手相救，才保全了性命。小女一直对那位恩人念念不忘，今日得知王大人来了临县，所以小女想来看看大人的风姿。妈呀，听说过镇魔司很卷，但是也没想到会内卷成这样。镇魔司斩妖除魔，乃是分内之事，姑娘不必挂怀。将一具尸体控制如活人一般，绝非一般的傀儡术啊！不得不说，虽然逆道门很坏，但术法真是1等1的好。切，等抓住幕后之人，一定要学会这术法。是小女唐突了。蒋大人，本官来临县只是提前告知你一声，昨夜孩童失踪一事，乃是诡异作祟，我镇魔司已在追查。接下来几日，城中或许还会有异事发生，届时你只需安抚好百姓，莫要大惊小怪，更不要插手，待本官将那诡异彻底剿灭，临县自会恢复太平。陆大人，此人是不是镇魔司之人？不是，而且还是个死人。蒋奇听见这话，吓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是什么？刚才跟我说话的是个死人！我的妈呀，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诡异都毫不顾忌的四处溜达了。哎，我好害怕呀！哎呀，陆大人，接下来应该如何是好啊？慌什么？他不是让你安抚百姓，摸牙插手吗？你照做便是。就这么听他的？不然呢？你想打草惊蛇，不想找回那些孩子了？陆大人是说那些孩子还活着？我自有安排，你只需记住，从现在开始，不管县衙之内发生什么，你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明白了吗？下官明白，下官明白。你去安排吧。陆真真说完，身形一晃，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原地，仿佛从未出现过。王虎正迈着僵硬而匀速的步伐走在青石板路上，陆真真隐匿在他身后，将他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只见王虎径直走到了城南的柳树巷，刚到巷子口，就隐隐有压抑的哭声传来，正是昨夜失踪了孩子的家庭。谁呀？看到王虎一身镇魔司的玄色劲装，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呦，大人，您是镇魔司的大人吗？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的小牛啊！本官王虎，奉命追查诡异，起来回话。昨夜亥时，你最后一次见到孩子是何情形？家中可有旁人出入？可曾听见异响？妇人一边哭一边将昨夜的情形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王虎面无表情地记录着，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看起来挺唬人的，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除了失踪的孩子，你家中可还有其他孩童？妇人一怔，下意识地将身后一个3、4岁的小女孩拉到怀里，警惕地看着她。就剩下一个女儿了。你可知道左邻右舍或是亲族之中，还有哪些人家有7岁以下的孩童？本官需要排查所有可能的目标，以防诡异再次下手。那妇人信以为真，毫无防备地将自己所知道的几户人家都说了出来。王虎一一记录，果然利用镇魔司的身份筛选下一批祭品。接下来王虎又去了平安巷，用同样的方式从那些悲痛欲绝的父母口中套取了更多孩童的信息，而这一切都在陆真真的注视下无声地进行着。他没有出手，他在等这条鱼将所有的线索都带回他的老巢。姐姐，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小青找了好多的地方，才在这里闻到了淡淡的魔气。果然是这里，失踪的孩子就在里面，你去护着他们。姐姐，小青进来了，这里的魔气很淡，里面也很潮，还有一股怪怪的血腥味儿。不用管，先找孩子。好的，姐姐。陆真真等了一会儿，小青的声音才传来。姐姐，小青在神像的后面发现了一个暗门，门上有魔气。姐姐，孩子们都在密室里，整个城隍庙没有其他人，就只有这10个孩子。不在，王虎明明进去了呀，他和他身后那人去哪里了？是陷阱。他们是故意将孩子们留在此处，就是为了引我入瓮，还是他们有所察觉，躲起来了？哪里来的孽畜，竟敢与贫道抢夺祭品，找死！陆真真看见躲藏的老鼠出来了，瞬间不着急了。这修为根本就不是小青的对手，犯懒的他找了一个地坐等看戏了。就是这个家伙掳走了这些孩子来炼化，提升自己的修为。不自量力，哼，有点意思。没想到资源稀少、灵气薄弱的下界，也能修炼出如此厉害的大妖。若是斩杀后将其入药制丹药，
药效绝对比这些孩子更好。再来！他长啸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人剑合一，朝着小青再次冲杀而去。一时间，废墟之上剑气纵横，蛇影翻飞，一人一蛇竟斗得旗鼓相当，有来有回。是他，就是他！昨天晚上抓走我们的坏人！坏人来了，他又要抓我们了！看着蛇妖拍死了自己的傀儡，他脸上的惊愕一闪而逝。所以，这蛇妖真的不是来抢祭品的，而是在保护他们。哈哈哈哈！贫道今日真是看见了天大的笑话。区区一介妖物，不思吐纳修炼，妄图飞升，竟学起人间的蠢货，行那守护之事。既你听得懂人言，就要权衡利弊。念你修行不易，也不是我的对手。你护这些蝼蚁，就是找死。他们能给贫道用来炼丹，是他们的荣幸。姐姐，小青很生气，想咬他的屁股。咬就咬脖子呀，你不怕他这样损阴德的人有痔疮？咦，想想就恶心。你真咬他屁股，一个月不要靠近本尊。姐姐说的对，有痔疮的屁股不能咬。就算你不护着这些蝼蚁，贫道也不打算放过你。这大妖的实力竟然比我还高。道人心中大骇，怎么可能？虽然下界灵力稀薄，我也是苦修300多年，一身灵力精纯无匹，怎么会被区区妖物压制到如此地步？这孽畜的妖力为何如此精纯霸道，甚至隐隐带着一丝龙威？那是龙角。大蛇加油！大蛇加油，打死那个坏道士，别让他欺负我们。你是好蛇师，我们不怕你。我家小青出息了，这么快就有小粉丝了。对的，小青这么可爱，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喜欢？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一个低贱的孽畜。今日，贫道便要将你们挫骨扬灰。就在那道人双手结印，即将完成最后一步时，小青无视了那些血色符文的阻碍，一口咬在了他暴露在外的脖颈大动脉之上。等孩子走后，那只大妖是你养的，你是何人？天玄宗，陆真真。你是天玄宗的御兽老祖？切，瞧你这样，认识本尊？不认识。贫道与你从未见过，不认识你。不认识就不认识，那你心虚什么？这些事本尊也不想知道。本尊只问你一句，逆道门的山门何在？你是如何知道我是逆道门的？看来你是知道的。本尊再问一遍，山门在哪儿？你休想从贫道口中知道任何事，就算是死，你也别想知道逆道门在哪儿。是吗？骨头还挺硬。你以为不说，本尊就不知道了吗？可惜，在本尊面前，再硬的骨头也得化成渣。可有听说过搜魂？不过短短数息，陆真真缓缓收回了手。天道爸爸对下界的人还真是宽厚啊，都这样了，还没被劈死。天空突然出现一道炸雷，让陆真真吓了一跳。天道爸爸，你该不会是因为下界的规矩，没办法对他们出手，所以把本尊弄下来给你擦屁股的吧？有一道惊雷，这算是回答他的话了。好，还真是你啊！你都没办法搞定的事情，干嘛让本尊帮你干？要你何用？
他就说以自己的实力怎么会被人轻易暗算到了下界，原来有天道在背后推波助澜。帮你可以，得给本尊好处。也不瞅瞅自己最近干的那些事儿，我都没批你，还敢跟我谈条件？放心，其实很简单了。嘿嘿，第一，等本尊建好天玄宗，必须让本尊成功回上界报仇。第二，本尊回上界之后，无论我对那些宗门做什么，你都不能批我。第三，本尊让你批哪个你就批哪个，有效期1年。就这3个条件，就说你同意不？